早晨6:50，结束了早锻炼的学生回到教室，预备铃打过一轮，早自习即将开始。刚绕操场跑过2圈，学生们尚未进入学习状态，不安分的声音透出门板。高2、4班的班主任白软走到教室后门处，顿住步子。白软外表看起来也就21、22岁的样子，对外宣称是25岁，但长得显小。此时此刻，这位年轻的班主任正从小窗后露出半张脸，小心翼翼的往教室里看。当班主任埋伏在后门偷看时，9成9是想抓现行，可白软的模样却不太对劲，他下颌紧绷，神色警觉，扒着窗沿的双手微微发颤，不像是来抓现行的，倒像是被抓的。白软的目光逡巡了一圈，很快锁定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男生身上。男生个子很高，肩宽腿长，此时正略显憋屈的弓着背伏在课桌上打盹儿，长度不合学校规定的头发附住了半截后颈，一缕缕蛛丝般细丁丁的黑色烟雾正不断从他全身各处涌出，但旁人对此没有察觉，似乎只有白软看得见。白软哭丧着脸望着那男生，默默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是人类社会，不是深山老林，谁也不能乱咬人，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白软正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自己壮胆，趴在桌上睡觉的男生忽然毫无预兆的一抬头。白软一哆嗦，正想躲，男生却如嗅闻到猎物气息的猛兽般迅速转过头，目光像一对标枪似的稳稳扎向后门小窗，双眼灼亮凌厉，充满野性，一双狼一般的眼睛。啊！白软嗖的退开2米远，肾上腺素狂飙，太阳穴突突的跳。男生眉毛微微拧起，神色困惑的扬起下巴向后门张望着。白软脑子蓦地一空，被躲避掠食者的本能驱使着，连蹦带跳一路猛窜回10米外的班主任办公室，关门落锁，一气呵成。太吓人了！白软靠着门板喘粗气，回手按按屁股，此时那条深色长裤后处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球形隆起，白软一按，圆球就瘪了下去，没人知道那其实是一团白绵绵软嘟嘟的圆尾巴。白软是妖，一只兔妖，它的原型是品种最普通的中国白兔，宠物市场里15一只，25一对，白毛红眼猎耳朵，野外十分常见。在垂耳兔、海棠兔、安哥拉兔等洋气兔种渐渐取代了中国白兔地位的今天，白软时常自嘲是中华田园兔。作为一只自保能力差，分分钟成为掠食者盘中餐的兔子，白软能成精纯属撞大运。他原本生活在山林中，某天出窝觅食时被狼咬伤，侥幸逃脱后被一位在山中修行的道士救下，伤愈后就一直住在道观，给那道士吸兔用了。道士当时年纪轻，吊儿郎当的，又贪玩，他称白软为兔兄，还出于逗趣的心态给白软渡灵气，教白软修炼，本来是闹着玩的，没想到白软确实有悟性，一来二去还真修成精了。对于妖怪，有的倒是深恶痛绝，有的倒是觉得无所谓，碰巧这位道士就属于无所谓那一类的，他不仅无所谓，还觉得能培养出妖怪说明自己厉害，得意的不行，遂改口管白软叫小徒弟，还说白软原型又白又软乎，起名叫白软很应景。白软成精后在道观中又修行了几年，这个不靠谱的道士师傅就自个儿云游四方去了。当时白软修出人形只有5年，外形和心智都跟5岁的人类小孩差不多，听说师傅要出门云游，而且不带自己，慌得不行，半夜抱着小草窝吧嗒吧嗒溜进师傅卧房，把白团子似的小脸蛋往师傅床沿上一搭，委委屈屈的看着师傅，又不敢出声。道士半夜醒来，黑漆漆的床边赫然一张白生生的脸，道士吓得叫出声我操！5岁的小白软天真的望着他，师傅怎么了？道士一愣，是你啊？小白软语调甜甜的问，师傅，我操是什么呀？道士沉默片刻，摸了把光溜溜的下巴，道貌岸然道，夜半3更，阴邪滋生，这个时候突然醒来，浊气就容易入体，为师刚才说的是一种排出体内浊气的口诀。小白软，我操，嘻嘻。道士，这个口诀是大人用的，小孩不能用，小孩用了起反效果，浊气进去的更多。
小白软吓了一跳，急忙闭嘴。道士，你大半夜的在为师床头蹲着干嘛？小白软捞起师傅一只手，紧紧抱住，落寞的哀求道：师傅能不能带我一起云游，别把我扔回山里，也别让我自己住观里，我怕狼进来咬我，狼咬我可疼了。道士乐了，就你这么点小破修为，连只鸡都打不过，我能让你一个人？放心吧，住的地方早都给你安排好了。小白软松了口气。道士大手一挥，回去睡吧。小白软把小草窝往道士枕头边上一放，道：想和师傅睡。道士一脸嫌弃，干嘛？小白软委屈巴巴，我做噩梦，梦见狼了。由于有过险些命丧狼口的经历，小白软平生最怕的就是狼，狮子、老虎、豹子他也怕，但都只是寻常的怕而已。可狼完全是心理阴影的级别。7岁之前，小白软只要听见别人说个狼字，头皮都要发炸。道士清楚这一点，无奈的把枕头挪挪，给白软腾出一块空地。白软把小草窝放在师傅枕边，变成圆形钻进草窝，安心睡下。几日后，道士开始云游四方。启程前，他将白软托付给自己一个下山还俗多年的好友。白软起初舍不得师傅，但听说城市里没有狼，小孩出门不怕被狼叼走，就欢天喜地的住下了。再往后，白软就在养父母的照料下，像寻常的人类小孩一样长大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小考、大考、中考、高考，什么都没落下。唉，白软耷拉着脑袋，愁苦的叹了口气。早自习时间，各班班主任都去检查自习情况了。办公室里除了白软没别人。白软去自己办公桌边坐下，拉开办公桌最下面上锁的小抽屉。很多坐班的文职人员都习惯在办公室放些零食，上班闲暇时吃一吃，白软也不例外。这个上锁的小抽屉里装的都是他爱吃的东西，比如什么磨牙甜竹、磨牙苹果木、草饼、谷物草圈，差不多相当于人类的各色小饼干和坚果。白软掏出一块清香的草饼，用两瓣嘴咯吱咯吱的嗑着，想起方才透过教室后门看见的那个男生，心里仍是一阵阵来自本能的恐惧。方才在教室最后一排睡觉的男生名叫郎劲峰，是昨天刚转到白软班上的田径体优生。据说家里有钱有势，且性情极度顽劣，在之前的私立学校留过级，最近还打伤了一个男老师。打老师这种事性质相当恶劣，也不知郎劲峰家里是如何疏通的。总之，郎劲峰不仅没挨什么处分，反而还顺利转学到二中这所省重点，又被安排进了白软的班。白软一开始知道有个顽劣的转学生要来自己班还没在意，他虽然性格温软没架子，但也不是没对付过刺儿头学生。直到见了真人，可怜的白兔老师才明白什么叫做晴天霹雳，这郎劲峰居然是一只狼妖。如果只是狼妖，白软倒能忍，毕竟狼妖和狼不同，有理性有智力，不可能无缘无故伤害白软。但要命的是，这只小狼妖一点都不懂得收敛妖气。白软昨天在教室上语文课时，整只兔都被浸泡在浓度超高的狼妖妖气中，无时无刻不被来自天敌的恐怖气息震慑着。上课全程神经高度紧绷，一节课下来，衬衫都被冷汗打透了。而且由于情绪紧张导致妖气分泌失调，白软的人形也维持不稳，屁股后面的圆尾巴一会儿冒出来一下，一会儿冒出来一下，害得他不敢转身写板书。所有同学一起朗读第3自然段，3、2、1，开始。白老师威严命令。学生们齐刷刷的低头读课文，趁没人看自己，白软悄悄回手把尾巴按回去，随即转身写板书。连妖气都不收，一看就是个妖二代。想起昨天自己在课堂上的狼狈表现，白软恨得叼着草柄好一通磨牙。收妖气指的就是把妖气收入丹田，在妖气没收敛的状态下，妖怪可以通过嗅闻妖气分辨同类，而如果妖气收得干净，这个妖怪就无法被同类认出来。收敛妖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要练，像白软这种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修炼的，收敛妖气就是小菜一碟。身为一只武力值低下的兔妖，为避免可能的麻烦，白软向来是24小时都收着妖气。但是有些妖就不大会收敛妖气。妖怪的孩子无需修炼，生下来就是妖，
这种靠着血统逃避修炼的妖被其他妖称为妖二代。妖二代由于没有一步步踏实修炼的过程，能力往往稀松平常，别说用妖力施展法术了，就连简简单单收敛个妖气都未必做得好。郎静风显然就是这种妖。这家伙不仅在人类世界里是学渣，在妖怪世界里也一样是学渣。一块草饼吃完，白软又满脸愁苦的磨出2块草饼，摞在一起磕。郎静风不收敛妖气很要命，但如果只是这样，白软也会强迫自己尽量克服对天敌的恐惧。可郎静风的可怕之处还不止如此。白软随道士师傅修行过几年，师傅出门云游后，还留给白软不少珍贵的道术古籍。白软这些年摸索着自学了一些，前2年学会了用妖力开天眼。开了天眼后，白软就能看见人与妖怪身上的功德。功德看起来是一种缭绕在人周身的烟雾，功德高的人烟雾是金色或白色，功德低的人烟雾则是灰色或黑色，不好不坏的平常人功德微弱的几乎看不见。而这个郎静风小小年纪也不知是做过多少坏事，一身负功德浓郁的黑墨也似。白软天眼开了这2年，很少见到功德低成这样的人，如此一来，他对郎静风的恐惧就更深了。情绪焦虑时，灵石能起到缓解作用，几块草饼磕下肚，白软渐渐平静下来，自己给自己做心理辅导。他身为班主任，无论如何也不能逃避身为教师的责任，自习课要照常监督，语文课也要好好上。况且这个郎静风虽恶名在外，身上的功德也低得吓人，但昨天一整天除了上课明显没听讲之外，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因为一个学生以往的错误，就否定他未来的可能性，是身为教师要绝对避免的。白软端正了一下心态，告诫自己不要带着偏见预设立场。自我心理辅导完毕，白软重振士气，拂去身上的草饼沫，走到仪容镜前，正正领带，捋捋头发，轻咳一声，试着摆出威严的表情。然而镜中映出的却是一张天然威严不足的脸。白软脸盘小，皮肤白，五官精致且线条柔和，是可爱型的长相，加上身材清瘦，怎么看怎么像个青涩的大学生，强摆出一副威严面孔，也只能让人觉得好玩。呼，白软略无奈，做了个深呼吸，振作精神走进教室。白软班上的学生大多自觉，少数几个不自觉的也在白软进门的一瞬急忙低头看书，如此一来，最后一排那尊煞神就显得格外惹眼。郎静风双手插着口袋，头抵教室后墙，仰着一张英俊又嚣张的脸，百无聊赖的目视前方发呆，一条笔直的大长腿气势十足的伸在过道上，墨黑的负功德缭绕在周身，让他看起来愈发骇人。白软满腔改造吊车尾的豪情壮志，在步入教室的一瞬间就泄得只剩大约1个屁的分量。在高浓度天敌妖气的生理性震慑下，白软就像烈日下融化的冰激凌一般迅速垮了下去，耸成一滩黏哒哒的甜水。他朝郎静风扫了一眼，本想先装没看见，可这时郎静风的同桌偏巧也抬头望向白软。郎静风的同桌叫张涛，是个老实刻苦、性格古板的男生，目前正担任白软的语文课代表，平时负责送作业、取作业、发语文卷子什么的，和白软接触挺多。张涛看看白软，又皱眉瞥了一眼郎静风，显然对这位吊儿郎当的学渣大爷相当不满，小眼神中写满了激烈的控诉。白老师，您管管我同桌啊！白软被张涛这一眼看得进退两难。管，他现在被妖气震慑的腿都是软的，不管又没法像张涛这样认真的学生交代。郎静风是不学无术富二代，靠家里走关系才转学进二中的传言早就在班里传开了，现在白软在对郎静风的错误行为不闻不问，搞双重标准，岂不是会让学生们不平衡？我看你就是为难我小白兔。白软万般无奈，硬着头皮朝郎静风的方向慢吞吞的蹭了几步，他一动，郎静风望天发呆的目光便一转，迎上了他的双眼。两人目光交汇，白软身子瞬间僵住，调动起毕生勇气不让自己跑路，可面部表情实在控制不住，往崩坏的深渊滑脱了去。于是此时此刻，落在郎静风眼中的白软便是这副样子，一双乌亮的眼紧张的圆睁着，
尖翘的下巴上方是2片微微发颤的、形状漂亮的嘴唇，它们动了动，仿佛想说点什么，可在出声之前又怂哒哒的合上了。看起来完全就是个被刺儿头学生，吓得连话都不敢说的新手老师，小可怜儿一个，坏学生谁逮谁欺负。郎静峰有点想笑，他盯着白软的脸看了看，视线往下一扫，剪裁合体的衬衫与腰带将白软的腰衬托得很纤细。白软被郎静峰这一眼惊得头皮一炸，有种正在被掠食者掂量肉质肥瘦的感觉。在勇气彻底泄光之前，白软忐忑地舔了一下嘴唇，在脑内复习了一遍护体法术的释放流程，随即声音不大自然地说道：“郎静峰，现在是自习时间。”郎静峰眼皮一掀，视线从白软的腰回到脸上。白软正努力思索着再说点什么才能让郎静峰乖乖低头看书，郎静峰却慢悠悠地收回了伸在过道上的大长腿。知道了，白老师。郎静峰开口，声音又低又瓷，还带着一点缱绻的懒意，刚睡醒似的。说着，他抽出插在裤兜里的双手，用2根指头从桌堂里拎出一本语文书，甩在空空如也的桌面上，胡乱翻开一页。白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郎静峰嘴角一勾，朝白软笑了一下，随即拄着额头垂眼看课文。那个笑容并不是学生气的礼貌微笑，相反，那张英俊又嚣张的脸上很明显的透着一股看你可怜、卖你个面子的味道。但不管他是怎么笑的，白软总归是大大松了口气。郎静峰意外的配合，白软恐惧稍减，谢得一塌糊涂的豪情壮志也回流了少许。他硬着头皮在教室里巡视了一会儿，看着各科科代表收了一圈作业，才回到办公室。白老师就郎静峰没交。张涛把厚厚一摞语文练习册放在办公桌上，顿了顿，又小声嘟囔道：“他一科作业都没交。各科要用的练习册，白软昨天就吩咐班长陈然给郎静峰送去了，但郎静峰连糊弄几笔应付差事都不肯。”白软在心里叹了口气，表面却淡定：“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正常来说，现在白软就应该把郎静峰叫来办公室训话，让他意识到错误，再勒令他利用自习时间把各科作业补完。但是白软起身，焦虑的转圈踱步，在脑内模拟自己和郎静峰在空间狭小且人员稀少的办公室里面对面近距离说话的场景，想确认一下把郎静峰叫来训话的可行性。不行，绝对不行！半分钟后，白软一头冷汗的瘫软回椅子上，按住被想象活活吓抽筋的小腿。这阵阵锐利的剧痛又让他清晰的回忆起20多年前被狼噬咬的痛苦，恐惧更甚。连把人叫来办公室训话都不敢，还谈什么吊车尾改造？白软欲哭无泪，只觉兔声一片暗淡。上午第3节是语文课，上课前，白软又在办公室里给自己做了好一阵心理辅导，这才鼓足勇气去4班上课。进班前，白软惯例扒在后门小窗上往里看了看，郎静峰面前仍然摊放着那本语文书，而且仍然是早自习时翻开的水龙吟那一页，因为那页上有插图，所以白软一眼就能认出来。这说明郎静峰从早自习到现在不仅一页书都没看，而且在前2节数学课和英语课上连对应的教科书或练习册都没拿出来，一直就摆着这么一本语文书装样子。白软身心俱备的闭了闭眼，做好被各科科任老师轮番告状的心理准备，随即双腿虚浮的飘上讲台，开始上课。学生们都听得很认真，除了最后一排望着窗外发呆的郎静峰之外，课堂纪律可以说是完美。课程进行到一半，白软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在讲课上，加上郎静峰一直没动静，白软高度紧绷的神经便松弛了些。他点了个学生回答问题，学生答得不错，白软打起精神，朝他点点头，唇角翘起一个温软的弧度，赞许道：“答得很好，请坐。”学生喜滋滋的坐下，向日葵似的小脸盘开心的仿佛发着光。4班的学生都很喜欢白软。白软受学生欢迎的原因很多，颜值高，不骂人，课讲的有趣，不摆架子，有亲和力。但起初班上主要是女生喜欢他，男生则普遍不太服他管。白软在男生中威信提升的转折发生在高1上学期开学3个月的时候。
当时白软班上有个叫李伯明的刺儿头，中考成绩不错，上了高中后不知从来听来一套聪明学生高一高二不用学习，上高三再冲刺就行的歪理，自诩是高一高二不用学的天才少年，上课经常捧个手机偷偷打游戏，白软没收他的手机，他就变本加厉，干脆逃课去网吧玩。白软训也训过，罚也罚过，但李伯明根本不怕这个温文尔雅的年轻老师，仍然我行我素。白软找家长谈话，家长却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管不动。最后白软没办法，想了个歪点子，提出和这网瘾少年比赛打游戏。李伯明惊了，比什么游戏？白软胜券在握状，道：你定，如果你输了，我有2个要求。李伯明游戏玩得相当溜，根本不信白软能赢，好笑的问：什么要求？白软故意摆出一副讨嫌脸，用笔敲着办公桌，道：第一，我要把你手机砸了；第二，你高考之前再也不许碰游戏。李伯明气了一声，心想什么破老师，镇不住学生就拿砸手机吓唬人，遂满脸不屑的反问：那我赢了呢？你不能没点惩罚吧？白软一摊手：你随意，我认罚。李伯明眼珠一转，贼笑2声，仿佛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整白软。白软一副温良无害的样子问：敢比吗？有什么不敢的？李伯明说了个游戏名，问：比这个行吗？3局2胜的。白软掏出手机搜了一下游戏名，点进游戏介绍扫了一圈，道：行。李伯明：你一点没玩过？白软：没玩过，后天比，我今天开始玩。李伯明被逗坏了，回班里把这事儿当笑话讲，一直有点瞧不上白软的男生们都乐疯了，尤其是比较皮的那几个坏小子，集体摩拳擦掌，准备看这个软乎乎的小白老师的笑话。白软回家先没突击练习打游戏，而是把道士师傅留给他的一大箱子古籍全倒出来，东翻翻西翻翻，废寝忘食，通宵奋战，在古代制符法中糅合现代元素，自己琢磨出了一张电竞连胜符。这种符的原理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在符纸效力存续期间，这符咒会召集天地间的阴灵，用各种手段帮助施术者在竞争中取胜。古代人一般是贴着原理相同的符去踢蹴鞠比赛或是比武，时代变了，比武连胜符也就被改造成了电竞连胜符。符研究好了，白软又下载游戏，熟悉了一下玩法与操作。和李伯明比赛当天，白软画了张新鲜的符贴在背上前去应战。2人中午午休时在4班教室开赛，一人一个手机，男生们齐聚在李伯明身后，女生们则把白软围了个水泄不通。2人进了游戏就开始 solo， 李伯明状况连出，3战3负，被白软碾压的哭爹喊娘，毫无还手之力。李伯明：我卡了，我刚才卡了。李伯明：闹鬼了吧？刚才我大招干按不出来，我真按了。李伯明：我网不好，我真是网不好。再来一局，我肯定能赢。众男生：切，鄙视你！打不过就说打不过。白软笑得很好看，一点也不恼。再来3局，这次再输别找借口。李伯明厚起脸皮：行。于是6战6负。白软慢条斯理的收起手机，问：我们的赌约还记得吧？记得，高考前不碰游戏，还要砸手机。李伯明丧气的像只退光了毛的秃鸡，他老老实实的把手机递给白软，满脸写着绝望。这种自尊心强又自视甚高的男生可能会不听老师家长的话，但让他违背赌约，把自己说过的话当屁放，却是万万不能的。白软接过手机，用很轻的力度在李伯明头上敲了一小下，然后丢回李伯明怀里，温声道：砸完了，还你。他知道李伯明本来烦自己烦的不行，而一个人如果对另一个人的心理预期很低，另一个人哪怕只做一点好事都会显得格外好。李伯明没想到白软会饶了自己，面颊骤然烧得通红，小声道：哇，白老师你这么好。高3之前游戏可以适度玩，我有时也会玩，这不是坏事。白软按住李伯明的脑袋揉了揉，顺毛安抚加提要求：
一字一句温和又认真，但是不能耽误学习，不能在学校玩，更不能逃课。我知道你是诚实讲信用的人，但这次我不用你践行约定，我再给你一次自己掌握好度的机会，这次你肯定不会再让我失望了，对不对？李伯明绝处逢生，一叠声的应着，对。白软，好了，都散了吧。李伯明歪脑筋一转，还想顺势抱一波大腿，厚起脸皮道，白老师，老白，大神，您以后周六周日带我上分行不？白软小脸一板，瞪了他一眼，不行。李伯明，哦，白软又一笑，如果你期末考试能进班级前20，我寒假带你上分。白软自此一战成名，10来岁的小男生大多招架不住深藏不露的电竞高手这种炫酷人设，对白软的好感度涨得飞快，性子毛躁的那几个都收敛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是，白软用一次电竞连胜符要付出高烧3天的代价。电竞连胜符这种通过召集英灵投机取巧的法术属于邪门歪道，由于天道制衡，施术者需付出灵力或妖力之外的代价，生病、破财、诸事不顺、血光之灾，代价多寡是法术强大程度而定，所以白软平时极少使用这一类法术。李伯明现在已经是成绩稳定在班级成绩前5的优等生了，白软每次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发烧也烧得挺直的。一节语文课有惊无险的过去，很快就到了中午，老师们都去吃饭，办公室只剩白软一人。班主任办公室里有9个老师，分管高2年组的9个班，他们早已习惯了白软不吃教师食堂，每天自己带盒饭的设定，所以没人招呼白软一起吃饭。而白软不吃食堂是由于小白兔的肠胃很脆弱，很难消化人类重油重盐的食物，这一点即使修炼成精了，也仍然没有得到改善。毕竟动植物修炼的本质是成为妖，而不是成为人，所以妖怪在很大程度上都会一直保有原形的体质与生活习惯。白软锁好办公室的门，假装屋里没人，随即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个饭盒，掀开盒盖，饭盒里口感酥脆的果树草与柔韧清香的提摩西草被切成小段小段，分别堆放在饭盒两侧作为主食，饭盒中间则一条一条规整的摆放着小白菜、油麦菜、苦菊与莴笋叶作为4道配菜，最上面还散放着几颗鲜艳的樱桃萝卜与圣女果作为小点心。小白兔自制爱心便当。白软陶醉的做了个深呼吸，吞了下口水，夹起一簇果树草，咔嚓咔嚓满足的吃起来，再配上一口脆嫩的莴笋叶，咯吱咯吱的咬着，最后来一颗樱桃萝卜，嘎嘣嘎嘣嚼碎，满嘴都是鲜甜清香的植物汁水。我这过的简直就是玉兔的日子啊！白软吃得万分满足，一上午的阴霾心情被顶级饕餮盛宴带来的味觉享受一扫而空。吃饱喝足，白软瘫在椅子上晒了会儿太阳，身体有点躁动。众所周知，兔子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动物，而繁殖能力强意味着需求也强。自青春期开始到现在，白软平均每天都需要5到7次的放飞自我，不然就会心神不宁、燥热不安，什么正事儿都做不下去。恐怕任谁也想不到，这位看起来一身学生气、貌似天真纯情、一本正经的小白老师，私下里居然是个小那啥。此时午休时间已过了半小时，办公室随时会回来人，于是白软揣了一小包面巾纸，机智的走进男厕所，钻到一个隔间里，翻出手机里存的小电影，尽情释放野生小白兔的野性。2分钟后，第一次结束。白软抹了把额头上的细汗，靠在门板上休息了一会儿。3分钟后，第2次结束。小白兔是大自然的快枪手，2分钟持久，3分钟超神。2次结束后，隔间中弥漫着一股暧昧的味道，不过厕所里臭烘烘的，也没人能闻出来。白软把衣服整理好，推开隔间门，一只脚刚迈出去，鼻子就捕捉到了一缕危险的气息。啊！白软后背汗毛直竖，本能的想逃跑，郎静峰却已带着一身野性难驯的妖气大步走了进来。白软没地方跑，正想退回隔间关上门，郎静峰却腔调散漫的开口道了一句：“白老师好。”哎，好。这回躲也没地方躲了，与狼妖狭路相逢，白软恐惧的大脑一片空白，
动作机械的向郎静风点点头，身后的隔间门半敞着，那里暧昧的味道飘散开来。狼的嗅觉灵敏度是人类的几十倍，郎静风鼻尖微微抽动了一下，刮刀般凌厉的目光飞快扫过白软潮红未退的脸，湿润明亮的双眼，急促起伏的胸口，以及垂在身侧正散发着浓郁暧昧味道的左手。白软是右撇子，但刚才的几分钟内，他的右手主要负责点击小电影、快进、暂停以及来回播放精彩画面，真刀真枪的工作就交给左手了。所以此时此刻，白软的右手是干净的，左手则有点污。与天敌近距离对视了片刻，白软四肢发软，心跳剧烈，木偶般僵硬的一转身，正要走，郎静风却忽然露出一个怎么看都不太善良的笑容，瞳仁中透出一小簇针尖似的忧虑，慢悠悠的问：“老师是左撇子？”“不是。”白软知道这小狼崽子肯定是闻出来什么了，羞耻的脑浆都快溢出来了，慌慌张张的逃离现场。由于情绪太激动，屁股后的圆尾巴又冒了出来。白软急忙回手按住屁股。郎静风一侧眉毛困惑的高高扬起，目送着白软捂着屁股飞窜出南侧。片刻沉默后，郎静风嗤的笑出声。兔子听觉敏锐，郎静风这声嗤笑白软听得清清楚楚，他羞耻的头都不敢抬，一路耷拉着脑袋贴墙根溜回办公室，二话不说就趴在办公桌上假装午睡，在手臂圈出的黑暗中把面颊贴在桌面上降温。在学校的厕所里那什么，我真是太淫荡了，我一个当老师的怎么能这样？小白老师难堪的默默责备着自己，露在头发外的耳朵红的都快着火了。所幸4班的语文课白软上午就上完了，而且今天晚自习不是他值班，高二每天晚自习上到9点钟，班主任也不能天天值班到这么晚，故而学校采用的是教师轮岗制，不带班的科任老师也会负担一部分监督晚自习的工作，于是白软挨到下午第4节课下课就跑路了。白软家离学校不远，地铁坐4站就到，是一间公寓，面积90多平，地段繁华，周边配套齐全，是2年前白软的师傅云清道长全款为白软购置的。这位云清师傅这些年没白云游，他懂卜算风水，会看运势，每到一个新落脚的城市，就循着财运与子气的指引，密到富商高官，凭着一张巧嘴向他们打秋风，这么些年下来，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他孤身一人，又无子嗣，最亲的后辈就是白软，故而尽管白软极力推拒，云清也硬是塞给他一套房。白软回到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去客厅，把靠墙摆了一溜的兔笼挨个打开，用和小朋友说话的温柔腔调招呼道：“哥哥回来了。”笼门一开，20多只白兔宝宝一团团小云朵似的涌出兔笼，没零食的兔宝宝撒着花儿到处跑跳玩闹，像满地乱滚的棉花糖；有零食的兔宝宝则依偎在白软脚边，用软乎乎白糯糯的小身体乖巧的蹭过白软的脚踝，有些还用后腿人立而起，拿2只前爪抱住白软小腿，把毛茸茸的兔脸蛋贴在白软腿上以示亲昵。乖呀，都乖。白软俯身把兔宝宝们挨个抚摸过去，揉了一通软嘟嘟的白团子后，白软积累了1白天的恐惧与压力消失无踪，心都被这些小宝宝萌化了。好了好了，小朋友们都让开一点。白软直起身拍拍手，哥哥要去做饭了。有零食的兔宝宝们乖乖分出一条路，还自动自觉的用小身体拱开那些没零食的傻宝宝，不让他们碍事。在3个月前，白软在宠物市场以15一至25一对的价格购买了20多只刚断奶的小白兔宝宝，领回家里养着，每日给他们渡妖气。3个月下来，有8只天资较好的兔宝宝已产生了零食，智力明显高于零食未开的兔宝宝。虽说有了零食，也不是一定就能修炼成精，还要看天赋和运气，但这总算是个开始。帮这些兔宝宝修炼，是因为白软有一个小小的野心。这世界上妖怪的数量其实远比人类想象中多得多。作为4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宗教与神话传说文化发展兴盛，几千年来各门各派修炼功法创新不断。早在1000年之前，便有灵性高的动物修炼成精。这种种历史因素积淀至今，便导致中国妖怪数量与人类人口的比率居高不下，名列世界前茅。妖怪多了，自然需要规范治理，
建国后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专门为妖怪人民服务的行政部门。外界所言建国后不许成精其实是讹传，事实真相是建国后不许私自成精。动植物成精相当于人类出生，要去相关部门上户口并办理证件与各种特殊手续，不是不让成精，只是要求规范地、遵纪守法地，在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思想的指导下科学成精。前段时间，全国第7次妖怪人口普查结束，白软在妖怪们的内部网站查看普查资料时发现，时下绝大多数在世妖怪都是自保能力强的食肉类猛兽，或寿命较长能苟住的乌龟、公头鲸、灯塔水母等水生物，以及长寿树木。食草类妖怪势单力薄，兔科与属兔科的弱小妖怪数量更是少得可怜。作为一只侥幸成精的小白兔，白软想为食草类一族的振兴出一份力。他们食草类即使修炼成妖，也仍然是弱势群体，想要在食肉类妖怪与人类当道的社会争夺生存空间，必须要壮大族群，互相扶持才行。而白软能做的就是培养一些兔妖出来。白软去厨房洗了手，围好围裙，开始做饭。他从柜子里拎出一大袋幼兔专用的苜蓿干草，一捆捆放在菜板上，擦擦切成容易吃的长短，分别放进几个大号食槽。一大群白团子叽里咕噜滚过来，纷纷竖着小耳朵低头吃草，一时间厨房里尽是擦擦的吃草声。白软见兔宝宝们吃得香，有点犯馋，便偷偷拈起一簇苜蓿草，背过身啊呜一口飞快塞进嘴里。苜蓿草是幼兔专门的草料，白软偶尔会嘴馋，但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兔宝宝的面吃，因为这换算成人类就相当于一个20好几的成年人在一群小孩面前吃儿童套餐，挺不好意思的。喂完兔宝宝们，白软也给自己做了一份牧草与蔬菜拼盘。吃饱喝足后，白软去客厅打扫兔宝宝们的笼子，清出几斤小粪球。还好白软家住12楼，这个楼层高度他不担心遭贼，所以这3个月来窗户几乎是24小时开着，屋里异味不大。料理完20多只兔宝宝，白软走进卧室关好门，放任兔宝宝们在客厅自由玩耍，随即启动电脑，点击浏览器，打开论坛。这是妖怪专用的论坛，打开首页即会自动弹出登录界面，不登录的话什么板块都无法浏览。注册会员则需要上传成精许可证正反面扫描件，以避免人类乱入。白软随手打开几个帖子，兴味索然的看了看，便点进论坛最下方的成人影音制品区，搜索关键字兔，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兔片儿。可出来的搜索结果仍然是白软手机里已有的那些。兔妖少，兔片的需求量少，发布资源的妖怪自然也少，一年到头可能都出不了几部新片子，专门为兔妖拍的更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剪辑。以人形生活了这么多年，白软现在对人类的身体也有感觉，但他有时还是会想看看兔片儿，毕竟这是天性。白软悠悠叹了口气，随手点开一个已看过很多遍的兔片儿。一个低沉浑厚的男声缓缓响起，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雄兔趴在雌兔身上，白软起身摸了几张面巾纸，好看的脸蛋缓缓烧了起来。虽自我嫌弃的要命，却无法抵御雄兔本能，只心虚的把音量调小了些，怕声音传到客厅教坏小孩子们。15分钟后，3次结束。白软疲惫又满足，手软脚软的趴在床上歇息。闲适愉快的夜晚时间飞快流逝，临睡前，白软去客厅挨个给20多只兔宝宝渡妖气，掌心中小白团子的妖气一个接一个变得丰盈。这项工作做完，白软把雄兔宝宝与雌兔宝宝分别关回不同的兔笼，冲兔宝宝们挥挥手道：“哥哥去睡觉了，晚安。”有零食的兔宝宝们纷纷冲白软挥了挥耳朵。临睡前，白软想到明天还要去上班，就有点头疼，脑海中浮现出郎静峰那张英俊却痞气十足的脸。别想郎静峰，该做噩梦了。白软打了个冷战，急忙通过数羊分散注意力。白老师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白软仍是毛骨悚然的挨过早自习检查与上午的语文课。郎静峰还算给面子，昨天早晨拿出来的语文书一直就没动过地方，水龙吟，那页眼瞅着都要落灰了。白软怂哒哒的装成没看见，别说训人，
想起昨天中午发生在男厕所的尴尬，白软连正眼都不敢看郎静峰。这个学生白软不敢管，但其他学生还是要照常管的。于是中午午休时，白软去4班教室，从前门探进半个身子，叫道：“周浩辰。”坐在第1排的一个男生不安地抬起头。周浩辰是个学习认真、性格安静的学生，这学期开学摸底考成绩还在中上游，可前几天的月考却直线下滑到倒数第11的位置。白软本来就打算找他谈话，但前天转学过来的郎静峰把他的计划都打乱了，所以就拖了2天。白软招招手，来我办公室。周浩辰嘴角抽搐了一下，垂头丧气的走过去。他比别人早上1年学，是班里年纪最小的，身材也矮小瘦削，一走起路来挂在身上的校服直晃荡，看着像个初中生。他家条件本来不太好，但前段时间赶上拆迁，他们家的老房子在一片繁华地段，拿了补偿款后，经济状况似乎还不错。白软主要担心的是周浩辰的父亲周海，这个周海没什么文化，脾气也暴躁，有一次来学校开完，家长会对儿子不大满意，出了教室，当着一帮人的面就拎小鸡似的把周浩辰拎过来上脚踹，还是白软拦下的。故而周浩辰成绩下滑，让白软很担心，怕是不是周海的一些行为影响了他。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室，白软往自己桌边扯了把椅子，微笑道：“坐。”本来准备挨训的周浩辰一怔，怯怯的坐下了。你这次月考成绩下滑的很严重。白软开门见山，自己感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周浩辰嘴唇抿了抿，一开口就是学生敷衍老师的那一套，就是最近上课听讲不够专心，作业完成的也不够好。老师，我知道错了，我下次考试肯定能进步。周浩辰正说着，忽然砰的一声门响，郎静峰被一班班主任扯进办公室。2中校服不是面口袋式的运动服，而是英文风的深色制服加衬衫领带。郎静峰185的大个子被170的一班班主任拽着领带往办公室里扯，笔挺的被微微弓着，被迫低着头，嘴角有点不耐烦的撇着。连续2天作业不交，上课书都不拿出来，问什么什么不知道，你上学来干什么来了？啊！一班班主任咆哮道。一班班主任是个脾气暴烈、作风严谨的小老头，名叫刘震。刘震人如其名，整座2中上至校长下至校长侄子，只要有人不顺他的意，来一个震翻一个，领导不好使，后台不好使，更不用说一个新来的转学生。白软不情不愿地吸了一口弥漫着狼味的空气，暗地为刘老师捏了把汗。这小狼崽子转学前可打过老师，刘震那把老骨头，挨他一拳不进棺材也得进 ICU。 白软攥紧拳头，警惕地瞄着郎静峰，随时准备营救刘老师。然而出乎白软意料的是，郎静峰挨了这顿训斥，神色却没什么变化，只好整以暇的把被刘震拽得皱皱巴巴的领带抚了抚，掖回制服外套的领口。刘震气结，老小孩似的伸手又把郎静峰的领带给拽出来了。郎静峰怔了一下，吃得乐了。刘震气得跳脚，你笑什么？很好笑吗？你再笑一下，我就让你笑到放学。郎静峰轻咳一声，敛起笑容，但仍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白软收回窥视的目光，定了定神，勉强按捺住恐惧，继续轻声细语的和周浩辰谈心。期间刘震暴跳如雷的怒吼一直回荡在办公室内，与白软这边的知心哥哥氛围形成强烈反差。两人聊了一会儿，周浩辰嘴巴很紧，一口咬定成绩下滑只是因为自己最近学习态度不端正。白软知道周浩辰性格敏感又心重，不敢逼问他，见他执意不说，只好把语气放得又轻又软，小心翼翼的旁敲侧击道：不光是学习方面的问题，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来找我，在我眼里你们这些学生都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所以无论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大大方方和我说，千万别不好意思，明白吗？明白，白老师。周浩辰耷拉着脑袋，眼眶微微泛红，一副想哭的样子。你先回去吧。白软叹气。周浩辰点点头，起身把椅子归位，正要出门，白软招呼道：你再过来一下。
周浩辰神色忐忑的走回去，白软神秘兮兮伸手，周浩辰呆呆的伸出一只手，白软往他手里拍了3颗大白兔奶糖，眉眼弯弯道：“请你吃糖，气中加油。”周浩辰愣了片刻，笑了，露出2颗灿烂的小虎牙：“谢谢老师。”忽然，站在不远处挨训的郎静峰也低低笑了一声。刘震原本正骂到兴头上，被这坏小子笑了个措手不及，咣的一拍桌子：“你又笑？你笑什么？”郎静峰不答，收回落在白软身上的目光，说：“你还觉得挺好玩的是不是？你给我把这2天作业补上。”刘震抓起郎静峰连个名字都没写的空白练习册，往郎静峰脚边狠狠一摔：“补不完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郎静峰雕塑似的没反应。刘震把练习册捡起来。郎静峰用逗着谁玩似的腔调道：“老师，你自己扔的。”言下之意就是谁扔谁捡。刘震一噎，正琢磨怎么才能威风的对回去，忽然想起白软也在办公室。刘震猛地一转身，把怒气尽数泼向耸在角落里的白软，仗着自己年纪大资历，高凶了这个年轻的小老师几句：“白老师，你班上这郎静峰也太不像话了吧？不写作业不听课，这和社会上的混混有什么区别？你也不说2句？”刘老师，天降大锅。白软窘迫的一抬眼，发现郎静峰正看着自己，眼角眉梢皆泛着点促狭的笑。白软心知这时自己作为班主任必须出面处理郎静峰，可要开口训斥或命令郎静峰实在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昨天发生在男厕所的尴尬更增加了挑战的难度。白软抿了抿嘴唇，额角冷汗顷刻间层层而下，一对黑亮的眼珠无措的四下乱转，脸蛋憋胀的通红。郎静峰好笑的打量着这个被同事凶得直淌冷汗的小白老师，刘震却是从没见过白软如此失态的模样，疑惑的皱了皱眉头：“白老师？”郎静峰。白软如梦初醒，拭去额头细汗，极力稳住表情与声调：“你先把书捡起来。”语毕，白软的屁股神经质的挪向靠窗的方向，仿佛准备随时跳窗逃命。郎静峰盯着白软凄黄无助的脸蛋看了片刻，慢悠悠的上前一步，弯腰捡起练习册。刘震见这刺儿头老实了，乘胜追击道：“知不知道哪错了？给我道歉。”郎静峰用大拇指抹了一下刘震喷到自己下颌上的唾沫星子，皱了皱眉，没吱声。2次交锋下来，白软已意识到郎静峰会给自己一点面子，为了让此事结果，他只得硬着头皮帮腔：“郎静峰，你向刘老师道歉，再把这2天的数学作业补一下。”由于恐惧，白软的声音遏制不住的微微颤抖，听起来几乎含着一丝恳求的意味。郎静峰瞥他一眼，认命似的长出一口气，语调机械道：“刘老师对不起。”刘震骂了半天，也看出来这小子脸皮厚的能当盾牌使，见他服软，便不再多费口舌，只把脸拉得老长，并抛下一句结语：“听你班主任的，痛快把作业补了。”语毕，刘震从摞的小山一样的作业堆上拿下一本练习册，开始检查一班同学的数学作业完成情况。郎静峰见状，也翻开自己的练习册，摸了支笔，眼睛往刘震面前摊开的练习册上一扫，大笔一挥，在自己的练习册上飞速写下 RC。 刘震一愣，险些背过气去：“我让你补作业，谁让你抄了？”他这边骂着，郎静峰却是抓紧又瞄了5道选择。刘震急吼吼的把面前的练习册一合，撵苍蝇似的挥手：“滚滚滚！你别在我这写，你上你班主任桌上写去。”啊！白软如遭雷劈，疼得从椅子上弹起来，正要开溜，刘震却头也不回地道：“白老师，你帮我看着他，你今天下午不没课吗？”但是白软还想找借口跑路，郎静峰却已捧着数学练习册走过来，把练习册放在白软办公桌上，弓着被填写方才描来的5道选择，2人之间只隔着10几公分的距离。白软的办公桌位于办公室的角落，左侧靠窗，后侧靠墙，前面是桌子，白软只能从右边出。然而此时右边的通道已被郎静峰堵死了，
白软想出去的话，只能出声叫郎静风让开，再从郎静风让出的狭窄空间中蹭着走出去。而这个过程中，他很可能会碰触到郎静风的身体。年幼时险些命丧狼口的记忆画面如旧电影般闪回，白软清瘦的身体微微一晃，机械的跌坐回椅子上。狼妖充满攻击性的妖气钢针般冲塞着白软周身的每一寸空间，白软试图攥住流沙般急速逝去的理智，可大脑早已不管不顾地拉响了一级警报，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本能的驱使下疯狂叫嚣。血液奔流的声音，心脏剧跳的声音，急速呼吸的声音，牙齿打颤的声音，统统化作一个恐惧的尖叫声。狼来了！白软眼眶一阵发热，害怕的吸吸鼻子。他像只被饿狼堵在洞穴口的小兔子一样，不敢发出半点会引起天敌注意的声音，只软塌塌的在座椅上缩成一团，屁股后的圆尾巴把裤子撑起一个明显的包。白软也不敢回手按，只悄悄把屁股往后挪了点，用椅背遮住尾巴。郎静风填完10道抄来的选择，把笔一丢，双手插着裤子口袋散漫的站着，眯起一双狼眼眺着窗外的操场。这时白软轻轻动了一下，郎静风目光一转，居高临下的看着白软细软的黑发，有点好奇，这么个软的像面团似的，谁逮谁欺负的小玩意儿是怎么当上班主任的。察觉到天敌正近距离的盯着自己看，白软眼眶泛红，将刚刚并拢起来的双腿并得更紧，以阻止汹涌澎湃的尿意。可怜的小白老师已经快被吓尿了。这时午自习预备铃敲响，刘震起身去一班检查自习，另外几个班主任也陆续离开办公室。白软含泪用目光向每一个走出办公室的老师发射救援信号，然而没有一个人留意到白软无声的呼喊。办公室里很快只剩下白软和郎静风2人，孤狼寡兔共处一室，就算被狼吃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白软恐惧的泪水滴溜溜的在眼窝里打转，神经进一步绷紧，整个人徘徊在崩溃边缘。郎静风见刘震走了，白软也耷拉着脑袋，一副不敢管事的模样，便嚣张的踱到刘震办公桌旁，抽了一本数学练习册，打算抄一抄。他练习册刚拿到手里，一转身便看见白软疾步朝门外走去，脑袋不自然的大力低垂着，仿佛怕郎静风看见他的脸。郎静风一怔，温柔善良的小老师被不良少年气哭，为了不让人发现，只好低头快步走出办公室，偷偷去水房洗脸。这一幕怎么看都是这么回事，甚至用不着如何脑补。郎静风3步并2步窜到门口，一把攥住白软正要开门的手，狼脑袋一探，凑近了看白软的脸。跑路失败惨遭抓包的白老师，白软原本是蓄着2包眼泪，强忍着没哭出来，没想到被这一狼爪子抓破功了。感觉到郎静风坚实有力的大手正死死钳着自己的手腕，白软瞬间想起幼年时被饿狼一爪子死死拍在地上撕咬的场景，吓得就差原地尿裤子了，眼泪更是憋不住，兵分2路顺脸而下，又在下巴间成功会师，吧嗒一声砸在郎静风的校服袖子上，对郎静风造成了 HP 9999的魔法伤害。郎静风目瞪口呆，我出去一下。白软哽咽着哀求道，眼眶一圈淡淡的红，睫毛湿润，衬得一双眼睛格外漂亮，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小白兔欠揉搓求怜爱的气息。郎静风盯着白软的脸，喉结滚动，不仅不放人，攥着白软手腕的狼爪子还收得更紧了点。挨骂、体罚、受处分，这些郎静风都不当回事儿。但这片刻静默后，郎静风舔了舔嘴唇，声音微微发哑，道：我补作业行了吧？白软一门心思想逃跑，甚至没意识到郎静风的态度变化原因何在。他抿紧嘴唇没答话，还想强行压下门把手开门，郎静风却一侧身，整个人抵在门上，彻底封死了白软逃跑的路线。郎静风垂着眼帘看白软，语调难得的透着点温柔的意味，我错了，白老师，别哭了。10秒钟后，白软被郎静风强行拉回办公桌边坐好，而且郎静风仍是站在白软旁边，不自知的封死了白软的去路。白软此时此刻的心情与一只被狼叼回狼窟当储备粮的小白兔并没有什么区别，下出来的尿也憋得很辛苦，简直就是兔生无望。唯一勉强算得上是安慰的就是白软的恐惧已达到峰值，再怕
似乎也不会怕得更厉害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郎静峰确实一直没有伤害他，还主动承认了错误，这让白软脑内嗡鸣的警报降了一个档次。白软一动不动的呆坐了一会儿，理智回流了一部分，被吓到死机的大脑也重新缓慢运转起来。大脑开始工作了，白软也很快就意识到郎静峰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是发生在自己被吓哭的时候。白软小心的瞄着郎静峰，那一身墨黑的傅功德仍像小簇小簇的黑色火苗般在郎静峰周身跃动着，白软甚至能嗅到一缕若有似无的血腥气。白软心情矛盾，一边畏惧着郎静峰，忍不住猜测他究竟做过多少坏事，一边又觉得自己不该纠结学生过去的错误，看见自己哭还懂得内疚主动道歉，这说明郎静峰人不会太坏。郎静峰基础差，就算想补作业，不会的题也仍然不会。他烦躁的翻了几页，目光快速扫过练习册上令人头痛的数学符号，在填空题上胡乱填了些数字，再次把笔往桌上一掷，似是怕再把白软惹哭。郎静峰耐着性子解释道：“我真不会，不是不想补。”白软屁股后的圆尾巴簌簌颤抖着，想让郎静峰快点补完，便小声道：“刘老师桌上有答案。”郎静峰乐了，伸手开去白软脸上一滴漏网的小泪珠，道：“你不是不让我抄吗？还气哭了呢。”白软被他伸手碰自己的举动吓得一激灵，结巴道：“不是抄，你拿过来就知道了。”这套练习册其实是有详解答案的，每道题的解题步骤都列举得十分详细。不过为了不让学生养成做题时一有不懂就看答案的坏习惯，所以发给学生的版本不带答案。但像郎静峰这种基础实在太差的学生，看看答案其实无妨，他能把答案看明白也算是一种进步了。郎静峰沉默片刻，并没去刘震办公桌上找答案，而是不满的啧了一声，问：“你怕我呀？”老师怕学生，这话听起来严重有损师道尊严。虽说哭了一气儿后，白软的师道尊严已是所剩无几，但他仍然不愿向郎静峰承认自己畏惧他的事实。于是白软勉强将一直微微蜷缩的上半身舒展开，挺起胸膛，试图虚张声势：“我没怕。”话音未落，郎静峰又伸手轻戳了一下白软的脸蛋，白软惊得一哆嗦，哑火了。妖怪原型的品种不同，天赋也不同，如同狼妖天生体能强大，作战悍勇一样，身体白嫩绵软就是兔妖的种族天赋。白软天生晒不黑也练不硬实，脸蛋尤为水灵弹软，一指头戳下去，手感糯得像在戳棉花糖，手指一松开，脸蛋又会微微颤一颤，看起来十足劲道。郎静峰心里窜起一股邪火，还想再碰碰白软，白软却羞得往窗户的方向一挪，紧紧贴在窗台下的暖气片上，用肢体无声的表明自己想和郎静峰有多远离多远的愿望。郎静峰乐了：“你这叫没怕呀？”说着，郎静峰被那股火燎的难受，忍不住又伸手拨了一下白软的耳朵，白软吓得又是一颤，恨不得把自己一巴掌拍扁塞暖气后面去。郎静峰收回痒得不行的手，强制把他揣回裤兜，狠狠咬了下嘴唇，抵御体内莫名的躁动，道：“一戳一蹦的，你属兔子的。”其实要是换成别人，尤其是别的男的这样，郎静峰会觉得对方是傻逼，谁稀罕碰你是怎么着？躲个屁躲！但白软这样，郎静峰就完全不这么觉得。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白软长得太好看，颜值这么高很难招人烦，而另一方面就不好形容了。总之郎静峰就是觉得白软这副怂了吧唧的小模样中透着一种诡异的和谐，仿佛白软这个人就应该是这么怂的，怂得理直气壮，怂得浑然天成。更关键的是，白软小白兔般的气质与表现勾起了郎静峰刻意压抑的狼性，方才欺负白软的这么几下，以及白软的反应，让郎静峰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快感，就像是在林中狩猎到了一只小动物，被压制在狼爪下的小动物不敢也无法反抗，只能眼泪汪汪的任郎静峰为所欲为，这样的感觉。郎静峰深深吸了口气，觉得烧在心头的那把邪火已经快一路南下烧进裤裆了，于是急忙刹车，挥去脑内不着边际的妄想，一手撑着桌子，上半身前倾贴近白软，问：“你怕我什么？”白软不吭声，用沉默维护着最后一丁点为人师表的尊严。
郎敬峰低声催促，问你话呢？口吻可是比白软这个班主任霸气多了。白软摇摇头，咬牙道：我真没怕你。郎敬峰啧了一声，嘴硬。其实郎敬峰听说过妖气震慑这档事儿，也知道弱小的草食类妖怪会天然的畏惧自己。但是作为一个狼妖的妖二代，郎敬峰从小到大接触过不少妖怪，基本上不是亲戚就是父母的朋友以及父母朋友的小孩。物以类聚，妖以群分，和郎敬峰父母关系密切的妖怪大多也都是食肉类猛兽，以虎、狮、豹、狼居多，最不济也是猎狗这一档。就算偶尔有食草类妖怪，也是犀牛、大象这种无惧食肉类猛兽的品种。而且不止自己身边没有，郎敬峰活到这么大，就从来没听说谁真见过什么兔妖、鼠妖、鸡妖、鸭妖的。毕竟这些脆弱的小动物想活着都已经很艰难了，遑论修炼成精。故而在郎敬峰的认知里，兔妖的稀有程度几乎就约等于外星人。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兔妖，他信，但要告诉他现在他面前就有一个，他就觉得怕不是扯淡。所以郎敬峰压根没往那方面想。他作为一个学生，确实是劣迹斑斑，被年轻老师害怕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知道了。郎敬峰思索片刻，了然道：你是不是听人说我转学前打过老师？白软没否认，因为这个他确实也怕。我那事儿有原因的。郎敬峰重重吐了口气，阴气的眉一拧，就是我之前那学校有个专门上实验课的老师，那天我上完课，手机落实验室回去拿，看见他跟我们班一个女生动手动脚的，那女生都吓哭了，我就拿烧杯把那傻逼开瓢了。白软眸光微微一动。真事儿。郎敬峰说着，没大没小的在白软脑袋上呼噜了一把。我好人，甭怕了。你……白软被狼爪子摸得汗毛倒竖，正想提醒郎敬峰自己好歹也是老师，郎敬峰却已走到刘振桌边翻答案去了。白软挺相信郎敬峰说的是真话，因为打老师这种事性质太严重，就算郎敬峰家里再怎么有势力，也很难让他档案不留污点。但如果是学校出了禽兽老师，校方想掩盖丑闻，让郎敬峰和被猥亵的女生闭嘴，因此不追究郎敬峰伤人的责任，那倒是说得通。见义勇为绝对是大好事，但怎么郎敬峰的功德还是黑成这样，黑的都快遭天谴了。白软惴惴的思索着，恐惧感减轻了少许，但也还是怕。郎敬峰从刘振桌上翻出一个薄薄的小册子，翻了几页，道：应该是这个，这上有详细的解题步骤，你好好看一遍，再往本上写。白软把圆尾巴按回屁股里，起身迈开仍然发软的双腿，朝门口蹭去。郎敬峰面色不愉，朝白软走了2步，仿佛想把他逮回去。你不看着我补作业？白软生怕再被这小狼崽子叼回去，只好硬着头皮解释，我去洗手间。去吧。郎敬峰唇角一翘，故意逗着白软玩，快点回来。白软屈辱的走出办公室。到底谁才是老师？去厕所解决了生理问题后，白软不敢回办公室和小狼崽子独处，4班再上英语课他也回不了班级，最后只得委屈巴巴的去操场找了块阴凉的地方坐着摆弄手机。这么下去绝对不行。白软想起半小时前自己在郎敬峰面前被吓哭的尴尬画面，苦恼的抓挠着头发。对郎敬峰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了，而且这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克服得了的障碍。白软焦虑不已，点开微信通讯列表，指尖在一个头像上方悬停了好一会儿，才犹犹豫豫的按了下去。白软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点小事打扰云清师傅的修行，可他忍了3天，着实束手无策，除了问问师傅也真的没有办法了。白软，师傅在吗？方便的时候能给我回个话吗？另一边久久没有回应，白软丧气的揣起手机，一心一意的发愁。虽说完全是照着答案写的，但郎敬峰的数学作业总算是补完了。下午第3节课，刘震把这尊煞神放回了4班。郎敬峰似乎对白软尿遁一去不回的做法颇为不满，回班之后一直阴沉着脸。白软监督晚自习时，感觉自己都快被郎敬峰的锐利视线瞪穿了。好不容易挨到晚自习结束，
白软腿软脚软手软的提着公文包走出教学楼，狠狠吸了一大口没有狼味的清新空气，朝学校大门走去。这时，今天中午刚被白软叫去谈过话的周浩辰也正巧走出大门，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阴郁的气息，步态飘忽的像游魂似的。白软对这个学生很在意，便快步穿过放学的人潮，跟上去多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被他发现不对。周浩辰的新家住的离学校近，出了大门往东走10分钟就到，不用坐公交地铁。然而此时此刻，周浩辰却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那边通往地铁站，是白软平时回家走的路线。白软不动声色，顺势跟上，想着被周浩辰看见的话，就说自己要去坐地铁。然而周浩辰全程都没回一下头，只迈着机械如木偶的步伐，慢吞吞的走着，对外界的刺激表现麻木，车也不看，车喇叭也不听，马路过得像走城门一样。很快，周浩辰就偏离了去地铁站的路线，拐进一条斜街，又转过2个转角，一头扎进一条小胡同。白软用圆尾巴想也知道胡同里肯定没好事儿，但白软了解自己学生，他知道就算现在叫住周浩辰，周浩辰也会死倔着不说实话，而且以后还会防着白软跟踪，与其那样，还不如干脆一跟到底，看看究竟什么情况。白软蹑手蹑脚的凑近胡同口，探出半张脸向里张望。胡同里几个人正嬉皮笑脸的围着周浩辰，这几人若论样貌，那是各有各的丑法，共同点只在于个个发型清奇，溜肩驼背，气质猥琐。白软看着他们围着周浩辰的场景，脑内不禁浮现出几条穷形恶状的猎狗围捕小羚羊的画面。一个混混朝周浩辰一摊手，丑脸上咧出一口森白的牙，笑嘻嘻道：“拿出来。”周浩辰怯怯的递上钱包，肩膀一抖一抖，好像在哭。风载着几缕不同的妖气从胡同另一头吹来，白软小巧的鼻翼不安的吸动着，试图分辨这5个混混的原型。是食肉类的妖气味道，但闻起来比较弱小，还泛着淡淡腐肉与酸败垃圾的气息，似乎是5只纠集在一起的野狗，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法成精的。白软虽天生畏惧食肉类妖怪，但他这几天都快被狼妖的妖气腌入胃了，这会儿5只处于食肉类底层的野狗还真吓不住他。白软镇定的退回转角后，掏出早已调至静音模式的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同时开始脱鞋。脱了鞋，从左右2只袜子里一边抽出一个3厘米增高垫，然后又把鞋穿回去了。为了维护雄兔尊严，个头不高的白软平时出门都会往袜子里塞增高垫，不过垫着这东西多少会影响活动，白软怕待会儿拉着周浩辰跑步不方便，就提前拿出来丢掉。一个混混把周浩辰递过去的钱包掏空了，数了数手里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脸一沉，喝骂道：“才他妈500多！你家拆迁一次补他妈好几百万，管你借5000，你他妈抠成这逼样！”语毕，把手里那一沓钞票当武器，啪的一声抽在周浩辰脑袋上。周浩辰挨了一下，不疼，但很害怕，瘦小的身体蜷得更厉害，带着浓浓的鼻音哀求道：“我真没钱，我爸不给我零花钱，这些都是我这个月不吃饭省的，我全给你们了，5000我真拿不出来，不给你，你他妈还不会骗啊？说交补课费不会，是不是没把你揍明白？”一个混混把周浩辰一把灌到墙上，解下腰带，乐呵呵的对同伴道：“听说拿这玩意儿抽人可疼了，别打我，求你了。”周浩辰哆哆嗦嗦的用手臂掩着脸，靠墙滑坐到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道：“我以后每个月都给你们500行不行？每个月都给，求你们别打我。”白软埋伏在转角后，被胡同里的对话气得肺都快炸了，可听筒里传出来的一直是呼叫忙请等待，眼见再等下去自己学生就要凉了，白软心一横，从转角后一跃而出，怒喝道：“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拿皮带的混混先是吓得一缩，待看清胡同口只有1个人，块头也不大后，又笑着骂了句操。周浩辰脸上糊满了鼻涕眼泪，哭的喊声都变了调：“白老师，都给我站那！”向来温文尔雅的小白老师先声夺人，嘶声咆哮道：“谁敢动一下，我他妈弄死谁！”说着，白软目露凶光，大步流星的朝混混们的方向走去，
一副一言不合分分钟干翻全场的样子。这几个混混都是妖，知道身上没妖气的未必就是人类，也可能是妖气收敛自如的大妖。所以见白软这副一拳就撂倒的小身板，居然还敢如此嚣张，他们一时也有点发懵，打不定主意动手。白软抓住这个珍贵的空当，一把钳住周浩辰手腕，把委蹲在地的少年拽起来塞到自己身后。因为要省下饭钱喂这些恶狗，周浩辰的身体轻得像片小羽毛。在5只狗妖的环伺下，白软咬牙稳住心神，微微张着手臂护住身后的周浩辰，一步步倒退着往胡同外撤。食肉类的尖锐妖气撩拨着白软的神经，但并没有起到多少震慑作用。在这个当口，白软几乎有点感激这3天来自狼劲风的折磨了。如果不是被狼妖吓到麻木，这会儿被5只狗盯着自己肯定要腿软。白软护着周浩辰撤出几步，混混们开始掘出白软的外强中干了。其中一个喝道：“站住！谁让你们走了？”话音甫落，另外几个混混也有了动作，其中2个还从后腰抽出甩棍。白软见糊弄不住，小脸蛋上强装出来的凶相羞得变成怂相，一转身猛推周浩辰：“跑！跑啊！喊人！”周浩辰一愣，扭头撒腿就跑。白软攥住周浩辰手腕，发挥小白兔的跑步天赋，连蹦带跳的扯着他往胡同外窜，边跑边声嘶力竭的狂喊：“救命啊！来人啊！”声浪涟漪般化散在空气中，越远则越微弱。在濒临消失时，一缕细小的人耳无法捕捉的鱼浪悠悠地飘进了一只敏锐的狼耳朵里。正走在回家路上的狼劲风耳朵微微一动，目光一转，直直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双狼眼在夜幕下灼亮的几乎有些瘆人，半分迟疑也无。狼劲风猛地一转身，迈开2条长腿，流风般飞掠过一道街，又翻过一面墙，取最短直线距离朝声源逼近。速度虽快，却几乎没有发出响动，如同一头奔袭在黑暗旷野追踪着猎物的公狼。另一边，胡同里的混混们终于意识到他们被白软的演技忽悠了，破口大骂着追上。操！怂货！你刚才装你妈呢！周浩辰体力不行，被白软拽着往前跑，喘得厉害。白老师，呼呼，你不会打架？你看我像会打架的样吗？爆粗口几乎就是极限了。白软脚下生风，一边在前面拼死拽着周浩辰逃跑，一边扯着脖子狂喊：“救命！救命！救命！”2人在前面跑，5个混混不依不饶的在后面追。周浩辰跑得太慢，这一路全靠白软拉着才没被追上。可白软是敏捷型的兔妖，单论力量可能比普通人类还差点，这会儿被周浩辰拖累着，体力消耗飞快。况且狗的速度也不弱于兔子，这样下去2人很快就会被5个混混追上。你去报警！白软猛地刹住脚步，在周浩辰背上一推：“我拦着他们。”这不是你跑！我不跑，你跑！的时候，有一个人出去寻求支援，总被2个都被堵住墙。周浩辰一咬牙，拔腿便往小巷外的大马路跑去。见周浩辰顺利脱逃，白软急忙用双臂护住头面，暗地运起妖气，捏了个防自觉准备挨揍。有防自觉护体，在白软的妖气耗竭之前，这几只小妖怪都打不动他。白软也不是不想用法术反杀这几个混混，替学生出口恶气。然而就如同人类有多种血型一般，妖怪的妖气也有许多类型。白软的妖气平正温和，厚重绵长，释放治愈。防护类法术事半功倍，释放攻击类法术却困难重重，即便勉强使用，效力也极其有限。所以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白软天生就不是个能打的。先拖延时间，等周浩辰跑远了我再跑。白软想着，连挨揍姿势都摆好了，预料中的那一甩棍却迟迟没砸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缕白软已经被迫闻了3天的熟悉的妖气。那妖气凛冽森凉，透着寒霜与皎月的味道，掺杂着血腥与杀气，令人不寒而栗。但比起这5只野狗的妖气，却不知好闻出多少倍。几只野狗嗅到狼味儿，动作俱是一致，但却没跑，毕竟5打1，狼劲风又赤手空拳，况且他们刚吃了被白软虚张声势吓住的亏，
这回狼真来了，他们反倒不怎么怕了。郎敬峰身形修长，站在墙根下，双手插着裤带，斜背着一个貌似很有分量的书包，满脸不耐烦的拖着长声叫：“哎，你！”白软又怕又气，恨不得原地把增高垫回去。然而已跑出一小段的周浩辰却自觉认领了矮子称号，怯怯道：“我去叫人。”白软，原来是喊周浩辰，怪不得，我又不矮。滚回来！记不住新同学名字的郎敬峰皱着眉冲周浩辰勾勾手指，狼脑袋一歪，腔调懒散，叫人影响我发挥。周浩辰却不滚回去，站在原地大叫：“那我站这，你打不赢我再去叫人。你他妈挺嚣张啊！”忽然，一个一直在被无视的小混混抡起甩棍朝郎敬峰脑袋砸去，郎敬峰身体一侧，那甩棍便贴着他前胸滑下。趁着这棍攻势一颓，郎敬峰在墙下飞起一脚，小混混整个炮弹般弹起，砰的一声重重砸在小巷的另一堵墙上，疼得顾不上装人，发出汪的一声狗叫，随即烂泥般滑下来，一动也不动了。另外4个小混混一惊，张牙舞爪的一齐朝郎敬峰招呼上去，郎敬峰不闪不避，似乎压根儿不在乎吃这几记花拳绣腿，一双灼人的狼眼只死死盯着方才抡甩棍要打白软的那个。紧接着，郎敬峰周身妖气暴涨，一个箭步上前，伸出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抓面团似的一把扣住那混混的脸，把人往墙上狠狠一撞，砰的一声，后脑勺与墙壁亲密接触，混混面条似的软了下去。距此1米开外处，白软被暴涨的狼妖气刺激的腿一软，也惨白着脸，随着那混混一起贴着墙滑坐在地上。别怕！郎敬峰瞥了白软一眼，百忙之中竟还低声安抚了一句，随即回手一肘又掀翻一个。1分钟不到，巷子里躺了一地5个混混，2个直接昏死过去，3个捂着伤处痛苦呻吟。郎敬峰父母都是修行近100年的大妖，郎敬峰天生妖气强盛，出手揍人时妖气释放的更浓烈，以压倒性的优势盖过了5只弱小犬妖的妖气。巷子里的狼味重的让白软有种身处狼窟的错觉。白软牙齿咯咯打颤，脸蛋煞白，整个在墙根堆成一小团，软的拎都拎不起来。死远点儿！郎敬峰踢死狗似的踢开昏迷在白软身边的那只犬妖，随即往白软面前一蹲，躁动了一下午加1晚上的手指，终于如愿以偿的戳到了白软弹软的脸蛋。我来之前他们打着你没？郎敬峰确认道。郎敬峰离得太近，白软吓得鼻子一酸，眼中泛起水色，裤子里的圆尾巴抖得厉害，像屁股后面塞了个马达似的。白软心虚，忙往后挪了挪，用墙把尾巴顶回去。郎敬峰舔舔嘴唇，一阵口干，粗声道：“你怎么这么爱哭呢？一点儿也没有学生对老师说话时该有的样子，倒有点像校霸调戏小姑娘。”白软又窘又怕，恨不得把自己砌进身后的墙里。郎敬峰见白软不吭声，追问道：“他们有人打着你没？”白软挤出一个字：“没。”郎敬峰点点头，充满侵略性的目光盯着瑟瑟发抖的白软，像要用视线把白软盯个对穿似的。看了一会儿，郎敬峰手一抬，仿佛还想干点什么，远处观战的周浩辰却吧嗒吧嗒跑了过来，看着横七竖八的一地人，被郎敬峰展现出的武力值震撼的哇哇哇的叫，宛如青蛙成精。怎么回事？郎敬峰起身转向周浩辰，拍拍裤脚上沾的土，这帮人为什么追你们打？周浩辰畏畏缩缩的凑到2个昏迷的混混面前，把手指探到鼻孔下试探，见都有气，放下心来，蔫头巴脑的搓着校服衣角，声若文瑞，结巴道：“他们就是在这片儿混社会的。”周浩辰说着，脸憋胀的通红，声音沙哑：“他们以前就总管我要钱，有时候还打我，然后我家前段时间拆迁给的安置费，他们知道了就一口气管我要5000，说我要不给就弄死我。你们几个狗东西挺嚣张啊！”郎敬峰听着，脸上泛着点漫不经心的神气，在几个躺尸的犬妖中踱着步子，看哪个不顺眼就补上2脚。刚才白老师看见就出来救我，
周浩辰低得几乎快戳进胸口的脑袋一歪，朝坐在墙根下的白软望去，这才觉出白软神态不对，惊叫道：“白老师，您没事吧？”白软抹了抹额头沁出的冷汗，强扯嘴角笑了下：“没事。”“那您脸怎么煞白的，还出这么多汗？”周浩辰半跪在白软身侧，神色惶急：“用不用去医院？”“真没事。”白软深呼吸，努力调整心跳，就是有点吓着了。虽然这么说有损雄兔尊严，但眼下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周浩辰松了口气，摸出面巾纸，白软接过，在自己冷汗淋漓的额头上按了按，轻声道：“以后万一再遇到这种事，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家长或者报警，知道没？”周浩辰嘴唇抿成一条线，犹豫了片刻，委屈道：“我爸要知道我给过他们钱，也要打死我。”白软不忍，无奈道：“那你就告诉我。”周浩辰乖乖应了一声，伏在白软耳边哀求道：“白老师，这次的事儿能不能别让我爸知道？我害怕。”白软想想周海那素质，也不禁替周浩辰发怵，只得应允下来：“好。”两人正贴在一起说话，周浩辰校服领子忽然一紧，郎静峰像拎小鸡儿似的把他拎起来，放在离白软1米远的地方，确认道：“报不报警？”地上3个还清醒的混混听见报警2字，立刻被火燎了尾巴似的哭爹喊娘，求周浩辰别把他们交给警察。未成年人遇上这种事报警的话，警察肯定会通知监护人。本着不能让周海知道的宗旨，周浩辰摇摇头道：“不了，他们应该不敢再那样了。”顿了顿，又认真的向郎静峰道谢：“谢谢你，今天多亏你救我们。”几个混混也纷纷表示绝对不再找周浩辰的麻烦。郎静峰略一点头，蹲在一个体格相对最高大，貌似是头领的混混边上，在那张丑脸上不轻不重的拍了2巴掌，慢悠悠的问：“知道错了吗？”“知道。”混混猛点头。郎静峰不怀好意的一笑，同人透出一簇忧虑，压低声音道：“听见报警下这怂样，你们几个没证吧？”确实没有合法成金证的混混头领猛地一僵，打着哈哈：“嘿嘿，哥您说什么呢？我听不太明白。”郎静峰神色阴了，一字字缓缓道：“几条没证的野狗宰了也没人查。”周浩辰不明所以，还当郎静峰只是骂人放狠话，不疑有他。别！混混头领面如土色，求爷爷告奶奶，好一通讨饶。那矮子见威胁的差不多了，郎静峰朝周浩辰一扬下巴：“是我跟班，以后不许找他麻烦。”混混恨不得变出条狗尾巴，摇一摇表忠心：“不找。”还有他，郎静峰又朝白软努嘴：“我是他跟班，你们要是敢……”白软一怔，混混陪笑，露出被揍的只剩半颗的门牙，笑得比哭还丑：“不敢，真不敢。”郎静峰起身，把几个瘫软在地的混混挨个搜刮一通，钱包裤都全掏空，把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胡乱塞到周浩辰手里，懒懒的问：“他们一共抢过你多少？这些够不够？”“够。”周浩辰一看手里这一大把里粉票子占多数，老老实实道：“可能还多了。”“不是打过你吗？当医药费。”郎静峰不耐烦的一摆手，走了。刚被任命为跟班的周浩辰自觉上岗，捡起郎静峰方才丢在地上的书包，拍拍上面沾的浮土，背在自己另一侧肩上，笑出2颗小虎牙，道：“我帮你背。”郎静峰哼的一声笑，学着周浩辰的样子，弯腰捡起白软丢在地上的公文包，也拍拍挥，道：“走吧，白老师。”2个跟班接连上岗。白软还没从郎静峰方才格外强大的妖气震慑中缓过来，腿软的厉害，一手扶着墙，腿刚支起一个角度，脚底就是一滑，跌坐回墙根下，把圆尾巴都压扁了，站不起来了。郎静峰把公文包拎手往手腕上一搭，大步走近，一手托着白软后背，一手勾着白软膝盖弯，来了个公主抱。啊！白软头发发炸，过电似的一抖，在郎静峰怀里不住踢得扭动，颤声道：“放我下来！你不是站不住吗？”郎静峰感觉怀里仿佛抱着一只惊恐的大兔子，
只好把白软放下。白软吓得眼眶一圈桃花似的粉红，低头用袖口抹了把眼睛，为不让郎静风起疑，白软灵机一动，把自己方才的挣扎归咎于觉得师道尊严受到侵犯，嘴唇哆嗦着，佯作恼怒，实为惊恐道：“我是老师，还是你班主任？”郎静风嗤的一笑，不以为然：“班主任怎么了？我就是抱你走，也没干别的。我能走。”白软小声道，一手扶墙，迈开虚浮的步子，朝向外走去。三人走了一小段，郎静风忽然略带不满的开口道：“白老师，你下午那趟厕所上到晚自习？”郎静风也说不上为什么，总之下午那会儿，白软走了他就是不爽，有种到了嘴边的猎物撒腿跑了的感觉。不是我，白软缩到墙根的阴影下，临时有个会。郎静风，我数学作业补完了。白软，我知道，不然刘老师也不能放你回去。郎静风瞥他一眼，指指周浩辰肩上的书包，道：“那我书包。”白软不明所以，哦，我带作业了，回家把空白地方都随便填填。郎静风低声道：“省得你明天再哭。”白软百口莫辩，并没有办法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摘掉爱哭包的帽子，只能憋屈的沉默着，两瓣柔软的嘴唇紧抿在一起，看着让人想伸手摸摸。郎静风喉结滚动，压住心底叫嚣着让他直接上手摸的狼性，清清嗓子，朝白软一伸手，掌心向上。白软畏缩的看着那只狼爪子，干什么？郎静风嘴角噙着笑，给奖励呀。奖励？白软发懵，我都为你补作业了，大白兔奶糖呢？郎静风问。此时三人已走出充溢着狼味的小巷，马路上车来车往，裹挟着清凉水汽的夜风扑面而来，将郎静风的气息吹散了不少。白软有了些底气，带着胆子反驳道：“怎么叫为我补？学习是给你自己学的，学好学不好，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事情。那我今天救你们，总该有奖励吧？”郎静风不依不饶，路灯下含笑的模样很英俊。糖呢？他不是真想要糖，只是想和白软歪缠，逗着白软说话罢了。看着那两瓣挺好看的嘴唇开开合合的，郎静风心里就是一阵莫名的舒坦。我身上没带。白软拿他没办法，摸摸裤兜，没糖，只摸着2片增高垫。那我明天去你办公室拿。郎静风道。白软认命地点点头，好。郎静风心情大好。路过地铁站时，三人分开各自回家。没了郎静风这个人形妖气散发装置，白软头脑恢复冷静，在地铁上梳理今晚发生的事。白软明白郎静风的出现不是巧合，狼的听觉敏锐，一定是听见呼救，专程赶来救人的。打倒混混后，他帮周浩辰夺回被抢的钱，还通过威胁降低几人事后报复周浩辰与白软的可能性。种种举动都表明郎静风是个热心且具正义感的学生。这样一来，打老师事件真相的可信度也从基本可信提升到了绝对可信。不管从前做过什么错事，至少现在肯定是个好孩子。白软自顾自地点点头，下定结论，将残存的少许怀疑一股脑扫进垃圾桶。然而话说回来，郎静风再好也还是狼，本能层面上的恐惧不会因对其人品的改观而轻易消减。白软回想起在小巷被郎静风公主抱的一幕，脊背仍是一阵发寒。其实刚才应该趁机好好夸他几句，多给他一些被认可的感觉，下忘了。白软耷拉着脑袋叹气，满肚子自我嫌弃。20分钟后，白软回到家，他先去客厅放兔宝宝们出笼，随即端来玩具箱往地上一扣，哗啦一声，各式小号公仔与草编玩具散了一地。兔宝宝们玩得不亦乐乎，有的用前爪与小鼻子滚草球，有的笨拙的爬到公仔身上，又吧嗒一声摔下来。个别零食未开的笨宝宝不会玩，试图用3瓣嘴磕毛绒公仔，结果被有零食的兔宝宝奋力拱开，叽里咕噜在地板上滚了2圈，委屈的在墙角蜷缩成兔子球。白软捡起委屈的兔子球放在掌心，摸摸揉揉，受到安抚的兔子球重新摊平成小兔子。小朋友们好好玩，不要打架。
白软把小兔子放回地上，丢给他一个草编球，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柔声道：“这个草编的可以啃。”小兔子启动三瓣嘴，咯吱咯吱磕起来。照顾兔宝宝们吃完饭，又清理好粪便球后，白软抻着懒腰去浴室洗澡。在一只小号宠物浴盆里注满热水后，白软往水里撒了一把青草香型的浴盐。每次用这款散发食物香气的浴盐泡完澡，白软都恨不得咬自己一口。与人类用巧克力为沐浴乳是一个感觉。宠物浴盆比起浴缸小得多，所以泡澡水很快就准备好了。很怕受凉的白软打开浴霸，把一个与浴盆高度相同的浴凳放在浴盆旁边，凳上摆着各色兔零食。随即白软将吹风机放在浴室门口，折叠好一块浴巾放在吹风机前方的地上。最后白软掏出手机放在盥洗台上，播放泡澡专用歌单。一系列准备工作结束后，白软身子轻轻一晃，骤然失去身体支撑的衣服瞬间在浴室地面上堆成凌乱的一滩。紧接着一枚蓬松洁白的小毛球从衬衫领口中钻了出来，白得像一捧初冬的新雪。这就是白软的原型。变成了小白团子的白软朝宠物浴盆奋力起跳，小导弹般射向半空，达到顶点后被重力牵引着快速砸向水面，扑通一声，水花飞溅，浴室地面湿了一片。鸡！小白团子发出一声畅快的叫喊，尽情释放出雄兔的狂野。微烫的水温很能起到放松神经的作用，白软感觉自己前后腿的骨头都被泡酥了，索性放松全身肌肉，浮在水上。一小团白轻盈的在浴盆里飘着，随水波小幅度的摇晃。两只柳叶般细长小巧的兔耳朵是白软全身上下唯二没放松的部位，此时正精精神神的立着听音乐，兴起时还随着节奏摇摆，打打拍子。放松的泡了一会儿之后，白软摆动水下的四条兔腿，游到浴盆边，拿两只前腿扒住盆沿，探出半个湿漉漉的身子，叼起浴凳上的一截苹果木，又缩回浴盆，泡在热水里，惬意的磕着。这就是动植物辛辛苦苦修炼成精的意义。成精后不仅寿命长，不怕成为盘中餐，还能够享受各种人类发明生产的事物，无论是泡澡水、浴霸、音乐、温暖的浴室，还是可以轻松买到的蔬菜、牧草与兔零食，都是修炼成精的动植物才有资格拥有并自由支配的。20分钟后，水温下降，白软也泡去了一身的疲惫。他湿淋淋的跳出浴盆，奔跳到浴室门口，用兔脚丫按下吹风筒热风最小档的开关，随即跳到吹风筒前方折叠好的浴巾上，四脚朝天亮着白肚皮，任由热风吹拂。过了一会儿，正面吹干了，白软便翻个身，用毛茸茸的小屁股和圆尾巴对着吹风筒，让它吹背面。又过了一会儿，白软全身都吹干了，蓬松雪白的像一团刚从天边斜下的云。白软蹦跶出浴室，正犹豫着今晚是变人形睡床还是用圆形睡小草窝，他放在盥洗台上的手机忽然响起微信提示音。白软羞得变出人形，拿起手机一看，是云清发来的消息。云清，跳跳什么事？小名叫白跳跳的白软眼睛一亮，急忙打字：师傅，我有事想请教您，我带的班上前几天新来一个转学生，是狼妖。白软打了一大段文字，将眼下的困境说明清楚，询问云清有没有办法解决。他刚按下发送，云清那边传来一张照片。白软定睛一看，照片里的云清穿着背心和沙滩裤，半卧在凉椅上，被一群金发碧眼、笑容灿烂的大胸美女簇拥着。云清是修道之人，身体衰老缓慢，明明是能给白软当爹的年纪，但看着也就是28、9岁的样子，且容貌俊朗，自带3分清冷，外形确实有那么几分得道高人的意思。白软，师傅您这是？云清一本正经，为师云游四方，近日正巧云游至夏威夷。不像小时候那么好骗的白软陷入沉默，片刻后，白软小心翼翼地问：师傅您旁边这些人是？云清道貌岸然，为师给他们看手相，教他们未来如何趋利避害，此乃广结善缘之举，是为师修行的一个重要环节。白软看看照片中个顶个波涛汹涌的外国妹子，怀疑他师傅是不是只和胸部大的人广结善缘。白软穿上睡衣：师傅，我说的这个事，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云清，简单，下一个封印就行。白软连连摇头，不行，他就是不会收敛妖气，也没干别的。云清高深莫测，不是封印他，封印你。白软，那我还不如辞职。云清解释道，听为师说完。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他不会收敛妖气，而你却害怕他的妖气。既然他往外放妖气这件事你改变不了，你就干脆把你感应妖气的开关关掉，他乐意怎么放怎么放，反正你没感觉，这不就结了吗？白软一愣，那我怎么关？云清，你不是会画风窍符吗？风窍符的窍指的就是妖怪全身上下的气窍，妖怪的气窍连通着丹田与天地万物，负责将游离在天地之间的灵气吸入丹田，丹田则负责将灵气凝练，转换成可以为妖怪所用的妖气。简单来说，妖怪的气窍、灵气与丹田可以类比为普通人类的鼻子、氧气与肺，而风窍符的本来作用就是镇压妖怪，通过截断妖怪的妖气供给，达到削弱其战斗力的目的。白软一窘，封完窍，丹田枯竭，我在学校上一整天班，妖气肯定不够用，连人形都维持不住。云清，笨，谁让你彻底封死了？你马马虎虎封一半留一半不就行了？封一半窍，你就相当于戴个口罩，憋不死，还能少闻见妖气，但你想彻底闻不着是没办法。你要封完半窍还是怕，就自己慢慢克服吧。白软惊呆，这东西还能只封一半？书上没说只封一半怎么画啊？云清，还用书上写？那封窍符要是没画好，可不就是只能封一半吗？我那几个画不好符的笨蛋师弟都知道，你左画歪一笔，右少画一笔，不就行了？画符向来一气呵成的优等生白软，竟是吃了学习太好的亏。白软兴冲冲的跑进他的小书房，摆开黄纸朱砂羊毫笔，故意画了张歪七扭八缺斤短两的封窍符出来，往自己身上一贴。起初是一阵奇异的稚闷感，仿佛全身上下忽然裹了几层厚布，但过了几分钟适应下来后，倒也不觉得怎么难受了。被吸入体内的灵气少了50%左右，妖气产量也随之下降，但维持人形还是够用的。吸入的灵气少了，吸入狼劲风的妖气也一样会少，虽说还是会怕，但至少应该不会怕到腿软了。白软兴奋不已，一把扯了背上的风窍符，妖力全开，站在桌边疯狂画符。没多一会儿，桌上就多了一厚摞刻意粗制滥造的半灵不灵风窍符，够白软1个月用了。画完这些符，白软跌坐在椅子上，心满意足的长出一口气。检查过早自习情况，白软回到办公室，为上午第一节语文课做准备。当下是学生交作业的时间段，办公室门大敞着，各班各科的科代表捧着大摞作业进进出出。白软回首暗暗背上的符，方才去班级巡视早自习时，郎劲风不在，问了和他同桌的张涛，说还没来。白软急着想试试符的实战效果，在班里转了几圈都没等来人，只好先回办公室。忽然从门口吹来的风递进一缕妖气，白软鼻尖微微一动，转过头看见郎劲风正大步从门外朝这边走来。他仿佛是一路跑到办公室的，制服外套敞着怀，额发被风吹得略略向上翘起，整张面孔都露出来，五官与脸型便一览无余，显得他格外英俊。白老师。郎劲风走到办公桌前，掠起一阵清爽的风，我睡过头了。狼妖凛冽寒凉的妖气扑面袭来，可强度比起前几天弱了不少。白软全身肌肉在见到郎劲风的一瞬间惯性的绷紧，又在察觉到威胁不足后缓缓松弛下来。大脑仍保持着警觉的态度，一条神经不安的搭在拉响一级警报的把手上，却没拉下去。有用，太好了！白软无声的松了口气。他脑内的弦仍然紧绷着，也还是怕，但程度已经缓解不少了。从下的生活不能自理到仅仅是紧张畏缩，简直就是质的飞跃。而且这会儿办公室里人多，送作业的学生跑来跑去，还挺热闹。白软的神经更放松了一个档次。白软定了定神，一改前几天对上郎劲风就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怂样，镇定道：你转学过来第一次迟到，我不罚你，以后记得定闹钟。
郎敬峰盯着似乎已不再畏惧自己的白软看了片刻，眼底泛出点笑，道：“有阿姨叫我起床，昨天晚上运动量大，睡太死了，没听见敲门。”一提到昨晚运动量大，白软就想起郎敬峰见义勇为的事，更不想揪着迟到这点小事不放，便挥挥手道：“以后注意，快上自习去吧。”白软不知道的是，郎敬峰说的运动量大，其实并不是指打架。昨晚郎敬峰失眠了，他前半夜一直在床上烙饼，翻来覆去，换了无数个姿势，自顾自亢奋的神经却死活不许他入睡。一双狼眼睛在黑漆漆的卧室里精精神神的亮着，亮得灼人。他在想白软，其实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想的，反正就中邪似的。白软滑坐在墙根，被几个混混吓得小脸煞白，眼泪将落未落的模样一直在他脑内挥之不去。郎敬峰受不了男的哭，男的越哭他越想揍人，但白软哭得挺好看，属于例外。不仅不想揍，心里还有点酥酥软软的。小胆儿吧，怂得跟个兔子似的。郎敬峰多动症一样，在今夜第几百次翻身，从侧卧变成仰卧，嘴角咸咸的翘着，枕着胳膊冲着天花板乐，胸口一阵热流，眉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但偏偏就是这么怂的一个小老师，在关键时刻却能让学生先跑。郎敬峰翻过那面墙之前都听见了，还让那个周什么来着，让周矮子跑。郎敬峰想着，焦躁的吐了口气，心想如果自己晚到个1分半分的，白软还不得让那几个狗东西给拆吧碎了。这么一想，郎敬峰体内那点躁动的热又唰地冻住了，脊背一阵寒流掠过，更是睡不着。不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这叫是没法睡了。郎敬峰疼得弹起来，3下5除2脱了睡衣和内裤，跳下床，身形一矮，变成一只狼。那一身狼毛根根粗壮柔韧，油光水滑，被月光一照，亮得像缎子似的。郎敬峰垂着尾巴，无声的走出卧室，下到地下一层的健身房，跳上跑步机，人力而起，用爪子拍开开关，将档位调至最快速度，撒开4条修长笔直的狼腿，纵情狂奔。狼的跑速耐力俱佳，可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连跑20分钟。郎敬峰喜欢放空一切尽情奔跑的感觉，每当他心情郁闷、精力过剩，亦或无所事事时，都习惯选择用跑步来发泄或消磨时间。呜嗷嗷嗷！郎敬峰跑得兴起，一时得意忘形，仰天花板长嚎。呜嗷嗷！呜嗷嗷嗷嗷！呜嗷！郎敬峰嚎声刚落，2楼的主卧与保姆房便接二连三传来与之呼和的狼嚎声。这是因为狼这种生物一听见同类嚎就会忍不住跟着嚎。郎敬峰呜嗷！操！几秒钟后，一头健壮的灰狼从2楼杀进地下室，他的体型比郎敬峰大上1圈，一身杀气腾腾。呜嗷！呜嗷嗷嗷！灰狼威严训斥：“还不睡觉？大半夜的胡闹什么？”嗷呜！这就睡了。郎敬峰跃下跑步机，抖抖毛，尾巴一甩，从他爸身边灰溜溜的窜过去。狼群等级制度森严，如无原则性错误，下位者要无条件服从上位者。这也是为什么郎敬峰虽然对学习半分兴趣也无，却仍然必须每天硬着头皮去学校磨洋工。父母对他的硬性规定是必须念大学，哪怕是最末流的大学也好，免得在家族中丢脸。郎敬峰在家里这个小族群内排行第3，第1他妈，第2他爸，第4保姆阿姨，第5司机。若是拓展到整个郎氏家族，那简直要列个1米长的清单才能掰扯明白了。昨晚疯到后半夜的后果就是郎敬峰早晨起不来床，迟到了20分钟。白老师、白软让郎敬峰回教室，郎敬峰却没动，朝白软一伸手：“糖吗？”白软这才想起这茬儿，从抽屉里拿出还剩小半袋的大白兔奶糖，拿了3颗，小心的放在郎敬峰手心。吃甜的心情好，白软把学生叫来谈话后，如果感觉学生情绪低落，就会给几颗糖逗逗学生开心。郎敬峰把糖往裤兜里一揣，正想走，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眼珠一转，盯着剩下的小半袋问：“剩这些给谁？”白软老实答：“不一定，反正就是给学生。”郎敬峰莫名不爽，
沉默片刻，啧了一声道：“不对啊，白老师，我见义勇为是不该多给点奖励。”白软略一点头，想要什么奖励？你说。郎静峰伸手抓起白软腿上剩下的小半袋奶糖，道：“都是我的。”白软茫然的抬头看他：“你爱吃就拿去。”狼有这么爱吃甜食吗？从郎静峰走进来直到刚才，白软都没太正眼看他，主要是因为前几天被吓的，习惯性不敢抬头，所以这一眼看过去，白软才发现郎静峰今天变样了，那原本接近纯黑色的傅功德变淡了，变成一种灰烬般的深灰色。昨天帮周浩辰那下效果好像还挺明显的。白软想着，定定的望着郎静峰领口处那一片白净的锁骨皮肤，想把傅功德的颜色看个真切。老师看什么呢？忽然郎静峰刻意压低声音问了一句：“啊，没。”白软忙收回视线，忽然意识到郎静峰没扎领带，随口道：“你领带呢？”学校有规定，校服着装要整齐。阿姨把我领带熨了，我给落熨板上忘拿了，明天肯定不忘。郎静峰说着，忽然一阵热血上头，把衬衫扣子又解开一颗，逗着白软道：“我再解一颗。”白软一愣，眼睛蓦地瞪圆了：“你说什么呢？”这时4班数学课代表崔雨红捧着一厚摞练习册进来，往刘震桌上一放，报告道：“郎静峰和赵瑞没交。”刘震羞得一扭头，瞪着郎静峰，目光矍铄，声如洪钟：“你作业呢？”“我写了。”郎静峰扯着嘴角一笑，从书包里抽出选择全靠蒙填空、全靠编大题、全靠抄公式凑字数的数学练习册递过去。老师也分较真不较真的，另外几个科任老师对郎静峰不交作业一事持佛系态度，知道他劣迹斑斑，也懒得管教。而刘震是眼里不揉沙子的那一类，出来当老师就要讲信用，说要收全班作业就要收全班作业。刘震冷哼一声接过练习册，郎静峰又抽出一本语文练习册放到白软桌上，道：“你的我也写了。”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和神态让白软几乎想对他说声谢谢。走了，白老师。郎静峰一挥手，晃晃悠悠的走出办公室，刚送完数学作业的崔雨红走在他后面。两人走到4班教室门口，郎静峰步子忽然一顿，扭头问：“还有个没交数学作业的叫什么？”崔雨红一怔，迟疑着道：“赵瑞。”“怎么了？”郎静峰：“不认识，坐哪啊？”崔雨红站在门口一指：“靠墙倒数第3排那男的，干嘛啊？”郎静峰没答，一副要跟人干仗似的架势，大步朝靠墙倒数第3排走去，用指节在赵瑞桌上咣咣敲了2下，问：“你数学作业呢？”赵瑞表情凝固，用看外星人一样的目光看着据说连续2天1科作业也没交，花钱托关系，才进2中劣迹斑斑，还打老师的超级劣等生郎静峰，这哥们儿是被夺舍了怎么的？赵瑞一脸懵，却还是老实答道：“落家了。”郎静峰蹙眉，宛如一位严师：“真的假的？”为了不挨揍，赵瑞按捺住骂娘的冲动，无奈道：“真的呗，收作业前我就跟刘老师说了，中午回家取。”郎静峰沉着一张俊脸，点点头：“行。”语毕，在一众女生好奇的目光洗礼下，旁若无人的走回自己座位。有病，蛋帅。到了中午，郎静峰去学校附近一家快餐店吃饭。食堂里的套餐虽不难吃，但肉太少，郎静峰想用肉食填饱肚子，打10份套餐都不够，所以顿顿溜出来吃。他要了好几人份的炸鸡，端着一托盘的鸡腿、鸡翅、鸡块找地儿坐，一抬头瞥见赵瑞也坐在靠门的一桌吃东西。什么时候取作业去？郎静峰在邻桌坐下。赵瑞痛苦的叼着鸡腿儿：“我吃完饭的行不？赶趟吗？”郎静峰不放心的打量着赵瑞圆胖如橡木桶的身体，由衷怀疑他的跑速。赵瑞咬牙：“我打车。”这学渣精神不正常吧？郎静峰不吭声了，埋头吃鸡，时不时往赵瑞那边盯一眼，似是生怕赵瑞作业不交不及时，害白软再被刘老头吼。赵瑞被他看得这个心慌，埋头狂塞，
吃完了，匆匆一抹嘴，跑出去打车。封了半窍后，白软感受到的妖气大幅削减，怕郎静风不再怕得那么厉害，无论上课还是巡视自习都放松了许多。虽说与郎静风说话时仍会紧张戒备，但至少不再动辄汗湿重衫，脸色煞白。而且实践证明，封半窍后自身的妖气够他维持一整天人形用。自己的困难解决了，白软就开始操心郎静风的功德问题。功德对普通人来说多点少点意义不大，但对妖怪与修道之人不同。生老病死、物竞天择都是天道，修炼于个体而言是好事，但本质却是逆天道而行，易遭天谴。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妖怪或修道者需要渡雷劫的传说，这里的雷劫其实就是天谴。妖怪或修道者的功德越是常年维持在低下状态，就越容易遭天谴。天谴一般不至于要命，但过程却极度痛苦，动辄劈到皮焦肉烂。除此之外，还严重损耗修为。正所谓辛苦修炼许多年，一下回到成精前。正因如此，许多妖怪会刻意从事对积攒功德有帮助的工作，譬如医生、悬壶济世、警察、惩奸除恶、教师、教书育人，再厉害的就去搞科研，利国利民。有些妖怪闲暇时还会去做义工，救助动物，总之就是生怕遭天谴。然而功德这东西不用法术开天眼看不见，而妖怪们也不是个个都能像白软一样碰巧拜进道士门下学法术，不被偏激派道士一桃木剑扎死就不错了。所以绝大多数妖怪都是眼前一抹黑，自己有多少功德自己也不清楚。而无论多可怕的事，一旦看不见摸不着，威慑力就会降低，因此也有不少妖怪对功德不太在意，甚至有些智商低下野心未出的妖怪干脆就今朝有酒今朝醉，被打回原形前吃够喝够玩够，就算没白当回人。打劫周浩辰的那几只犬妖就是这种妖怪的典型，他们功德比郎静风还黑，随时都可能遭天谴。郎静风这几天表现都还凑合，自然这凑合是相较他自己而言的。数学和语文作业能瞎写一通或者抄吧交上来，上课时桌上摆着书充样子，自习课也好歹是低头发呆，没拽的258万的看天花板，也不给别的同学捣乱，对他来说这表现就算是凑合了。除此之外，白软还听班长许晨反映说，郎静风这几天有时会用收保护费的架势催别人交作业，尤其是数学和语文。周五下午，许晨把班会发言总结交到白软手上，推眼镜道，别的科他好像不怎么管。白软也不傻，瞬间想通其间关窍，哭笑不得中透着一点暖。他怎么催的？白软确认道，说什么了？有什么行动？就是走过去敲敲桌子，跟没交的说快把作业交上，气势看着挺吓人的。说到这，许晨偏着脑袋想了想，补充道，但其实也没干别的。白软放下心来道，行，我知道了。如此一来，白软更想出手拯救有药可救的郎静风，让他跟上大部队。不过当务之急是把小狼崽子在天谴边缘疯狂试探的功德往上提一提，不说提高太多，至少也得离警戒线远点，不然万一这狼崽子哪天不小心犯点别的错，被天谴一波劈回原形，那还谈什么学习，怕不是要直接回深山老林撵兔子去了。周六没有晚自习，下午第4节课结束就放学。放学铃响起的一瞬，在讲台上监督自习的白软朝最后一排招招手道，郎静风，你来一下。郎静风放下书包，走到讲台边，唇角噙着笑，白老师。白软不自在的转着笔，眼皮一掀，甫一对上那双侵略性十足的狼眼，便迅速垂下眼帘，按捺着紧张道，放学完是你，有时间吗？这话一出口，白软顿觉自己措辞不妥，这句不太像师生间的对话，倒有点像邀约。白软窘的脸微微发热，正想换个威严的问法重问，郎静风却抢先道，有。那你？白软在近距离妖气的震慑下不安的舔了舔嘴唇，问，你今天晚上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家里有规定晚上要几点之前到家吗？郎静风皱眉，想对我补课呀？白软摇头，不是，和那没关系。郎静风一笑，
强行遗忘周六晚9点之前到家的家规，道：“我爸妈不管这个，明天回都行。”白软一点头，眼睛别扭的望着别处，道：“那你把书包拿上，待会儿带你去个地方。”虽说有风翘拂，但他仍然不太敢和郎静峰对视。郎静峰眼睛一亮，咬了下嘴唇，压低嗓门道：“我们俩……对，有点事。”白软一直没敢正眼看郎静峰的脸，不知道这小狼崽子正一脸亢奋，边低头看手机边起身朝外走。“我先回办公室一趟，你收拾好就去办公室找我。”郎静峰飞掠回最后一排，拿起书包冲出教室。白软回到办公室，从桌下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郎静峰劈手夺过，道：“我背。”白软略一沉吟，心想这趟主要是为了让郎静峰攒功德，让他多出力是对的，遂欣然接受，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套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道：“我去厕所换一下，你包先放着，背着怪沉的。”郎静峰喉结滚动，四下扫了一圈，见办公室没人，道：“厕所不方便，在这换呗，怕我看啊？”白软一窘，嘴硬道：“没有。”郎静峰大步走到门口，关门落锁，随即被抵门抱着怀，直直的望着白软道：“那换吧，门锁了，有人要进就让他等1分钟。”方才办公室门开着，白软尚可忍受与郎静峰独处带来的紧张，现在门一锁，这办公室又成了孤狼寡兔密闭空间，白软顿时又耸得一阵腿软，一双挺好看的眼睛瞪得溜圆，结结巴巴道：“你不行，害羞了。”郎静峰心里酥痒难耐，却只好转身冲着门道：“不看你行了吧？”白软无法，想以最快速度脱离当下窘境的办法就是马上把衣服换上完事儿，于是白软不再多言，着急忙慌的换衣服。郎静峰听着身后窸窸窣窣的声音，吸吸鼻子，动起了歪念头的狼脑袋刚偏过一点，身后白软惊慌失措的声音便传了来：“你别转过来，死死盯着呢。”意识到这一点的郎静峰不仅没失望，反倒莫名其妙的更来劲儿，嗓音微微阴哑：“知道。”白软很快换完衣服，他本来就脸嫩，平时全靠西装革履勉强营造点气势，这会儿换上一身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运动服，怎么看怎么是个大学生。郎静峰打开办公室门，直勾勾的盯着和平时不一样的白软，猜测道：“爬山去？”“对。”白软道：“龙潭山，去那有点事。”郎静峰无视他后面的说明，眯眼跳向窗外，笑笑道：“龙潭山离得近，快点爬，说不定能看见日落。”“不是去看日落。”白软朝走廊走去，解释道：“我们去喂鸟。”郎静峰跟上，眉毛一扬，恶劣的问：“什么鸟？谁的鸟？”白软没听出郎静峰在戏弄自己，还走在前面一本正经的答着：“谁的鸟也不是，就是山林里野生的鸟。”郎静峰啧啧道：“野生的鸟你也？白老师你怎么这样？”白软和学生说话时，思维压根儿就不会往龌龊的方向去，听郎静峰似乎不赞同，忙解释道：“我知道，天暖和的时候，野生鸟正常不用人类干预，自己能找食。往年我也都是冬天山里吃的不好找，才去喂。但是去年龙潭山开发旅游，又修路又盖房子的，环境跟以前没法比，鸟眼看着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天暖和也1周去一趟。”他前些年做这些是为了攒功德，可做着做着也就渐渐不是为了功德了。两人说着话走出校门。这边，白软往地铁站方向走。“我叫完车了。”郎静峰朝停在马路对面的一辆白车举手示意。过了马路，郎静峰先白软一步打开后门，把登山包往里面一扔，上车。白软坐进后排，郎静峰帮他关上门，自己绕到副驾坐好。车窗关着，在这狭小的密闭空间中，就算封了半窍，那股狼味儿也浓得让白软心惊肉跳。白软面孔发白，默默按下车窗透气。他刚按下一半，郎静峰也跟着按下副驾旁的车窗，偏过头打量着白软神色，问：“平时爱晕车吗？”“不晕，就透透气。”白软与郎静峰对视一瞬，匆匆转脸跳向窗外。
郎静峰盯着白软清晰的很有少年感的下颌线看了会儿，就这么略别扭的回着头问：“你平时也带同学去山上喂鸟吗？”白软面上尴尬之色一闪而过，含糊的嗯了一声。其实这2天他考虑过要不要向郎静峰坦白身份，坦白身份的唯一好处就是郎静峰功德低，需要学雷锋做好事，这事儿白软可以直说。可坦白后郎静峰会是怎么个态度，白软无法预测。这小狼崽子品性不坏，但脾气确实嚣张。现在他在白软面前就已经半点学生样都没有了，如果知道白软居然是只小白兔，岂不是会没大没小的更厉害？况且抛开这些不谈，白软的本能也不允许他在天敌面前轻易暴露身份。这么斟酌过一番后，白软就决定还是先瞒着，反正就算没说实话，郎静峰不也乖乖跟来了吗？这个属于环保活动，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也是积极响应学校前段时间的环保号召。白软冷静的祭出师承云清的睁眼说瞎话技能，我有时也带别的同学一起去，这个期末是可以加操行分的。郎静峰静了片刻，低低一笑：“白老师，你说话怎么不看我眼睛？”白软闻言只好硬着头皮与郎静峰对视，没不看啊。郎静峰长得很帅，五官精致，却没有丝毫奶油小生的味道，组成他面容的一道道线条都宛如被风梳理过的狼毫般根根分明清晰。他就是再怎么放松表情，眼角眉梢也始终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攻击性，目光更是锥子般锋利，瞳仁里总像蕴着一小簇针尖，天生这么一副狼了吧唧的气质和面相。白软胸口一紧，目光交汇了1秒钟，就慌乱的别开。怎么了你？郎静峰追问，语气里含着笑。白软定了定神，稳住蓬勃欲出的圆尾巴，没怎么。对了，白老师你知道吗？郎静峰道：我平时在学校走哪都一大群女生看我。小狼崽子还挺自恋。白软听得眉梢一抽。但是郎静峰悠悠道：我一和他们对视，他们就不看我了，你说奇不奇怪？男生怎么就不怕和我对视呢？白老师你说他们心里都想什么呢？白软心脏莫名的一记狠跳，他意识到郎静峰是在戏弄自己。仗着车开的快，风吹的急车里没多少狼味儿，白软脸蛋一沉，用严厉的目光扫过郎静峰的鼻子、嘴唇、面颊、下颌、耳朵等不包括眼睛的所有头面部器官，低声训斥道：你身为一个学生，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自己天天心里都在想什么？有没有一点和学习有关的想法？风把狼味儿吹散的越彻底，白软就越不怕。俗话说得好，大风越狠，我心越荡。聊炸毛了。郎静峰眉梢一扬，还欲开口，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做男人的白软却抢先打断：你语文书呢？郎静峰目不转睛的欣赏着白软难得一见的生气模样，心痒的不行，拍拍书包道：这儿呢。小白兔老师威严道：拿出来，利用坐车的时间背诵廉颇蔺相如列传最后5段。郎静峰笑着咬了下嘴唇：耍赖，你考吗？不考我不背。考。白软纵情呼吸混合着尾气的风，胆气十足，摆出严师的架子道：周一我单独考你。郎静峰愉悦的吹了声口哨：太好了。白软一脸冷酷的凌乱在风中，这个反应和想象中的似乎不太一样。片刻安静后，白软提醒道：你要是背不下来，我会罚你抄写。郎静峰语调纵容：好，我背，背不下来你让我抄几遍我就抄几遍，别气了。白软顿时感觉自己宛如郎静峰无理取闹的女朋友。没多一会儿，龙潭山到了，这山目前还没开发完。司机把车停在徒步爱好者们习惯走的上山小路径前，两人下了车，白软掏出手机问：车费多少？我给你转过去。打车总不能让学生花钱，白软想。不用。郎静峰斩钉截铁的拒绝，1秒钟不到，又精神错乱似的反悔道：微信转给我吧。白软狐疑的盯他一眼，郎静峰狡黠的一笑，解释道：说完才想起来，这几天零花钱花见底了。白软点头，调出2维码，扫我。郎静峰加了白软好友。
白软通过好友申请，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似乎是在给郎静峰分组。你给我往哪分呢？忽然，郎静峰磁性的声音在白软耳畔响起，紧接着是一只从白软右肩上方探过来，试图窥视屏幕的狼脑袋，以及一只扳着白软手机调整屏幕方向，并拢住了白软整只右手的狼爪子。两人这个姿势，白软的右脸与郎静峰的左脸离得极近，几乎就要贴上了。啊！白软汗毛根根炸起，头皮发紧，一个箭步冲到1米开外，一双乌溜溜的眼圆瞪着。方才在车上的真男人风范俨然已是偃旗息鼓，耸得直接吧，贴那么近干什么？虽说有风翘服加持，但白软仍然无法忍受和狼崽子肢体接触。我就看看分组。郎静峰满脸无辜，别整个分组就我一人儿，然后你天天在那发语文题。白软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差点被他逗乐。我给你分的学生组。白软定了定神，迅速进行表情管理，冷静道：里面还有别的学生，没有差别对待。语毕，白软转身上山，在前面引路。山峰拂面，白软在上风处几乎完全闻不到狼味儿，心情舒畅不已。郎静峰跟在白软身后，看着被运动裤恰到好处的包裹着的小圆屁股，心情荡漾不已。更要命的是，山路颠簸，那两瓣肉还随着白软走路微微颤动，仿如某种质地柔韧爽滑的果冻。他们对自己的诱惑程度毫不知情，无辜的撩拨着郎静峰压抑的辛苦的狼性。走着走着，白软来到一棵树下，垂着眼回头招呼郎静峰：来这。郎静峰同人欠着丝儿忧虑，面部肌肉微微紧绷，仿佛在忍耐着什么，英俊的面容稍有泛红。白软的视线却锁定在郎静峰下颌以下腰部以上的安全区域，如非必要，坚决避免目光交流，所以并没看出郎静峰哪里不对。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白软道。这棵树伸向山道的一根树枝上挂着一个改装过的4L 装农夫山泉水桶，水桶桶壁被挖了2个方形大洞，底部横竖插着2根方便鸟类落脚的筷子，桶里空荡荡的。郎静峰望着害羞的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小白老师，躁动的做了个深呼吸，打开登山包，把标着1号的袋子拿出来。白软袖手而立，只口头指挥，打开袋口，把里面的饲料倒进这个空桶。鸟的品种不同，各自喜爱的食物也不同，白软准备了几种不同的饲料，被他救助的几种鸟中有2种在中国境内的数量已经很少了。根据白软自身的经验，喂鸟只有在冬季或因环境污染、植被减少造成食物短缺时来喂，才会积攒功德。食物不短缺时，强行喂鸟不仅无帮助，反而还变相削弱了鸟自身的野外觅食能力，算不上是做好事。只有在生灵囿于困境时施以援手，才算得上是对这些生灵行善。积攒功德也是要讲究方法的，白软成精多年，功德一直维持在王者段位，行善手段丰富，手法老练，真有心帮郎静峰逃离天谴圈，办法多得很。郎静峰把1号袋里的饲料全倒进吊在树枝上的空桶，又被白软指使着去下一处。两人速度很快，龙潭山也不高，没多一会儿就登了顶。郎静峰拎在手里的登山包基本空了，里面只剩2瓶水。渴吗？包里水可以喝。白软望着郎静峰手里的包，郎静峰拿出1瓶，拧开盖递给白软。白软看着水瓶，接过时谨慎的错开郎静峰的手指。他这些小动作根本逃不过郎静峰的眼睛。郎静峰被心头那股火灼的发痛，忍不住在交接的一瞬挪了下手指，轻轻碰了下白软。皮肉相贴，狼妖凌厉的妖气无视风翘服的阻隔，破腹而入。白软指尖紧张的一抖，不自然的接过水，仰头喝了一口，被水光浸润的嘴唇看着更红更软。郎静峰躁动的捏着另一瓶水走来走去，恨不得从山顶一个纵跃跳下去，好冷静冷静。碰一下手就紧张成这样，还不敢正眼看我。郎静峰咬了咬嘴唇，目光灼亮，口干的直咽唾沫。那要是搂他、亲他、摸他、扒他衣服，把他按倒和他那个，他得害羞成什么样？郎静峰想的身体一阵发痛，灵魂游走在欺师灭祖的边缘。
郎静风躁动不已，假装眺望隐没在楼宇后的一小块夕阳，眼角余光却在留意白软的动向。由于主人在想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脑掌管黄色废料的区域也跟着异常活跃，自动自觉地检索出郎静风转学第二天在厕所偶遇白软的一幕。某种心山中透着淡淡青草香的诱人味道从记忆中鲜活地翻涌而出，撩拨的郎静风心脏一阵剧跳。自己在厕所弄那个，出来还捂屁股。郎静风想象着白软在隔间里可能干了些什么好事儿，顿时呼吸都不顺畅了。郎静风动作粗暴地扯了领带揣进裤兜，又拽开2颗领扣透气，缠肉的诱狼般盯了白软一眼，又转过头。他是大约13岁时发现自己喜欢同性的。同性恋行为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所以动物并不会有什么偏激的恐同思想。郎氏家族中有好几个公开的同性恋狼妖，他们从未遭遇过来自家族内部的非议，因此郎静风压根儿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在某个放学后的傍晚，13岁的小少年郎静风用平静的宛如我又长高了1厘米一样的语气向父母说明，其实他喜欢和自己一样的公狼或男生，而父母对此的反应也并不比对儿子又长高了1厘米的反应来得更加强烈。知道了，狼妈妈冷酷道，写作业去，今天作业写完了吗？你们班主任前2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最近经常不交作业。小郎静风皱眉，哦。狼妈妈锐利地盯了他一眼，警惕道，别以为是同性恋就不用写作业了，少给我想那美事儿。狼妈妈，对了，你这段时间跟你同桌那个男孩子走得挺近，你是不是早恋了？不是。颜控的小狼静风满脸嫌弃，太丑。狼妈妈一想也是，确实丑，挥挥手撵人，知道了，去，写作业去。呼，狼静风深呼吸，极力镇压烙印在骨子里的兽性，将从小到大被父母用藤条一遍遍抽进血肉里的家训拎出来，第无数次反刍着那3个早已被嚼得干巴巴的字，试图以此冷却体内燥热的血液。狼氏家族的家训很简单，只有3个字，是第一批修炼成精的狼祖宗对这群野性难驯的狼子狼孙们最殷切的期望，也是狼氏一族得以在人类社会站稳脚跟的精神基石，那就是做个人。是的，狼家流传100余年的家训就是这3个字，做个人。做个人的含义范围很广，其中自然包括不可以在荒郊野岭的小树林里搞自己老师的屁股。郎静风长出一口气，深觉自己有必要立刻绕龙潭山跑一圈，以消耗过剩的精力。累瘫了就没精神胡闹了，这是狼妈妈的狼式教育手段之一，从3岁用到18岁，屡试不爽。白软喝了几口水，望着渐渐沉落到城市地平线后的太阳，面容被暖橙色的光芒渲染得格外好看，浑然不知自己已失手制造出了一连串误会，害得某颗想太多的少年心不得安宁。郎静风拿眼角偷偷瞄着白软，这时一只素囊吃得圆滚滚的小鸟由山下飞至，啾啾叫着，挥舞着小翅膀扑向白软。白软伸直手臂，小鸟站在他胳膊上，用会轻易地蹭蹭他的袖子。白软笑着和小鸟说了句什么，细软的碎发被风掠着根根向后飞扬，小小的一张脸盘不仅俊秀可爱，而且既温柔又明亮，和郎静风这18年来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郎静风躁动的心静了静，一个突兀的想法便趁这一静的机会迅速穿透他脑内黄波万顷的废料之海，破水而出。这个想法颇为理想化，而且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可却拨弄得郎静风心痒不已。10来岁的小狼崽子是容易这样，其实连比狼沉稳理智的人类少年也是，轻易一个不成熟的念头便可如台风过境般荡平一切。白老师，郎静风在距白软1米处坐下，2条笔直修长的腿很是惹眼。白软微微一偏头。郎静风定定望着白软，试探道，我以后要是来2中当体育老师，是不也挺好的？当老师？白软眼睛微微一亮，透出几分喜悦的神气，高声道，当然好了。由于仍然不敢和郎静风对视，白软眺望着远方，语速飞快道，想当体育老师的话，你可以考师范类院校的体育系，你是体优生，
高考有加分，这是你的优势，而且你高二下学期开始努力也不晚，我看你脑袋绝对够用。郎静峰观察白软喜出望外的神色，意味不明的低笑了一声。当老师对提升功德有帮助，而且郎静峰这性格好好磨一磨，去当体育老师倒也算合适。最重要的是，郎静峰能冒出想当体育老师的念头，就说明他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有想法，有憧憬了，这是最让白软感到欣慰的。白软转头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鼓起勇气和郎静峰对视了1秒钟，又迅速垂下眼帘道：你能对未来有规划，我很高兴，我赞成你这个想法。郎静峰唇角翘着，干脆顺着这个突兀的想法幻想下去，轻声道：到时候我负责教你们班体育，然后一轮到我上课你就跟我抢，跟学生说我生病，体育课改成语文，能不能？白软面颊浮起2个小梨窝，实话实说，学习任务紧张的时候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郎静峰低着头笑了一会儿，抬头道：行，到时候我配合你，走廊上一见着你们班学生我就躺地上吐白沫。白软，你碰瓷儿呢？郎静峰大笑，哈哈哈哈。白软沉浸在被目光映暖的山峰中，闻不到多少狼味儿，便神经放松的陪郎静峰畅想着当老师的未来。不过到时候就未必是我抢你的课了，体育课太抢手，我一般都抢不过刘老师。片刻安静后，郎静峰道：他们要不好使，我的课就给你。许是因为郎静峰语气太温柔，这句话听着迷之像情话，白软胸口一紧，莫名泛出一丝害羞的情绪，他急忙甩甩头，认真道：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你既然有考师范类院校的想法，学习方面以后就要上心了，怎么样，能不能上心？白软倒不是真盼着郎静峰来二中当体育老师，无非是找个由头，方便鞭策他学习。郎静峰胸腔一片滚烫，道：已经放在心上了。说话要算数。白软起身，低头拍拍裤子上的土，我以后可真要好好监督你了。郎静峰含笑，走吧，再不下山待会儿看不见路了。白软道。两人下山这一路，白软的嘴就没停过，一个劲儿帮被喂鸟环保之旅涤荡灵魂，以至于突然洗心革面的郎静峰制定学习计划。无论白软说什么，郎静峰都啊呀的应着，懒懒的腔调中透着点纵容的味道，像一只放任小白兔在自己面前疯狂蹦跶的大灰狼。他们下到山脚时，天已黑透了。白老师，郎静峰摸摸肚子，你饿不饿？身边有只狼饿了，白软脊背一凉，耸哒哒道：那个还行，一起吃口吧。郎静峰的声音略可怜，我这个点回家里也没饭了。不了。白软闷头往地铁站方向走，这附近饭店挺多，你自己去吃。我想吃火锅，自己吃太尴尬了，我请你。郎静峰一笑，站到白软面前挡住他去路。白软往左，他也往左；白软往右，他也往右。白软不敢上手碰他，猛了。白软咬牙，马路对面就火锅店。郎静峰逗着白软玩，你陪我去吃，我这周末语文作业好好写，不糊弄。白软听得直翻白眼，你是给我写的？下山一路和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眼见着狼崽子没有放过自己的意思，歪缠了几个回合后，白软只好应下，反正火锅店人多，他不怎么怂，而且涮火锅他可以只吃素菜，也不怕坏肚子。两人进了火锅店。白老师能吃辣吗？郎静峰问。一点都不能。白软道。你呢？郎静峰，我也是。在吃辣能力上，狼和兔子的弱鸡程度倒是不相上下。白软扭头对服务员道：来一个鸳鸯锅，谢谢。郎静峰顿时怀疑刚才发生的对话都是自己的幻觉。白软继续道：但是两边都要清汤锅底，我们分开涮，麻烦你了。郎静峰不悦，为什么分开？我吃素的。白软不好意思道：全素。郎静峰略意外的抬了抬眉毛，不过白软这清瘦的小身板，还有他对保护动物的热心程度，倒是都与吃素这个设定相合，故而郎静峰接受的很迅速，只问道：
信佛。白软摇头，不是。郎敬峰，动物保护。白软，也不算。郎敬峰，过敏。白软只好解释道，没有，其实就是口味问题，不喜欢肉的那个味道，就像很多人不爱吃蔬菜一样。郎敬峰略一点头，单身。白软被套路的嗯了一声，摁完才觉不对，眼睛一瞪，问这干什么？郎敬峰乐了，随便问问，关心一下。老师你喝什么？白软面颊微红，也不知是生气还是怎么，还想说郎敬峰两句，但话题已经被飞快的扯到喝东西上了，于是白软噎了片刻，憋屈道，我喝白开水。郎敬峰是真肉食动物，素菜一口不碰，只一盘接一盘下肉。红白肉片在无肉不欢锅中活泼翻腾，与另一半由翠绿、鲜绿、深绿、浅绿组成的春意盎然锅形成鲜明对比。这看着像我虐待你似的，家暴不给你肉吃。郎敬峰捞起一勺肥厚鲜嫩的手切羔羊肉，白软塞了满口娃娃菜，欲对家暴二字提出质疑，却没嘴可用，而且也不敢抬眼瞪人，只能微微蹙着眉，看着就像没反应一样。郎敬峰试探成功，把盛肉的漏勺往白软的方向递了递，确认道，是真不爱吃，不是跟我客气。白软大力摇头，被羊膻味熏得一阵反胃。白软的表情看起来不似作伪，郎敬峰放下心，把肉倒进自己餐盘，埋头吃起来。这是家连锁火锅店，菜品质量平平，以价格实惠为卖点，但郎敬峰对肉食的需求量太大，两个人硬是吃了300多。白软想着郎敬峰说他零花钱花见底了，抢着要结账，郎敬峰却坚决不许。来之前不是说好我请吗？郎敬峰皱眉，你零花钱不是花没了吗？白软无辜道。郎敬峰笑着从书包里掏出鼓鼓的钱夹，咬文嚼字道，电子货币零花钱花没了，现金零花钱还不少呢。白软一阵无语，低头在手机上戳了几下，微信给郎敬峰赚了一半饭费。那 AA 什么 A？ 郎敬峰起身往柜台走去，从白软身边经过时，没大没小的呼噜了一把小白老师软软的头发，佯作不耐烦道，你吃那点菜都不够10块钱的。白软耸的一缩脖子，却还没忘了不服气，少说也有20块好吗？两人走出火锅店时已经将近9点了，店离地铁站不远，白软溜达着去坐地铁，郎敬峰叫了辆车。9点20，郎敬峰回到家，偷偷给小少爷留门的保姆张婆蹑手蹑脚的溜出来，截住郎敬峰，把郎敬峰从后门带进屋。张婆瞎了一只眼，体格和妖气在狼妖中都偏弱小，在狼群中地位比较低下。所幸他家务做得好，还烧得一手好肉菜，近100年来一直在狼家照料头狼及头狼亲眷们的衣食起居。郎敬峰的母亲就是他一手带大的。故而这老狼妖在心里把郎敬峰当外孙看，对郎敬峰疼爱的有些没原则，是个挺慈祥的狼婆婆。谢谢张婆。郎敬峰悄悄走进后门，用气声道。张婆仅存的一只狼眼珠子贼亮贼亮的，直指厨房，示意他偷偷给郎敬峰留肉了。郎敬峰摆摆手，我吃过了。忽然2楼传来狼嚎声，张婆抻着脖子短促的嚎了一下，郎敬峰发出略显稚气的嘹亮嚎叫，跟风嚎完，两人脸色俱是一绿，潜入计划惨遭本能击败。小兔崽子！一只通体雪白的母狼蜂一般从2楼杀下来。郎敬峰此时的心情和小燕子溜出宫玩半夜被宫女偷领回宫，却看见皇后娘娘在树芳斋正襟危坐时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1分钟后，郎敬峰卸去一身衣物，变回原形，被恨铁不成钢的狼妈妈一口叼住后颈，甩出门外，4脚着地站在门口。郎家规，门禁之前没回家，当晚就不用进家门了。收缴衣服、钱包、身份证是为了防止郎敬峰偷溜去网吧酒店过夜。虽说郎敬峰如果这么干了，第2天白天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按理说不能，但谁知道他会不会狼藉跳墙呢？所以仍是不可不防。郎敬峰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用狼爪轻轻挠门，低声叫：“嗷嗷呜！妈，把我语文书给我。”大门矜持地开启一条门缝，一本崭新的语文书从缝里挤出来，掉在郎静风毛茸茸的爪子边。郎静风家住别墅，有个大院子，天黑了，在自家院子里待着，倒也不怎么怕被人类撞见原形。况且就算被人看见，也可以硬说家里养了长得像狼的哈士奇。郎静风一低头，叼起语文书，钻进花圃旁，表面是狗窝，其实是给他伐叶用的狗木屋里，用狼鼻子顶开语文书，一页页蹭到第58页，就着花圃中地灯的光芒开始背廉颇蔺相如列传最后5段。郎静风背了一会儿，常年不学习的狼脑袋又开始控制不住的想白软。想白软嚼蔬菜时软嘟嘟的一颤一颤的小脸蛋，白软不小心与他对视时慌乱羞怯的目光，白软和他说话时紧张不自然的磕绊与结巴，白软与他肢体接触时过电般紧张的闪躲。根据郎静风对白软的观察，他认为白软并非性格腼腆内向，因为白软和其他学生交流时明明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只有对他是这样的。但如果把这解释为畏惧，郎静风也不同意。他看得出来，白软一开始确实挺怕他，觉得他是打老师的刺儿头。但上周四他把那件事解释清楚，而且又出手救了白软和周浩辰后，第二天早晨白软对他的态度明显就180度大转弯了。而且这一周在学校，他一直都没服过白软的面子，不逃课，不讲小话，不顶撞老师，这要还硬说白软怕他，肯定说不过去。郎静风躁动的甩了甩狼尾巴。再者，退一万步讲，就算白软还是怕他，那白软怎么可能会绞尽脑汁想借口约他出去爬山喂鸟？难道不该一下课就离他远远的？听见他有来二中当体育老师的想法，又怎么可能高兴成那样？这是怕一个人的时候该有的举动和反应吗？况且白软那么白，那么软，那么可爱，那么胆小，那么温柔，那么爱哭，简直就是肉眼可见的兽。郎静风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着，在精神世界中搜集了一卡车白软对他有意思且是兽的证据。狗木屋里的一双狼眼珠亮得像2盏小绿灯笼，好不容易死记硬背的几句古文被脑内的黄波万顷一个浪头拍进海底。嗷呜！郎静风狠狠甩了2下狼脑袋，重新集中注意力，怀着类似于哄媳妇高兴的心情，强迫自己背起了古文。嗷呜嗷嗷呜嗷嗷嗷！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真他妈难背。”郎静风压着火气，夹着尾巴，强行往狼脑袋里进。周一中午午休时间，郎静风被白软传唤到办公室背古文。出乎白软意料的是，郎静风居然还真把要求背诵的段落磕磕绊绊的背下来了。虽然错漏忘词的地方也不少，但一看就是花时间背过的，背的还不错。郎静风最后一句背完，白软先给予肯定，又道：“有些地方不是特别熟练，是不是句子示意没吃透，就急着死记硬背了？”你说呢，白老师？郎静风乐了，这几把玩意儿，不是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它几个意思，书上也没翻译啊，下面就翻译那么几个词，串起来谁知道什么意思？整段翻译的话，其实随便拿本参考书上都找得到，网上也有。算了。白软生怕打击到这小狼崽子，语调放温和了些，从自己桌上拿出一本翻旧的参考书递过去。你看这本。郎静风带着点漫不经心的神气接过书，懒懒的问：“白老师，我硬背都背下来这么多，你开不开心？”白软老实答：“开心，这说明你开始端正态度了。”郎静风唇角一翘：“行吧，那我回去接着背。”等等。白软叫住他。喂鸟活动结束后，郎静风的傅功德又稍淡了一点，但不明显。好人好事还是不能停。郎静风垂着眼望白软。这个白软盯着郎静风面前的地板，模样不大自然。上个月是学雷锋月，学校组织了几次学雷锋活动，要求是每位学生都在活动时留影，资料会记入学校这边的档案。你是4月份才转过来的，没参加到。这边我接到通知说，可能需要你去补一下，不然这种意义比较重大的活动，有学生没参加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班级的一些评定。
郎敬峰眉梢扬起，满脸写着不信，问怎么补？就是可能需要我来带领你，利用课余时间去补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白软撒谎撒的小脸通红，这个也是为了不给我们整个班级拖后腿，你说对不对？郎敬峰吃的笑出声，锐利的目光反复扫过白软红热的面颊。这个活动很好笑吗？白软面红耳赤的耷拉着脑袋，心想这烂借口果然糊弄不过去，不如干脆咬咬牙说实话来的痛快。就算是天敌，郎敬峰也不可能吃了自己，何况自己还是一片好心想帮他。没，不好笑。郎敬峰敛起笑容。那你补不补？白软小声问。郎敬峰，就我们俩。白软点点头，郎敬峰沉默片刻，又笑开了。行啊，补吧。白软都做好拉着郎敬峰去厕所变圆形摊牌，并被郎敬峰拨弄着小圆尾巴大肆嘲笑戏弄的准备了。没想到这狼崽子居然答应的这么利索，一时竟是有点发懵。走了，白老师，活动你随时叫我。郎敬峰晃晃手里的参考书，我回教室看书去了。烧了半斤脑细胞才编出来的借口奏效了，白软也乐得不在郎敬峰面前暴露兔子原形，一周下来都没再动坦白身份的念头。其实上个月是雷锋月试针，二中组织全体师生参加志愿者活动试针，要求活动时进行拍照记录试针，活动参与度会影响班级一些无关紧要的评定也是针，这些东西郎敬峰就算去问同学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唯独没参加活动的同学需要补活动是假，不过郎敬峰显然也信了。白软觉得郎敬峰对他似乎有点特别，格外给他面子。仔细想想，郎敬峰自转学到现在几乎都没怎么违抗过白软的命令。不过白软倒不觉得这很反常，他当老师这3年来也接触过不少学生，知道有一种刺儿头类型叫做吃软不吃硬，老师越严厉就越能激起这种学生幼稚的斗争之心，而如果老师性格随和，他们反倒不好意思太过分。郎敬峰应该就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白软琢磨着，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周六傍晚，家附近的广场，白软在草坪上遛兔宝宝。兔子是喜动的生物，总在笼中圈着，容易烦躁，所以白软有时会带兔宝宝们出来放风，20多只一起照顾不过来，每次就只带5、6只。今天出来放风的这几只兔宝宝都是临时已开的，比较好管教，每只兔宝宝身上都系着兔子专用的牵引绳，几枚圆滚滚的小雪团在碧绿的草地上叽里咕噜的跑跳撒花。白软提着塑料袋和小铲子，悠闲的跟在他们后面，边走边温声叮嘱道：小朋友们不可以吃地上的草。一只正试图啃草皮的兔宝宝动作一致，扭头耷拉着小耳朵，委屈巴巴的看着白软。这是大家的草坪，不是我们自己的。白软弯腰抚着兔宝宝柔如云絮的绒毛，用和幼儿说话的语气道：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草都吃光光了，其他的人不就没有草坪了吗？而且外面的草脏，吃了会肚肚痛。移开零食的兔宝宝向前点点耳朵，表示明白。有没有小朋友想拉臭臭？白软晃晃手里的小铲子。一排兔宝宝中有3只轻轻挥耳朵示意，随即充分发扬尊老爱幼精神，按照体型从小到大的顺序，一只接一只把毛茸茸的小屁股对准白软手里的铲子，轮流上厕所。过了一会儿，白软把铲子里的脏东西一股脑倒进塑料袋，随即左手拎着塑料袋和铲子，把牵引绳挂在左腕上，一边领着兔宝宝们在草地上溜达，一边用右手掏出手机给郎敬峰打字发微信。白软简明扼要的问：明天一起去福利院做义工，有时间吗？郎敬峰秒回：有。白软，只占用你1下午的时间，你可以利用上午和晚上的时间写作业。郎敬峰，放心，正挑会的写着呢。郎敬峰，我发现我会的比上周多点了，开心吗？白软对着手机屏幕露出老父亲般的欣慰笑容，打字：很开心，继续努力。这周二，白软又把郎敬峰传唤进办公室，推心置腹，促膝长谈。谈话的中心思想是怎么才能把郎敬峰糟烂的如同被100只哈士奇凌虐过的学习基础巩固起来。那天，郎敬峰一走进办公室，
白软就冷静地按下桌上一台做事小风扇的开关，让风扇把郎静峰一身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味儿尽数吹到隔壁8班班主任的地盘上。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很简单，就是写作业，不光语文和数学，各科都要写。白软被身后的电风扇大佬罩着，十分有恃无恐，垂着眼帘翻弄郎静峰瞎糊弄的数学和语文作业，一字一句认真道：但是你现在的基础太差，所以每天的作业我允许你不写完，各科老师这边我也会和他们说清楚，作业你会多少就写多少，不会的宁可空着也不要糊弄，不要抄，能不能做到？郎静峰笑笑，用一种仿佛在哄女朋友般的纵容语气道：能做到。白软板着小脸，威严颔首，又道：等上课各科老师讲作业的时候，不会的题你认真听，听完如果你还是不懂，你就把这道题用到的公式、定理、知识点都在旁边写下来，把基础搞明白。白软说一句，郎静峰就在旁边含笑嗯一声，和刚转过来时相比，简直像换了个人。坐得离白软不远的刘震一会儿就往白软这边盯一眼，仿佛想用2道正义的目光把夺舍了郎静峰的邪魔外道从郎静峰体内震出去。这个给你。白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薄薄的笔记本，推到桌角，这是上周6和你谈过之后，我专门为你制定的语文学习计划，其他科目我不了解，语文你按照我的步调来，高3想追上大部队一点问题都没有。郎静峰眼底笑意更浓，接过本子道：知道了，白老师。再过半个多月就是期中考试，你这半个月努力。白软鼓起勇气与郎静峰对视了一瞬，亲切鼓励道：你转过来之前的开学摸底考成绩单我看过，这次期中考做到有进步就是胜利。白老师，我期中考要是进步了。郎静峰贪馋的扫视着白软细嫩的脸蛋，回味着之前手指碰触时的绵软触感，勉力克制着想再戳一戳的欲望道：有没有奖励？白软少年感十足的一笑：必须有，每次月考期中考我都给班里进步最大的3名同学发奖励，不一定是实物奖励，也可以是一个我能力范围内的小愿望、小要求。行。郎静峰沉吟片刻，一点头，绝对是你能力范围内。走出办公室，郎静峰把白软给他的笔记本贴在鼻子上嗅了嗅，笔记本封皮上确实还残留着白软的味道，很好闻，像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动物被阳光晒得香软蓬松时散发出来的味道，还泛着一抹青草的气息。郎静峰贴着本子深深吸了口气，被那气息撩拨着，感觉鼻尖仿佛顶在了某个仰面朝天晒太阳的小肚皮上，左右蹭一蹭，那小肚皮软得像一块新出炉的云。白软身上的气味闻起来就是这样的感觉。郎静峰咬牙，面部肌肉绷紧又放松，强行抹消渴求更多白软贴身物品的糟糕欲望，把想法拉回正轨。接下来的一周，郎静峰真就耐住性子按着白软的要求来了，虽说不会的题远比会的多，但一周下来按照白软的方法，倒是把基础知识温习了不少。周日下午1点，白软和郎静峰在市福利院正门口会合。白软是福利院的常驻义工，还在师范学院就读时便利用假期时间过来义务劳动，起初是为了长功德，但来的时间久了，与院里的孩子们熟络了，白软也就渐渐放不下他们了。工作后仍然会不时抽空来看看他的小朋友们。跳跳哥哥来了。活动室里，一个眼尖的小女孩最先看到白软，稚嫩如乳燕的童声惊起千重飞鸟，满屋的小孩一股脑朝白软扑来。跳跳哥哥，跳跳哥哥，我可想你了，要跳跳哥哥抱。郎静峰眉毛高高扬起，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气，朝白软头去一瞥。白软手忙脚乱地安抚着小朋友们，脸蛋烧得厉害。为了和小朋友们拉近距离，白软一直让他们叫云清给自己起的小名跳跳。万万没想到，片刻沉默后，郎静峰清了清嗓子，声音又低又磁地唤道：跳跳哥哥。你。白软脸疼的一下，红得更厉害，结巴道：你跟着乱叫什么？都是小朋友给我起的，我小名不叫这个。小名确实叫这个的白软这般撒谎道。跳跳哥哥。郎静峰忽然一弯腰，凑近了些，嘴唇都快擦着白软耳朵了，那声音满是笑意：要跳跳哥哥抱，我想跳跳哥哥了。
你别闹！白软打了个激灵，敏感的一缩脖子，心脏没来由的砰砰几记重跳。你管我叫什么哥哥？郎静峰啧了一声，翻旧账，我转学第3天那天，你在办公室和那个周浩辰说什么来着？白软红着脸低头看小朋友，不看他，我说什么了？你说我们这些学生在你心里就像弟弟妹妹一样。郎静峰露出一个怎么看都有点恶劣的笑容，怎么说完还不认账了呢？白软小哥哥，跳跳哥哥。白软被他一口一个哥哥叫得心慌气短的，面颊一阵烫似一阵，连耳朵都热起来了。你叫老师。白软憋了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训斥来，一点没个学生样。哦。郎静峰略一点头，安静了片刻后道，跳跳老师。白软险些背过气去，叫白老师没大没小的。白软羞耻的要命，欲威严瞪视郎静峰却不敢，只好快速转移话题，一个个唤着小朋友们的名字，把求抱抱的小朋友挨个举高高，左转一圈右转一圈再放下。孩子们在半空中哈哈大笑着，白软含笑望着他们，由于被郎静峰戏弄得手足无措，加上把这些动辄40、50斤的小孩举高高转圈圈也是个体力活儿，所以白软的面颊烧得透红。他皮肤白，薄薄一层红扑在脸上，被白色调和出桃花般剔透的粉，红得丝毫不显笨拙，反倒把五官衬得更灵了。睫毛也是分外黑密浓秀，他眨眨眼，郎静峰心间便是一阵难耐的刺痒，像被那睫毛扫过了似的。郎静峰目光赤裸灼热地盯着白软，愈发不想叫他老师了。床上叫还可以。这时白软朝郎静峰头去又轻又快的一瞥，叫道：郎静峰。郎静峰舔舔嘴唇道：白软，今天下午你的主要任务是陪孩子们玩，和他们做游戏，给他们讲讲故事什么的，我全程和你一起。这年头福利院在物资方面一般都是充足的，比起糖果玩具，院里的孩子们更渴望的是爱与陪伴。知道了。郎静峰弯腰冲离自己最近的小朋友挥挥手，粗声道：嘿，哥们儿。这位年幼的哥们儿满脸惊恐的与郎静峰对视片刻，忽然哇的一个爆哭，呜哇哇哇哇。郎静峰用指尖搔搔自己英俊然而攻击性十足的脸，无辜道：我什么都没干。他叫乐乐。白软道：乐乐，哎。郎静峰蹲下戳戳乐乐的小肚子，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别哭了。乐乐眼泪汪汪，吧嗒吧嗒跑开，死死抱住白软一条大腿，生怕被郎静峰叼走。谈判秒崩。郎静峰一个蛙跳，跳到白软脚边，追着哄乐乐：给哥点面子成吗？不然我管你叫哥吧，乐哥，乐乐哥，以后我就是你跟班了，你走拿奶瓶，我帮你拎着怎么样？这哪是和小朋友说话时该有的语气和态度？白软好气又好笑，指使郎静峰道：乐乐怕生，我陪他玩，你去给小朋友讲故事吧，那边书架上有故事书。郎静峰举目四顾，心茫然，哪儿呢？这时一个模样乖巧的小姑娘拿着一本童话绘本跑过来，大大方方的往郎静峰手上一递：大哥哥给我们念这个吧。郎静峰接过来一看，3只小猪，来来来，哥要念故事了呀。郎静峰盘腿往地板上一坐，晃晃手里的绘本，练摊似的高声吆喝道。几个胆大的孩子围聚在郎静峰身边，郎静峰把绘本摊开放在腿上，腔调懒懒的念着：3只小猪。2只小猪躲进石头盖的房子里，大灰狼拿他们没办法。郎静峰读着读着，嘴一撇，为狼族鸣不平，这什么玩意儿？狼能跑不过猪吗？真要有狼追这俩猪，根本跑不到石头房子，都得死道上。小朋友们面面相觑。白软无奈的瞥了小狼崽子一眼，道：你专心念，我去趟洗手间。白软走出活动室门，屋里就剩郎静峰和一群最大不超过6岁的小屁孩。郎静峰眼珠一转，冒出个挺好玩的念头，便把绘本一丢，道：这破故事没意思，哥给你们变魔术吧，看不看？小朋友们纷纷拍手，要看要看，但是不许告诉跳跳哥哥，行不行？郎静峰一笑，
趁白软不在，疯狂占便宜。他不让我变，我怕老婆。小朋友们听不太懂什么老婆不老婆的，只想看魔术，一个个急忙答应下来。都看好了呀！郎静风用双手按住自己头顶两侧，神秘兮兮道：“见证奇迹的时刻，3、2、1，变！”话音刚落，郎静风手一松，两只毛茸茸的灰色狼耳朵扑棱一下从他脑袋上冒出来。哇！小朋友们惊呆了。怎么样，哥这假耳朵变的？郎静风动动耳朵，还是电动的呢？躲郎静风躲得远远的，乐乐吧嗒吧嗒跑过来。来，乐哥你过来，摸摸，我不咬人。郎静风冲乐乐勾勾手指，乐乐紧张的凑过去，小手慌里慌张的在郎静风耳朵尖上拨了一下。他碰触到郎静风的一瞬间，其他小朋友再次集体发出呜哇的惊叹。毛茸茸的，乐的眼睛都没了。几秒钟后，郎静风的一对狼耳朵惨遭小朋友们攻占，被又揉又搓又摸又拽，最后郎静风实在招架不住，丝丝抽着冷气，念着3、2、1变，把耳朵变了回去。于是白软刷完厕所副本回来时，看见的就是几分钟前还不怎么受小朋友们待见的郎静风被7、8个哈哈大笑的小朋友合力掀翻在地，玩打大灰狼的游戏。倒了，大灰狼倒了！郎静风狼狈低吼，疼！大灰狼哥哥起来，还要和灰狼哥哥玩！灰狼哥哥加油，不玩了，灰狼哥哥要嗝屁了！郎静风一咕噜爬起来，拔腿就跑。小朋友们欢叫笑闹着追上，其中以乐乐的追击最为凶猛。白软揉揉眼睛，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夕阳西下时，跳跳哥哥与灰狼哥哥向小朋友们道别，肩并肩走出福利院大门。你回去吧，注意安全，抓紧写作业。出了大门，白软就要往地铁站的方向去。郎静风一怔，快走几步挡到白软面前，唇角噙着笑，低声道：“好不容易出来一趟，真就光做义工。”白软隐约觉得这话的措辞有点诡异，却没深想，眼皮一撩，快快的扫了郎静风一眼，问：“那不然呢？”郎静风啧了一声，又贴得离白软近了些，换了个说法，佯作不满道：“白老师，你说你大好的周日把我从家里拎出来当志愿者，这一下午我头发都快让那帮小孩薅秃了，这就算了，完事还对我一点补偿都没有，直接就把我撵回家去了。”说到这，郎静风顿了顿，放软了腔调，含笑道：“你觉得合适吗？”经深思熟虑，白软沉稳道：“我觉得合适。”郎静风好气又好笑，白软低头看着地面，容色严肃道：“你回去还得写作业，前几天和你聊了那么多，既然有学习目标了，玩心就好好收一收。”我作业会的已经都写完了。郎静风上身微微一轻，将两人距离又拉近些许，几乎快脸贴脸了。白软一惊，踉跄着退开2步，郎静风却只是指指自己的眼睛，绷着脸道：“我昨天熬夜写到2点，你看我这黑眼圈。”白软目光闪烁着扫过郎静风的脸，试图确认黑眼圈的真伪。黑眼圈是真是假没看出来，这电光火石的一瞥间，白软只捕捉到了一抹温柔的笑意。实际上郎静风是板着脸的，仿佛在和假期拉他出来做义工又不肯给奖励的白软生气，但白软仍然觉得郎静风是笑着的，笑意像蜜糖融在水中般散化进他的神态中，丝丝缕缕淡金色的甜勾缠着眼角眉梢。于是接下来无论他摆出什么表情，表情下方都涂抹着一层微笑的底色。白软一怔，心里泛起一丝说不上是什么的感觉，他本能的觉得不对，急忙把它挥散。看我呀，躲什么呢？郎静风又凑近些，非让白软看看他有多憔悴不可。哥这辈子第一次写作业写到凌晨2点，都是为了你，你一点表示都没有。哥什么哥？白软小脸一沉，还有什么叫为了我学？高3给你换个班主任，你就不学了还是怎么的？郎静风斩钉截铁：你教哪班我就转哪班去。白软好笑：我教高1去，你转吧。郎静风也乐了：行，反正也不是没留过级，我回高1正好从零开始打基础。
白软被他弄得没脾气，话锋一转，正色道：“这话我说过很多遍了，你学习是为你自己，为了你自己将来能考上好大学，有个好前程，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别总觉得你是为老师学，心态一定要放端正。”我真是为你。郎敬峰反驳到半截，打住，纵容的一笑道：“算了，我知道错了，白老师说的都对，一起看场电影去呗。我作业真都写完了，剩下全是不会的。”看电影？白软眉梢抽搐，简直不知道这小狼崽子脑袋里在想什么。男老师和男学生一起去看电影，听起来虽有些诡异，但毕竟都是男的，所以比起避嫌，白软倒是更担心在黑暗密闭空间内与狼妖近距离接触1个多小时，自己会不会昏死在电影院里。答案是很有可能。不去。白软果断拒绝。我和你一起看电影，像话吗？这有什么？郎敬峰皱了皱眉，随即开始亲情卖惨。就前段时间上映的一个片，前2部我都看过，一直盼着这第3部，天天千防万防，防着有人给我剧透，习都学不进去。白软立刻反应过来，郎敬峰说的是哪部？这部片他也很感兴趣，不过平时工作忙，一直没机会看。这片子在国内讨论度极高，再不抓紧看，怕是都要被剧透光了。而且我也没个女朋友。郎敬峰含笑道：“自己去挺尴尬的，要不我现在去找一个，让他陪我看。”在老师面前说想交女朋友，二中这么混的学生1000个里也挑不出一个。白软气结，激动的一连串训斥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里，找什么女朋友？你开玩笑的。郎敬峰咬着嘴唇笑了笑，声音压得很低：“我错了，白老师，那我不找女朋友了，你陪我看行吗？”白软胸口快速起伏着，还是气鼓鼓的。郎敬峰见状，紧着认错道歉，语言态度皆是诚恳无比，唯独神色中透着一股在哄恋爱对象的味道。可白软没正眼看他，没察觉出不对，几轮被哄下来，气也就消了。行不行，白老师？郎敬峰死缠烂打：“你要是不去，下周我不出来了。”哎，白软被磨得没了脾气。下周日，他也给郎敬峰安排了功德1日游。站在白软的立场上看，他认为郎敬峰应该服从自己的安排，不该提条件，毕竟白软是真心为了他好。可站在郎敬峰的角度仔细想想，郎敬峰原本就吊儿郎当惯了，突然间又要他发奋学习，又要他牺牲休息时间出来做志愿者，他有情绪，想放松一下也是情理之中。郎敬峰好不容易有心改邪归正，作为老师也该适当配合他的步调，如果上来就拼命加压，再把他的逆反情绪重新给激出来了，不是得不偿失吗？白软思忖片刻，决定破个例，道：“知道了，就这么一次，下周肯定不行。还有，电影票我买，不然就算了。”行。郎敬峰一口应下。白软掏出手机订了2张电影票，订票全程都谨慎的不让郎敬峰看见自己的手机屏幕。半个小时后，白软略感别扭的和郎敬峰来到电影院。白老师，你坐一下，我去买点吃的。郎敬峰指指取票机附近的一排小沙发，扭头跑了。过了一会儿，郎敬峰一手捧着一桶爆米花，指头勾着装可乐的塑料袋，和白软一起走进放映厅。白老师，郎敬峰这会儿倒是一口一个老师叫的欢实，仿佛是在享受事实上只存在于他幻想中的禁忌之恋的快感。在哪排？倒数第2排，8号。白软淡定道。郎敬峰一点头，往后走去，白软却兔子一样呲溜一下窜到正数第4排去了。郎敬峰的脸色顿时变得有点精彩。白软刚在第4排中间坐稳，郎敬峰便追着挤了进去，神色有些阴沉，低声道：“白老师，你故意这么选的座？”白软耷拉着眼皮不敢看他，沉默片刻，道：“对。”郎敬峰又爱又恨的盯着白软那副不敢抬眼看人，明显是在不好意思的小模样，憋得直磨牙。白软警惕道：“你别坐过来，要不我就走，我们坐远点，各看各的，你也放松。”郎敬峰盯视白软良久，见白软只是执拗又害羞的低着头，只好郁闷的长出一口气，转身走开，但过了一会儿又走回来了。
白软闻着郎劲风的妖气再次靠近，身子一僵，心想干脆跑路算了，下周郎劲风实在不出来，他就摊牌。他正想着，郎劲风那隐隐蕴着无奈和纵容的腔调忽然在他身侧响起，原味的，焦糖的。白软机械的一扭头，看见郎劲风正抱着2桶爆米花站在旁边，看起来没有挨着白软坐下的意思，只俯身把一杯冰可乐放进白软手边的杯架里，像个英俊的适应生。我都行，谢谢。白软松了口气，心底泛起一抹错怪了对方的愧意与暖意。郎劲风把右手的爆米花桶放在白软腿上，用贪馋又勉力克制的眼神用力盯了白软一眼，转身回自己的倒数第2排坐好。小白老师也太爱害羞了。电影开场，郎劲风缩在后排懒懒的咬着吸管，放纵自己胡思乱想，电影演了什么几乎都没看进去。第二天周一下午第2节是体育课。今天4班的体育课从各科老师手下逃过一劫，绝地求生，顺利吃鸡。体育老师充分理解同学们把体育课当放假的心情，组织全体同学绕操场慢跑2圈后，便宣布自由活动。白软在办公室检查周末布置的语文作业，初夏煦风轻送，白棉布窗帘不断鼓起落下，在办公桌上铺满变幻的光影，有篮球落地的声响稀稀落落的从操场传来。一切都很和谐，直到班长陈然满头大汗的冲进办公室。怎么了？白软被陈然的表情吓了一跳。沈家涵晕过去了。陈然喘了口气道，校医也弄不醒，已经打120了。我去看看。白软把手上东西一撂，疾步朝医务室走去。沈家涵是白软班上的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容貌姣好，性格文静，还是艺术特长生，有钢琴10级证书，是个相当优秀的女孩子，成绩常年稳定在班级前3，白软对她抱有很大期望。医务室里，沈家涵躺在诊疗床上，面容惨白如纸，几个与他要好的女生围在床边。门口，郎劲风倚着门框抱怀站着，英气的眉微微拧着。见白软来了，郎劲风的神色立即舒展开，唇角一翘，道：白老师。跟过来的陈然立刻补充说明，郎劲风把他抱过来的。做得很好。白软冲郎劲风略一点头，快步走到校医面前，匆匆扫了沈家涵一眼，问：徐老师，我学生怎么了？专业技术水平颇为可疑，日常工作只是给摔倒磕破皮的学生上药，与向拉肚子的学生提供止泻药的校医骚骚光可见人的头顶，嘟嘟囔囔道：我问跟他在一起的这几个女生吧，都说他晕倒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这个校医正说着，外面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救护人员先给沈家涵进行了初步生命体征检查，白软利用这个时间给沈家涵父亲打电话通知情况。几分钟后，沈家涵被送上车，救护车最多只能上1名家属，白软作为班主任跟车陪同，把几个急得转圈的女生劝回去上课。郎劲风全程都沉默不语的跟在白软屁股后面，一路跟出校门，像只大型犬。你快回去上课。白软撵他。白老师。郎劲风看看他，我是背他去医务室的。白软一怔，被这句话弄得有点迷糊。不然呢？郎劲风笑笑，没不然，我回去上课了。白软一头雾水地上了救护车。到了医院，白软跑前跑后的为沈家涵办理就医手续，垫付检查费用，忙得脚不沾地。没过多久，沈家涵父母赶到医院，两人对白软好一通感谢。沈爸爸手忙脚乱的把白软垫付的费用转给他。别太着急，可能就是低血糖。验血结果还没出，白软见沈妈妈一副丢了魂儿的样子，心下不忍，温声安慰道：上个月2班有个女生就是减肥不正经吃饭，升旗仪式的时候在操场上饿晕了。沈妈妈一愣，随即飞快点头，连连附和道：对对，家涵就是总说自己胖啊胖的，在家晚上就不爱吃饭。沈家涵家里的情况白软很了解，普通工薪家庭，只是温饱无忧而已，但父母却省吃俭用给女儿买钢琴，请老师，从小到大寒暑假补习班从来不落下。沈家涵中午不吃学生食堂，自带他妈妈做的盒饭，
白软有2次午休时碰巧在教室看见他吃饭，那盒饭做的相当精心，比起曾经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日本妈妈爱心便当也不逊色。这对夫妇的条件很普通，却愿意倾尽全力让女儿做个小公主。抽血化验结果出来后，沈佳涵被直接喊去做骨穿，这是一个有些危险的信号。夫妇2人紧张的抛开白软，在诊室里逮着医生不住的问。沈佳涵的几个姑姑舅舅之类的亲戚也陆续赶来。白软帮不上什么忙了，加上学校还有工作，骨穿结果出的又慢，便自己坐车先回到学校。回学校后，白软向同学们说明沈佳涵要请几天病假，并叮嘱沈佳涵的同桌记得帮他保留这几天各种课堂、小册和作业的卷子，对沈佳涵的情况可能有些严重的事情绝口不提。那几个和他关系要好的女生来问时，白软也轻描淡写的表示应该没什么问题。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由于期中考试近在眼前，这段时间4班的学习氛围很不错。周六下午最后2节课是自习，白软坐在讲桌后监督。自习上到一半，白软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没直接进班，而是惯例埋伏在后门抓溜号的。令白软欣慰的是，班上没一个学生在做小动作，连郎静峰都是一脸不耐烦的叼着笔杆，恶狠狠的瞪着面前本子上的习题。他在草纸上刷刷写了几笔，焦躁的顿住，抽出教科书，哗啦啦翻了一气查公式，查完又臭着脸埋头演算起来。上次去做过义工后，郎静峰的副功德又淡了一点点。白软用农民伯伯望着庄稼苗的喜悦目光，望着茁壮成长的小狼崽子，心里满满的全是成就感，唇角不受控制的扬起，露出一个老父亲般的微笑。长相使然，即便白软笑得再和蔼可亲，看起来都没有长辈范儿。浅浅的小梨窝衬得他阳光又可爱，还有点甜。这时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的郎静峰猛地一扭头，正正迎上白软的视线。白软僵了一瞬，被这充满攻击性的一瞥吓得扭头就走。郎静峰的邪火蹭的一下就被撩起来了，躁动的题都读不下去。几秒钟后，白软从教室正门回到讲台上，在讲桌后坐好，继续整理教案。他的表情一本正经，连看都没多看郎静峰一眼，仿佛方才笑得又甜又软的那个人并不是他。还庄。郎静峰一阵呼吸不畅，一把扯松领带，又解开2颗领扣，恨不得立刻把白软叼回狼窝里扒光了，粗暴的揉搓亲热一番。对动物而言，交配是无比自然的事，不龌龊下流，不需要隐藏欲望，更无需你来我往相互试探。如果动物需要像人类一般在交配前把互聊、告白、正式交往、增进了解、确定真爱、决定交配这一波流程走一遍，地球上的很多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这些弯弯绕绕是人类专属。郎静峰目光炙热地盯视着讲桌后的白软，幻想着白软不是规矩一箩筐的人类，而是与自己一样的妖怪。如果是那样，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很多。呼，被不切实际的幻想折磨了许久，郎静峰吸足一口气，缓缓吐出：白软是人。大自然的那一套野蛮逻辑对白软不适用。郎静峰狠狠闭了闭眼，告诫自己一切都要按人类的规矩来。体内燥热的血液逐渐降温，郎静峰缓了缓神，郁闷地将额发向后捋了一把，甩甩头，继续纠结之前写到一半的数学题。放学铃响起，自习结束。沈佳涵已整整1周没来上课。白软前2天向沈佳涵父母了解过情况，得知骨穿结果并不乐观，今晚白软准备去医院探病。40分钟后，白软提着2袋水果来到沈佳涵的病房。沈佳涵病啧啧的半卧在病床上，短短几天不见，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皮肤如无机质的玉石般透着病态的青白色，身子也消瘦了，整个人就是细丁丁的一把，仿佛一个不小心就会从病号服宽大的领口中露出来。白老师您来了。沈妈妈热情的一笑，又大着嗓门调动起乐呵呵的语气招呼沈爸爸，合力往沈佳涵后背垫枕头。佳涵，白老师看你来了，快坐起来点儿。如果不是他眼皮残存的少许浮肿拖累了他的演技，这欢快的语气和表情完全可以令在场的人相信他女儿的身体确实没什么大问题。白老师。
沈家涵冲白软笑笑，眼底湿润透亮，像含着一汪水。只这一眼，白软就知道沈家涵已经明白了，一种高发于年轻人的恶性血液病10万分之几的小概率事件，偏偏落在他头上。白软没说别的，只叫沈家涵不要着急，安心养病，学校落下的课程等身体痊愈了再补云云，程式化的安慰了一番，好像他确实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学校正常上课一样。沈家涵也不戳破，只虚弱的应着，一家3口都在演戏，生怕对方难受。白软坐了10来分钟，起身告辞，沈家涵躺着休息，他的父母一起送白软出去。3人走出一段距离，才开始在走廊里低声讨论沈家涵的病情。白软看了沈家涵的检查报告和病历本，他得的是一种急性血液病，需要尽快进行化疗，将来或许需要骨髓移植。父母2人说着说着便开始哽咽，短短几天，他们都被这个噩耗折磨得焦哭了。白软看得心里一阵酸楚，温声安抚了他们好一会儿，又表示如果需要学校可以组织募捐。最后2人怕出来太久，女儿会起疑心，抹干眼泪相携走向病房的方向。在沈家涵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的身形佝偻的像2个老人。回到家后，白软惯例清理兔笼，给兔宝宝们做晚饭。忙完这一通，白软抱起一只已开零食的兔宝宝，瘫在沙发上，把那温热绵软的一小团搂在怀里，用手指一遍遍缓缓梳理过兔宝宝雪白的绒毛。兔宝宝也礼尚往来，伸出红软的小舌头舔弄白软的指尖。白软坐在沙发上发着呆，当他意识到时，兔宝宝已经全在他怀里睡着了。白软小心翼翼地捧着手里的小毛团，把他送回笼子，随即一头扎进书房，打开书架，从一排老旧的戳一下就掉纸扎的线装书中抽出一本，轻轻放在桌上摊开。其实他有办法救沈家涵，这是云清留给他的众多古籍中的一本，其间记载了一种可起死人肉白骨的道术，难的是施术者需要透支大量妖力或灵力。透支指的是这法术需求的妖力极大，寻常施术者就算把自己榨干了也使不出，故而只能向未来借力。白软用了这法术后，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妖力都会大幅削减，这其实和贷款买房的原理差不多，可以理解为贷款施法。这法术需求的妖力与被施救人的病情严重程度有关，沈家涵的病刚查出来，现在救，往后白软每日用来还贷的妖力应该还在他的承受范围内，而若是拖到沈家涵生命垂危再去救，消耗的妖力可能就要翻许多倍了。和房子便宜时不去买，拖了2年发现首付都交不起了，又是一个道理。白软掐指计算一番，救过沈家涵后，他的妖力要折损不少，这折损少说也要持续1-2年，再加上防狼用的风窍符，这2年内白软的妖力会相当紧缺，一些厉害的法术肯定用不了，而且维持人形时也要精打细算着消耗妖力，在外面要时刻提防原形毕露。不过这么点不方便和学生的命比起来是不值一提的。作为一只威武雄壮的雄兔，在白软眼里，他带了将近2年的这些学生都像他的小兔子一样，雄兔大家长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小兔子们，不然就不是合格的雄兔了。救治沈家涵的法术威力强大，步骤自然也繁琐，需在以沈家涵为中心的修、生、伤、死、度、景、经开8门方位，布置8张符咒，以妖力强行逆改8门气运流向，将能量尽数导入生门，以滋养阵眼中的沈家涵。由于8门气眼溢出的能量性质不同，每张符咒的画法与制作材料也不同。当晚，白软用圆珠笔在草稿纸上练习符咒，练到深夜。第2天周日又早起去当地最大的杂货批发市场买画符用的各种草药、矿石、颜料，还在家楼下的小饭馆收购了些雄鸡血。东西备齐后已是下午，白软一头扎进小书房，狂搞封建迷信活动，用云清传给他的小磨盘将各种草药瘦骨磨碎，矿物丢进臼里捣成粉，与颜料混溶，调和出8种各不相同的墨水。万事俱备，白软正要开始画符，手机忽然响起微信提示音。郎劲峰，白老师，今天不用学雷锋吗？白软一怔，这才想起自己上周给郎劲峰安排了功德1日游，然而这几天沈家涵出事打乱了他的计划。
白软一想起郎敬峰，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救死扶伤是大功德，让一个沈家涵从重病中痊愈，比喂饱1000只鸟还有用。白软的功德早就离天谴线远远的了，多些少些都无所谓。但如果能把这一大笔功德回向给郎敬峰，白软以后就不用再拉着小狼崽子到处刷功德了，简直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想到这，白软面露喜色，打字道：这周我有事，用不用继续下周再说？郎敬峰，什么事？白软一窘，你问这干什么？郎敬峰，不干什么。白软没再回复，回身打开书架，又抽出2本古籍，翻找回向功德的法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老师，白软平时没太多机会用法术，多年前学的那些东西早就还给师傅了，总得现用现查。白软埋头翻着书，几分钟的安静后，郎敬峰憋不住似的又发来一条：白老师今天和别人出去了吗？白软一头雾水，迷茫的回复道：没，我是去批发市场买东西，怎么了？郎敬峰，闲着没事儿随便问问。白软嘴唇抿成一线，飞快敲字，闲就去写作业，会写的写完了就自己找题做，实在不知道做什么，还可以背背英语单词、化学反应式，后天就期中考了，抓紧时间。郎敬峰秒回：知道了，白老师，这就去。白软欣慰的笑笑，把手机放在一旁，继续翻找回向功德的法术。学生无故追问老师周末行踪，其实是有点没大没小了。白软性格温柔随和，在情感上并不排斥学生把自己当成大朋友，唯一怕的只是学生和自己没大没小惯了以后管不住，所以如果换成别的学生这么找白软闲聊，白软可能不会理睬。不过郎敬峰算是个例外，他自打转学以来对白软就一直是这么没大没小的态度，但这也没影响他改邪归正，而且郎敬峰在其他同学在场时都很给白软面子，所以白软就特殊学生特殊对待，对郎敬峰的散漫语举较为纵容，只要他愿意好好学习，私下里随便一点白软也不生气。很快，白软翻到了功德回向的法术。这是个小法术，不费什么事儿，唯一的难点在于需要引导物。简单来说，就是得让功德知道自己该找谁去。引导物可以是被回向者的鲜血1碗、毛发3钱，或是沾满被回向者妖气或灵气的贴身物品，前2个都不太好到手，鲜血不用想，毛发1根还差不多，3钱约等于15克，难度也比较大。唯独第3个相对来说倒好办，校田径队每周1、3、5下午组织训练，想去更衣室里顺件衣服应该不难。明天看看情况，实在弄不到再摊牌，能避则避。白软想着，安下心来，继续画符大业。周一下午自习课，郎敬峰照例去参加校田径队训练。白软在办公室窗边向外眺望，确认高2年组包括郎敬峰在内的10个队员已在操场整装集合后，白软暗搓搓的溜到1楼。田径队的男更衣室门关着，但没锁，毕竟里面除了换下来的校服就是运动服，没什么值钱东西，生化武器倒是管够。白软一进更衣室的门，险些被迎面来的汗酸味扑个跟头。白软皱着脸蛋，在毒气室中循着狼妖的味道搜寻郎敬峰的衣服。2中的更衣室衣柜没门，而是一个个用木板隔开的开放式隔间，隔间上层用来挂衣服，下层则是矮柜，学生可以坐在矮柜上穿鞋。在被淹入味之前，白软顺利找到了郎敬峰的隔间，隔间上层挂着郎敬峰的校服衬衫和长裤，下面坐人的矮柜柜顶上则胡乱堆着2件田径运动服，看起来明显是穿过的，估计郎敬峰是打算攒2套脏的一起带回家洗。白软俯身把鼻尖贴近那运动服闻了闻，一股凛冽的妖气立刻钢针般刺痛了白软的神经。确认无误，白软从裤兜里翻出塑料袋和一次性手套，挑起一件劲爆妖气的运动背心，装进塑料袋，扎紧袋口，看起来非常像一个软糯可爱的死变态。偷完衣服，白软风一般冲回办公室，把小袋子塞进公文包，和另一个装着8张符咒的文件夹并排放在一起，自觉这事儿干得天衣无缝到极致。40分钟过后，自习课下课，郎敬峰也结束了训练，回更衣室换衣服。郎敬峰嗅觉敏锐，平时每次进男更衣室都觉得鼻子疼，连大气都不敢喘，
可此时此刻，他却一反常态的蹲在自己的更衣柜前，警犬似的抽动着鼻尖，嗅个不停。进门的一瞬，他就闻到屋里有股不一样的味道了，虽然极微弱，但和充斥着整间更衣室的汗酸味区别太大，过儿一下就被郎静峰分辨出来了。嗅觉普通的人绝对无法理解这种敏锐，是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干净香软的小动物味，白软的味道。郎静峰蹲在衣柜前闻了闻，又吸着鼻子，一路慢吞吞的走到门口，绕到门外，弯着腰嗅嗅门把手。干什么来了？郎静峰眉毛一挑，笃定的同时也略感困惑。他回到更衣室，脱下运动服，用毛巾擦汗，套上校服，换好衣服。郎静峰抓起今天和上周五穿脏的运动服，打算晚上一起带回家洗。然而手中脏衣服的数量似乎不太对。郎静峰动作一致，猛地抖开手里的3件衣服，瞳仁骤然一缩，少一件背心。明明训练前还在。白老师，郎静峰躁动的牙根痒痒，恨不得逮个队友咬一口。都是成年人了，偷别人穿过的衣服是几个意思，用屁股想都知道。他仿佛已经看见运动背心质地柔亮的布料附在某个精神昂扬的小东西上，被白软抓着律动的画面了。幻想画面中的白软与郎静峰转学第2天在男厕所撞见的白软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红着一张好看的脸蛋，眼底水蒙蒙的，胸口飞速起伏，神情羞怯却又掩藏不住难耐的欲望。郎静峰狠狠咬着嘴唇，想用疼痛遏制一下笑意，却没成功，最后还是笑着骂了句：操！峰哥怎么了？一个队友听见，随口问了句。郎静峰满面春风：我丢件运动服。队友用难以言喻的目光看他一眼：哦，丢东西怎么笑得跟晚上有炮打似的？有病吧这是？另一边，对小狼崽子濒临疯狂一事毫不知情的白软已离校前往医院，打算今天就把沈家涵救回来。虽说沈家涵的病采用常规手段治疗并非毫无希望，可是一来即便能找到配型合适的骨髓进行移植，痊愈的概率也不是很高；二来就算100%能治好，治疗过程中沈家涵也要遭受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且治疗费用会令他们倾家荡产，原本前程大好的沈家涵也很可能前途尽毁，所以白软没有寄希望于常规医疗手段的打算。白软到医院时正是饭点，病房里沈妈妈捧着一碗热粥吹着，沈家涵脸色比起上次见又差了些。白软与沈妈妈寒暄几句，便打开公文包，抽出一沓沈家涵同桌这一周帮他传的卷子以及各科课堂笔记复印件，一股脑递到沈家涵手上，很欠揍地道：陈然的笔记我看了，记得不错，你抽空看一看，不然过段时间你回学校要跟不上进度了。沈家涵笑得有些苦涩，轻声道：我知道了，谢谢白老师。沈妈妈还当白软是在给沈家涵精神安慰，向白软投去心酸又感激的一瞥。白软冲他笑笑道：麻烦你，我有些口渴，能帮我买瓶水吗？沈妈妈忙不迭地放下粥碗，出去买水。沈家涵垂着眼帘，一页页翻弄着手中的课堂笔记，眼眶泛红。他住的是多人病房，病房里除他之外还有2个病人，都是垂暮之年的老者。此时一个躺在床上呻吟，一个昏睡不醒。白软趁着没人留意自己的当口，一俯身从脚边公文包里掏出准备好的文件夹与塑料袋，手速飞快地把它们塞进床头柜下面。沈家涵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虚弱地转过头，白软却已直起腰，神情一派温和从容，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干。很快被支开的沈妈妈买水回来，白软拧开瓶盖喝了几口，又对沈家涵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的鼓励，便起身离开。离开医院时是6点，白软先坐车回家，和兔宝宝们共进晚餐，偷吃了好几口宝宝们的苜蓿草，陪他们玩到8点。看时间差不多了，白软坐车回医院，走进住院部大楼4楼的一间南侧，锁好隔间门，并开始脱衣服。沈家涵住的是3人病房，3位病患加上出出进进的护士亲属，人多眼杂，白软不能大大方方的在病房里施法，必须等到夜半3更，病人与陪护都睡了，才能悄悄出手。
这家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是到晚上9点，9点之后住院部大楼白软可以随意出入，但病房不行。9点一到，护士就会去各个病房检查有无滞留人员。白软一个大活人，想在病房躲到半夜显然不可能，要以陪护家属身份光明正大的留下更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成巴掌大的圆形，偷偷溜进病房藏起来，半夜再出来搞事。白软脱得光溜溜，把衣物叠好，放进预先准备的塑料袋，将袋子挂在侧隔内墙的挂钩上，身体微微一晃，人身倏地消失不见，唯余一个毛茸茸的白团子窝在鞋子里。变回圆形的白软跳出鞋子，跃到事先铺好的一块一次性塑料布上，那块塑料布上面放着2双袖珍小白鞋。这些白兔毛材质的毡鞋是云清送给白软的，式样精致可爱，又结实又保暖。白软动作娴熟的穿上4只兔子鞋，这才敢踩男厕所的地。白软成精后，生活习惯越来越像人，5岁开始就知道地上又凉又脏了，变成圆形时也吵着要穿小鞋子。云清无法，就哄着自己一个心灵手巧的师哥给白软做鞋，还讲好让师哥每年都新做2套给白软邮去。结果这么多年过去，白软每年过春节都会收到来自师伯的包裹，前些年他还要自己去邮局取，这几年都是顺丰快递了。师伯的新年包裹中总有2套8只自制兔子鞋，还时常附带来自各地的特产，具体是哪里的特产，是师伯云邮到哪里而定。白软以前不知道师伯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他记得师伯手巧，但脾气臭得吓人。白软小时候经常听见师伯和云清师傅吵架，大抵还都是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云清师傅今天多看了一眼来道观上香的漂亮女人，师伯就会斥云清心术不正，动辄翻脸3天3夜。云清不一口一个好师哥亲师哥的哄着他绝对不会消气。白软年幼时还以为师伯是真的看不惯师傅，直到长大才渐渐品出些不对劲。白软摇摇头，挥散不着边际的回忆，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确认男厕所里目前没有人，才一矮身子从隔间门下方的空隙中钻出去，穿着4只小白鞋蹦跳着溜出厕所。探视时间还没过，住院部人来人往，白软先贴墙根溜到离厕所不远的护士站，绕到护士站里面，在桌台下角落中缩成一只兔球。等了一会儿，有护士推着医用推车经过，白软便闪电般窜出，敏捷而无声的跳到推车下层。下层上放着2个装医疗垃圾的空桶，白软便蹲在2个桶间的空隙中搭顺风车。护士去病房看护病人，小车路过沈家涵的病房，房门正巧没关，白软便抓紧机会跳下车，一溜烟窜进病房，钻到靠墙的那张病床底下，在墙角再次缩成兔球。没被发现。时间1分1秒的流逝着，探视时间很快便过了，住院部安静下来。又1个小时过去，病房灯灭了，走廊灯光透过门上的小窗，在地上印下4边形的亮块。白软不时把小脑袋探出床底侦查情况。2个老年患者都睡得早，沈家涵瘫在床上摆弄手机，摆弄了一会儿，也缩进被窝里睡了。白软谨慎的等，又过了不知多久，觉得沈家涵应该睡熟了，才从床底溜出来，充满力量的白团子一跃而起，飞落到沈家涵床沿。白软蹭到床头，盯着沈家涵看了一会儿，又伸出前爪在床头的水杯上敲了几下，见沈家涵毫无醒转迹象，才跳下床，把软乎乎的小身子挤进床头柜底，咬住文件袋和装郎静风衣服的塑料袋，把它们依次拖出来，又用灵巧的爪子把2个袋子弄开。随即白软忍着害怕，咬住郎静风衣服的一角，把它拖到床底沈家涵身体的正下方，又拱进敞口的文件袋里，叼起一张符纸放在郎静风的衣服上方，让这张符来引流功德。功德阵不好，白软又分别叼起剩余8张符，蹦跳着把它们依次贴到以沈家涵为中心的8门方位。4张符纸贴在4条床沿正中，另外4张符纸则贴在4条床腿上。这些符本身都是普通的黄表纸，背面没有粘胶，却都在白软松嘴的一瞬牢牢附着在固定的位置上，看起来就是被一股无法感知的强大气流顶住了一样。8门方位符纸已定，小白团子再次腾空而起，落在床沿，撅着圆尾巴爬到沈家涵身上，一双红宝石般漂亮的大眼睛眨了眨，随即目光陡然一厉。
顷刻间，白软周身妖力暴涨，未来2年份的强大妖力以白软与沈家涵为中心，洪流般灌满整间病房，密度极大的妖气焦灼粘稠如液体，他们强势的侵占着病房的每一寸空间，窗帘被无形的力量死死固定在窗户上，床头柜上的水壶发出滋滋的细小锐响，颤抖着在柜面上平移，病房房门被挤压的微微膨出，木质纤维断裂破碎，发出哔哔啵啵的轻响，连另外2张病床上的老太太都被推着缓缓移向床边，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在妖力达到峰值的一瞬间，7门能量尽数被妖力牵引着，拉壮丁似的被强行汇聚到沈家涵的生门，贴在床沿与床腿上的8张符纸，在强大的足以影响到物质世界的能量流的抚弄下，无风自动，树叶般沙沙作响。7门能量逆转完毕，白软人立而起，双爪合十，目光凌厉，张开3瓣嘴，气势雄厚的低吼一声：“击！”急急如律令。吼声落定，镇守8门的符纸同时腾起8团青白火焰，眨眼之间，8张符纸便被青火吞噬一空，连撮纸灰也没剩下。而在符纸燃尽的一刻，房间中潮水般汹涌的妖气也霎时消散的无影无踪，除了一只累得在被子上瘫软成一薄片的小白兔之外，病房里安静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呼呼，白软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全身上下的力量皆被刚才的法术抽得一干二净，别说4条腿，他现在连耳朵都立不住，2只柳叶似的小耳朵无力的耷拉着，4腿和身体软塌塌的平摊着，远远看去就像一只被摁扁的兔饼。沈家涵被来自生门的强大能量滋养着，惨白面容渐渐泛起健康的红润，睡梦中的呼吸也变得绵长有力起来。这法术效果立竿见影，相信用不了几天沈家涵就能出院。至于这奇迹般的痊愈要如何解释，就不在白软的考虑范围内了，最坏不过是被多抽几管血，多做几轮检查配合研究，顶多再加上被各路记者轮番炮轰采访，而这些与恢复健康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事儿了。白软休息了一会儿，妖力与体力都有少许回流，他跳到沈家涵枕边，蹭掉一只小白鞋，伸出一只干净柔软的兔爪爪，很有长辈风范的在沈家涵头上轻轻抚了抚。沈家涵若有感应，眼皮微微颤动，却没睁开，只小声呢喃道：“白老师。”白软穿上脱掉的小白鞋，一转身跳下床，把装东西的袋子丢进纸篓，又把郎静峰的衣服顺窗抛到楼下花圃。清理完证据，白软又在病房里歇了会儿，攒足了够变人形的妖力，才一路贴墙根跳回男厕所，全程没有被人发现。在侧格里变出人形，穿好衣服，白软大大方方的走出住院部大楼，绕到花圃，捡起郎静峰的衣服装好，坐车回家。第二天，学生们迎来了为期2天的期中考试。郎静峰没被分到白软监考的考场，白软又惦记着要看郎静峰的功德有没有提升，于是第1科语文考完后，白软来到郎静峰所在的考场教室找人。考场里，学生们闹哄哄的讨论着语文考题。走廊窗边，郎静峰双手插着裤带，倚墙而立，挺拔高挑的身材很是惹眼。在见到白软的一瞬，郎静峰脸上的倦懒神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怎么看怎么有点坏的英俊笑容。白老师好。郎静峰站直了，迈出一步挡在白软身前，明明是在向老师问好，却硬是问出了一种拦路打劫的效果。好。白软略一点头，将郎静峰周身扫视了一圈，眼神很亮。缭绕在郎静峰周身的深灰色负功德，在一夜之间如被水洗过一般，变成一种极淡的颜色，像香烟抖落的烟灰，浅浅的，近乎透明。长这么多，成了！白软喜悦不已，压抑不住的笑意喷涌而出，露出2枚小梨窝。郎静峰一怔，也笑了。走廊人多眼杂，他也不好说什么过分的，只用带着丝调情意味的腔调问：“怎么了，白老师？看见我高兴成这样？”白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迅速敛起笑容，岔开话题：“语文答得怎么样？”“还行，答上来不少。”郎静峰笑笑，就是不知道对错。白软点点头：“好，下科继续努力。”说完正要走，郎静峰忽然叫住他：“白老师。”白软转身，
什么事？郎静峰犀利的目光扫过白软略显青黑的眼圈，明知故问道：看你有黑眼圈，晚上没睡好。白软昨晚到家已是后半夜，今早起来脸色有些憔悴，这东西骗不了人。白软干脆大方承认，并趁机敲打郎静峰道：对呀，备课备到半夜，以后语文课看你在溜号的。备课？骗鬼呢？郎静峰喉结滚动，用热得发烫的目光扫视着白软。这位小白老师如往常一般，仍害羞的垂着眼帘，不敢和他对视。身上的衬衫漂洗的洁白，领扣袖扣接系的一丝不苟，西裤裤线熨烫的笔直平整，尚带几分学生气的面容显得清纯无辜，整个人干净的像是从心血中脱出来的一样。郎静峰一想到这副纯情模样的白软背地里却是个，就会被欲望灼烧的发痛。知道了，白老师。郎静峰嗓音微微阴哑，以后肯定不溜号。白软点点头，转身走了。郎静峰用狼丁猎物的眼神死死盯着白软被腰带收束的细瘦的腰身，妄念翻涌，不受理性控制的猜测着白软是天生就如此表里不意外纯内浪，还是交了男友后才被哄诱着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如果是后者，郎静峰想着想着，蓦地腾起一股无名火。到底哪个傻逼？肯定他妈一脑袋黄色废料！郎静峰恨得直磨牙，提前以现男友的身份吃了一波前男友的飞醋。2天期中考试结束，老师们纷纷投身判卷事业不可自拔，备课上课批卷批作业。白软这几天忙得心力交瘁，连下班回家都背着一后摞卷子。看出白软这几天根本没空搭理自己，郎静峰也很配合的压着火，没去撩拨白软，自动自觉听课训练写作业，一点不给准男友找麻烦。学习这件事是基础越差，杀下心来学一学，进步就越明显。吊车尾多考10分比尖子生多考1分简单的多，郎静峰对此深有体会，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学起来也就有动力，而越有动力，进步也就越快。处于良性循环中的郎静峰开始觉得学习没那么痛苦了。1周时间很快过去，周六这天，白软收到2个好消息，一个是沈爸爸来电话说沈家涵病情突然好转，全身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下周1就可以回来上学了。另一个是郎静峰的期中考试成绩比白软想象中好得多，班级排名虽然是吊车尾，毕竟省重点的学生都不是草包，没可能1个月不到就随随便便就被外校转来的学渣反杀，但卷子答得不错，尤其是语文，白软觉得郎静峰该会的题他果然全都答上来了。成绩单发下去后，白软怕郎静峰觉得好不容易努力了半个多月，却仍然吊车尾会心生气馁，便把郎静峰叫到办公室，大大鼓励了一番。排名和分数目前不重要，我们不看那些。白软打开做事电风扇，吹着郎静峰，把他的考卷摊放在桌上压好，用笔圈点着：你的进步我能看到，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些我最近上课讲过，你都答对了，这说明你的学习有成效。白软热火朝天的分析郎静峰的卷子，郎静峰在一旁嗯嗯的应着，声音很温柔。对了，白老师。被电风扇吹得有点冷的郎静峰忽然打断白软的分析。白软，怎么？郎静峰一笑，之前你说我如果期中考试进步大，可以答应我一个小要求，还算数吗？白软不假思索道：当然算数，你说吧，但是我得能办得到。郎静峰的视线扫过白软开开合合的嘴唇，又扫了一圈办公室，高2年组的班主任这会儿几乎全在。还没想好，先欠着吧。郎静峰攥紧拳头，强按住低头尝尝那2瓣嘴唇的冲动，低声道：哪天的？白软浑然不知这头狼崽子在惦记着什么欺师灭祖的东西，心里满满的全是成功改造吊车尾的成就感。当晚放学后，郎静峰带着各科期中考卷与成绩单回家。成绩单要求家长签字，万年帮郎静峰伪造父母签字的张婆听说成绩出了，正摩拳擦掌准备帮小少爷蒙混过关，却听郎静峰问了句：我妈呢？张婆宽慰道：和你史姨出去逛街了，不用怕。史姨是一个尸妖，是郎妈妈姐妹团的固定成员之一，和郎妈妈一样，也是一位优秀的女企业家。她家里养着一个成天屁事儿不干且发量浓密的尸妖老公，十分符合自然规律。
郎敬峰哭笑不得，没怕，我这回考的还行。张婆做梦也没想到自家小少爷居然会有考的还行的一天，喜得那只单眼直冒绿光，搓着手往厨房一溜小跑。考的还行，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晚上张婆给你烤2条羊腿，那羊今天新宰的，可肥了。郎敬峰追上张婆，问我爸呢？张婆拾掇着羊腿，道：你爸晚上可回不来，单位有紧急情况，你那成绩单要签字就放桌上，等你妈回来，我跟她说。郎敬峰皱眉，什么紧急情况？你爸之前不是抓过一个人贩子吗？张婆手上活不停，去年跑过一次，昨天晚上又越狱了，你爸都忙疯了。郎敬峰的父亲郎远川在市公安局刑侦处工作，是一位在打击犯罪前线奋战多年的老刑警。10几年之前，警方的侦查手段不像现在这么高科技，郎远川靠着他那只比狗都灵的鼻子和野兽般敏锐的追踪，本能破获过多起疑难悬案，几度单枪匹马千里击凶，被不明真相的同事们起了个外号叫老狼，没几个人知道他其实真就是条老狼。张婆一提郎敬峰就想起来了，几年前本地出现过一个人口贩卖集团，这犯罪集团的高层骨干里有一个蛇妖，负责把被贩卖的人口往国外转运。3年前，这蛇妖在郎远川亲自督战的抓捕行动中被擒获，在监狱蹲了2年后，和团伙余党里应外合越狱了。刚自由没几天，就在准备偷渡出境时，被抓捕另一个走私嫌疑人的郎远川捎带手逮个正着，延长刑期后第2次被丢回监狱。这好不容易消停了1年，昨天又跑了，跑完还是郎远川去抓他，这一狼一蛇也算是死磕上了。你这段时间出门也小心点。张婆不放心的叮嘱自家小少爷，蛇那玩意儿可爱记仇，他不敢动你爸，说不定就得报复你。郎敬峰轻蔑的一笑，他要赶来找我，我正好帮我爸把他逮回去。你可不行那样，万一碰见他你就跑。张婆撇着嘴，絮絮叨叨的向蛇族开了一波地图炮，蛇都缺德，一条条的那损招损的我们都想象不到，他明面打不过你，他还不会赢你。要不我们郎家怎么世世代代都不和蛇妖打交道呢？不是我们心气高，是他们不值得交。郎敬峰被念得有点不耐烦，忙应道：行，我知道了。张婆喜滋滋的准备烤羊腿。当晚郎倩回来，看见成绩单上白软给郎敬峰的评语，喜得眉开眼笑，难得夸了儿子几句，并当场打钱以资鼓励。郎敬峰连续当了1个月好学生，没出去浪，实在憋不住，正巧第2天周日放假，便约起一群朋友出去玩。郎敬峰这些朋友都是郎倩和郎远川的朋友的孩子，一帮不学无术、横行乡里的食肉动物妖2代，有头发和他爸一样浓密的尸妖，健壮的能装下2个郎敬峰的熊妖，威风凛凛、霸气四溢的虎妖，以及只有虎妖在场才敢带着嗓门说话的狐妖，还有一只常年负责跑前跑后给大佬们摆台球倒饮料、拎书包分文不掏，跟着大佬们蹭吃蹭喝蹭玩的猎狗小跟班，字面意义上的一群狐朋狗友。郎敬峰和狐朋狗友们在外浪了一整天，打打台球、唱唱歌，酒吧坐坐玩玩牌，放松心情。1日平安无事。第2天周一，请了整整2周假的沈家涵来到办公室报道，白软一副什么不知道的样子，祝贺他康复出院，叮嘱他尽快补上这2周落下的课程。说着说着，早自习预备铃敲响，白软带沈家涵回教室，准备向同学们宣布沈家涵顺利出院的消息。2人一前一后走进教室，白软的目光不经意的扫过最后一排的郎敬峰，只一眼，他的笑容便凝固在脸上。浓黑如墨的傅功德蛛丝般缭绕在郎敬峰周身，色泽之浓郁，比起郎敬峰刚转学过来时也不相上下。1天不见而已，这小狼崽子居然又在天谴边缘疯狂试探了。杀人放火了吗？这是。白软脑子嗡的一声，嘴唇机械的翕动着，他甚至听不清自己说了什么，总之陈然带头鼓掌。沈家涵笑着对同学们点头致意，随即回到座位上，班级气氛很欢乐。白软在讲台上愣怔片刻，勉强定了定神，色声道：郎敬峰，出来一下。郎敬峰眉梢一扬，跟在白软身后走出教室。
白软引着郎静峰往3班走了几步，觉得班里同学应该听不见了，才猛地一转身，凶巴巴的质问道：“昨天干什么去了？”“上午写作业，下午和几个朋友出去玩。”郎静峰谨慎的观察着白软气得泛白的脸蛋，试图自救。对了，白老师，昨天忘问你用不用继续去福利院做义工了，连着学这么长时间，想放松放松，下周日我肯定记着问，别生气了。不是那个事儿。郎静峰不提还好，一提做义工，白软万般努力付诸东流的挫败感瞬间爆发，一秒气得鼓鼓的。你昨天还有周六晚上都干什么了？从早到晚每件事都给我汇报一遍。郎静峰两瓣薄唇抿成一线，静了片刻，神色有点可怜。白老师你怎么了？你别问我，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白软气哼哼的抱着怀，为了不在身材高挑的郎静峰面前显得没气势，还把脊背挺得溜直，活像只小斗鸡。郎静峰此时就宛如一个对恋人的怒火全然摸不到头脑的迟钝直男，只能焦急又无措的把声线放软再放软，拿出最温柔的语气解释道：“前天晚上和昨天上午我都在家写作业，我妈可以证明。昨天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出去玩，下午去打台球，打完台球唱歌，晚上去酒吧坐了一会儿，11点就回家睡觉了。”白软绷着脸，这些我不管，昨天还干什么别的了？喝酒泡吧这种无伤大雅的事，绝对不会让功德在一夜之间黑成这样。那就真没干别的了。郎静峰正说着，心念一动，猜出些端倪。昨晚他和狐朋狗友们在酒吧喝酒打牌摇头子，郎静峰玩这些向来脸黑，昨晚也一样，连输好多把，把被罚酒，脑子喝得不太清醒，就随手录了2个他们这帮人群魔乱舞的小视频传朋友圈。当时和他们一起玩的有几个妹子，郎静峰录的时候没注意，但80%是入镜了。妹子们其实都是尸妖找过来陪玩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公狮子就好这口。作为在大自然中以专一闻名的狼，郎静峰挺看不上他这毛病，不过他也懒得管人家闲事，只是没掺和，各玩各的。白软铁定是看见视频了，白软看见那些才生气的。郎静峰心间一颤，胸腔一片春草漫生般的酥痒微麻，这种感觉病毒般在郎静峰体内扩散，撩得他浑身难受，非得狠狠抱一抱，碰一碰，贴一贴白软才能解。我知道了，我错了，白老师，那2个酒吧的视频我现在……郎静峰一摸裤兜，发现手机在教室，忙改口，我回去就删。我真是随手录的，里面那几个女的我不认识。其实没看到视频的白软皱眉，什么视频？和我赌气呢？郎静峰咬着嘴唇笑了下，讨好道：“我去机房借个键盘，跪1节课的。”白软迷茫，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把你昨天做的这些事的细节都给我讲一讲，我要细节。你好好想想，什么都别落下。最初的惊怒已经过去了，白软这会儿稍平静了些，能理性的想问题了。按照常理，功德想在一夜之间突然黑成这样，非得杀人放火不可。但经过这段时间相处，白软觉得郎静峰品性善良，顽劣的只是性格，所以冷静下来想想，白软更倾向于是出了其他的事。可无论这小狼崽子是被人逼着做了坏事，还是无辜遭人陷害，白软这边都是毫无头绪，他只能让郎静峰把这2天的事从头到尾说一遍，好找线索。郎静峰心中酥痒更甚，忍不住笑了。细节？我没细节。那几个妹子郎静峰连根头发丝都没碰过，除了一开始说了你们好仨字之外就没说过话，看都没多看一眼，哪有什么细节可坦白从宽的。2人无声的对峙片刻，白软意识到这事不摊牌是绝对说不明白了。你过来。白软一转身往楼下走，郎静峰二话不说跟上，丢了魂似的死死盯着白软的背影，呼吸粗重。白软下到1楼，四下张望一圈，引着郎静峰走向没上锁的杂物间，准备在里面摊牌，再好好问问郎静峰这2天究竟出了什么情况。2人进了杂物间，白软回身关上门，空间一狭小，郎静峰身上的狼味儿也随之明显起来。密闭小房间加上近距离，天敌带来的压迫感瞬间以几何倍数增长，白软神经紧绷，
方才质问郎静峰的气势渐趋颓败，他连做2个深呼吸，才结巴道：“我有个事要告诉你。”等等，郎静峰唇角一翘，用食指轻轻按住白软柔软的嘴唇，男友力十足道：“这个要我先说。”天敌锐利的妖气通过直接皮肤接触，毫无阻碍的刺痛了白软敏感的神经。白软脑子一空，本能的想往后缩，后脑却抵到杂物间紧闭的门，退无可退。白软别过脸，想躲开郎静峰按着自己嘴唇的手指，下巴却被郎静峰的另一只手钳住。刚刚转过一个角度的脸被郎静峰强行板正，紧接着郎静峰那张英俊的脸贴得更近了，原本抵着白软嘴唇的手则蜻蜓点水般飞快抚过白软的脖子与手臂，探入白软身体与门板间的缝隙，紧紧钳住白软细瘦的腰，两人的上半身毫无缝隙的贴合在一起。这一连串密切的身体接触令白软惊恐万分，几乎无法思考。恍惚间，白软觉得自己就像个烧开的茶壶，天灵盖像茶壶盖一样被滚烫的蒸汽顶着补抬起落下，脑浆都快蒸熟了。我昨天真的什么都没干。郎静峰微微低头，嘴唇擦过白软的耳朵，几缕额发垂下，稍微遮住了一点眉眼，却显得他更英俊。他开口，声音中满是浓得盛不住的笑意：“别生气了，白老师，白软小哥哥。”松手，别碰我！白软吓得四肢瘫软，如果不是被郎静峰钳着腰，现在他8成已经跪下了。我训练服好闻吗？郎静峰贴着白软耳朵，声音阴雅，饱含情欲：“闻着有感觉吗？我也想要你的，给我一件。”白软同人骤缩，脑内一片雷鸣般的轰隆巨响，被恐惧和震惊双重夹击，整个思考不能。郎静峰退开一点，嘴唇离开白软的耳朵，蹭过白软的面颊，密到那两瓣他已消想多日的柔软唇瓣。说好了，其中有进步就答应我一个要求的。郎静峰与白软额头相抵，含笑索要着奖励：“白老师，我想亲你一下。”语毕，头一偏，吻了下去。白软的嘴唇软得不可思议，郎静峰的心脏热得都快化了。与白软吓到沸腾的脑浆倒是相得益彰。白软的嘴唇温软的如同一泓被阳光晒暖的春水，这滋味把郎静峰深埋心底的狼性尽数勾了出来。他原本只想锁一个前吻，可沾上白软的一瞬，他就控制不住了，像只要把白软吞入肚腹的饿狼般，大肆侵占蹂躏着白软的嘴唇，无法自抑。白老师，郎静峰含糊的呢喃着：“我喜欢上你了，怎么办？教教我。”被狼咬了，嘴被咬了。这个念头令白软浑身汗毛炸起，泪水盈满双眼，血流冲击耳膜的隆隆声被无限放大，盖过了郎静峰的低语。白软奋力挣扎，试图对郎静峰使出小白兔独门武功蹬腿儿。自然界中，相对强壮的后腿是兔子唯一的武器。当年白软侥幸从狼口逃生，就是在挣扎时碰巧用后腿踢中了那只狼的右眼。然而，在狼的钳制下，一只小兔子竭尽全力的反抗，就和挠痒痒差不多。郎静峰不仅亲得更起劲，还变本加厉的把白软抵到门与墙的夹角中，用腿抵住白软的双腿，让他踢蹬不动，柔声道：“白老师乖。”杂物间昏暗逼仄的环境为这个吻额外增添了几分禁忌与隐秘。郎静峰被强烈的背德感刺激的愈发火起，正想对白软做点更过分的事，怀中却突然一空。郎静峰收拾不住，一头撞在墙上，额头的钝痛与衣物飘落在鞋面上的触感一同传来。白老师！郎静峰愕然，下意识的一低头，他脚边的地上堆着一条黑裤子和一件白衬衫，两枚柳叶般的小耳朵从衬衫领口中竖起来，白年糕似的一个毛团子上附着一张黄符，那小毛团簌簌的发着抖，却没有大动作，似乎还指望着那张符纸能把自己藏住，宛如龟缩在叶片下等待掠食者离去的小猎物。白软的气息顷刻间灌满了整间小屋，那股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蓬松的绒毛味儿，仿佛鼻尖贴在一块柔如云絮的小白肚皮上时闻到的味道。你，郎静峰猝不及防的遭到视觉与嗅觉的双重可爱袭击，眸光微颤，晕在瞳仁中的一簇针尖锐利得发亮。这杂物间太小，
白软逃无可逃，只耸得拼命把身子往小团着，几乎快要炸出吐汁了。但这还不够，白软恨不得把自己从拳头大团成指甲大，小到再犀利的狼眼也看不见他才好。这实在不能怪他怂，方才郎劲风的狼牙咬到了他的嘴唇和他的舌尖，狼爪子还死死钳着他，浓郁的妖气输入与密切的身体接触，毫不留情地拉响了白软脑内所有警报。无论白软在如何试图保持理智，被本能操控的大脑也完全不听劝，像个疯子一样癫狂的向四肢百骸大肆传递被狼咬了，哇呀，狼崽子杀人了的恐慌情绪。沉默不知持续了多久，也许是1分钟，也可能只有几秒。总之，郎劲风终于找回了语言能力，先是一扭头，呸的吐出几根兔毛，随即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是兔妖？”白软除了发抖一动不动。你怕我？郎劲风心中蓦地掠过一抹不祥的阴影，他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具体不祥在哪，只是本能的觉得整件事的逻辑链都被白软是怕狼的兔妖这件事打乱了。他俯身朝白软伸出手，仿佛得亲手碰碰白软才能相信这是事实。鸡！见狼崽子又要碰自己，白软失声尖叫，离弦的弹力球般狂跳到杂物间的另一头，缩在与郎劲风成对角线的最远角落里。白老师我……郎劲风手足无措的朝白软走了一步。鸡呀！以下至疯魔的白软咆哮着跳进一个空水桶里，试图给自己增加一点防御值。好好好，我不过去。见白软吓成这样，郎劲风急忙安抚，举双手投降。空水桶里的白软嘶声怒吼：“鸡！鸡！”郎劲风听不懂兔子话，但隐约明白这是在撵他，咬牙道：“行，我先出去。”说着，郎劲风走出杂物间。早自习时间，整座教学楼都很安静，一眼望去，空荡荡的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郎劲风松了口气，关上门，倚着门对面的墙抱臂而立，脑子混乱成一锅粥，知道一定有某些事脱离了预期，却又想不通。准确的说是，不仅想不通，反而还更迷茫。一只兔子为什么要违反天性去接近一只狼？这他妈的，除了喜欢还能因为什么？但为什么又不让情？郎劲风焦躁的牙痒痒，想想白软惊恐的小模样，又不忍心进去问，整个纠结不已，恨不得在旁边暖气管子上咬一口。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白软在很有安全感的空水桶里静静缩着，默默平定情绪。恐惧如退潮的海水一波波消散，被郎劲风强吻的回忆也随之像浅滩中的礁石般渐渐露出形貌。回过神来后，这吻终于是个吻，不是咬嘴了。唇舌滑软的令人心悸的触感，钢铁般箍缠在腰间的手臂，热乎乎的扫过面颊的气流，又低又磁的在耳畔撩拨的声音。白软好不容易才缓和了少许的心跳，再次激烈起来，半是遭学生强吻的羞耻和愤怒，半是重新被勾起了恐惧。想到初吻不仅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丢了，而且还丢进了天敌的嘴里，白软的心情复杂的难以言喻。鸡！白软蜷起身子，把脸埋进两只毛茸茸的前爪中，耷拉着耳朵，只想放空一切的团一会儿。这时，杂物间的门被敲响，郎劲风的声音传进来，焦急中透着一丝罕见的不安：“白老师，能出来了吗？”白软听见郎劲风的声音，就气不打一处来，目光一立，飞身出桶，几个纵跃跳到门口，一身软软的绒毛炸着，沉声怒斥道：“鸡！鸡鸡鸡！鸡！”仗着郎劲风听不懂，还爆了粗口。郎劲风抓狂：“我听不懂。”白软在杂物间里变回人形，撅着屁股，愤怒的捡起散落的衣服，又把风翘服重新贴好。白老师！郎劲风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着里面的动静，不死心的对着门道：“我喜欢你，你是兔子，我也喜欢你。”白软在门板上重重捶了一拳：“闭嘴！你这胡闹！”“不必，郎劲风来劲儿了，我真喜欢你了，没闹。你跟我怎么回事？怎么一阵一阵的呢？谁跟你一阵一阵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白软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用衬衫袖子狠狠抹了把嘴，砰的推开门。
郎静峰后撤一步闪开，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软，确认道：“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废话。白软惨遭天敌强吻，又在学生面前被活生生吓成小白兔，失道尊严稀碎稀碎，满满一肚子火没地方撒，眼睛瞪着别处没好气儿道：“看见你第一眼就知道了。”生什么气呢？气我亲你？郎静峰问。闭嘴！白软眼珠滴溜溜转，边紧张的四下扫视边转身往教学楼外走，凶巴巴道：“换个地方再说话。反正杂物间他是不敢再进了。”郎静峰跟在白软后面，两人出了教学楼后门，往平时极少有人出没的后操场走去。白软走着走着，忽然回手一捂屁股。郎静峰脱口而出：“怕我看你屁股啊？”白软把圆尾巴狠狠按回去，悲愤咆哮道：“不是，我尾巴被你吓出来了，本来我妖气就不够用。”哦。郎静峰悻悻地鼓了鼓面颊，心里半是尴尬，半是被小白老师的圆尾巴冒出来了一事萌得魂飞魄散。而且尴尬之余，这小狼崽子还没忘记用赤裸裸的目光扫射白软一圈，想象着白软屁股上长着兔子尾巴，脑袋上顶着两只长耳朵的样子，想着想着差点硬了。白软不知郎静峰这些心思，愤恨道：“挺大个人了，妖气都不知道收一收。”对不起。郎静峰下意识的哄了一波：“我错了，我以后学着收。”后操场常年无人打理，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景象，被藤蔓植物忽得看不出原样的矮墙兢兢业业的隔开后操场与外面一条行人稀少的小马路。此处以2人为中心，方圆10米都看不见人影，虽然没杂物间隐蔽，但也是个能放心说话的地方。不许再亲我了！白软谨慎的与郎静峰隔开1米间距，捂着嘴发出记过警告：“你再敢亲一个，我给你记过。”郎静峰不解：“你是不喜欢我，还是怕影响不好？”“谁喜欢你了？”白软气得直蹦跶，恨不得扭头找棵树撞死，以自证清白。“你想什么呢？”郎静峰微微眯起眼睛，神色阴郁，目光森寒，面部线条如同被冻住一般，一根根变得僵硬。片刻静默后，他强大着火，长出一口气，一字一句沉声道：“那你找借口接近我，陪我做义工什么意思？那天晚上我说我想来2中当体育老师，你兴奋成那样什么意思？趁我训练去更衣室偷我训练服什么意思？昨天我和朋友出去玩，你吃什么飞错？这误会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比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还坚不可摧。”白软被一连串质问惊得呆若木鸡，两人一个濒临疯魔，一个宛如见鬼，说一句特大翻车惨案并不为过。你……白软把郎静峰说的这些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桩桩回过味儿来，语气机械道：“你喜欢男的？”郎静峰咬肌微微抽动，2片薄唇动了动，语气生硬的不像在吐字，倒像在空气里凿字：“对，你不喜欢。”白软舔舔嘴唇，语调干涩：“我喜欢母兔子。”郎静峰瞬间做了个深呼吸，似乎怕被白软气背过去。“你说的这些事都有原因。”之前的愤怒羞耻都被郎静峰这边浓度更大的羞耻给比下去了。白软忽然一阵不忍，语气也软了下来。如果早知道郎静峰喜欢同性，或者白软是个女老师，那白软都会知道避嫌，绝不会做招人误会的事。可面对同性学生，白软压根儿就没动那根筋。白软沉吟片刻，组织语言向郎静峰说明了自己曾为道士收留修习法术，所以能开天眼会看功德。见郎静峰功德即将跌破天潜线，不忍眼看学生被天打五雷轰，故而找借口拉郎静峰去刷功德的这一番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白软无力的解释道：“喂鸟和去福利院都是因为这个。听你说想来2中当体育老师，我高兴，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前段时间沈家涵查出白血病，我预支了2年妖力救他，偷你训练服是想用你衣服上的妖气做个引导，好把这份救人的功德回向给你。”白软说着，窘迫的别过脸：“我没拿你衣服干别的。”郎静峰听着，尴尬的脸色一阵白一阵青，恨不得一口咬死自己。“我今天生你气也不是是非错，爱你这学生，
你脑袋里一天天的都想什么呢？白软扶额，唏嘘不已。我是上周6临放学，看你功德还维持的不错，结果今天你就连吃飞醋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白软无情的揪断了。郎静峰纵使脸皮再厚也扛不住，那抹羞耻的红从白软否认自己喜欢他的一瞬，开始经由皮下组织出发，跋涉过真皮层的千山万水，一路远征抵达了表皮层。郎静峰俊脸泛红，咬牙问：我就怎么了？白软满脸痛苦的望着煤球似的狼崽子，低吼道：你就黑回来了。郎静峰一阵窒息。白软抓狂：你这2天究竟干什么了？你功德哪去了？一阵令人压抑的寂静后，郎静峰恨恨的磨着牙问：就因为这些？白软叹气：就因为这些，别的什么都没有。郎静峰用力闭了闭眼睛，在睁开时，那一脸的尴尬神色竟已褪去不少，泛红的面颊也逐渐恢复了本来颜色。几分钟前尚在飘忽游移的目光重新凌厉起来，仍是那副瞪谁一眼就能刮掉谁一层皮的嚣张气势。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人类男高中生，在心上人面前如此自作多情，丢脸丢到这份上，就算不尴尬到转学，至少也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脸和白软说话。然而郎静峰并不是普通的人类男高中生，他的本质是一只狼。尴尬这种人类独有的情绪在他身上造成的影响相当有限，在度过了尴尬浓度最强烈的波峰期后，剩余的尴尬已然不足以撼动他厚于城墙的脸皮。自信满满的以为能一击毙命的猎物居然跑了，这种时候狼并不会因羞耻或尴尬而放弃追击，狼只会跑出更快的速度，拿出更缜密的战术，亮出更尖锐的爪牙，进行第2次猎捕。你不敢和我对视，是因为怕我？郎静峰沉吟片刻，确认道。承认自己害怕学生其实是很没面子的事，只是不承认也没有办法。白软别扭的盯着郎静峰脚边的一株草，不情愿道：对。郎静峰轻轻笑了一声，又问：我转学过来第3天，在办公室补数学作业，你哭了，不是气我不学习，是被我吓的。白软一朝沉冤的血，恨不得跑出去放鞭炮，当然哪能那么爱哭。还有那天晚上周浩辰遇见那几只狗妖，我其实也没怕他们，我是打不过他们，但他们也打不动我。郎静峰了然：你是被我的妖气吓得坐在地上的？白软点点头：他眼皮一掀，小心的瞄了郎静峰一眼，觉得郎静峰周身的气场好像变了，而且表情中还透着一股难以捉摸的神气，仿佛是狼在看着一只难搞的猎物。怎么不脸红了？白软隐约觉得不妙，苦口婆心的劝道：我根本就对你没那意思，你想想这是怎么可能？我可是你班主任，你以后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今天那事儿我就当是没有过，你也忘了吧？没有过。郎静峰眉梢一扬，慢悠悠道：白老师，那可是我初吻，说忘就忘。一提初吻这茬儿，白软愁的脸蛋皱成一团。谁还不是呢？你就当白软哆哆嗦嗦道，就当自己吃红烧兔头呢。你吃兔头不也得吃嘴吗？郎静峰一怔，吃得笑出声。白软欲哭无泪，继续道：我就当是被狼咬了一口，正好咬嘴上了，这事儿我们接过去了。郎静峰眼神灼亮的望着白软，笑笑：不可能，这事儿接不过去。白软干脆就当没听见，强行把话题扯开8丈远，道：那个说正经的，你现在这个功德值很危险，天谴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快想想自己前天晚上和昨天都干什么了。白老师可以慢慢追，眼下修为和小命更要紧。郎静峰眉头紧锁，先是低头将自己打量了一圈，仿佛想看看传说中的傅功德长什么样，可却什么都看不见。你别看了。白软猜到郎静峰在想什么，出言提醒道：这个要有天眼才能看的，我是从小用我师傅教我的方法修炼，修了将近20年才修出来。郎静峰收回目光，随口打趣道：妖都挺怕遭天谴的，你以后要不兼职给他们看功德，看一个100块钱。白软脸蛋一沉，摆摆手：不行，功德多少是天机，说出来折寿的。
郎敬峰眸光微颤，那你告诉我，又不怕折寿了？你是我学生，不一样，我对你有责任。白软稍微挺了挺胸，以展现雄兔大家长的风范，他还是不敢正眼看郎敬峰，只盯着郎敬峰制服上衣的扣子，眼神清亮干净的像被山泉水洗过，怎么看怎么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再说我能活好几百年，折点就折点，到时候说不定都活腻了呢。不说这些，你快想想这2天都干什么了？郎敬峰望着一脸少年意气的白软，心热的快化了的感觉卷土重来。他定了定神，调动起最近48小时的全部回忆，一点点地过滤着，却实在想不起自己这2天干了什么有损功德的事。其实别说这2天，就是再往前推几年，郎敬峰做过的最坏的事，也无非就是逃课和打架而已，打的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学校里的痞子，就是社会上的混混。这一点屁事儿都遭天谴，那老天爷可够小心眼的。郎敬峰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见郎敬峰似乎毫无头绪，白软提醒道：不一定是你自己做的事，这2天和你关系很近的人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发生？郎敬峰灵光一闪，忽然想起张婆说的蛇妖，不确定道：前天晚上我回家，我家阿姨说我爸前几年抓的一个犯人越狱了，是个蛇妖，我爸抓他2次了，算是特殊的事吧？应该算。白软追问：他哪天越狱的知道吗？上周5晚上。郎敬峰道。时间差不多对得上，白软抱怀托着下巴，原地转圈踱步，问：他犯了什么罪？严重吗？郎敬峰的目光追着白软：贩卖人口，听我爸提过几句，好像判的无期。这么重？白软瞪圆了眼睛。郎敬峰回忆道：我爸也说没 IP 挺奇怪的，他们这些逆天道而行的妖物最怕的就是遭天谴，冥冥中有因果报应制衡着，大多数妖怪就算不去做好事也不会作恶，纵使作恶也基本是像上次欺负周浩辰的几个犬妖一样，做些小偷小摸劫人钱财的小恶，毕竟行径再恶劣的话，可能前脚干完一票大的，后脚就直接被老天收了，太划不来。可这蛇妖不仅恶贯满盈，还安安稳稳的蹲了几年监狱，这只有2种可能：一是蛇妖前世行善多，积累下的功德深厚，这辈子还没挥霍完；二是蛇妖有什么抵消或转移负功德的歪门邪道。如果是第2种情况，这蛇妖的嫌疑就更大了，况且郎敬峰的父亲抓过他2次，蛇又是格外记仇的生物，他因此对郎父怀愤在心，使出什么手段报复在郎敬峰身上也是很有可能。这时早自习结束，第1节课的上课铃打响了。你先回去上课。白软摸出手机，我得找我师傅问问。如果是有妖物作祟的话，白软再怎么带郎敬峰去刷功德也没用，今天提上去，明天又跌回来，治标不治本。还上课？郎敬峰讶然，指指自己：我待会儿别上着上着突然死教室里。说什么呢？白软挥着手，似乎想把晦气赶跑，还没低成那样，暂时不能。老师你可别骗我。郎敬峰忽然往白软的方向迈了2大步，英俊的脸上透着点玩世不恭的神气。我要是快死了，你就说实话，我好再亲亲你。郎敬峰。白软一怔，原本妖气就不怎么够用，加上气急攻心，屁股后的圆尾巴又不得冒了出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没开玩笑。郎敬峰舔舔嘴唇，语气危险：你知道你多好亲吗？你要是……白软手忙脚乱的把尾巴按回去，你要是再这样我非得给你记大过。郎敬峰轻轻笑了一声，不以为然：我上课去了。欺师灭祖的狼崽子走了，白软掏出手机，惯例给云清发微信求助。之前他给郎敬峰回向功德用的法术只能转移功德，却无法转移负功德，通俗来讲就是白软知道怎么能在郎敬峰手上放一个苹果，却不知道怎么才能在郎敬峰手上放负一个苹果。这种转移负功德的邪术，白软连听都没听说过。白软把发生在郎敬峰身上的事简明扼要的打字向云清讲述了一遍，便回到办公室。白软翻开备课笔记，
强迫自己看着本子上的字，心神却定不下来，脑袋里反复回放的全是早晨杂物间里发生的一幕幕。啊！白软在心里无声咆哮着，霍地起身，精神病似的绕着办公桌走了3圈，又坐回去。正无所适从着，手机叮的响了一声，白软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抓起手机，把注意力强行集中在云清的回复上。云清，转移负功德的办法很多，跳跳想问哪种？白软，为什么我一个都不知道？云清，都是些旁门左道下三滥的手段，为师也是这么些年云游四方到处听来看来的，没一个是我们道家的东西。白软，师傅你现在人在哪？你从夏威夷云游回来了吗？云清陷入了漫长的沉默，仿佛并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等了一会儿，白软忍不住小心翼翼的催促：师傅，白软，我想把我的学生带过去给你看看，如果是有人陷害他，这事儿就1天也不能拖了，必须马上解决。郎静峰在明，想害他的人在暗，那人既然有能力在一夜之间让郎静峰背这么多黑锅，谁敢保证再拖1天情况不会变得更糟？云清不情不愿的回复道：我在你师伯这儿呢。白软，在师伯家里。云清，白软松了口气，因为他师伯家就在本市，这样的话他今天就能带郎静峰过去。白软，那我今天带那个学生过去找你好不好？云清沉默片刻，语重心长道：跳跳啊，你看我们这样好不好？为师帮你救你的学生，你也救救为师，成吗？白软，我救你什么？云清，把为师从你师伯这儿救出来，待会儿你们过来，不管你那学生因为什么，为师都掐指一算，说是东南方向有邪魔作祟，要去东南方斩妖除魔，然后你就配合着点演一演，把为师送出去。白软琢磨了一下，他师伯家住在近郊一处山清水秀的中式庄园，而师伯家的东南方，白软，你要去高铁站啊？云清，对，我的跑，你快把你聊天记录删了，别过一会儿来了让你师伯看见。白软不禁为师伯感到犯愁，白软，你们在一起得了，师伯都喜欢你这么多年了。云清，他要有凶我早从了，他没有。白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他有一颗爱你的心啊。云清，哇啊啊！我要炖了你，红烧了你，逆兔！白软忍笑，惯例调侃他师傅，性别不重要。其实这么多年过去，白软早看出来了，云清对他师伯也有意思，只是云清性子太别扭，之前又把话说的太绝情，结果动了心也不好意思承认，所以白软闲着没事就逗逗自己师傅玩。云清，气死我也！为师这就扎个草唾咒你，咒你也被没凶的死缠烂打。白软好不容易转移走的注意力，一秒回到早晨的杂物间，脸蛋瞬间垮了下去。别，师傅别扎，我知道错了。云清，然后为师再把你的草唾掰弯，嘻嘻。白软，师傅！白软，师傅！白软，师傅！云清再也没回话，也不知是真去扎草兔了，还是突然被他师哥怎么着了。白软上午有2节语文课，魂不守舍地上完课后，白软向年级组长打了招呼，又亲自给郎静峰批了一张病假条，便叫了辆车带着郎静峰往师伯家去了。郎静峰被白软撵去坐副驾，路上这位万年不修炼的妖二代默默打开本地妖怪的城市生活论坛，进入互助学习板块，点开一个名为新手必看收敛妖气7日速成训练法的帖子，拧着2道俊气的没耐着性子看。狼要追求一只小白兔，第一步应该是让小白兔不怕自己，不然一切都是白费功夫。大约半个小时后，2人到达目的地。白软师伯道号云真，年纪比云清大5岁，模样看着也就是28、9，容貌俊朗，然而气质冷冽。白软从小到大一直都有点怕他。前些年云真在本市近郊购置了一套中式宅院，宅院依山傍水，灵气充盈，离云真云清少时修炼的道观也不远，是个隐居修炼的好地方。待会儿带你去见我师傅，可能还有师伯。2人下了车，白软低头不看郎静峰，只在前面引路，不用紧张，
他们对妖没什么偏见。郎敬峰双手插着裤兜，单肩背着书包，笑笑，没紧张。但我妈要是知道我上道士家来自投罗网，能把我打死。虽说有天道制衡妖怪，大多不敢为恶，可固有观念却不是轻易就能扭转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仍被许多修道之人奉为金科玉律。前几年，甚至还有激进派修道小团体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封印无辜妖怪的恶性事件发生。像云清助妖物修炼，又收妖物为徒这种事，在许多修道之人看来，都是离经叛道的怪事。故而，白软也能理解妖怪对修道者的仇视，宽慰郎敬峰道：“如果今天一天就能解决的话，这事儿你不告诉家里也没关系。”两人说着话朝宅院大门走去，在门后等候多时的云清急吼吼的推门探出个脑袋，冲白软招手：“跳跳，你可来了。”郎敬峰悠悠道：“还说不是小名白跳跳。”你白软耳根一阵发烫，三步并两步窜上门口台阶，涨红着脸和云清咬耳朵：“师傅，你别在我学生面前这么叫我。”“师傅好。”郎敬峰大大方方的向云清问好。两人进了宅院门，白软才看见云真正站住云清身后10米开外，地缚灵似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见到白软也只是略一点头。嘿嘿，师傅的师傅按理说该叫师公，但云清也不拘这些俗礼，只是看看郎敬峰，又看看白软，笑眯眯道：“兔子给狼当老师，有意思。”白软催促道：“师傅，你快给我学生看看是怎么回。”白软话音未落，云清忽然神色一厉，用快的肉眼几乎看不清的速度，一把攥住郎敬峰的手腕。随即，云清像个调皮捣蛋的小屁孩似的，引着郎敬峰的手往白软手上轻轻一碰：“师傅！”白软一惊，碰着烧红的火炭似的，飞快缩起手臂，一个箭步窜的离郎敬峰远远的。哈，真是一下也不能碰。云清捂着肚子笑开了。郎敬峰好气又好笑：“操！我师傅的脑子怕是不太好了。师傅你别闹了，快给我学生看看。”白软溜到宅院门口，离云清远远的，生怕再被熊师傅戏弄。“不闹不闹，让为师算算。”云清不再多废话，把略长的头发在脑后一拢，扎了个小短辫，随即在大裤衩两侧摸索片刻，摸出一枚带盖的罗盘，把盘盖一掀，盘面一清，速速的倒出些沙子、小狼崽、生辰八字。白软认得这枚罗盘，这是古籍记载过的一种特殊罗盘，据说是他们这修真门派的开山老祖使用过的。云清手里这枚是技术宅云真师伯按照古籍记载亲手复原出来送给他的。这罗盘的功用比普通罗盘丰富的多，可惜原材料太稀有，复原步骤又极度繁琐。云真这辈子就做过这么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白软更不可能有。郎敬峰报上自己的生辰八字，云清双目微闭，掐指一算，又面色凝重的摆弄了几下罗盘，眯眼观察盘面上长长短短的指针走向，看了一会儿，道：“为师的罗盘显示，这狼崽身上有2条魂，估计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跟他功德变低80%有关系。”郎敬峰听了也没怕，镇定道：“那也把他弄出来吗？得先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云清绕着郎敬峰走了一圈，没看出异样，便道：“都跟我进屋。”白软和郎敬峰被云清引着进了一间装修风格古色古香的中式偏厅，云真如背后灵般尾随云清进屋，远远的站在角落，尽量不打扰，也不让云清离开视线。“衣服脱了我看看。”云清道。郎敬峰痛快的脱下制服外套，扯掉领带，解开衬衫纽扣。做这些动作时，那双侵占意味极强的狼眼全程盯着白软，好像脱完自己的就要过去扒了白软似的。“别看我！”白软被看得别扭不已，板着脸斥了他一句，硬着头皮站到一个1人多高的大花瓶后面，隔绝郎敬峰的视线。“还脱吗？”郎敬峰赤着上身，把衬衫和外套往身侧的太师椅上一抛。“不用不用，看见了，这不就在这儿吗？”云清往郎敬峰腰上一指，回手招呼白软：“徒弟你过来学着点儿，将来万一再碰上这样的，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白软从花瓶后蹭出来，由于早晨的强吻事件，他对郎敬峰有点过敏，
从刚才郎静风解开衬衫领口第一颗扣子后，白软就一眼也没好意思往他身上瞄。让你看他，没让你看地。云清用指节在白软耷拉着的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白老师，你怎么了？郎静风明知故问，声音含着笑。没怎么。白软咬牙道，硬着头皮抬眼朝郎静风赤裸的上身望去。郎静风平时就有跑步的习惯，加上初高中一直在学校田径队训练，故而身材高挑挺拔，极是好看。那两道锁骨线条利落干净，身上丝毫赘肉也无，胸肌腹肌也练得结实漂亮，少年独有的清瘦感与成熟男性的力量感兼而有之，是相当养眼的身材。然而郎静风越好看，白软就越不自在，这会儿他宁可看辣眼睛的。看见没？云清催促道。白软不安的目光在留意到异状的一瞬凝重了起来。看见了。看见什么了？郎静风循着这师徒两人的视线望去，却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妥。要开天眼才能看见。白软神色肃然道，你腰上有一个冒黑气的咬痕，是2颗牙咬出来的，应该是。郎静风一笑，2颗牙，兔子。白软气的想用后腿蹬他，暴躁道，蛇。是蛇。这个学生不能要了，真的不能要了。害他的那个就是蛇妖。云清确认道，很大可能。白软谨慎道，没有直接证据，但我觉得90%就是那么回事。云清点点头，把罗盘贴近郎静风腰间，罗盘一靠近那肉眼看不见的咬痕，盘面上的指针便疯狂转动起来，待到指针静止，云清又掐算了一番，胸有成竹道，小问题，好解决。说着冲云珍招招手，师哥。云珍走过去，声音很低，怎么？你去帮我准备点东西。云清掰着手指数道，我的剑、朱砂、符纸。云珍一一记下，像个被主人差遣的侍神般顺从而沉默的出屋，给云清准备东西。云清一屁股坐到身后的太师椅上，拿起盖碗滋了口茶，悠哉悠哉的敲着腿，打量打量郎静风，又低头看看罗盘，忽然开口道，你这小狼崽儿命格还挺有意思的。郎静风，我命格怎么了？云清乐颠颠地道，你当下的命格正处于子午卯酉4象交汇之际，头顶红鸾心动，正印桃花入命，姻缘旺则学运亨通，真逗，明白我说这什么意思不，小伙子？就是说你得早恋才能考上好大学。郎静风漆黑的瞳仁微微一亮。师傅！白软惊恐打断，怎么还算上姻缘了？这不就捎带手的事儿吗？我给他指条明路，就当今天的见面礼了。这狼崽儿命带正印桃花，他未来的功名利禄全是他这2年的姻缘带给他的，所以他早恋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得了，甭管，棒打鸳鸯就等于是误他前程了。云清嘴上念叨不停，同时还职业病似的端详着白软，低头拨弄了几下罗盘。白软尚未从郎静风奇葩命格带来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见云清在算自己，急忙一舞印堂转过脸，你别算我。晚了，算完了。云清兴高采烈的一拍大腿，今儿什么日子？你红鸾星也动了。郎静风一转脸，目光直直投向白软。白软余光感觉郎静风在看自己，脑袋嗡的一声，结巴道，师傅你别乱说，不可能。云清不乐意了，怎么叫乱说？为师这罗盘有多准你不知道？你那红鸾星都快结网了，动一动不是喜事儿吗？叫唤什么？郎静风扯出一个英俊但略显恶劣的笑容，道，巧了呀，白老师。白软做了个深呼吸，压下转身，用后腿蹬他的冲动，巧什么巧？郎静风悠悠道，你说这谈恋爱怎么还带扎堆的呢？我谈你也谈，这不巧吗？白软想不出什么有力的话回击，气得圆尾巴直抖，而且斧一按回去就拨得弹出来，反复几次后，白软干脆把手在屁股上按着不动了，圆尾巴挣扎着想要冒出来，却遭到了主人冷酷的镇压。偏厅里的气氛正紧张着，云珍捧着一堆做法用的东西进来了，胳膊上还挂着一个篮子，篮子里全是鸡蛋。来，你在这站好别动。
云清把郎敬峰的站位固定好，接过篮子，把里面的10余颗鸡蛋一颗颗从郎敬峰脚边摆到偏厅门口。随即，云清拈起一张符纸往郎敬峰腰上的咬痕处重重一拍，接触到咬痕的符纸如遭遇强酸一般，迅速碳化变黑，眨眼间便焦枯皲裂，老树皮似的从郎敬峰身上片片剥落。在符纸剥离干净的一瞬间，一条拇指粗细筷子长短的黑蛇不知从哪冒了出来，顺着郎敬峰的长腿叽里咕噜掉在地上。郎敬峰急忙侧开一步挡在白软和蛇之间，白软则矫健且耸地跳到太师椅上。所幸蛇对郎敬峰和白软都没什么兴趣，只像几百年没吃过饭一样贪婪而急切地吞噬着地上的生鸡蛋。这条蛇没有形体，甚至也没有厚度，身上也看不出花纹和蛇鳞，只是纯粹的薄薄的一片黑。与其说它是一条蛇，倒不如说它是一条蛇的影子。即便已经吞了好几颗鸡蛋，它的身体也丝毫没有变得立体的趋势。哈哈，出来了！云清小屁孩似的举着桃木剑，跟在蛇后面兴冲冲的看着。薄片蛇吃下几颗鸡蛋后，吞食与爬行的速度都减缓了许多，吃下第6颗后，干脆就不吃了，一扭头就往郎敬峰的方向爬，似乎是想回去，但云清没给他机会，一个箭步窜上去，用桃木剑定住了薄片蛇的7寸。蛇奋力扭动未果，挣扎力度渐渐减弱，很快便如一滩暴露在阳光下的黑水般蒸发殆尽，地上除了一排没吃完的鸡蛋，什么都不剩。师傅，这什么东西？白软站在太师椅上问。这是阴蛇。云清举着桃木剑端向着剑尖，仿佛还有点意犹未尽。这东西不是蛇妖练不了，必须得是一窝出来的小蛇，然后其中一条把兄弟姐妹全给弄死吃进肚。蛇报复心强，这么冤死之后，怨念凝聚在一起，就是阴蛇。顿了顿，云清又道：这阴蛇的主人和阴蛇是一窝出的，本来就血脉相连，他还把他们的血肉都吃进肚融为一体了，加上法术再一引导，阴蛇就变成他的化身，能帮他分担掉大部分恶业，所以阴蛇附谁身上，谁就一身黑气。这东西也是我10年前在外面云游的时候听说的，今天头一次见着真的。那这些鸡蛋和符是干什么的？白染好奇道。符就是清净符。云清道，清净符在道家是个很常用的东西，能吸收晦气与怨念，支撑阴蛇活动的就是晦气。这张符把他晦气给吸干净了，他就得出来找食儿。这些鸡蛋刚才都在雄黄酒里泡了一圈，他越吃越难受，记得了没？下次再碰见这玩意儿，知道怎么对付了吧？白软听得认真，乖巧点头，知道了，师傅。白老师。被晾了半天的郎敬峰裸着上身在白软面前晃了一圈，道：你看我身上还冒黑气吗？不看。云清抢答道：不黑了，还有点白呢。白软从太师椅上跳下来，垂着眼帘催促：衣服穿上。郎敬峰含笑瞥他一眼，不紧不慢的穿衣服。白软全程别过脸研究师伯收藏的花瓶，半眼也不往郎敬峰身上看。这时云清又摆弄了几下罗盘，随即神情一肃，面色烈如霜雪，沉声道：徒弟稍安勿躁，此事尚未结束，这条阴蛇只是蛇妖的化身而已，真正的罪魁祸首此时正在东南方向。说着，云清摸摸裤兜，确认钱包身份证都在身上，随即袖子一震，提起桃木剑，杀气腾腾的朝庭院大门走去。为师这就带你们去东南方斩妖除魔。白软还没来得及配合演出，正弓着腰捡鸡蛋的云珍猛地直起身，一把扯住云清后脖领，像提着一个轻飘飘的零件似的，单手把云清拎到太师椅上安好，全程面无表情。云清挣扎：师哥，东南方向妖孽未除，刚才杀掉的只是一个替身。今日一直表现的沉默且顺从的云珍薄唇微起：放屁！白软扑哧笑出声。云珍劈手夺过云清手里的罗盘。云清苦着脸：哎，师哥你别。云珍摆弄了几下罗盘，又丢回云清怀里，转眼望向白软，言简意赅道：阴蛇恶业已反噬原主，蛇妖今日有事出3刻，遭天谴死。云清满脸崩溃，在太师椅上咸鱼瘫。白软忍笑：知道了，谢谢师伯。云珍素来寡言少语，
但说话极有分量，拿不准的话绝不出口。他说蛇妖有时出三克死，那蛇妖就是板上钉钉的有时出三克死，没有悬念。反噬是一个修道者常用的术语，大多是指害人或投机取巧的法术被破解后，施术者需承受伤害或灾祸，且程度往往更严重。蛇妖利用阴蛇转移给郎静风的恶业，在阴蛇消散后会翻倍回转给蛇妖。白软站在安全距离外，向郎静风说明了一下蛇妖的下场，又望着地板分析道：这条阴蛇应该早就附在你身上了，或许是1年前他越狱成功的那几天干的。我上周把救沈家涵的功德回向给你，你本来就不怕阴蛇作祟了，但他看你一直没死，这次越狱时可能又干了别的坏事。这猜测还是很靠谱的，毕竟这是越狱，又不是出去逛街。越狱过程中，那蛇妖很有可能造成了警务人员的伤亡。再往坏揣测的话，那心狠手辣的妖物甚至还有可能故意杀伤人命，让郎远山唯一的儿子遭天谴出意外，好打乱郎远山的阵脚，让死对头无暇追击自己。郎静风能遇到白软，也是他命不该绝。郎静风听完白软的一套分析，却没流露出什么与天谴擦肩而过的后怕神色，只轻快的一笑道：挺好，我爸以后不用和他较劲了。说完，转向云清和云珍，大大方方的向他们鞠了一躬并道谢，还很上道地表示过几天带上谢礼再来登门拜访。云珍挥手下逐客令，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回去吧，过几天也不用来。满脸皆是二人世界，被小辈们打扰的不耐烦。云清冲白软疯狂挤眉弄眼，几乎快挤出鱼尾纹。白软会意，对云珍道：师伯，我想带师傅出去吃口饭，他在国外云游这么久，馋火锅了。云珍寒声道：我给他做。白软再次努力：我师傅还想出去看电影。云珍黑着脸：这有放映室。语毕，转向云清：你还想要什么？云清缩着腿蜷在太师椅上，耸哒哒的摇摇头，眼含热泪，目送徒弟徒孙弃他而去。白软带郎静风走出云珍家大宅，在门口用手机叫车。这地方有些偏僻，过路车少，有司机接了单，显示要5分钟才能赶到。两人站在宅院门前等车，院门口被云珍一左一右栽了2棵银杏树，春末夏初的阳光泼洒向树冠，从一枚枚扇叶间隙漏下许多细而笔直的光柱，院门前的方寸之地盈满了翠绿与暖金的微光。郎静风和白软分别站在门口左右2棵树下的阴凉中，站位活像2只石狮子。郎静风背倚着树望向白软，白软则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土，满脑袋都是云清给自己算的那一卦，心乱的恨不得拿把菜刀抵着红鸾星，叫他不许动。白老师。郎静风往白软的方向迈去一步，白软斜眼瞄着他，警惕地走开2步，保持着安全距离。躲什么？郎静风乐了。白软言简意赅道：防狼。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都说得通。我们回学校吗？郎静风只好在原地站定，撺掇道：这么大的事儿解决的这么顺利，不出去庆祝一下？不许去，回学校。白软看了眼时间，语气平板：3点50，回去还能上2大节晚自习，你心态放端正，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再过2个月期末考试，争取一下更大的进步，不要去想那些学生不该想的事情。郎静风目不转睛地看着白软，忽然正色道：白老师，我还没和你道谢呢，要没有你我早让雷劈死好几个来活了。白软耳根软，听见郎静风这么好声好气又正经的说话，胸口不禁一暖，心想这学生果然还是有救，语气便也随之温柔了许多。不用谢，都是应该的。成。郎静风爽快的一点头，那我就不谢了。白软嘴角微微一抽。郎静风被白软尴尬的微表情逗乐了，狩猎似的忽然几大步迈到白软身边，一把按住白软脑后的树干，那抹方才被藏起来的顽猎虫又浮现在脸上，低笑着补完之前那句话：大恩不言谢，我以身相许吧。白软倒抽一口冷气，身子一蹲，矮矮的从郎静风手臂与地面间的空隙中钻出去，绕到树后才敢大声训斥：郎静风，你再这样，我要找你家长了。成啊，找吧。郎静风绕着树追兔子，
但也不是真追，就是慢悠悠的逗着白软玩。这事儿请家长，我爸妈非得再给我转学不可。但你没听咱师傅说的吗？棒打鸳鸯等于误我前程。正绕树躲狼的白软一怔，心里咯噔一下。你棒打我们这对鸳鸯，我一伤心，不好好学习，前程就没了。郎静风轻声道：忍心吗，白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白软充分发挥语文老师咬文嚼字的技能。你觉得我师傅说的是我和你吗？他说的是鸳鸯，又不是泱泱。郎静风定定望着他，不是你是谁？我喜欢谁，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再说，我这1个月不就是因为喜欢你才开始学习的吗？因缘望则学运亨通，不能再准了吧？白软还欲反驳，郎静风截住他话头道：敢打赌吗，白老师？我们现在进去，让师傅算算我们有没有姻缘。如果有的话，你今天就得答应当我男朋友；如果没有，体罚记过抄课文，请家长劝退。你怎么罚我都行。郎静风说着这话时，心里想的却是转学也未必就不好，转了学他和白软不是师生关系，追起来反倒不用束手束脚的。白软往远处一跳，不以为然的一笑道：这有什么不敢，根本不可能的事。说着往宅院大门的方向走了几步，刚要碰上门，又怂唧唧的退回来，一脸严肃道：车来了，先上车，取消订单，算完再叫一辆。郎静风不满道，犀利的目光没有放过白软脸上任何一个象征着心虚的表情变化。不行，这地方车少。白软心虚不已，逃也似的往车的方向跑去。他原本是奔着副驾去的，可郎静风比他先一步摸上副驾的门，白软不敢和他抢，只好改坐后排。可是白软屁股刚在后排坐稳，郎静风就把伸进副驾的半条长腿抽出来，门一关，风一般飞快钻进后排。郎静风你，白软被套路的一阵头晕，正要开门下车改坐副驾，郎静风却朝他的方向一轻身，带着笑意轻声威胁道：不听话，我要亲你了。司机一脸八卦的扭头看，却被郎静风刀锋般凌厉的一眼瞪掉半管血，只好老老实实转回去开车。这话落在白软耳中，和不听话一口咬死你没什么本质区别。白软吓得脸蛋一白，条件反射似的缩回试图开车门的手。威胁效果立竿见影，郎静风不知该高兴还是犯愁，摸着自己英俊的脸，唏嘘不已。我在你这真是白长这么帅了，亲你一口能把你吓个好歹的，多少人还巴不得让我亲呢。白软身子紧贴在车门上，按下车窗透气，黑着脸问：你坐后面干什么？想试试你。郎静风与白软隔着半米的距离，问：我现在离你这么远，你怕吗？有风就还行。白软老实答，呼吸着车窗外的新鲜空气。怪不得。郎静风失笑，我就说怎么我这段时间一去办公室你就开个风扇照着我吹，关节炎都被我冻出来了。白软有点想笑，却忍住了，冷酷的板着脸。右手关节炎了，真的。郎静风朝白软伸出一只手，用碰瓷儿的语气道：老师给揉揉，赶紧的。白软纹丝不动，别闹，手拿回去。郎静风没收回手，而是顺势用指尖勾勾白软的袖子，道：这么碰害怕吗？白软诚实道：不实打实，碰着就不那么怕。郎静风凑近了些，压低嗓门，用司机应该听不见的声音问：那我实打实碰着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就是。白软想了想，小声道：感觉好像下一秒就要被你吃了，所以你别碰。那我要是学会收那个气了。郎静风瞥了眼不明真相的司机，含糊道：你是不是就不怕我了？白软：生理上不会。郎静风啧了一声，心里还会。白软无奈望窗外，本能的东西哪有这么容易克服的？行。郎静风点点头，一步步来，先从生理开始。说着摸出手机，打开论坛里的7日妖气收敛速成法道。老师你看，7日速成。白软扫了几眼，摇摇头，小声道：糊弄人的方法是对，但节奏太快了，照这个练有几个能坚持下来的？
把他这个练习量削减到1/3还差不多，那我要是7天练成了呢？郎静峰咬咬嘴唇，笑了下，你让我亲一下？想都别想。白软双目圆瞪，我是你班主任，你对我能不能有个学生该有的态度？白软这话说的自己都觉得挺没劲，杀伤力和震慑力甚至还比不上一个屁。郎静峰点头如捣蒜，不住口的是好，脸上却是笑着的，明显没有再悔改，只是觉得白软炸毛的样子可爱。其实如果换成别的学生这样，白软就算再镇不住，至少还可以找家长下处分，请教导主任出手，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被一个学生欺负住。可被云清算了一卦后，白软怂了，他也不傻，知道云清这一卦其实早已应验了。郎静峰这段时间确实是因为他才燃起了学习的斗志。白软生怕自己动真格的收拾郎静峰，会把郎静峰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学习积极性给浇灭了。毕竟云清的卦从来没错过，怎么会跟个学生？白软欲哭无泪，甚至想从车上跳下去。白软生怕郎静峰再戏弄自己，沉下脸指指郎静峰的书包，岔开话题道：语文书带了吗？当然。郎静峰打开书包，要求背的我全背完了。顿了顿，又眼含笑意，不失时机的强调因缘与学习的联系。我都几年没背过课文了，每次懒劲儿一上来，想背完，你能夸我几句我就有动力。白软听出他话里有话，闭眼嘴巴不搭茬，默默想着事情。卜卦卜的是人的命运，然而命与运实际上是分开的，命格是坚不可摧的框架，运势则是框架内流动变换的填充物。除非采用法术强行干预，人的命格极少会改变，可运势则会随环境、心态、性格的变化产生变数。正印桃花是命格，郎静峰注定会在这2年内因恋爱而学运亨通，强行阻其姻缘或遇不到姻缘则会耽误前程，这个改不了。但红鸾心动是运势，只是说明近日恋爱可能性大幅提升，算2个人之间有没有姻缘，也只是算这2人有没有可能在一起，都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果当事人决定死也不谈恋爱，那就算红鸾心动，运势也会逐渐消弭。白软暗自细细琢磨着，心想目前他与郎静峰的姻缘运势已经产生了牵连，如果他立刻斩断郎静峰的一切念想，肯定会害了郎静峰，但他可以不回应、不配合、不接受。18、19岁的男生性情大多毛躁，未必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等郎静峰的冲动劲儿过去，他们2人的姻缘运势说不定就会渐渐消弭，这样一来，郎静峰或许就会去喜欢别人，那一样能顺应郎静峰的命格，只不过可能是从因为喜欢老师所以努力学习，变成因为想和喜欢的同学考一所大学所以努力学习而已。白软想着想着，默默攥紧拳头，下定决心对狼崽子冷处理。我白软就算孤独老死，死外面从车上跳下去，也绝对不和郎静峰谈恋爱。他还想找个温柔漂亮的小雌兔呢，2个毛团毛茸茸的贴在一起，互相蹭蹭尾巴，想想就觉得温馨。我考考你古文释义。白软声线平板的说着，把语文书摊放在2人之间的空位上，把衬衫袖子往下拽包住手，隔着袖子翻开沾满郎静峰妖气的语文书。郎静峰好气又好笑，你碰一下能怀孕？不听，狼崽子放屁。白软默念口诀压住火气，含糊道，你书上全是那个气，我少沾点是点。那平时我作业本和卷子什么的你也这么看？郎静峰问。白软面露疲惫之色，自打你转学过来，我办公桌抽屉里的一次性手套就没断过。郎静峰重吐了口气，愈发认识到尽快学会隐藏妖气的重要性。不说这个，安地雅文横善数学，雅字怎么讲？白软问，脸蛋绷着，一丝笑模样也没有。郎静峰无奈，素常雅文就是经常听说。2人就这么考着古文释义，一路考回学校。郎静峰10个里能会8个，白软沉重的心情也随之舒缓了不少。管他为了什么，至少这段时间郎静峰是真肯学东西了。白软觉得自己可能是有点职业病了，反正就算是在郁闷的时候，自己教的学生有进步这件事总是能让他心里舒服一点。2天半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这2天半，白软一直刻意躲着郎静峰，
除上课与学校规定的自习巡视外，完全不在教室出现，甚至巡视自习时也不往郎静峰那排过道走。除此之外，一到课间10分钟，白软就尿遁，防止郎静峰趁着下课来办公室找他，而且去的还是楼下高1年组的男厕所，避免了尿遁时和郎静峰碰面。到了下班时间，白软更是溜得比谁都快，郎静峰的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是将冷处理进行到底，让狼崽子知难而退。这可不算棒打鸳鸯，白软盲目分析，这顶多算是冤工作忙，没空搭理秧。周四这天午自习，白软正在办公室埋头备课，忽然听见砰的一声门响。白软一抬眼便看到了熟悉的一幕，刘震拽着郎静峰领带，像牵一条不听话的小狼狗似的把他扯进办公室。郎静峰甫一进门就狠狠盯了白软一眼，唇角翘起一个不大善良的弧度。白软一耸，正欲溜之大吉，刘震却牵着小狼狗大步走到白软桌边，吹胡子瞪眼的告状：白老师，你看你班这大少爷，前阵子好不容易有点人样了，这2天又开始作业不交，上课睡觉，让他把作业给我补上，还跟我顶嘴，说我是科任老师啊，说话不好使，必须得班主任看着他才补。那白老师您就受累帮我看着吧，这玩意儿我是管不了了。刘震素来有让不交作业的学生自习课来办公室补作业的习惯，且极爱向班主任告状，郎静峰显然也清楚这一点。白软一阵头痛，急忙训了郎静峰几句，又安抚刘震，怕老爷子年纪大了经不起气。郎静峰则手插裤兜站在一旁看戏。下次再让我看见你数学课上睡觉，你这学期每节数学课都给我上教室后面站着上。刘震拍着白软的桌子咆哮。白软狐假虎威的跟着拍桌子，愤愤道：对，在睡觉，你以后数学课就站着上。郎静峰语气平和：我不是故意的，白老师，这几天我天天熬夜到凌晨4点。你熬夜干什么了？刘震斜眼看他。郎静峰如实道来：我打坐修炼。刘震一愣，气疯了，放屁！郎静峰乐了：真事儿，刘老师，我得连续修炼1礼拜。刘震头顶的假发片都快被直冲天灵盖的怒气掀起来了，破口大骂道：放你的罗圈屁！白软差点笑出声，郎静峰也别过脸，痴痴的笑。还笑？你给我写检讨！刘震一掌接一掌，几乎快把白软桌面震碎。给我写3000字，好好写写你在修炼什么绝世神功，再写写你的内功心法，我也沾光跟着咱们狼大侠练练，好不好？我不是管不动你吗？你就在你班掌门这儿给我写。白软脸蛋一垮，瞬间笑意全无。还有欠我的2天数学作业，白老师你帮我看着这小子。刘震把郎静峰的数学练习册往白软办公桌上一甩，气哼哼的转身走了。白软宛如一条风干在办公桌边的咸鱼，郎静峰从白软桌上摸了根笔，悠悠道：白老师，借我张纸写检讨。白软无奈的抽出一张白纸给他。郎静峰咬着嘴唇，在纸上写下2个大字，往白软面前一推：谅我。没有。白软摇摇头，小声道：快把你数学作业补了。郎静峰阴沉着脸，刷刷写道：想冷处理。以为谅我几天，等我新鲜劲儿过了就好了，是不是？白软那点心思全被说中了，无从反驳，干脆不理。郎静峰得不到回应也不恼，继续写：这周1之前，你这招道有可能会管用。白软眨眨眼，慢吞吞的在纸上画了个问号。这时午自习预备铃响起，各班班主任先后起身离开办公室去巡视午自习的学习情况。如上次一般，办公室内又是只剩郎静峰与白软2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白软没那么怕郎静峰了。不只是风俏符的威力，白软感觉郎静峰的妖气比起3天前淡了不少。郎静峰把笔抛开，低低一笑，道：谁让你英雄救美的，我是真喜欢上你了。白软尴尬的轻咳一声，不敢拒绝，硬着头皮打太极。不说这个，你抓紧补作业，还有检讨，我再给你1张纸，以后别惹刘老师发火了。别和我说那些，
郎静峰贴得离白软近了些，声音里满含着笑意，打趣他道：“敢救我，你就得敢娶我，脱我衣服找蛇，脱完说跑就跑。哥都让你看光了，现在嫁不出去了，你不得对我负责吗？”你可真行！白软都快被郎静峰这套臭不要脸的说辞气笑了，不知不觉就顺着他的逻辑反驳道：“我师父师伯也看见了，你找他们负责去吧。”郎静峰讶然，他俩不是互相负责吗？有我什么事儿？白软一怔，不敢吭声，居然被他看出来了。反正我现在命是你的，人也是你的。郎静峰用胳膊肘轻轻撞了一下白软的肩膀，你不要也得要。白软心口蓦地一紧，垂着眼重复强调道：“我不喜欢雄性，再说你是我学生，白老师。”郎静峰选择性失聪，岔开话题道：“我刚才碰你，你怎么没躲呢？”啊！白软这才意识到，刚才郎静峰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但因为输入的妖气量太少，又隔着2层衣服，白软竟然没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你练了？郎静峰又碰碰他，天天练到凌晨4点，你以为我开玩笑呢？白软仍然有些不适，往窗边缩了缩，正色道：“这东西又不着急，你还是要首先保证睡眠和学习的时间，别因小失大。”怎么不着急？郎静峰舔了下嘴唇，我还等着练完了好亲你呢。别想那些了，不可能。白软动作机械的起身道：“让一下。”去哪啊？郎静峰问，口吻强势的半点学生气也无，倒像是个对招蜂引蝶的小浪受严防死守的黑化老公。白软挺想斥回去，但估量过郎静峰的脸皮厚度后，他理智的选择了放弃。我去巡查午自习。骗子！郎静峰轻轻笑了一声，用身体把白软结结实实挡在办公桌后面。你就是想躲我？白软努力摆出淡然从容的表情，眼望别处道：“不是，学校有规定，班主任每天3进班2跟操，早中晚3次自习要进班管理，想害我被扣工资，你就挡着。”郎静峰打量白软片刻，侧身放他走。白软经过时，郎静峰忽然一伸手，用小手指头勾了一下白软的衬衫袖口，叫白老师。怕白软沾着妖气难受，那指尖没实打实的碰上，和白软的手腕隔着几毫米的距离，这动作细致的让白软的心尖都跟着袖口一起被勾了一下。郎静峰搭着桌边半坐着，垂眼望着白软漂洗的雪白的袖口，收回手，语调轻柔的像只试图讨好主人的奶狗。待会儿我好好补作业写检讨，不给你捣乱，你陪我在办公室待着，行吗？你可以开风扇。白软含糊的应了一声，心率莫名攀升。郎静峰眼皮一掀，望向白软的脸，少年感十足的一笑，直白道：“我就是想多看你2眼，真不干别的。”逐步攀升的心率顷刻间跃至顶峰，白软心脏猛跳几下，胸口一紧，一张嘴舌头直打结。你午自习抓紧补作业，下午还有课，别耽误上课。语毕，慌慌张张的走出办公室，好一阵恍神。其实刚才郎静峰也没怎么着，连碰都没碰着白软，白软却比被强吻那天还忐忑别扭。郎静峰用小拇指勾他袖口的那一下，被大脑擅自反复回放。别想，白软揉揉眉心，把脸贴近后门上方的小窗检查溜号的。然而在小窗前站了一会儿，白软才意识到自己压根儿没在看学生，闹了半天溜号最严重的就是他班主任本人。白软用力抹了把脸，告诫自己把心态摆正，别被不懂事的学生带歪，随即走进教室转了几圈，又在讲台上站定。偶尔有学生快速的抬头瞄他一眼，白软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今天巡视午自习的时间明显比平时长，可他宁愿说话不算数，也不想回办公室。白软心里乱糟糟的，在教室磨蹭了10分钟后，从东侧的主楼梯下楼，惯例去高1年组的楼层上了趟厕所。从厕所出来，白软打算去操场上转转，或者趁现在外面没学生弄个篮球偷偷玩会儿。去年2中老师和外校老师打篮球友谊赛时人手不够，把白软拖进去充数，本来就想让他当个吉祥物，跟场下观众卖萌，没想到白软的弹跳力、跑速和反应速度都是惊人的可观，长得一副白白嫩嫩弱不禁风的模样，在场上却窜得比兔子都快，一起跳那气势像火箭升空似的，上半场抢篮板的活儿
几乎全让白软包了。至于下半场，白软玩的太少，不熟悉规则，5次犯规后荣幸退场。总之，这么几场打下来，白软就爱上了篮球这项运动，觉得特别适合自己。周末有空会和那几个老师约着一起玩，有时大课间也和自己班男生打打。白软原本兴冲冲的往外走，走到一半想起透过办公室窗户能看见操场，怕郎静峰下去堵自己，便又苦着脸折了回去。犹豫片刻后，从西边的侧楼梯上到天台，打算在天台上晒晒太阳消磨时间，等下午第2节6班语文课再下去。与此同时，左等右等也等不到白软回来的郎静峰，在短短20分钟内完成了从纯情奶狗到黑化饿狼的进化飞跃，阴沉着脸大步走出办公室。他先是走到4班后门，把脸贴在后门的小窗上嗅了嗅，捕捉白软身上那股温暖蓬松的味道。那味道郎静峰特别喜欢，如果不是怕吓着白软，他都恨不得从白软身上扒2件衣服下来，天天贴着闻。在窗边闻着闻着，郎静峰愈发躁动难耐，觉得自己必须得立马逮住白软，搂进怀里，狠狠搓弄一通才能舒服得了。教室里，以为白软又来抓现行的学生一扭头，与小窗中脸黑如炭的郎静峰对视了1秒钟。一头雾水的学生庄宇文，偶尔数学课代表已经无法满足他了吗？这是来装班主任了。郎静峰退开2步，像只丢了猎物的小狼一样不甘心地蹲在走廊上，左右转着头，鼻翼微微翕动，仿佛在闻味儿。闻了2下，郎静峰起身朝东侧楼梯的方向走了一小段路，再蹲在地上吸吸鼻子。如此重复了几次后，郎静峰循着白软残留在走廊地面上的味道，顺利追踪到高1年组的男厕所。从1楼男厕出来，郎静峰脸色更难看了。紧接着，他故技重施，又警犬似的闻着味儿，循着西侧楼梯一路摸到天台。砰的一声，郎静峰推开天台门。午后的太阳将天台上的石板烤得微烫，熏暖的风轻柔吹送，是个睡午觉的好地方。白软原本正头枕双臂仰面躺着，惬意的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听见门响，那双慵懒的半合着的眼猛地瞪圆了。白软触电般弹坐起来：“老师好啊！”郎静峰的狼眼睛微微一眯，大步朝白软走去，脸上涌动着一抹难以捉摸的神气，一字一句缓缓道：“你不是查完自习就回来吗？回哪去了？你怎么？”白软险些被这突然出现的狼崽子吓到心脏停摆，慌忙退开几步，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郎静峰神色阴沉地点点自己鼻尖，言简意赅道：“文，下次躲我记得躲到3公里开外。”“没躲你，有什么好躲的？我就上来透透气。”白软扯着谎，按着吓出来的圆尾巴，疾步朝天台门的方向走去。“走吧，下楼补作业去。”郎静峰冷冷一笑，像刘震逮他似的，一把攥住白软领带，收着力道把白软往自己怀抱的方向不轻不重的一扯，两人身子没贴上，只是离得极近。“郎静峰，你干什么？”白软腿一软，脸蛋惊得煞白，挣不开，也不敢上手碰郎静峰。“白老师！”郎静峰又爱又恨的瞪视着白软好看的脸蛋，咯咯磨着牙，语气不善：“我是真想好好追你，慢慢让你接受我，你不能一点机会都不给吧？别的我就忍了，你连上个厕所都刻意跑1楼上，犯得着吗？就这么不想遇见我，逼我欺师灭祖呢？”白软一点点往外扯自己的领带，愁眉苦脸的憋出6个字儿：“不许欺师灭祖。”郎静峰喉结滚动，闭了闭眼睛，压着火道：“妖气我都学着收了，天天练到凌晨4点，你还看不上我什么？我都改。”白软不禁反问：“那你看上我什么了？我也改。”郎静峰心里这个火大，恨不得就地把白软按倒扒光了，亲吻揉搓一通，弄得他又怕又爽，哭着求饶好解恨，从头到脚全看上了，想让我看不上你，重投个胎吧。他这话真不是作假，起初他只是觉得白软长得好看，合他胃口，后来被自己幻想中那个软糯温柔善良可爱的小哭包萌得不能自理，再后来他发现白软和他的幻想有些出入，可这出入反而让他更加欲罢不能。周一那天晚上，郎静峰回家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满心都是白软，
想着这么个毛茸茸的巴掌大点的小白兔，放在大森林里遇到野兽也就是一口的事儿，但就这么个他一碰一唧唧的小东西，却能为了不让他遭天谴，硬着头皮克服恐惧，几次三番接近他，能为了救沈家涵支出2年腰力，能为了让周浩辰不挨揍单挑5只犬妖，这他妈怎么想的？郎静峰想着那外形酷似小白年糕，内心却刚强正义的小白老师，又是不解，又是被反差萌萌到心潮澎湃，躁动的只想日枕头。白软的外形、性格、人品、性别、气味，全都和郎静峰的胃口，合得无法再合，再加上云清算的那一卦，怎么看他和白软之间都透着一股姻缘天定的意味，错过一次绝逼，终生后悔。于是这天夜里打定主意，这辈子就要白软的郎静峰在心里把脸皮揪下来，团吧团吧，扔了。追媳妇儿要什么脸？不几把要。问你话呢？见白软又不吭声了，郎静峰催促道：“你看不上我什么？我改。”你是我学生。白软无奈道：“还是男的。再过1年多我就毕业了，毕业就不是你学生了。”郎静峰说着，放软了语气逗着白软道：“性取向这种小困难，你就不能为了你最重视的学生克服一下吗？尊敬的跳跳老师。”见这么说，郎静峰不当回事儿，白软一咬牙，硬着头皮用微微发颤的嗓音抛出杀手锏：“其实关键是我曾经之前被狼咬过，差点没命，所以我对狼有阴影。你就算把妖气都收干净了，我也没办法不怕你。我不敢把话说的太绝，是因为我师傅的卦，但是……”白软字斟句酌着，既不敢瞬间掐灭郎静峰所有希望，又想让他明白他们之间有多么不可能。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不是我学生了，就算我喜欢男的了，我对狼也……郎静峰下颚线条紧绷，默然不语的凝视白软良久，缓缓松开攥着白软领带的手。白软小心翼翼道：“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还是换个人喜欢。”郎静峰打断他：“你这意思就是别的方面你倒不是绝对不能克服，最大的问题是我是狼。”白软机不可闻的轻轻嗯了一声。郎静峰嘴唇抿成一线，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知是想到了什么，面色却是渐渐由阴转晴，含笑打趣道：“种族歧视啊你！”白软哭笑不得：“不是，就是心理阴影。”行吧。郎静峰一点头：“那我知道了。”那白软小心翼翼的提醒道：“你还是得学习啊，别因为这个不学习了。”学，当然学。郎静峰忽然笑了一下，露出2颗隐约比寻常人尖一点的小尖牙。他嘴上说着知道了，脸上却没什么得知恋情无望的失落，相反，语气神态还都挺轻松的。白软摸不透他心思，也不敢深问，只试探道：“那你回去补作业，写检讨。”郎静峰瞥他一眼，柔声道：“晒你太阳去。”说完，郎静峰吹着口哨跑下楼梯，快乐的像只小猪佩奇。这狼崽子是不是又有哪里会错意了？但是出乎白软意料的是，天台谈话结束后，接下来的几天，郎静峰确实收敛了许多，没再试图接近白软，而且写作业和上课听讲也没耽误。欣慰之余，白软的心多少还是有点悬着，总觉得天台谈话那天郎静峰的反应不太像是放弃了，事情8成没这么简单。另外，郎静峰身上的妖气也持续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变淡，周日2人一整天没见着，周一早自习白软走进教室时就几乎闻不到妖气了，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郎静峰没在教室，结果往最后一排望去时，郎静峰碰巧也在看他，2人目光交汇片刻，白软匆匆转过脸。果然，这平静的假象只持续到周一当天晚上。这周一4班的晚自习是白软亲自监督，放学铃敲响，白软回办公室收拾好东西，一出门就看见郎静峰倚着办公室门对面的墙抱怀站着，见白软出来，扯着嘴角露出一个英俊又嚣张的笑容，道：“白老师晚上好。”白软莫名有种大事不妙的预感，冷淡的冲郎静峰一点头，转身开溜。回来。郎静峰的声音带着笑，几步追上，一把钳住白软手腕。白软条件反射的一紧张，但预想中尖锐刺骨的妖气却没出现，没受到妖气刺激的神经系统指挥着全身弓弦般绷紧的肌肉，
勒令他们缓缓松弛下来。过来，给你看个东西。郎静风道。看什么？白软凝神感应片刻，却仍然捕捉不到丝毫狼妖的妖气，眸光微微一颤。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郎静风的身份，此时此刻白软会误以为他是人类。短短7天而已，郎静风还真练成了。白软幼年时也练习过收敛妖气，知道7天想收的这么干净有多困难。他抬眼，视线急速扫过郎静风布满血丝的双眼，心间猛地一颤，脱口而出道：“你这2天睡觉了吗？”郎静风正钳着白软手腕，把他往走廊尽头杂物间的方向拽。闻言侧过脸，略带嘲弄的一笑，道：“今天下午自习课睡了一会儿，谢谢白老师关心。”言下之意，也就是除了下午自习课之外，这2天都没睡觉。白软一阵心悸，实在不忍呵斥郎静风，但也不敢再和他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内独处，只好一边小幅度的挣扎，一边低声道：“站住！要让我看什么直接拿出来，什么东西在这不能看。”走廊上几个路过的学生朝他们投去好奇的目光，郎静风想把白软强行拖走很容易，但他一怕弄疼白软，二怕别人看，便退回一步贴近白软，轻声道：“在这真不能看。”白软也不知是想到什么，脸一转，结巴道：“那我不看。”想哪去了？郎静风乐了，直白道：“不是黄的。”白软皱眉，实在想不出郎静风能让他看什么。根据白软对这狼崽子的现有印象，白软怀疑他是想把自己哄进没人的僻静地方，好干点什么不该干的，遂语气坚定道：“不看，放开。”郎静风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回忆起前些天看见的程序员熬夜加班致猝死的新闻，灵光一闪，把脸沉下来，低声道：“白老师，我照那破教程练得好几天没正经睡觉，现在心脏砰砰跳，你这会儿别气我。”白软忍不住心疼学生，语气软了些，道：“上周4都跟你说了别这么拼，又不是什么急事，你也不听我的，拼都拼完了，就别说了。”郎静风抚了抚胸口，用流氓碰瓷儿的语气道：“我现在气儿也不怎么顺，你再气我猝死了。”你……白软一阵急火攻心，差点当场给郎静风做个猝死示范。郎静风看出白软在担心什么，为表诚意，他松开攥着白软腕部的手，道：“我是真有事儿，跟你说正经的，我保证不乱碰你，不亲你。”白软半信半疑的瞥他一眼。郎静风咬牙发狠道：“我今天要是亲你一口，乱碰你一下，我他妈是狗。”对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去未免就矫情了。白软活动活动被抓得发麻的手腕，道：“那走吧。”他们在走廊磨蹭这么久，放学的学生也差不多走干净了，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杂物间，没人看见。郎静风关门落锁，站在门口不动声色的堵住出路，把书包拿下来往地上一丢，脱了制服外套，又开始解领带。“你脱衣服干什么？”白软目露警惕，甚至想叽叽大叫。“别多想，我变个原形。”郎静风动作不停，啧了一声道：“得先脱衣服再变，我这不掉毛吗？”白软面部肌肉微微抽搐，憋着笑道：“那你变原形干什么？变完你就知道了，肯定不咬你。”郎静风观察白软表情，见他在忍笑，便顺着话瞎扯淡逗白软开心。一到换季，我们一家3口都掉毛，满屋子哪都是毛。我妈每个月都得给阿姨额外发补贴，要不她天天扫毛粘毛太辛苦了，真事儿。白软垂着眼帘，想象着换毛季郎静风家里的惨状，破功了，笑问道：“那阿姨不觉得奇怪吗？她也是狼。”郎静风目不转睛的望着白软的笑脸，把最后一件衣物往地上一丢，也跟着笑了：“还是老狼，毛掉的比我们仨还厉害。”语毕，郎静风身形一矮，眨眼的功夫已不见人，地上则多了一只年轻健壮的公狼。公狼生着一身油光水滑的毛皮，粗长的狼尾懒懒耷拉在身后，一双狼眼在光线昏暗的杂物间内亮得灼人。白软心知郎静风不会伤害自己，可真见着一只狼待在这么近的地方，心里还是一阵阵发怵，嗓音干涩的催促道：“到底让我看什么？”郎静风竖起屁股后的狼尾巴，不太熟练的冲白软摇了摇，狼脸
流露出驯顺的神情，随即他四腿牢牢钉立在原地不动，用尽量缓慢，大约不至于惊吓到白软的速度，朝白软张大嘴巴。白软头皮一阵发炸，一边紧张的咽着口水，一边被本能驱使着后退了2步。他对狼嘴的阴影极大，狼除去一口锐利的门齿外，还有4颗杀伤力极强、又长又尖、高度明显高出门齿的犬齿，那是狼赖以生存的东西，也是狼战斗与捕猎的最佳武器。当年他就吃过这4枚犬齿的大亏，一条后腿被咬了个对穿，那2个痛彻心扉的狰狞血洞与4枚森白的狼牙，在他幼年时常常顽固的造访他的梦境，每每会令他叽叽尖叫着从自己的小草窝里惊醒，直到10岁以后，这血腥的梦魇才渐渐从他的生活中淡化。见白软目光失去焦距，压根没再看自己，狼劲风从嗓子眼发出催促的低叫。白软从恍然中惊醒，硬着头皮朝狼劲风的狼嘴看去，那4枚森白锋锐的犬齿已不复昔日悍勇，它们最顶端的牙尖被磨平了，只剩下4个光滑的无害的平面。白软一愣，心头巨震，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这4枚利齿是狼生而为狼的荣誉，在大自然中，狼牙甚至重于狼命，一头狼往往宁可直接死了，也不会愿意带着这么4颗咬不死猎物的牙窝囊的苟延残喘，可狼劲风却硬是把它们挫平了。白软胸口一疼，狼劲风低叫着用舌头舔了舔那4枚狼牙的截面，似乎想向白软证明自己的牙真的很钝。见白软雕塑似的僵立在原地，狼劲风试探着迈开4条腿向他走去。白软勉强缓过神，在强烈的内疚与心疼的席卷下，那点心理阴影几乎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机械的低下头，看见狼劲风在他脚边坐下，以极轻柔的力道将一只前爪按在他的膝盖上，仿佛想让白软看他的爪子。你把爪子也……白软仿佛突然忘了怕字怎么写，单膝跪地，一把捞起狼劲风的前爪凑近了查看，那爪子上原本尖锐的指甲也如牙尖一样被挫平了。狼劲风错得很，透过仅存的一层薄薄的蛋白色角质，白软几乎能看见下面透出的肉色。嗷呜！狼劲风温柔的叫了一声，小心翼翼的凑近，用湿润的小黑鼻子碰碰白软的鼻尖。白软僵硬着，却没躲，鼻尖上微凉的一处如蜻蜓点水般激起层层涟漪，从心窝开始，一浪一浪轻柔和缓的向外扩散，让白软全身上下皆是一阵阵被水波抚弄过的酥痒，他有点脸红了。你这也太……白软唇瓣发颤，他察觉到自己脸红了，而脸红本身又作为一个羞耻的诱因，导致了更加强烈的脸红。白软面皮越来越热，热得他想捂脸。狼劲风似乎怕吓到白软，碰了一下鼻尖，便迅速缩回去坐好。紧接着，他昂起头，抻长脖子，小声叫道：“嗷呜，嗷嗷呜！你想说什么？先变回来再说。”白软红着脸轻声道。狼劲风摇摇头，又别扭的嗷呜了好几下，才终于憋出一声“呜汪”。白软的表情与心情皆复杂的难以言喻。成功掌握了一门外语发音的狼劲疯乐颠颠的站起来，一边冲白软狂摇尾巴，一边欢快的叫道：“呜汪汪汪汪！”竟是为爱当狗。白软咬着嘴唇，既温暖又难过，既感动又内疚。先是被狼劲风逗得想笑，紧接着却又一阵鼻酸，心里鼓荡着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可这感觉没多一会儿就被为人师表的道德感厉声喝退，小动物一样在角落四肢蜷缩，诸多矛盾如乱麻般在白软脑中飞速缠结成一坨死疙瘩，让他手足无措，有口难言。狼劲风在白软面前撒了会儿欢，身形一晃，变回人形。变回来了，你先穿一下衣服。白软小声说着，光速转移视线，只看到了2道线条清丽的锁骨。狼劲风虽不知羞，但也觉得光着屁股调情未免像个变态，于是从善如流，以最快速度穿上衣服，随即大步走到白软身前，含笑逗弄着白软道：“白老师，今天开始我就是哈士奇，你对哈士奇没阴影吧？”白软面红耳赤的摇摇头，心疼道：“你的牙以后就那样了吗？”就那样了。狼劲风缓缓贴近白软，
让两人额头相抵，一只手臂悄然向白软的腰部进发，虚虚的还了过去，轻声道：“反正我又不用上深山老林里打猎去，我有拳头，这辈子也够保护你了。”白软攥紧拳头道：“那个我也有，不用你。”郎静风吃的笑了：“行，那互相保护，总归是话里话外地把两人往一起扯。以后你还怕我吗？”郎静风不动声色的收紧环在白软腰上的手臂，脚也朝白软挪了些，白软整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被他搂进怀里了。白软坚定摇头：“不怕。”别说他是真的不怕了，就算是还有些残存的怕，面对郎静风这样的牺牲，他也不可能承认自己还在怕。那你……郎静风用鼻尖轻蹭白软的鼻尖，由于白软的配合，从黑化恶狼退化回纯情奶狗，语带笑意的低声撒着娇：“让我亲一个行吗？你这脸一红，怎么这么好看呢？”“不行。”白软在郎静风怀里扭了扭，被道德感鞭笞着想挣开：“你在走廊里怎么和我说的？你说你今天要是……”郎静风打断他，自己把话补完了：“我说的是我今天要是亲你一口，乱碰你一下，我他妈是狗。”白软忽觉大事不妙，郎静风露出个痞笑，粗声道：“对不起，白老师，我他妈就是狗，汪汪汪！”郎静风微微一偏头，吻住白软的嘴唇。由于有用力过猛，不慎把白软亲成小白兔的前车之鉴，这一次的吻带着几分试探的意味，力道清浅，温柔到犯规，仿佛是在吻一个易碎的水中倒影。这和郎静风片刻前展现出的痞气粗野完全不相称，却反而在顷刻间瓦解了白软的所有防线。白软纹丝不动，没躲，也没试图挣脱，连严厉的道德感都暂时退避三舍，装聋作哑。毕竟纵使白软有再多理由，在当前的状况下拒绝一个如此温柔的吻，都显得有些残忍。郎静风摩挲着白软的嘴唇，稍轻克制的退开些，低声确认道：“害怕吗？想变原形吗？”也是被小白兔留下心理阴影了。不怕，不想。白软连耳朵都是滚热的，他现在对郎静风没有丝毫畏惧了，可想想这不怕是用什么换来的，白软心里一酸。“你那牙磨的时候疼得厉害吗？”白软小声问。“不疼，打麻药了。”郎静风尽情呼吸着白软身上暖融融的味道。“我有个哥们儿，他哥是兽医，我找他哥磨的，自己磨我怕磨劈了，倒不成自残了吗？”顿了顿，郎静风像讲什么开心事儿一样，语气轻松道：“我跟他哥说我喜欢上一个小兔子，得想办法让人家不怕我。他哥边磨边骂我傻，说我八字没一撇呢，先把牙干平了，磨完你不跟我就傻逼了。”这正是白软想提而不敢提的疑问，却被郎静风自己说了出来。白软一咬牙，硬着头皮颤声道：“那你就没想过，如果我真的没办法和你在一起，你怎么办？”白软不敢也不忍在这时斥责郎静风太莽撞、太草率、太意气用事，可这又的确是事实，再给他多少次机会猜，他也猜不到郎静风会在一切都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对自己这么狠。郎静风轻轻笑了一声，道：“不怎么办，不就几颗牙吗？”白软咬着嘴唇，难受的眼圈泛红。“你也觉得我傻吧？”郎静风问。“感觉我太冲动了是不是？”白软摇头摇的脖子都快扭了，昧着良心否认道：“没有，没那么觉得，就是觉得就觉得，不要紧，确实有点傻。”郎静风语调轻松的打断，笑模笑样的调侃道：“谁让我是雪橇三傻之一呢？”装哈士奇装得非常入戏，白软简直不知该摆出什么表情面对他。“其实吧，我要是28岁遇见你，我可能一点都不冲动。”片刻安静后，郎静风正色道：“我非得先把你家祖宗18代户口查一遍，看看你房产证，再看看你工资条，问问你有没有前男友，有几个前男友，将来我俩家务怎么分，家里谁管钱，能不能生，小兔崽子小狼崽子各打算生几个，驾照你能出多少，彩礼想收我多少，房子写谁名，我都得问得明明白白的。”郎静风一脸欠揍的掰着手指一桩桩数过，道：“盘查完，我再跟别的约会对象对比对比，一看，哦，这个白老师条件最好，
老师工作稳定，那行就跟白软谈恋爱。完事我再跟你签个合同，合同写上我这牙磨了你就必须得跟我在一起，分手就得陪我4颗烤瓷牙。哥长这么帅，别说8字没一撇，大写那8字差个数勾我都不答应。白软眼里原本泛着水光，听见要赔4颗烤瓷牙，又听见大写8，被郎静峰逗得扑哧笑出声。但是我今年才18，郎静峰低头把下巴抵在白软肩上，用力蹭了蹭，不正好是为了喜欢的人犯傻逼的时候吗？先让我傻着吧，白老师，别讲道理，伤感情。这确实是唯有心智尚未成熟，没离开过家族庇护，没遭遇过多少挫折，一怒拔刀不计后果的少年人才干得出来的事。等到过了这个18岁，再过了这个白软，或许郎静峰一生也不会再有这样一往无前的愚蠢和莽撞。白软心头一片火热，他忽然抬起双臂，环住郎静峰的背，用力的抱了他一下。抱这么紧，从了？郎静峰打趣道。没。白软手臂一松，有些难堪。这个拥抱中包含的主要是感动、感谢和安慰。白软颜值高，年轻，性格又好，执教期间其实也遇到过被其他学生倾慕的情况，可白软一向恪守底线，绝不越雷池一步。一直以来，白软都认为这是身为老师的道德底线，如果连这都把持不住，教师资格证就可以撕了。所以就算再感动，白软也无法说服自己立刻答应一个同性学生的求爱，这实在过于离经叛道，远远超出白软的底线和预期。从一下呗。郎静峰冲着白软红热的耳朵吹了口气儿，由于本来就没指望能立刻追到，他倒也没失望，用带着笑的声音道：我们2个傻子挺配的。白软被耳廓传来的麻痒弄得一缩脖子，轻声问：我怎么也成傻子了？你不觉得你也挺傻的吗？我付出点代价，好歹是因为喜欢你，你倒好，为救那个沈家涵透支2年腰力。郎静峰脸一黑，猛地板着白软肩膀质问道：你不是喜欢他吧？怎么可能？白软冤得想跳海，那是我学生，我哪能有那种想法？郎静峰松了口气，眸光一转，奔着白软下3路去了。透支完你腰力够用吗？你这尾巴一天到晚的动不动就往外冒，别让人看见，再以为你往屁股后边塞东西了。白软一开始还猛着，心道往屁股后面塞东西做什么，又不是没裤兜，直到对上郎静峰促狭的目光才回过味儿，面颊疼得红透了，恼火道：郎静峰，你说什么呢？反射弧挺长。郎静峰乐得肩膀直颤。白软的怒气升起没几秒钟，想想郎静峰付出的代价，就又粘了下去，回手按掉感动出来的圆尾巴，抿着嘴巴，不好意思训人，红云飞步的脸蛋衬托的那五官格外精致漂亮。郎静峰心头一颤，双手捧住白软的脸又亲了下去，这次他亲的没那么客气，含着2片柔滑温软的唇瓣，又吮又咬，舌尖也不容抗拒的探进内里，勾缠着白软的舌尖。狭小的杂物间拢音效果极佳，唇舌贴合又分离时不的清响，搅动时的啧啧水声与情男子一时发出的的鼻音都显得十分清晰，加上这一狼一兔，听觉都极敏锐，虽只是一个吻，这立体环绕的听觉效果却十分不得了。白软怀疑自己要被郎静峰轻化了，被为人师表的道德感与被同性亲吻的禁忌刺激的沁出细汗，然而他兀自强忍着，没挣扎也没抗拒，直到郎静峰放开他的嘴唇，向下准吻起他的脖子，白软才猛地一激灵，小声叫道：别再往下了。郎静峰又狠狠亲了一下白软的嘴唇，帮他把被扯松的领带重新系好，仔细琢磨着白软的表情，道：白老师，你刚才让我亲，不是因为对我动心了，是因为觉得内疚了。白软不敢吭声，他怀疑自己是有一点动心，因为方才郎静峰亲他的时候，他没什么厌恶感，甚至还有一点气球一样飘了起来的感觉。但白软不想搞师生恋，他就是要和郎静峰在一起，也得是郎静峰高中毕业之后。况且白软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动心，今天这些事发生的太过突然，他脑子还混乱着。至于因为内疚，所以才让倾听起来也很伤人，故而白软只好纠结的保持沉默。说话纯因为内疚吗？
郎静峰捏捏白软没多少肉的腰，白软纠结成狗。郎静峰催促说话，宝贝儿。白软眼睛瞪得溜圆，叫我什么？郎静峰嗤笑，会说话了？我不知道。白软只好老实答，但我确实内疚，感动也内疚。早知道你会这么处理，我就不和你说我被咬过的事。我现在真的……白软无力道，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好了。你不用内疚。郎静峰皱了下眉，又半开玩笑的打趣道，我指甲能长回来，牙的话，那不然我定做4颗烤刺的镶回来。但你不是有心理阴影吗？白软眼睛微微一亮，小心翼翼的问，能镶回去吗？我没阴影了，以后也没有了。不知道，没问过。郎静峰见白软确实愧疚的难受，反过来安慰他道，磨牙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生下来就是妖，早就习惯用人形生活了，根本影响不着什么。你看满大街那么多人，谁也没长那4颗牙，不也都一样该吃吃该喝喝吗？白软心里还是堵得厉害，但是就算你再不用，它也是个象征。我以前看狼图腾，里面说狼牙是狼的荣誉，比狼命还重要，狼没牙，宁可……白软不敢往下说了。郎静峰乐了，你个白跳跳还看狼图腾呢？不是，你是抱着什么心态看狼图腾的？白软耷拉着脑袋道，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白老师你看看我。郎静峰指指自己，露出个吊儿郎当的笑容，我像是在乎什么荣耀象征的人吗？再说我是狼妖，不是狼，这区别可挺大。这么说吧，你和大森林里那些普通兔子的想法能一样吗？人家普通兔子天天就想着啪啪啪，啪完这个啪那个，啪完上顿啪下顿，你可倒好，想亲你一下给我折腾的。白软心想自己其实也成天想啪啪啪，不过这个不能说出来。别难受了白老师。郎静峰敛起笑容，认真道，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在乎那4颗牙，没有就没有，我不会要死要活的。白软摇头，那你以后吃东西不受影响吗？还有，以后万一有什么需要自卫的时候，你因为这个打不过人家，该吃亏了，这么关心我。郎静峰心脏一阵猛跳，压住心里小小的邪念，实话实说道，我平时基本都是人形生活，狼形太不方便了，也没个手机都玩不了。那些自己修成妖的妖怪才会动不动就喜欢变原形，比如白软，他在家时经常是原形，而且保留着大量兔子的习惯，偶尔也会用动物的思维想问题，还在家里培植大量小白兔挡雨。可大多数妖2代都对原形没什么执念，妖2代在人类社会出生长大，天生就有人形，很少用原形生活，他们往往比妖1代更像人类。有些被人类同化严重的妖2代、妖3代，甚至会觉得自己只是有变形技能的人类。吃肉啃骨头人牙够用，打架我也很少有上嘴的机会。上次我单挑那5只狗妖你看见了，我拳头就够他们呛，再上嘴咬那不是出狗命了吗？郎静峰说着，嫌恶的一撇嘴，再说俺咬那个药不爱洗澡，一咬一嘴黑泥，咬一口不够我恶心的。白软这还是头一次听说狼会嫌咬猎物恶心，不禁有些茫然。郎静峰轻轻白软滚热的脸蛋，柔声道，我把牙错平不是为了感动你，也不是想用几颗破牙绑架你，我就是想让你不怕我，别躲我，不说马上在一起吧，至少给个机会好好相处，大不了你等我毕业。白软一怔，其实郎静峰即便不在意自己的狼牙，也完全可以做出很在意的样子，靠这个在白软面前赚到大把感动分。白软心软耳根软在郎静峰这不是秘密，他如果存着点歪念头，利用白软的性格漏洞撒撒娇装装可怜，白软很有可能会硬着头皮妥协。可郎静峰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底牌全亮出来了。而他这样做，白软反倒更加触动，这份坦荡和诚恳带来的震撼并不比错评牙尖来的弱。你千万别瞎感动啊，差不多意思一下，对得起我在宠物医院花的挂号费和挨的那几针麻药就行。郎静峰捧着白软的脸，见白软眼眶中正在飞速聚集泪水，忙道，我没跟你闹，也没说反话，你心太软，一感动就懵了，到时候别分不清到底是喜欢我了还是感动，
还没喜欢我就愣说喜欢了，我什么地方你看不惯也不敢说了。要那样，我还不如现在就忽悠忽悠你，跟你说白老师，我最重要的牙都为你错评了，你看我多爱你，赶快跟我打一炮，安慰安慰我吧，我不想那样。郎静峰说着说着，自己先乐了，磨牙这事儿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听话。白软扭过头，一闭眼，眼泪簌簌落下。别哭。郎静峰用拇指抹白软湿漉漉的脸，别哭了，白老师，我错了成吗？白软用袖子胡乱抹脸，咬着嘴唇想止住眼泪，却完全止不住，嗓音颤抖道：你怎么这么傻呢？白老师你这么想。郎静峰拖着白软的脸蛋，哄小孩似的轻轻晃了晃，要不是你出手救我，我早就被天谴劈几个来回了，还牙呢，拿扫帚把我扫扫，能装满一股灰盒就不错了，我连命都是你救的，你就甭纠结小问题了好吗？语毕，郎静峰琢磨着白软在学生面前哭可能会觉得丢人，按着白软后脑硬生生的把他往怀里一扣，让白软把脸埋进自己衣服里，哭了个痛快。两人从杂物间出来时，走廊静悄悄的，学生老师早都走光了。白软从情绪的洪流中脱离出来，回味起杂物间中的亲吻和自己失态的表现，不禁别扭至极。他去厕所冲了把脸，垂着眼睛接过郎静峰递来的纸巾，动作机械的擦了擦脸，感觉自己眼皮好像还微微肿着。白软恨不得顺着下水管道钻进去躲会儿，等模样正常了再出来面对郎静峰。郎静峰轻轻笑了一声，了然道：害羞了？又想钻兔子洞了？不是。白软转身朝出教学楼的方向走。郎静峰知道白软脸皮薄，刚在学生面前哭了一场，这会儿肯定别扭的不行，便不继续逗他，也没追上去，只体贴的跟在后面，假装自己不存在，脚步轻的像只伏击猎物的小狼。这么走出一段，白软定了定神，调整回老师正直严肃的腔调，道：我以后不躲你，和你正常相处，你以后也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学习不能松懈。期中考之前那大半个月你表现得很好，保持住那个劲头，别因为今天这些事分心，知道吗？好。郎静峰一口应下，打趣道：我要是考不上师范大学，来不了二中当体育老师，我这辈子就惨了。白软认真道：怎么惨了？体育老师也不是唯一的出路。郎静峰愁容满面道：那我就得回家继承我妈的公司了。白软皱眉正经道：继承公司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行的，你如果有这个意向，其实可以考虑大学往金融管理这些方面逗你玩的。郎静峰好笑的打断：就我这性格还学金融管公司闹呢？我现在的理想就是来二中当体育老师，真的没事和你压压操场陪你。你打篮球吗？我看你挺能跳的。白软乐了，周末有时候跟他们打会儿。他们谁啊？郎静峰问。白软老实答：就学校几个老师。以后周末带我一个，我是你小跟班，帮你拿衣服拿水拿毛巾。郎静峰追上白软，轻轻撞了下他的肩膀，含笑道：你要是跟他们打不爽了，还能打到我撒气，行不行？白软被逗笑：怎么能打你？反正说好了，以后带我。郎静峰说着，忽然毫无预兆的伸手在白软背上抚了一把。时值5月中旬，白软穿的少，上身只有一件薄薄的白衬衫，郎静峰这一抚抚过他大半部分的脊背，掌中热度晕晕的传来，惹起一丛丛细弱的电流。白软机灵的原地一蹦跶，飞速转过脸，一双乌亮的眼睛瞪得溜圆。郎静峰被白软明显过激的反应逗乐了：怎么了你？别摸我后背。白软说着，眼珠一转望向别处，似是在心虚。不是。郎静峰无辜的收回手：我这下还真没想摸你，我就是好奇你之前背上贴那幅，想看看还在不。他记得白软第一次现原形时身上盖着一张黄符，不过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郎静峰也就忘了问符的事。刚才跟在白软后面走，一直看着他后背，才突然想起来，也没过脑子，就顺手一摸。上周6开始就没贴了。白软语速很快，像是怕郎静峰纠结摸后背的事，那叫风翘符，
我改良过的，能封住全身上下一半的气孔。之前我总贴着是为了少吸你的妖气，现在用不着了。郎静风哦了一声，把话题扯回去，摸你后背一下，你反应那么大。刚才白软的反应不像是寻常的抗拒，倒像是猫被踩了尾巴。白软干笑两声，就是被你吓一跳。几秒的安静过后，白软强调，不是说后背有什么特殊的。郎静风顿时了解到后背的特殊性，二话不说掏出手机，打开网页搜索关键词摸兔子后背。片刻后，郎静风字正腔圆亲情朗诵道，抚摸兔子后背可能会导致兔子的高潮反应与假孕，闭嘴。白软脑内某根紧张的弦把灯一声崩断了，转身就去抢郎静风的手机。郎静风仗着自己个高胳膊，常把手机举高，用调情的语气道，你抢啊。他话音未落，白软已然高高跃起，一把夺过手机，并稳稳落在地上。郎静风不愧是白跳跳。白软颠篮球似的颠了两下手机，气呼呼的瞪他一眼，道，抢了。郎静风好笑，我都看完了才念的，你们兔子还假孕呢，公的也能吗？当然不能，你见过什么动物公的能怀孕？白软语调慌乱的偷换概念，全然无视郎静风不是怀孕是假孕不一样吧的纠正，嘴唇抿成一线，飞快关掉写着兔族黄报小秘密的网页，又顺手按下 Home 键，结果这一按便猝不及防的瞥见了郎静风的手机壁纸。那是一张偷拍来的照片，照片中的白软站在讲台上，垂眼望着摊放在讲桌上的备课笔记，一手举着粉笔，正欲转身写板书。讲台正对的窗羽门开着，穿堂风将白色窗帘高高抛起，太阳循隙而入，在白软脸上抹了薄薄一层夏光，白的晃眼的皮肤衬得那眼界深黑，愈显眉目如画。照片构图中白软在最中间，屏幕上的各种应用图标便众星拱月的围在白软身边，在中间空出一个人形的位置，每个图标都没挡着白软，方便郎静风解锁手机后欣赏。你偷拍我？白软眼睛微微一眯，不然我光明正大的拍，你朋友圈里一张照片都没有。郎静风虚心请教，见白软一脸不爽的噎住，含笑讨饶道，白老师，我一看见你照片，想着我是为了将来能和你在一个学校当同事才学习的，我就特别有劲儿。白软一听和学习沾边，态度就软化了，默不作声的把手机往郎静风怀里一抛，偷拍是我不对，我把这张删了。郎静风低头摆弄了几下手机，也不知是真删假删，摆弄完奶狗似的撒娇道，那你主动给我一张行吗？白老师，白软小哥哥。白软不理他，自顾自低头走。郎静风双手抄着裤兜，晃晃悠悠的跟在后面问白软要照片，像个人形骚话口袋似的，轻轻一戳就淌出一地骚话。我给你发一张，发完你就不许再要了。白软被逗得头晕脑胀，要带正脸的。郎静风要求。行。白软答应的痛快无比，给郎静风发了一张过去。郎静风打开微信一看，哭笑不得。照片里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白团子，看着像是在过生日，脑门上被人用口红点了个小圆点，身上缀着一个沉甸甸的银质长命锁，面前还横放着一颗顶白软好几个大的超大号白菜。那大白菜下场也是凄惨，菜帮子上硬是让人插进去3根蜡烛，充当生日蛋糕。这是过生日？郎静风问。对，白软狡黠一笑，成亲之后的3岁生日，照片给你了，不许再问我要了。郎静风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着这么寒碜的生日蛋糕，一时之间甚至顾不上追究白软糊弄自己的事。白软大约猜出他在想什么，人吃的蛋糕我吃不了，我师傅就给我弄了颗白菜。当时云清欺负白软不懂事，还十分缺德的捧着大白菜向白软邀功，跳跳看，这是为师亲手给你做的白菜，第一次下厨可把为师累坏了。你看这蜡烛插的多好看，你看这白菜叶子多规整，这可是为师按照五行八卦之术，参照日月星辰之变换，一片片亲手拼起来的大白菜。在一旁看热闹的云珍忽然冷笑一声。不谙世事的3岁小白软
隐约觉得不对，那山里的白菜都是谁拼的啊？云清一本正经，山里那些野白菜都是野白菜他妈拼的呀！云真噗的喷出一口茶。3岁小白软了然，奶声奶气道：“谢谢师傅，师傅辛苦了。”云清道貌岸然：“那你该怎么谢谢师傅呀？”小白软化作圆形，把毛团身子一翻，主动向为自己辛苦拼白菜的师傅提供毛茸茸的小白肚皮，供师傅吸吐。我师傅可真够缺德的。22年后，白软站在二中校门口，悠悠的想：净糊弄小孩。郎静峰看着白软3岁生日照，止不住的笑，笑了一会儿，忽然想起自己还不知道白软生日，便问：“对了，你生日几号？”白软搔搔面颊，吞吞吐吐的，好像不太愿意说：“我不记得我是哪天出生的，师傅就把我得到成经那天当成我生日了，到底几号？”郎静峰催促。白软囧道：“儿童节。”郎静峰先是乐，算算日子，眼睛一瞪：“那不就这周日吗？幸亏我问你一下，要不然今年错过去了。”“错过去就错过去，这个本来也和你没关系。”白软神色一肃，给郎静峰打预防针：“我向来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你什么都别准备，想让我生日快乐，你就好好学习。”郎静峰啊呀，毫无诚意的应着，脑袋里却已飞速转过好几个给白软过生日的点子了。两人在校门口分开，白软朝地铁站方向去，郎静峰站在路边等车。郎静峰之前念的私立高中离家比较近，骑车一趟5分钟，很方便。转来二中后，他每天上放学的路程一下远了不少，骑车又累又耗时，所以目前他上放学主要的交通手段是打车，正常情况下一趟就得半小时，这么一来一回，一天有整1个小时耗在路上，要是赶上堵车，厉害时间还要久。车来了，郎静峰坐进副驾，扎好安全带，回味了一番杂物间里的稳，随即掏出手机，把白软3岁生日照设置成背景，重新排布了一下应用图标的位置，然后点开一个英语单词 app， 利用坐车时间背单词和短语。在学校对面租个房得了，背了一会儿，郎静峰揉着眉心抬起头，被手机光亮晃得有点眼花。当晚，白软一回到家就故技重施，去抱云清大腿，询问师傅有没有能让狼牙重新生长的办法。云清：“有。”白软松了口气。云清：“但是……”白软这口气松下还没1秒就提了回去。但是云清，但是你上次都不帮为师逃跑，坏跳跳、臭跳跳、破跳跳，为师不管你了。又坏又臭又破的白跳跳委屈不已，我帮了，师伯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师傅，你究竟有没有让狼牙重长出来的办法？云清，有倒是有，但这个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需为师亲力亲为。可为师迫于你师伯的淫威，与他共同云游威尼斯，此处玄水之力充裕，为师要在此闭关修炼一段时日。白软大逆不道的把这些屁话翻译成人话：“你们去威尼斯度蜜月了？”云清：“是闭关。”闭关修炼，怕不是在蜜月套房里闭关？云清：“等为师回去，再帮你那小相好的弄牙，你们不着急吧？”白软差点一口把手机吃了。师傅，你说什么呢？那是我学生。云清：“嘻嘻，上次为师当着你们面就没好意思细说，你们俩那红鸾星都在你们脑袋上面手拉手了。”白软想起今天杂物间里发生的一幕幕，心脏砰砰狂跳。云清：“运势这玩意儿虽说不是定死的，但你们的运势纠缠的这么厉害，轻易断不了。我看跳跳你就别挣扎了。”白软无力，抚了抚心口道：“他是我学生。”云清乐颠颠，但他有一颗爱你的心啊。白软一阵猛甩头，他还是男的。云清喜滋滋，性别不重要。白软表情凝固，这2句好眼熟。云清大仇得报，哈哈哈哈，这2句你跟我说过。原封不动还你，还你。时常怀疑云清的真实年龄只有3岁的白软，无论如何知道云清有办法让郎静峰的牙复原，白软心头一块大石落地。他想象了一下郎静峰原形长回尖牙利爪的模样，很神奇的，内心丝毫畏惧也无，
显然郎静峰这记大招成功将他多年的阴影一举驱散了，至少白软不会再怕郎静峰这只狼了，无论他牙多尖爪多利。这天过后，白软的生活勉强恢复了平静，郎静峰学习劲头没削减。根据白软了解到的情况，郎静峰这几天各科上课听讲与作业完成情况都能够令各科科任老师感到满意。这几天他在公开场合对白软的态度也算是正常，总体上没什么问题。周日很快就到了，白软性格安静，一向就没有呼朋引伴庆祝生日的习惯。之前在养父母家寄宿时，每年生日他们都会给白软准备礼物，白软小学时还会带他去公园游乐场玩一玩。初高中时，白软这样的美少年在班级很有人缘，每逢生日都会收礼物收到手软。可随着学生时代结束，且离开养父母家独立后，白软渐渐就彻底把生日当成普通日子过了。上午9点，团在小草窝里睡懒觉的白软听见手机响，白软棉花糖似的身体不满的抖了抖，两枚耳朵耷拉下来，两只前爪抬起按住耳朵尖，把耳朵紧紧反扣在毛茸茸的小脑袋上，达成一种闭耳朵的效果。可手机铃声相当固执，白软闭了会耳朵，意识到不接电话对方断然不会放过自己，才爬出放在枕边的小草窝，蹦跳到床尾，睡眼惺忪的低头一看，是郎静峰。白软的超小号心脏砰砰猛跳了2下，兔爪划过屏幕，并在接通的一瞬变出人形。喂。电话那边郎静峰声音很急，白老师，你家住哪？你在家吗？白软光着屁股趴在床上，四舍五入约等于裸聊，问这个干什么？我在学校这儿呢，有个东西得马上给你。郎静峰催命似的急道，快快快，地址，到了你就知道了。白软被他催得一阵发慌，什么东西啊？哎，你先别问了。郎静峰疯狂营造紧张气氛，再送不过去要坏了。听话，白老师，你家地址什么？白软紧张兮兮的交出地址，虽知道现在说也晚了，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句，跟你说过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那你从今年开始习惯吧。电话那边郎静峰低低笑了一声，以后每年我都陪你过。白软心脏骤然一缩，被谁捏了一把似的，这股劲儿还没过去，就又听得那边郎静峰道，宝贝儿在家等我。语毕，瞬间挂断电话，根本不给白软反驳这个称呼的机会。白软凌乱的跪坐在床上，握着手机，发了会儿呆，下地穿衣洗漱。15分钟后，郎静峰的电话又来了，白老师下楼。白软刻意穿的随便，半袖文化衫加拖鞋大裤衩，脑袋上还翘起一绺呆毛，奈何脸蛋太好看，不仅没毁动形象，反倒透着一股居家气息满满的亲切可爱。公寓楼下停着一辆出租车，白软走出公寓大门时，正好看见出租车司机下车，绕到副驾开门。郎静峰小心翼翼地平端着一个盒子，右手还勉强夹着一捧大约是花束的东西，只是那花束上很煞风景的罩着一层白色塑料袋，白软也看不清是什么。郎静峰下了车，正欲向白软打招呼，右侧忽然吹来一阵风。别吹！郎静峰猛地一个向左转，用后背挡住风，护着怀里被塑料袋笼着的东西，螃蟹似的朝白软平移。什么东西？白软好奇不已，可盒子和塑料袋都是不透明的。哥亲手给你做的，进屋看。郎静峰一边躲风，一边稳稳地平端着手里的盒子，腹背受敌状走进公寓门。白软其实也懒得纠结郎静峰的称呼问题了，干脆当没听见，跑去按电梯。两人进了电梯，白软才发现郎静峰今天打扮的格外夺人眼球，从头到脚这一身哪件都看不出牌子，但版型裁剪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将那宽肩窄腰大长腿的身材优势全显了出来。连白软这种完全不懂时尚的人也看得出他身上这些肯定不便宜。我今天帅吗？郎静峰的脸忽然一侧，径直迎上白软的视线。郎静峰头这么一动，白软才发现他还戴了一枚挺骚气的耳钉，那耳钉像个荷尔蒙开关似的，瞬间又把这小狼崽子的魅力值翻了2番。白软眸光微颤，突然就不好意思再看了，心脏砰砰跳着，转头看楼层，道：到了。
两人进了屋，郎敬峰直奔厨房，把小心翼翼捧了一路的盒子和花束放在餐桌上，长出一口气道：“白老师，生日快乐！”语毕，将盒盖一掀，似乎是从云清插了3根蜡烛的大白菜上得到了灵感，那盒中装着一个专为小白兔制作的蔬菜生日蛋糕。一根根被削成手指粗细的胡萝卜条在最外层组成一个圆形的围栏，成为蛋糕的外部构架。一条细长的草绳缠绕在胡萝卜围栏外，起到固定作用。圆形的胡萝卜围栏内是由一片一片圆圆的卷心菜叶层层堆叠填充而成的蛋糕体。从上向下看去，整个圆形的蛋糕被一分为二，左半圆的卷心菜叶上密集而整齐地铺排着被切成小片小片圆形薄片的樱桃萝卜、黄瓜与南瓜，红白、黄绿与暖橙将左半圆完美覆盖，看起来很像是人类过生日时常见的水果蛋糕。而蛋糕的右半圆则花束般点缀着浅紫色的羽衣甘蓝、翠绿的蒲公英叶、水嫩的生菜，以及充当满天星作用的花椰菜。葱葱郁郁的菜叶中还趴着一只用水萝卜雕出来的小兔子，晶莹剔透，白玉也似，竟是硬生生的用蔬菜做出了个生日蛋糕的模样。大多数是我家院子里种的。郎敬峰一笑，张开包着3枚创可贴的左手，有的是买的，那个小兔子是阿姨帮我雕的，我他妈真是把手剁了也雕不出来，别的都是我今天早晨5点爬起来自己一点点弄的。由于脆弱的肠胃无法承受人类的食物，所以从来没正经吃过生日蛋糕的白软双眼蓦地一亮。吹蜡烛吧，白老师。郎敬峰扯掉塑料袋，把护了一路生怕被风吹散了的一捧毛茸茸的蒲公英亮出来，这玩意儿哪都没卖的，我这2天把我家小区方圆2公里扫荡一遍，好不容易搜罗出26朵。你这许愿的时候要是不带我一个可说不过去吧。人家的小朋友过生日都吃蛋糕吹蜡烛，郎敬峰悠悠道，我家的小哥哥也得有。白软被郎敬峰这声轻柔磁性的小哥哥聊得说不出话，心跳的胸腔微微发痛，几乎都听见了自己被掰弯的嘎吱声。直到郎敬峰将26朵蒲公英蜡烛递到他手上，白软才找回了语言能力。白软攥紧那一小把上于郎敬峰体温的绿色茎秆，暂时抛却了师生这一层关系，用和同辈人对话的口吻认真向郎敬峰道谢，一对同仁清亮的像是浸在山溪中的小石子。第一次有人这么给我过生日，谢谢你。你手上割的深不深？郎敬峰嗤笑，不深。你要真想谢我，生日愿望许个和我有关的行不行？白软重重一点头，行。今天许，在这许，和我有关，也得和你有关。郎敬峰堵死一切白软可能会钻的空子，含笑道，时间地点人物3要素我都给到了，不带耍赖的。白软仍是满口答应，可以，不耍赖。要范文吗？郎敬峰装语文老师装得很入戏，我口头给你背诵几篇优秀范文，比如说希望和郎敬峰白头偕老啊，希望我不要范文。白软耳朵都红了，急忙打断，把手里的蒲公英花束小心的放在蔬菜蛋糕旁。生气了？郎敬峰还以为自己撩过了，却见白软眼睛亮亮的递来一个手机。那个，白软有点不好意思，你帮我照张相吧。这么用心准备的蛋糕和蜡烛，连个记录都没留下，就给吃掉用掉了，白软舍不得。郎敬峰接过手机照了2张，忽然道，白老师，你变回原形拍一张怎么样？拍个和你3岁那张一样的。这么拍一张确实很有意义，还可以发给云清看看。白软略一思索，退开少许，一眨眼人没了，衣服堆了一地。一枚小白团子从文化山林口中钻出来，跳到郎敬峰脚边，人立而起，朝郎敬峰举起2只毛茸茸的兔爪，发出威严的声音，鸡。把老师放到桌子上。你这样我想欺负你。郎敬峰咬着嘴唇笑，一双狼眼睁亮睁亮的，他蹲下身，用食指小心的戳了一下白软的小白肚皮。那肚皮柔软的像是一个温热又脆弱的小水袋，郎敬峰使着最轻的力道，都怕给白软碰疼了，甫一碰到就触电似的飞快收回手。鸡。白软用2只前爪捂住肚皮，目光严厉，鸡。郎敬峰忍笑忍到腹肌酸痛，
双手掌心朝上，并在一起平摊在地上，道：“白跳跳跳上来。”白软跳进郎劲风的掌心，用兔爪上4枚粉嫩的肉垫踩着郎劲风的手。郎劲风被这妙不可言的触感撩拨的心里奇痒无比，恨不得把白软拢在手里，尽情搓揉抚弄一通，捋捋后背，搔搔耳朵，拨拨尾巴，然后用鼻子抵着这小白团子，好好吸上几大口，最后再把面颊贴到那温软的像晒热的云朵般的小肚皮上，狂蹭一气，让白软害羞的叽叽大叫。4条小白腿儿在空气里乱蹬，却又一点办法都没有。郎劲风脑内翻涌着危险想法，不动声色的把白软轻轻放到桌上，一手从裤兜里摸出专门从郎倩化妆台偷来的口红，拔开，旋出膏体，往毫无防备的白软额头上轻轻一点。鸡呀！片刻的惊呆后，白软顶着喜庆的小红点呲溜一下窜到蛋糕后面。如果不是有毛挡着，郎劲风这会儿就能看出来他脸红了。还原一下你3岁的造型。郎劲风痞笑着扣上口红，被脑门上点了红点的小白老师萌得腿软，催促道：“出来出来，照相了。”白软面红耳赤的从蛋糕后绕出来，在蛋糕和蒲公英之间照了一张，又跑到蛋糕后面人立而起，用2只前爪把住蛋糕边沿的胡萝卜，只露出一个小兔头。照了好几张。郎劲风把手机放在桌上，白软从桌上一跃而下，在衣服堆上蹦了2下，吸引郎劲风的视线，又叽叽叫着做了个背对郎劲风的动作，示意他转身别看自己。其实我迟早得看。郎劲风调笑道，身体却老实的背了过去。什么迟早得看？白软变回人形，火速穿好衣服，这回没有毛遮着，脸红的一览无余，额头上的小红点也还在，只是被额发挡着看不见了。走，许愿去。郎劲风再次把蒲公英花束递到白软手上，随即双手扳着白软肩膀，让他向后转，推着他往客厅的窗边走，用宛如白软家男主人的口吻道：“别在屋里吹，吹完飞哪都是我，还得收拾。”面对狂风暴雨无处不在的辽白软，无力一一反驳，弯度缓慢而坚定的增加着。2人走进客厅，路过墙边长长一排兔笼，郎劲风妖气收敛的干净，那几只开了灵时的兔宝宝都没发现他是狼妖，不仅没怕他，还从栏杆缝隙中探出粉嫩的小鼻子，想和郎劲风玩耍。怎么养这么多兔子？郎劲风讶然，收小弟呢？就是。白软娜娜道，我想多培养几只兔妖。行啊。郎劲风作为妖二代，对原型种族的归属感不如白软强，好笑的打趣道，还挺有野心呢，自己偷摸在家培养小白兔势力，是想消灭人类暴政啊，还是想反狼复兔啊？白软飞快摇头，那都没有，就是感觉我们兔子成精的太少了，势单力薄的，不像你们食肉类那样都有自己的大家族，所以我想稍微壮大一下兔科，以后要是出点什么事，互相也有个照应，我得活几百年呢。郎劲风轻轻笑了一声，道：“以后不用担心那些了，哥罩你。”在食肉类动物妖怪中，组织纪律严明，有团队精神，能够服从狼王领导的狼妖们，在拓展势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故而狼妖家族在居住地往往很容易扎下根基。郎劲风隶属的郎氏家族就是一个有上百号狼妖的大家族，一大家子狼分散在各行各业，家族内部人士想干什么都有渠道。郎劲风的外祖父是郎家这一代的头狼，郎倩是头狼之女，故而族内没什么狼敢管教年纪轻而地位高的郎劲风。郎劲风嚣张散漫的少爷习气就是被这么惯出来的。郎劲风之前顽劣的根源在于缺乏目标，懒散着是一天，辛苦着也是一天，即便什么都不干，将来总归不会缺钱花。除了打架和田径赛道这2项能够提供肾上腺素的事物之外，人生实在缺乏动力和刺激。直到白软出现，郎劲风才总算有了个得努力往前跑才能追得上摸得着的目标。2人走到窗边，白软把一大束蒲公英举出窗外，鼓起腮帮子一通吹，空中下起蒲公英的雨，一捧蜡烛吹完，天空湛蓝的底色仿佛都被这些蓬松洁白的小绒伞填充满了。许完愿了？郎劲风站在白软身后问。白软点点头，望着窗外的蒲公英雨，许完了，按你的要求许的。许的什么？
郎静峰急急地问。许的是希望明年你能考上你心仪的大学。白软一本正经道，见郎静峰的俊脸迅速阴沉下来，立刻补完下半句，在我的英明教导下。郎静峰哭笑不得。白软冷静解释，带你了，也带我了。郎静峰啧了一声，不能许个浪漫点的？努力拼搏，挥洒汗水，不就是男人的浪漫吗？白软说着说着自己都笑了。郎静峰心道，在床上挥洒汗水还差不多，嘴上却没敢和白软犯浑，只道算了，吃蛋糕去，吃完我们去游乐场玩一天。正好6·1，攻略我都查好了，你要不敢做那些吓人的，我们就去看演出。你作业写完了吗？白软理智发问。郎静峰又爱又恨的很盯他一眼，给你过生日呢，不能破个例？不行，太不像话了。白软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里不负责任的冲动。今天第好几次提醒自己，郎静峰还是个学生，被迫扫兴道，哪有老师过生日让学生荒废学习陪自己去游乐场的，就是非让我去我也开心不起来，这次先欠着吧。郎静峰无奈又纵容的望他一眼，道，那我今天怎么陪你过生日你能开心？别说写作业，我没带。顿了顿，郎静峰虎着脸打预防针，你敢说让我回家写作业，去我亲死你！今天哥是来给你过生日的，不是蛋糕店送外卖的。白软略一沉吟，觉得这么把郎静峰撵回家做作业确实有些过分，问，不写作业的话什么都行？郎静峰躁动不已，都行。白软眉眼弯弯地一笑，正好我也有个东西给你。什么东西？郎静峰正躁动着，忽然嗅到一缕不祥的气息，于是躁动稍减，警觉道，不是5年高考3年模拟吧？白软正往书房走，闻言哭笑不得，怎么可能？郎静峰一听这笃定的语气，顿时就放心了，眼底满含笑意道，那你给我什么我都喜欢。没料到他话音刚落，白软就紧接着来了句，你现在基础还没打扎实，不适合盲目的大量刷题。郎静峰眼中笑意瞬间冻结，这个。白软从书架上抽出2个扁扁的文件夹，朝面黑如炭的郎静峰递去，你期中考试的各科卷子和最近这半个月各科随堂小册的卷子我都看过，除了语文和英语的阅读题，我把你所有的错题以及相关的知识点都整理出来了。白软精力有限，但相关知识点不难整理，因为老师讲卷子时，郎静峰一直按照白软的要求在相应的题目旁记笔记，白软照着郎静峰的卷子整理，不会耗费太多精力。郎静峰好气又好笑的接过2个文件夹，修长有力的手指几乎快把夹子脆弱的塑料壳捏碎。蓝的文件夹里是我复印下来的错题，每道题对应的知识点在纸的背面。白软解释道，绿的文件夹里是我找的其他一些与错题类型相似的题，这个绿的文件夹可以作为一个检验，看看你是真会了，还是遇到换汤不换药的就又不行了。你可真行。郎静峰又爱又恨的瞪着白软磨牙，脸绷得有点吓人，嘴角却噙着私藏也藏不住的纵容笑意。他也没真想游说成功，只腔调懒洋洋的逗着白软玩，白老师，我们连人都不是，犯得着这么守人的规矩吗？这要是在深山老林里2个兔子看对眼了，这会儿小兔崽子都生好几窝了。我倒不要求现在就进展到那步，但你跟我除了学习就没点别的了。白软对郎静峰这个佯作恼火却又藏不住笑意的表情毫无抵抗力，意识到自己的弯度又增加了少许，白软匆忙别过视线，面无表情道，老师和学生之间除了学习本来也不该有什么，我们都辛辛苦苦修成人了，还和动物一模一样，那不是白修了吗？你今天在书房把这些错题做一遍，就算是给我庆祝生日了。我他妈！郎静峰粗口爆到一半，怕白软听着不舒服，忙刹住嘴，把2个文件夹往书桌上一扔，咬牙道，我待会儿做，先吃蛋糕去。白软也知道自己这波操作既欠揍又欠日，如果郎静峰是与白软同辈的朋友同学，白软肯定不会表现得这么不解风情。可眼下2人的身份明摆着，无论如何，白软认为高考前不松口谈恋爱以及不影响郎静峰学习这2道底线必须守住，不然他一定会深陷自我厌弃，无法自拔。至于高考后，
如果郎静风还是……白软用力咬了下嘴唇，用疼痛驱散过多的想法，跟着郎静风往客厅走，嘴上念叨不停：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有这样的错题文件夹，我给你整理一次，以后你记得自己整理归纳，尤其是考卷和随堂小册的错题，这些最重要。会不会考试最能见真章？郎静风拈起一根蛋糕上的胡萝卜条，回手塞进白软巴巴个不停的嘴里，低笑道：胡萝卜能把你这小嘴儿堵住吗？堵不住我换点别的。白软耸耸的闷头嗑胡萝卜，不吭声了。飞快的嗑完一根，白软又抽出一根，贪馋的舔舔嘴唇道：真好吃，比超市买的味道浓。顿了顿，出于社交礼仪的考虑，白软把胡萝卜条往郎静风面前一递，小声问：你要不要来一根？我救不了吧？郎静风好笑：这是我家阿姨在院子里种的，绝对绿色，你要爱吃以后我经常给你带。不用不用。白软急急摆手：你们自己吃，我们根本吃不完。郎静风道：阿姨种着玩的，上年纪了爱种东西。白软把蔬菜蛋糕中的每种蔬菜都磕了一遍，心满意足的去厨房取来兔宝宝们用的几个食盆。兔宝宝们还太小，蔬菜吃多了肠胃容易受不住，白软就每样少给他们一点点，是个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分蛋糕吃的意思。陪白软吃完蛋糕，郎静风百般不情愿的进书房做题。白软记得郎能吃点水果，便去厨房打开冰箱，想给郎静风洗草莓。他把手伸向装草莓的保鲜盒，还没碰到，几个震得冰凉的白桦汁瓶子忽然毫无预兆的砸落在手上，紧接着便是一阵地动山摇，地壳运动的轰隆闷响如远古巨神的咆哮，从遥远的地心深处奔袭而来。地震了！白软在山林中常年以逃跑为生，对危险反应极快，两步窜出厨房，小旋风般卷过墙边的一排笼子，开锁开门的动作快得肉眼几乎看不清。待他冲到书房门口与郎静风会合时，客厅的几个兔笼已经空了，20几只兔宝宝汇聚成毛茸茸的小河流，涌向大门。郎静风捧着一个做工精致的红木箱子，白软一见便吼道：放下！什么也别拿！郎静风也扯着脖子喊：里边都是古书！白软没工夫和他争，砰的推开门，走廊上左邻右舍的邻居们正吱哇乱叫着逃命。白软边和郎静风往外跑边对兔宝宝们吼道：走楼梯，排成一排，贴边下，别挡路。有灵识的兔宝宝们能领会白软的意思，木兔犬一样自动自觉指挥灵识未开的笨宝宝们列队贴边跑路，谨防挨踩。此时震动暂时停息，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再震个大的，故而群众情绪很不稳定，逃生通道中尖叫声此起彼伏。白软跑在前，郎静风紧随其后，白软每下一层就飞快回头瞥一眼，确认郎静风跟没跟上来，眼见就快跑出公寓，可第二波震动一直没来。白软神魂稍定，在嘈杂的背景声中大喊：拿不动就放下！不放！郎静风喊回去。两人随汹涌的人潮冲出公寓，一路跑到公寓前的一个开阔的小广场上。白软圈起2根手指放进嘴里，打了个响亮的呼哨。先他们一步逃出公寓的兔宝宝们闻声而动，从四面八方向白软奔来。绝地求生成功的街坊邻里看见这壮观极可爱的一幕，纷纷笑了起来。地震现场洋溢着群众欢乐的笑声。看这样不能再震了，郎静风把红木箱子往地上重重一放，早知道不拿了，给我手勒的。说着，郎静风张开食指向白软展示了一下被沉重的书箱硌出红印的手指头，不失时机的使出奶狗式撒娇道：跳跳哥哥给揉揉。告诉你放下，你怎么不听话？白软看着心疼，便也不扭捏，牵起郎静风的手就给他揉了起来。这香书一看就重要。小狼崽子不服气，是我师傅传给我的道术古籍，都是古本。白软垂着眼帘道。郎静风嗤笑一声：我说什么来着？这还不重要？白软皱眉：那也没你的安全重要，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听话，跟我说情话呢？郎静风眉梢一扬：这算什么情话？白软哭笑不得，
给郎静峰揉手指的动作不停，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本来就我不管。郎静峰打断，反手攥住白软的手指，暧昧的捏了一下，我感动了。小广场上群众们的情绪渐渐稳定，白软清点了一下兔宝宝的数量，见一只没少，松了口气，思索片刻后疑惑道：我觉得这次地震挺奇怪的。郎静峰搔搔耳朵，震前一点动静没有，6年前那次地震震前我都有感觉。动物对地震的敏感度比人类高很多，次声波以及微小的前震能让很多动物在震前对地震进行预知。我也这个意思啊。白软点头。6年前他和郎静峰一样遭遇过本市的一次地震，在地震开始前，白软就有预感，好说歹说把寝室楼里好多同学哄下楼。当时在学校里，他还因为这个事儿小火了一把，被同学们奉为得道高人，还有人找他预测世界杯。可这次震前，白软半点感觉都没有，来得十分突兀，不太科学。白软正琢磨着这件事，视线余光忽然捕捉到了什么东西，他下意识的一扭头，只见城市北边的天空升腾起一道柱子般笔直且通天彻地的黑烟，看起来很像是古装片中战场上用来报讯的狼烟。那是着火了吗？白软没多想，用胳膊肘碰碰郎静峰，示意他往北边看。郎静峰循着白软指的方向望去，郎脑袋一歪，茫然道：哪？就那边那些黑烟。白软比划着，忽然反应过来，动作一致：你看不见？郎静峰微微眯起眼，看不见，哪有烟？那可能是得有天眼才能看见。白软四下张望，发现围观群众中的确无人留意到北方的异象。是什么的烟？郎静峰好奇。白软思索片刻，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没见过。他幼年时修行居住的落霞观就在北边的白云山上，这个方向也不知是不是观里出了什么事。落霞观的观主是云清和云真的师傅，现在已有100多岁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白软自记事起就没见过他几次。他手下弟子有7人，各有各的厉害之处，可近年来常住在观中修行的云字辈弟子只有2人，另外5人都是偶尔才回观里看看。白软没见过长这样的黑烟，加上这地震震的怪，心情有些忐忑，便退开几步，搭着花坛边坐下，想微信和云清汇报一下情况。为了让云清有个更直观的了解，白软下意识的拍了张照片发过去，发送键按下才发现自己脑子抽了，电子设备只能捕捉肉眼可见的事物，开着天眼才看得到的黑烟手机拍不着。倒是郎静峰碰巧侧过脸在看镜头，他鼻梁高挺笔直，下颚线清晰锐利，睫毛又长，黑色耳钉反着一点光，侧颜的英俊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正脸。白软心间微微一颤，不禁怀疑自己可能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而是个颜性恋。大大方方拍，郎静峰一转身，正脸对着白软打趣道：给你摆的造型。我不是，我没拍你。白软慌忙撤回消息，我想拍那烟。他前脚刚撤回消息，云清便发来3个字：秀恩爱。不是，拍错了。白软囧得要命，恨不得打个飞的去威尼斯欺师灭祖一把。凶完云清，白软点开相册，确认方才那张被撤回的郎静峰侧颜照还好端端的留在手机相册里，这才切回微信，暗搓搓的寄出师承云清的道貌岸然，打字道：我脑子短路了，想拍他旁边天上的黑烟，忘了手机拍不了。白软把毫无预兆的地震和地震后落霞观方向冒黑烟的事向云清简要说明了一番，末了还没忘了埋怨一下：我今天过生日，师傅都忘了吧。说着，白软把蔬菜蛋糕和蒲公英蜡烛的照片发过去，又把插着3根蜡烛的大白菜的对比照发过去，悠悠道：师傅你看别人给我过的生日。云清这还不懂，用心是因为想泡你，你师伯当年还亲手给我做罗盘呢，对我百依百顺的，现在怎么样？下床上的厕所都得跟他打报告，男人除了我没一个好东西。白软不敢继续这个信息量巨大的话题，黑烟到底是什么？云清看完白软文字描述，道：9成是镇魔塔倒了，等我补一卦。白软不安，那怎么办？我回观里看看吧。云清没回复，仿佛是在卜卦。白软没事可做，望着北方的黑烟干着急，
兔宝宝们紧密聚集在白软脚边，像一大块又厚又软的白色毛毯。开零食的兔宝宝们自动待在外圈，形成兔兔墙，把未开零食的笨宝宝们圈在里面，防止他们到处乱跑。郎静风也和兔宝宝们一起蹲在白软脚边，伸手从兔宝宝方阵的左边摸到右边，又从右边摸到左边，看起来很像一位坐拥3000佳丽的皇帝。太软了，这手感！郎静风赞叹着，拎起一只小白兔放在手心，端详片刻，道：“白老师，你看这只和你原型像吗？”白软头去一瞥，失笑道：“五官一点都不像啊，而且豆豆是小女孩。”看不出兔子五官有多大区别的郎静风，那这里面哪只最像你？白软弯腰，伸手巴拉巴拉地上的兔宝宝们，指指其中一只道：“明明最像，他是小男孩。”你都给起名了。郎静风看看豆豆，再看看明明，犀利的目光都快把2个兔宝宝瞪穿了，也没看出来这俩兔子的长相有多大区别。能分出来谁是谁？班里50多个学生，我不也都能分出来吗？白软理所当然道：“明明嘴和眼睛都像我，鼻子也有点，就脸型和耳朵不像。”郎静风把明明拎起来，用手指戳戳明明的3瓣嘴，道：“那我就当这只是你了呀。”这时，已开零食的明明伸出粉嫩的小舌头，舔了一下郎静风的指尖。白软一阵不好意思，忙改口：“其实也没那么像。你要干什么？今天你变原形，那会儿我就想跟你这样。”郎静风说着，一手托着明明，一手将软乎乎的明明从头抚到尾巴根。兔宝宝小声哼唧着，舒服的在郎静风掌心趴成一片薄薄的小毛饼。估计你也不能让，我就随便找个替身爽爽吧。简直就是霸道校草的替身小白兔。白软被郎静风这几句话绕进去了，一瞬间竟产生了一种趴在郎静风手心的小白兔是自己的错觉，体内掠过一阵细弱的酥麻刺痒。白软知道被人仔细的拢在手心里，被一只温热的大手轻柔的从头抚到脚是多么舒服的事情。他小时候云清经常这么摸他的原型，但长大后他就再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了。毕竟进入青春期后，对白软来说，抚摸后背就变成一个充满情欲意味的举动了，不能轻易让人这样做。白软看着兔宝宝，眼中满是羡慕，心想当小孩真好，可以被人摸。郎静风抚了几下，把瘫软的兔宝宝翻过来，用面颊贴着兔宝宝的小肚皮闻闻蹭蹭，又变本加厉的用指尖拨弄兔宝宝的小圆尾巴。叽！被拨弄尾巴的明明惊恐万状，一咕噜爬起来，逃命似的跃进白软怀里。兔子尾巴最敏感，不能摸。白软道。正因如此，白软妖气不稳时，圆尾巴往往也是第一个冒出来的。郎静风过足了兔瘾，神清气爽，笑问道：“后背也不让摸，尾巴也不让碰，你还能让我摸哪？”白软正欲开口，微信提示音响起，云清语气轻快的回复：“你不用去观里了，我补完挂了。”白软松了口气，塔没倒。云清一拍，淡定从容，倒得稀碎稀碎的，所以你就别去送人头了。白软疼得从花坛边沿弹起来，那你还这么淡定？云清十分道谢，不淡定又不当饭吃。再说你那2个师叔这会儿8成被揍得屁滚尿流，就算为师想心急火燎的慰问他们一下，他们也没空搭理为师不是？竟是很有道理。落霞观在白云山北峰，镇魔塔则在南峰，虽已被风雨侵蚀的破破烂烂，但从未大规模翻修过。白软小时候被云清带着去过2次，塔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木头都糟了。据云清说，镇魔塔下的地宫中封印着邪魔，到现在已有100余年。落霞观修在北峰上，就是为了方便这些道士轮班守塔。白软当时问过云清，为什么不把这么重要的塔修结实一点？云清的说明是大动土木会削弱塔身的法力，当下塔中的一丁一卯、一梁一柱，都是100年前的建塔者按奇门术数计算得出，精心排布设计，翻修势必会大幅扰乱阵法，邪魔一循系而出，要加固塔身需等到30年后。这是因为魔、妖、鬼是3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鬼是死者未入轮回之魂魄，妖是万物有灵修炼得道，
魔则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伊始，未尽数沉落入地的污浊之气。鬼一旦入轮回，便不再是鬼，妖与人一样，脱不出生老病死。魔则不同，魔是浊气，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将魔看作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如日月星辰般，跟随着天道的运转而循环往复，生生不息。魔无法被杀死，同时也不会繁衍。开天辟地以来，世间有近百只魔，它们各有各的特征、能力与生息周期。落霞观众弟子看守的魔生息周期便是3个甲子，在3个甲子中，这只魔会渐渐长大、成熟、衰老，并在3甲子结束后重生。魔重生的这一年是力量最微弱的一年，若要大动土木对塔进行加固，在这一年动工是最安全的。魔的力量与性情每每不同，会祸乱人间的魔基本都在建国后被政府组织各门各派的修行者镇压封印了，这也是建国后社会中的怪力乱神之事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白软，那怎么办？云清，我和你师伯回去，要后天才能到，这2天你自己小心，这邪魔让我们祖师爷镇了100多年，难免有一点怨气，肯定得拿我们这些徒子徒孙撒气。被镇了100多年，绝对不会只有一点怨气的。云清，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魔的特性，为师忘了和没和你讲过，他能力特殊，说强是强，但说弱也弱。白软皱眉，没讲过，什么能力？云清，他其实就是一个3D 打印机。白软发懵，3D 打印机？祖师爷为什么要镇压一台3D 打印机？云清，就是个比喻，他属于心魔，本身没有攻击能力，但他能把人心里最害怕的东西变出来。比如说，你最怕狼，你碰上他，他就能给你变出一群狼，而且你怕的越厉害，他就变得越多。但你要是个什么都不怕的傻大胆，他就拿你没什么办法。所以说，他有多强，完全取决于你有多怂。白然想象了一下自己惨遭群狼环伺的场面，耸得圆尾巴一扁。他是不怕狼进风了，自觉也不会怕狼进风的亲人、亲狼。但若是面对一大群对自己敌意满满的野狼，白软实在做不到临危不惧。白软，他变出来的是幻觉吗？云清，不是幻觉，人一旦心生畏惧，体内就生浊气。浊气是魔的能量，可以供他造物使用，那些东西就是他实打实造出来的，要不我怎么叫他3D 打印机，不叫他投影仪呢？白软忧心忡忡，也就是具现化了。云清，对，他造出来的东西不仅是真的，而且还有意识，一旦造出来，就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咱们祖师爷建塔阵，他的直接原因就是当年白云山脚下有个镇子，镇子里有传言说白云山上原来有个土匪寨，被官府剿了之后，土匪冤魂不散，在山上聚成个鬼寨子，专挑天上没月亮的晚上下山杀人吸精气。这其实就是个唬人的鬼故事，结果流传太广，那心魔发现这一片的老百姓都怕这个谣言，就真在山上弄出一个鬼寨子，害死不少人。要不是因为这，祖师爷也未必会出手对付他。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一段时间，楼房四平八稳，大地一脸无辜，看起来是不会再震的样子。住户们陆续回到家里，有些人还去便利店买了瓶装啤酒，大约是准备倒放酒瓶防止余震。不过白软知道肯定不会有余震了。云清，你这么怂，对上心魔肯定吃亏，这2天老实待着，就别上观里添乱了。你那俩师叔也挺怂的，在心魔手底下讨不着好。白软怂且乖巧，我不添乱，但他会不会主动来找我？3更半夜突然冒出来，给我变一屋子狼什么的？云清老实道，这可难说，你还是抓紧化几沓3清护体符预备着，苟到后天为师回去就没事了。为师平生最怕的就是你师伯，别的都不虚，他还能捏出来几个云针吓唬我不成？这要不是安检不让带剑，为师今天就御剑飞回去。兔妖妖力柔和绵长，释放防御、净化与治愈法术事半功倍，攻击性法术却弱得像开玩笑一样。因此对白软而言，不存在施法反击这码事，真要反击，还不如一手一把菜刀，闭眼乱砍一气，那样效率还比施法高一些。云清也压根没有让小徒弟正面对敌的想法。白软殷殷叮咛道，就算手边有剑，你也不能乱飞，还得穿越国境线呢。
搞不好再被导弹打下来，我这边你不用担心。云清欣慰如老父亲，跳跳长大了，是大兔子了。白软眼神坚毅，反正实在苟不住，我就报警。云清沉默片刻，叹为观止道：跳跳你真是耸出新思路了。白软挠头一笑：我厉害吧？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云清严肃道：你有法术都苟不住，警察也未必能帮得了你。而且对付心魔时，队友贵精不贵多，人越多，恐惧越多，害怕的东西越多。通俗来说，那心魔的3D 打印原材料和打印图纸也就越多。你叫来100个普通人帮你，都不如找一个胆大还能打的。对了，你那小相好的一看就能打，你让他陪你2天不就结了吗？白软心脏猛地一跳，正要回复，忽觉耳畔一缕温热气流划过，一扭头发现郎劲风正蹲在自己身边的花坛边沿上笑。他笑得挺坏，眉眼间透着古野劲儿。见白软转过来，便低声问：我是你的小相好？不是。白软慌里慌张的把手机一揣，结巴道：我师傅乱说。顿了顿，白软急速抢占道德高地，脸蛋一沉，转移话题道：你怎么偷看我聊天？不故意的。郎劲风无辜的一摊手，指指眼睛，视力太好。你这2天有危险？没有，走，上楼做题去。白软轻描淡写的说着，站起身，暗地里悄悄挺胸，试图营造出一种威武雄壮、无需担心的视觉效果。郎劲风也从花坛上跳下来，站到白软旁边，斜睨他一眼，忽然道：白老师。白软收腹挺胸，沉声道：怎么？郎劲风，感觉你今天矮了。穿着拖鞋，所以没垫增高垫的白软，郎劲风抬手在白软头顶比量了一下，了然：你平时垫增高垫了？白软一脸心虚，回手招呼兔宝宝们跟上。什么增高垫？不知道。郎劲风虚按在白软头顶的手向下一滑，轻轻勾了下白软的腰，把人往自己怀里带了一把，含笑道：矮一点更好抱了。展现雄兔威风，失败的白软匆忙从郎劲风怀里挣出去。白老师，你别骗我。郎劲风道：那个从塔里跑出来的东西要找你。白软故作轻松：只是一种可能，也很有可能不找我。再说来了我也能搞定。郎劲风悠悠道：报警搞定吗？真要是3更半夜突然变出一屋子狼，你还能想起来110怎么按吗？白软痛苦的把嘴唇抿成一条线：你不是不小心看见的，你是全看见了吧？郎劲风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柔声道：白老师，这2天我在这陪你吧。不用你。白软一提这事，胸口还有点堵得慌。你牙和爪子都磨了，真有什么事你该吃亏了。郎劲风嗤笑：我这辈子打架就没用过几次牙，但从小到大也没输过，普通的狼我一拳一个。你不同意的话，我就在你家门口打地铺，听见有动静我就冲进去，那防盗门也经不住我几脚踹的。由于种族天赋的缘故，狼妖的战斗力会比普通狼高出几个数量级。郎劲风这番话确实不是吹牛。白软眼底不禁浮起淡淡羡慕。2人率领着一群兔宝宝走进公寓，这地震没什么破坏力，震后一切照常运转。电梯门开了，兔宝宝们兔贯而入，铺满了整个电梯间的地面。这一路上郎劲风就没停止游说，将他来白软家住一事说成了一件既能保护白软，又可以让白软监督他学习的双赢的大好事。白软被说得头昏脑胀，无奈举了白旗，让不到。但是你来我家住，你父母会同意吗？郎劲风斩钉截铁：会，我就说去朋友家住2天，我爸妈不管我这个。然而实际上已经做好被郎倩暴锤并连睡1星期狗屋的准备。可他跟白软这些事也经不起郎倩的盘查，如果被郎倩知道他居然把主意打到了班主任头上，那就不是睡1个星期狗屋能解决的事了。那你得把家里的作业、教科书还有校服取一下。白软十分敬业的提醒道：明天上学都得用。我一会儿就回去取。白软推开门，郎劲风放下红木书箱，看着满屋子狼藉道：先帮你收拾一下。白软家里没什么大件被震倒，
只有几个摞在一起的整理箱未能幸免于难，箱子里的小东西散了一地，所以看着挺乱。白软吹了声口哨，兔宝宝们自动自觉分别钻进自己的兔笼。郎静风蹲下身，帮白软捡拾散得满地都是的小物件，捡着捡着，地上的几个小东西吸引了郎静风的注意，那是4只拇指大小的白色袖珍毛毡鞋。白老师，这是你鞋？郎静风用食指与拇指拈起一枚小鞋子，目光灼热，宛如变态。不是。白软一怔，不好意思承认，那道是给那些小兔子做的。郎静风不和他墨迹，把小白鞋贴在鼻尖上嗅了嗅。白软脸蛋瞬间通红的。郎静风，你怎么连这都闻一下？你是狗？郎静风抛弃脸皮道，这鞋就是你的。白软知道自己就算说出花来也骗不过郎静风的鼻子，只好面红耳赤的保持沉默。你变回原形还穿鞋呢？郎静风想象了一下白软变回小白团子时用4只兔脚丫穿着小白鞋的画面，几乎被萌到精神错乱。说话，宝贝儿，别乱叫。白软垂着眼撒谎道，师伯给我做的，我平时不怎么穿，他就是坐着玩。不怎么穿，那送我一只行吗？郎静风目光灼亮的问。白软警惕，你要这个干什么？郎静风一笑，我穿根绳挂脖子上，保佑我语文学得好。不给，不送。白软羞耻的恨不得把郎静风捶晕。语毕，白软劈手夺过郎静风手中的兔鞋，打开专用鞋盒。这专用鞋盒其实就是一个麻将收纳盒，里面一个个分割整齐的小格子，原本是用来放麻将的，现在被白软用来收纳鞋子，把散落在外的4只小毡鞋放进去。郎静风看着那满满一盒或新或旧的小毡鞋，脸上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偷字，可谓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白软瞥他一眼，谨慎的低头查数。郎静风失望道，别数了。白软不仅坚持数完还报数，除掉穿坏的有56只。郎静风啧了一声，拿不到小白老师的小白鞋，不开心。帮白软收拾完屋子，郎静风叫车回家取明天上学要用的各种东西，白软则满心焦虑的在书房备战。各种常用的基础符，白软平时腰力富余时就会画一画囤着，和人类家中常备基本的感冒腹泻药是一个道理。可吸收浊气，助人心境安定，辅助修炼的清净符，他就备了厚厚一沓。魔的本质是浊气，故而能被清净符所伤。虽说这种程度的伤害意义不大，但有总比没有强，能削弱一点是一点。备好清净符，白软又画起了3清护体符。符篆的好处在于，用符的人不一定要会画符，这些符一旦画好，郎静风这种对道术一窍不通的人也能用。画一张符，可以跟郎静风亲手削的胡萝卜条，等到腰力耗的差不多，蛋糕也吃的不剩什么了。白软把2摞符归拢好，揉揉吃饱喝足的小肚子，心里暖融融的，忍不住想着等郎静风过生日，自己是不是也该礼尚往来，用排骨鸡腿五花肉什么的给他堆个蛋糕。但是老师主动给学生过生日会不会不太好，尤其是郎静风还。白软耳朵有点发热，忐忑的思量片刻，心想只要抛开那些儿女情长的东西，把生日过得有学习气息，过出一种催人奋发向上的效果，应该就无伤大雅。2个小时后，郎静风取完东西回来了，那大包小裹的架势看着不像暂住2天，倒挺像搬家。婆婆给你多收拾点东西，咱们先在她家占个地盘。张婆笑眯眯的冲自家貌似狂野不羁，是个相当纯情的小少爷挤挤眼，传授经验道，你东西在他家里摆着，就总能提醒他想着你，而且你下次去住也方便。郎静风乐了，哟，您这么懂啊。张婆乐颠颠的给郎静风叠衣服装箱，你婆婆是过来人，你早晨让我叼那水萝卜是送她的，是个小公兔子，兔腰可是真少见。郎静风含笑嗯了一声，道，是个小白兔。张婆似是忽然想到什么，喜色稍减，面露担忧道，兔腰什么样我不知道，但兔子可都挺，找个小公兔子，以后有你受的，婆婆多给你炒羊腰子吃。她倒是想
但高中毕业前，小白老师似乎是不会给他机会的。新学校同学，不怕你？张婆乐呵呵的八卦。算是吧，之前怕，现在不怕了。郎静峰含糊道，先别告诉我爸妈，不然我妈该揍我了。张婆拍胸口打包票，放心，你见婆婆什么时候告过你的状，那家里以后不吃兔子肉了。这辈子都不吃了。郎静峰笑笑，你以后别买。郎倩和郎远山平时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家里采购什么食材，一日三餐吃什么东西，都是张婆说了算，不让兔肉上桌是很简单的事。行。张婆目光坚定，以后咱们全家都戒兔子，东西收拾完了，你走吧。你妈回来，我就说你去同学家住2天，然后我给你通风报信。他要是一般生气，你就接他电话哄哄他；他要是特别生气，你就先不接，等他消气了再说。郎静峰忍笑，好。白软看着郎静峰的大包小裹，神色略僵硬。就住2天，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郎静峰把脸皮一丢，道：我平时在家一晚上换8套衣服。郎静峰动手安置行李，心满意足的在白软家扩张了一番领地。放好行李后，两人去附近商业街找了家火锅店吃午饭。出门时，白软朝北方落霞观的方向看，发现冲天的黑烟已然消散不见，也不知观里的2位师叔和心魔交战的情况如何。白软没把信心寄托在2位师叔身上，因为镇魔是一件要消耗巨大灵力的事，凭2位师叔的力量，最多只能勉强将这心魔的大部分控制在落霞观中。说只能控制住大部分，是由于魔不存在实体，只是一股能量丰沛的浊气，落在开天眼的人眼中，魔就是一大团飘摇无定的黑烟，浊气可化散，亦可聚合，因此魔能够将自己的一部分分离出去，形成与主体意识连接的分身，而分身的力量相较主体会削弱一些。在只有2人御敌的情况下，分身这一招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所以这心魔8成会放一部分分身出来作乱。想着随时可能到来的袭击，白软脑内的弦一直绷着，吃火锅时看见锅底随波飘摇的黑色海带，都要淡淡紧张一下。如果不是有郎静峰这尊煞神在身边镇着，白软这会儿肯定更要慌得厉害。吃完午饭，2人回到家，郎静峰被白软撵去书房写作业做错题。书房桌子大，白软也抱着书和本子分了一半桌子备课，2人肩并肩的伏案，奋笔疾书，视觉效果很像同桌。6月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加上下午时阳光照进书房，这一片小空间内的温度持续升高。白软额角沁出细汗，在自己家里待着就也没多想，习惯性的变出2只兔耳朵辅助散热。白软原型只有郎静峰巴掌大，耳朵和尾巴更是小的可怜，但在整体是人形状态时，以原型一部分的性质出现的耳朵、尾巴等零部件就会自动适应人形的体积，变成比例合适的大小，所以白软单独放出来的2只兔耳朵长度超过20公分。白软立了一会儿耳朵，嫌耳朵酸，就把它们耷拉在肩膀上，心无旁骛认真备课，生怕心魔来捣乱会害自己备不完课。这时郎静峰用眼角余光察觉到事情仿佛有哪里不对，扭头一看，见他的小白老师居然不知何时长出了2只兔子耳朵。那耳朵外部是一层雪白柔软的兔毛，内部清洁的极干净，粉嫩的像是熟透的水蜜桃，欠摸的很。而且白软头发留得稍有一点长，这日系美少年式的发型和兔耳朵简直是天然的合拍，把白软衬得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角色一样，可爱的近乎不真实。白软没发现郎静峰正盯着自己看，手上工作不停，一只耳朵懒洋洋的披在肩上，一只耳朵立起来一半，垂坠的耳朵尖还随着他写字的节奏轻轻上下摇摆。郎静峰喉结滚动，眼神贪婪的像要吃人。白老师。白软耳朵一抖，仿佛才想起来旁边还有个人，一扭头对上郎静峰侵略性极强的目光，神色尴尬道：你作业写多少了？说着，白软被危险直觉指引着，试图把耳朵收起来。郎静峰眼疾手快，一把抓住离自己近的那只耳朵，哑声道：你收一个试试。你。白软轻轻怔了怔，怕耳朵疼不敢使劲，
如同被牛郎偷走衣服的织女般束手无策，眉头紧锁道：“你松手！”手中触感柔滑的像是有温度的丝缎，郎静风一阵口干舌燥，臭不要脸耍流氓道：“松不开了，长上面了。”白老师，郎静风舔了舔嘴唇，直白道：“你露着耳朵也太可爱了。”被学生夸可爱，白软窘迫不已，反驳道：“我就是想凉快凉快，露个耳朵怎么就可爱了？谁还没长耳朵吗？”郎静风沉默片刻，道：“我信你是直男了。”郎静风正开动着狼脑筋，思索自己该趁此机会对白软做点什么，白软目光便蓦地一立，顶着两只兔耳朵严肃道：“心魔来了。”“真的假的？”郎静风眉梢一扬：“不是骗我。”他话音未落，书桌下方的空间内忽然亮起一双小绿灯笼似的狼眼睛。“狼！有狼有狼！”郎静风飞快松开手，白软惊叫着一跃跳上桌面，抄起摆在手边备用的三清护体符，出手如风往郎静风和自己身上各贴了一张，两只兔耳朵立得笔直，如同两杆标枪。白软这声惊叫甫一落定，书房中立即又凭空多出三只狼。郎静风二话不说就是开干，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死死攥住书桌下那只狼的狼嘴，一把将那狼拖出来，当个甩棍似的狠狠砸在另一只狼身上，骨骼碎裂的闷响听得白软牙根发酸。与此同时，一团只有开天眼才能看得到的黑烟凝聚出一个人脑袋的形状，正从窗口探进半张面目模糊的脸，幸灾乐祸的观战。见白软朝自己甩去一把清净符，那黑烟又在人头下方凝聚出两条小细腿儿，无视重力撒开小腿儿朝窗外的半空跑去，实力全是什么叫做溜了溜了。就在心魔战术性撤退的当口，书房又多了几只狼，一双双如无机质绿玻璃般冰冷的狼眼锁死了书桌上的白软，他们的目光不像是在看一个活人，而像是在看一堆碰巧堆成人形的肉。这是白软20几年来最痛恨也最恐惧的目光，他们不由分说的启动了白软的御敌机制。白软汗毛直竖，全身肌肉紧绷，骨骼与关节仿佛背负上了一层森白寒凉的冰霜。恐惧是兔子镌刻在基因中的武器，恐惧可以制造出肾上腺素，令兔子没命的奔逃，从天敌的爪牙下绝地求生。然而此时此刻，这些无用的恐惧只是向心魔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书房里的狼还没解决，利爪抓挠木板的刺耳响动便从门外传来，不知心魔又在书房外变出了多少只狼。白软不清楚刷在书房外的狼是心魔随意为之，还是窥破了自己更深的恐惧。这种兔子洞外满是天敌，而又不知天敌具体数量的情况，最是令白软胆寒，还不如直接刷在书房来的痛快。书房内，熟知同类身体弱点的郎静风扣住一只狼头，将脆弱的狼鼻子往书桌桌角上重重一撞，又在他疼得变了调的呜咽声中一脚跺住另一只狼的脑袋，攥住尾巴根猛地往上一掰，咔嚓一声脆响过后，便是一叠声凄厉的令人胆寒的痛嚎。在短短10几秒内轻松解决掉4只后，郎静风猛地拉住白软手臂，一边把他往桌下拽，一边道：“危险！”脑后风声渐近，白软顺着郎静风的一拽之力猫腰跳下桌，落地时不慎踩到一具软绵绵的狼尸，白软头皮一炸，书房里瞬间又刷新出2只恶狼，可以说是耸得立竿见影。白软跳下桌的一瞬，原本朝他扑去的恶狼正迎上郎静风的拳头，奈何狼在空中无法转向，径直被郎静风一拳锤爆，鲜红的舌头歪斜着耷拉在外面，没死也是半死了。5只。郎静风把白软往书架和墙组成的角落里一推，挡在白软身前，盯视着剩余2只狼的眼神比狼还凶残。这2只狼也不是傻的，先是被郎静风气势镇住，又见书房狼尸遍地，皆夹起尾巴缩在墙角，冲郎静风呲起一口雪亮的尖牙，虚张声势呜呜低吼，却不上前。趁着有喘息的空档，郎静风沉声问：“还要刷多少？”外边估计也有不少。白软抻长脖子，竖直耳朵四下张望，想找出心魔的踪迹，未果。但既然书房还会刷狼，就意味着心魔的分身没跑远，很有可能正在一墙之隔的客厅或卧室里幸灾乐祸，甚至有可能就在书房的某个角落。
白软闭上眼睛，不去看那两只狼，拼命按捺着恐惧，颤声道：“刷起来就没完，我越怕他越刷。”他话音未落，书房门外骤然传来一声狼嚎，这嚎叫激活了狼的连锁反应，群狼纷纷引颈长嚎，一声声疾风过隙般尖利刺耳的锐响层层堆叠，乍一听起来简直像是聚集了满山满谷的恶狼，不仅给白软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而且相当扰民。他们再这么叫上几轮，估计根本用不着白软，周围的几家住户就要帮忙报警了。嗷呜嗷呜！狼劲风被本能驱使着，一时嘴痒，也跟着嚎了一嗓子。你还跟着叫？你哪边的？白软哆哆嗦嗦的狂戳狼劲风的腰。狼劲风淡定道：“我骂他们呢，喷点垃圾话气气他们，又多两只。你又害怕了？”白软望着书房里的四只狼，既内疚又无奈道：“我忍不住，他们一叫唤，我又慌了。我不怕你，但是别的狼我还是心魔，用恐惧当能量，我这相当于一直给他充电呢。”由于又多了两个同伴，书房里原本畏缩不前的两只狼重振精神，四只狼以包抄之势朝狼劲风围拢上来。白软试了把额头上下出来的细汗，忽然灵光一闪，眼睛一亮道：“你赶紧把我打晕，晕了我就不知道害怕了，上的符你自己看着用。”我哪舍得啊！狼劲风好笑，扬起大长腿就是一记飞踹，一只狼炮弹般横飞而起，砰的撞在另一只狼身上，两条狼疼的双双发出小动物般细弱的呜咽。那我撞墙吧！白软一转身，满脸苦大仇深的朝着墙。不就是怕个狼吗？招谁惹谁了？最近1个多月竟和狼较劲了。别闹，我有办法。狼劲风把另外两只狼也收拾利索了，回身大步走到白软面前，抬手拨了拨白软没收回去的兔子耳朵，一手环住白软的腰，把人往怀里一带。白软穿着件松松垮垮的大号衬衫，光用眼睛看不出有腰，这么一搂才显出戏来。狼劲风在那腰上轻轻捏了一把，一阵心猿意马，轻声道：“让你暂时忘了怕狼这档事儿不就行了吗？你不是想……”气氛哪里不对？白软啪的捂住自己的嘴，眼神警惕。狼劲风含笑嗯了一声，道：“我就是想。”语毕，低头在白软捂着嘴的手背上轻轻亲了一下。白软中计，触电似的放下手，狼劲风顺势一偏头，4片柔软的唇瓣贴在一起。他没有深入，只是眷恋的摩挲片刻，用透着点委屈的语气道：“都1周没亲你了，白老师。”两人嘴唇紧贴着，白软不敢开口说话，耳朵红热的像被水煮过，想躲，后背却毫无缝隙的贴合着身后书柜的玻璃门，额头被狼劲风的额头抵着，一只手臂被狼劲风箍在体侧动弹不得，另一只手则被钳住手腕扣在玻璃门上。狼劲风用鼻尖蹭蹭白软的鼻尖，钳着白软手腕的手向上滑了一截，与白软十指交缠，一双片刻前杀气腾腾的眼弯起一个柔和的弧度，说出来的话也活脱脱就是一个纯情少年。白老师，我这是第一次和人牵手。他说话间，两人唇瓣若即若离，那时不时轻轻擦过的温热柔软，像小奶猫的爪子一样搔刮着白软的神经。忽然间，门外此起彼伏的狼嚎声仿佛忽然没入水中，变得模糊沉闷，耳中逐渐清晰起来的是狼劲风粗重的呼吸声，以及一句隐隐蕴着醋意的：“你呢？”“我什么？”白软别过脸，让两人嘴唇错开。他一半的注意力仍顽强的集中在门外的狼与不知逃到哪去的心魔身上，一时间没明白狼劲风在问什么。“你和人牵过手吗？”狼劲风紧了紧与白软十指相扣的手，像指不许旁人染指自己猎物的幼狼般死死盯住白软，抛出这个早就想问却一直没机会问的问题。白软老实答：“没有，不是，门外那么多狼，你这怎么还突然开始撩汉了呢？”在这个白软不注意的当口，一团在书房墙角埋伏了不知多久的黑烟，狡猾的溜墙根蠕动到白软脚边，分离出一根手指般细长的黑雾，在白软小腿上点了点，仿佛想吸取些3D 打印材料。“我这转移注意力呢。”狼劲风俊脸一板，貌似正经道：“老师你配合一点，上次那个是你初吻吗？”白软虎着脸：“不知道。”
那就是了。郎静峰咬着嘴唇，忍不住笑了。白老师，我能问问你，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吗？这问题触痛了白软的逆鳞，瞬间把他气得鼓鼓的，因为他长达26的单身确实是有难言之隐的。白软目露凶光，你再问我这些，我要考你文言文释义了。无论如何，注意力确实是转移开了，纵使书房外群狼环伺，白软狡辩的心魔分身却仍像只讨不到食物的狗子一样，委屈巴巴的往地上一摊，弱小、可怜又无助，不仅没吸到好吃的恐惧，还被迫吞了一吨狗粮。看来是有原因的。郎静峰一笑，也不追问，见书房里一直没刷狼，知道白软被安抚的差不多了，便道：我出去把剩下的狼打了，你变个原形，我有办法让你不害怕。白软也不多问，身形微微一晃，失去身体支撑的衣物摊了一桌子。老师，你委屈一下。郎静峰俯身轻轻抓起小团子白软，拉开书桌抽屉，把他和手机一起往里一丢，又砰的合上抽屉。猝不及防被关进抽屉的白软，心魔不甘心地飘到郎静峰身上，窥探片刻，没找出什么郎静峰特别怕的事物，遂老大不开心的飘下来。抽屉里绝对安全。郎静峰语调懒懒道，所以不用怕，玩会儿连连看吧。语毕，他随手抄起白软的椅子，颠了2下，发现是油木的，估计得贵，便放下改拿自己方才做的转椅，当个武器护在身前，推门而出。装零食的抽屉里一片黑暗，散发着草饼与苹果木的清香。白软坐在手机上，竖起一对小耳朵，不安的听着。抽屉外拳拳到肉的激烈打斗声持续了1分多钟，忽然一阵强光照进抽屉，是郎静峰把抽屉拉开了一小半。打完了，白老师。郎静峰用拇指抹掉粘在唇角上的狼血。鸡。白软见了血，一身绒绒的兔毛炸起。不是我的血。郎静峰好整以暇的抚平衣角，踢开脚边狼尸，皱眉道：这些怎么处理？顿了顿，郎静峰用隐约透着丝骄傲的口吻道：都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呢，处理不好再惹麻烦。15一支25一队的中国白兔极度的不想说话。白软从抽屉一跃而出，跳到地上，3瓣嘴轻启，鸡。转过去。郎静峰会意，熟练的背过身，白软变出人形，迅速穿好衣服，稳住情绪，跨过满地横七竖八的狼尸，跑进客厅。墙边兔笼里，兔宝宝们3、5成群围聚在一起，小脑袋惊恐的埋在笼子角落，身体则成扇形，依次排开背对笼外，打眼望去，全是毛茸茸胖嘟嘟的小屁股和圆尾巴。笼中的兔宝宝们毫发无损，笼身则变不着很牙硬，也是幸亏这几个笼子的质量好。白软打开笼门，伸手进去安抚瑟瑟发抖的兔宝宝。郎静峰也有样学样，趁机吸兔。吸了一会儿，郎静峰问：这些兔子不怕狼吗？那心魔怎么没多变几只？白软解释道：动物能提供给他的能量太少，开了零食的能多点，但也不够用的。他那个大小一看就是分身，能量不够，必须从外面借。如果正主来了，想变多少就变多少。恐惧是精神层面的感受，动物的精神能量微薄，可供窥探的心灵漏洞也远远少于精神活动丰富的人类，倒是天然不畏惧各种类型的心魔。确认过兔宝宝们的安全，白软回书房抓起一把清净符，在家中和公寓走廊以及楼下里里外外搜索了一圈，连抽屉和冰箱冷冻格都没放过，却寻遍不到心魔的踪迹。跑没影了。白软脸色有些阴沉，还想趁着没狼了，给心魔劈头盖脸糊一波符，吸干这个分身的浊气，让他体会体会什么叫做仿佛身体被掏空。心魔8成不止这一个分身，分成许多个到处捣乱也说不定，而方才这个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找白软的麻烦，这种敌暗我明的感觉实在令人不安。郎静峰大逆不道的抬手揉了把白软的头发，安抚道：有我呢，没事。白软拨开头上的狼爪子，赶紧回书房写作业，把打架浪费的时间补回来。郎静峰幽怨的瞪着他，沉默片刻，问：那些死狼怎么处理？我得试试。白软小声嘟囔着，俯身把一张清净符拍在一条死狼的额头上，碰触到符纸的一瞬，
狼身分解湮灭成细如尘埃的黑色粉末，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堆积成狼形的粉末便坍塌做地板上的一滩黑灰。接下来，这层薄薄的灰也如同被海绵吸收的水一般，迅速消失不见。地上唯余一张蘸饱了浊气的焦黑符纸。我猜也是这么回事。白软唇角得意的一翘，扬了扬手中另一张印着狼爪印的清净符，道：“这张符刚才被狼踩了一脚，但没起效。这说明这些狼活着时是真狼，但死后就只是固态浊气了。”说着，白软走进书房，把书房里的几具狼尸清理干净，抓起地上几张焦黑的肺腑团吧丢进纸篓，并板着脸蛋再次催促郎静风道：“快写作业，别看热闹了。”郎静风恨恨地磨着牙坐回桌前，把桌上一片狼藉的学习资料归拢齐整。10秒钟后，他在完形填空第一题答题处写下一个怨气冲天的 C， 几乎怀疑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梦。白老师，郎静风沉声道：“问你个事儿。”白软用扫帚把清净符没吸干净的少许黑灰扫成一个尖尖的小灰堆，又冷静地扫进垃圾铲，神情淡定的与做日常的家庭主妇毫无二致。毕竟他怕的是狼，又不是狼灰。郎静风语气中透着淡淡哀怨：“是不是就算世界末日了，你也得让我在废墟里穿着隔离服，顶着核辐射顽强学习？”白软沉吟片刻，确认题目中没给到的关键条件：“大学都塌了吗？不高考了吗？”郎静风做了个深呼吸，防止昏迷：“都塌了，不高考。”白软笑出2个小梨窝，答道：“那就不用学了呀，那还学什么？”言下之意也就是只要大学没他高考还在，就无论如何都要学到世界尽头。郎静风无言以对，在接连经历了给心上人过生日、地震、镇魔塔倒、心魔临世、获取与心上人暂时同居资格、手刃10多只同类、与心上人牵手接吻等等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大事件后，继续黑着脸与一篇小小的完形填空搏斗。太他妈魔幻了，郎静风想。晚上9点半，郎静风写完了全部作业以及一小部分错题，从书桌前站起身时一阵头晕目眩，比一挑10打群架还累。白软先一步洗漱完毕，郎静风走进卧室时，他刚从床下大抽屉里翻出一套干净的床单被罩，正准备给郎静风换上。作业都写完了，我给你铺一下床。白软指指床头柜上的小草窝，我变圆形睡草窝，我平时也经常那么睡。行。郎静风大马金刀的往床上一坐，沉浸在白软的好闻的小兔子味中，狼血沸腾，床单被罩就不用换了。白软想想郎静风的狼鼻子，面露忌惮，但是郎静风英俊纯良的笑了笑，在床单上摸了一把道：“这么干净，换什么？”说完，不待白软开口，便先发制人，堵住白软的质疑，道：“我从下午3点学到现在，眼睛都花了，现在就想老老实实睡个觉，你可千万别多想。”白软被噎得说不出话，好像这会儿再坚持换就是自己多想了似的，于是只好默默收回床上4件套。郎静风洗漱完毕，换好睡衣躺在床上时，白软已经变回原形了。他姿态端庄的坐在一本摊放在床头柜的书上，看完几行字就往下挪一挪身子，左边的一整页看完了就跳到右边，床头灯将一个绒绒的圆形阴影投映在书页上，气氛颇有些温馨。郎静风把耳钉卸下来，往另一个床头柜上一扔，甩甩上泛着少许潮气的头发，好笑道：“白老师，用不用我帮你翻页？”鸡，老师能翻。白软摇摇头，在郎静风面前用兔爪爪翻过一页，以彰显灵活。郎静风眸光微微颤动着，躺进白软前天还睡过的被窝，心满意足的捕捉着白软的味道，墨玉般的瞳仁中倒映出一只小兔子的身影。他觉得白软叽叽叫的声音特别可爱，便忍不住逗着白软出声：“白老师，你几点睡？”白软保持着沟通不能的沉默。郎静风：10点半。白软摇摇头：“鸡呀。”郎静风忍笑：11点。白软持续摇头：“鸡呀。”郎静风吃的笑出声：11点半。白软瞪他一眼，点头：“鸡。”郎静风被鸡上瘾了，
眼珠一转，又问：哎，老师，你为什么单身这么多年啊？白天问你，你也不说，还瞪我。白软当机立断的又瞪了他一眼，凶恶道：鸡鸡鸡！郎静风被激得通体舒泰，继续逗着白软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白软圆尾巴一颤，咆哮道：鸡呀！没有，滚！郎静风被激爽了，心满意足的躺回被窝，不敢再斗。白软被戳中痛处，气得鼓鼓的，圆滚滚的小身体看起来更圆了。虽说白软性格过于温和柔软，少了些阳刚之气，与主流的女性择偶倾向背道而驰，但她的颜值实在太在线了。美少年的存在本身就是天赐的瑰宝，所以从小学1年级开始，白软的女性追求者就没断过。作为一只那啥欲望强烈的曾经的直兔，白软守身如玉26年没谈过恋爱，确实是因为某个难言之隐。大约是在12年前，当时刚进入青春期没多久的少年白软放学回家，打开电视看剧，看着看着，一条宣传壮阳药的广告忽然强势插入：某某牌肾宝胶囊，让您昂首挺胸做男人。性知识较为匮乏的白软好奇的琢磨着早 X 的意思，心里知道大约是不健康的东西，便趁着养父母都没在家，急忙跑到书房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早 X，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1分钟后，白软石化在电脑前。自然界中的兔子交配时间往往只有几秒钟到10几秒钟，习惯了这种设定的白软一直想当然的以为其他动物乃至人类也是这样的，甚至对自己的那啥时长竟可持续180秒之巨感到万分骄傲，一向都是昂首挺胸做男人的，万万没想到人生的大起大落竟来得如此突然。白软向来引以为傲的超长180秒，以人类的标准看来居然，毕竟网上都是半小时起，怎么可能？少年白软软面色惨白，如遭雷劈。为了找回雄兔自信，又搜索了一下11公分算不算很长。按照白软的理解，11公分可是比一只兔宝宝的身体都长了，按理说肯定算长，人类可是连粗如臂都值得夸耀一番，那扁儿都长起不是更加厉害？然而网上都是18公分起。这一天，少年白软的雄兔尊严不幸被踏为齑粉。自觉又小又快的白软再也不敢对女孩子动心思，生怕到了需要生命大和谐的一步会被恋人嫌弃。他倒是想找个母兔腰，可兔子成精的又实在太少，这么多年白软也没遇到过同类，于是就只好一直单着。又是很多年后，某次在看动物世界时，白软了解到狼的时间10分持久，别的不算，光是成节就要成30分钟。白软对狼的心理阴影更深了。分我们兔子几分钟不好吗？白软满心嫉妒的想。11点半，到了睡觉时间。白软用兔爪和上书，身子猛地一退，精准的用小屁股拱了一下床头灯开关，随即在黑暗中熟练的跳到地上，钻进床边的草窝，用小鼻子拱起草窝中的一块深色男士手帕，让手帕覆盖在背上，营造出一种盖着小薄被的感觉。当人当久了，睡觉时不稍微盖上点儿，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踏实。白软是躺下就着的体质，几分钟后，草窝里便传出一种微弱的咕噜声，听起来像是一串小气泡渐次在水面破开，这是白软在打呼噜。貌似睡得昏天黑地的郎静风蓦地睁开眼，一片漆黑中燃起两簇骇人的忧虑。紧接着，一只修长劲瘦的手臂从床沿垂下，又轻又稳地拎起床边的草窝，把它放在床上。随即，郎静风舒展胳膊，将白软连兔带窝拢进怀里，像寻常人搂着抱枕或公仔一样搂着长度只有20几公分的小草窝。草窝里的白软感觉到震动，奈何20几年的人类生活早已腐蚀了他身为兔子的警觉性，所以白软只是像任何一个睡眠受到微小惊扰的普通人类一样，吧唧吧唧三瓣嘴，并在草窝里翻了个身，露出十分欠稀的小肚皮和大部分隐蔽在白色毛丛中的小那啥。偷偷解锁了同床共枕成就的郎静风扯出被白软压在身下的男士手帕，轻轻给他盖在肚皮上，含笑亲了一下草窝，纵情呼吸着充满白软味道的空气，陷入安眠。第二天早晨6点钟，郎静风是被4只兔子搅呼醒的。
接。白软端庄且严厉的站在郎敬峰脸上，用兔爪拍打郎敬峰的额头，进行凶狠的体罚。击，显然是在对郎敬峰趁他睡着偷偷转移草窝的行径表示不满。老师早上好，亲一个。郎敬峰懒懒一笑，抬手按住白软，在那张毛茸茸的三瓣嘴上亲了一下。叽叽叽，白软咆哮着落荒而逃，两条健壮的后腿猛力蹬在郎敬峰下巴上，差点害郎敬峰咬到舌头。白软前脚刚跑出卧室，一团黑雾便暗搓搓的从床底钻出来，长出两条临时腿，溜达到书房，翘着二郎腿往郎敬峰的书包里一躺。郎敬峰没有天眼，对此浑然不觉，只是揉揉被白软蹬过的下巴，笑着翻了个身，把脸埋进床单嗅了嗅。两人在同一张床上睡过一宿后，床单上混融了两个人的味道，闻起来说不出的暧昧。趁白软不在，郎敬峰很是在床上发了会儿疯，直到门外传来白软的催促声，他才下地抻平方才揉皱的床单，应着声准备去洗漱。周一早晨，升旗仪式结束，第一节就是白软的语文课。郎敬峰听得认真，不时埋头做笔记。他成绩虽烂，却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是小时候被郎倩一笔一画奏出来的。一旁的语文科代表张涛推眼镜，一双金光迸射的小眼睛盯死郎敬峰整洁漂亮的语文笔记，有种被比了下去的感觉。忽然，郎敬峰抻长脖子朝前方眺望了一番，踹了一脚前座王坤的椅子。王坤扭头斜他一眼，郎敬峰两道阴气的眉拧着，低声道：“别玩手机，白老师不高兴了。”王坤也是个有点脾气的，见白软回身写板书，不悦的回了一句：“科代表都不管你管。”精神上的语文课代表郎敬峰眉毛一抬，露出几分不良少年的凶相，用气声道：“转回去，少交头接耳的影响我听课。”张涛在一旁大力点头，充分彰显科代表的管理手腕。王坤气得肺都快炸了，小声道：“你是有病吧？咱俩谁先招谁的？”郎敬峰下巴一扬，撸起袖子，露出结实的小臂肌肉，黑着脸威胁道：“你他妈皮紧了！听课！”张涛像个点头机一样持续点头，表示郎敬峰说的都对。王坤魂不过郎敬峰，磨了磨牙，万分憋屈的转回身，揣起手机。听力极佳的白软额角青筋暴突，与此同时，趁着白软转身写板书，一直窝藏在郎敬峰书包中的心魔穿过布料缓缓透出来，水一般流到地上，分离出一条细细的黑雾，搭在张涛小腿上，仿佛在窥探张涛内心的恐惧。作为被落霞观祖师爷镇压了100余年的心魔，他不敢招惹修塔的祖师爷，只好拿这些徒子徒孙下手。眼下这整整一个班级的学生都算是白软的徒弟，4舍5入也就都是祖师爷的曾徒孙了，很值得欺负一下。于是几秒钟后，向来稳重寡言的张涛忽然爆出一声尖叫：“哇呀！”全班同学齐刷刷转头望向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也就是张涛的座位。张涛正目瞪口呆的望着窗外，表情之惊悚，宛如被爱德华蒙克的呐喊附身。张涛、白软把黑板擦往讲台上一撂，清脆的一声响将张涛惊得一哆嗦。“怎么了？”郎敬峰表情不善，磨着牙瞪视张涛。“白老师。”张涛获得起立，粗暴的拉开身侧的窗户，边探头向外看边道：“有人跳楼了。”白软脸色一变，飞跑到讲台侧面的窗边查看情况，在张涛身边窗户的正下方确实趴着一个人，看穿着应该是2中的男生。这座教学楼只有3层，因此男生的身体似乎没受到明显的损坏，只是头烂的像个血葫芦，看样子是大头朝下摔下来的。“快报警叫救护车！”白软这整句话刚挤出一个字，便听郎敬峰慢悠悠的抛出一句：“哪有跳楼的？疯了吧你！”白软觉出不对，瞬间闭上嘴。“不是，我真看见了。”张涛面色铁青，把这窗框探出半个身子，拼命往外看，仿佛想亲自上阵演绎一把。郎敬峰见状，伸手略显粗暴的抓住张涛的后脖领，防止他不小心掉下去。其他靠窗坐的学生也纷纷探头向楼下看，随即嘻嘻哈哈的打趣起张涛来，竟是没有一个人看见楼下的尸体。
我刚才真看见有个人往下掉。张涛神经质的舔舔嘴唇，面部肌肉抽搐。一个男的，我看得特清楚，像慢动作回放似的。同学们轰的一声笑开了，也有几个胆小的女生欲笑而不敢笑，显冷似的搓着胳膊。白软探头再次确认了一遍，楼下摔破头的男生已经不见了，地面也干净的不染一丝血污。这样一来，真相便显而易见了。那男生是鬼。鬼其实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那般神秘，鬼只是一种介乎于能量与物质之间的存在，与波粒二象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无法对这种存在进行解释而已。寿终正寝或执念不深的鬼消散得很快，会在死亡7日后消散至临界点。到达这个临界点时，鬼没有足够的物质与能量载体来承载记忆，自然便会前尘尽忘，如赤子般重入轮回。这个消散的过程也就相当于是老百姓传说中的喝孟婆汤了。然而因意外横死或死前执念深重的鬼，在脱离躯壳时，会出于对生的眷恋而从躯体中带走更多的能量与物质，他们的消散过程很慢，有些怨念极深的鬼魂甚至根本不会自然消散，而且由于能量与物质充沛，还可以对活人产生一定影响，这也就是俗称的厉鬼。普通人无法用肉眼捕捉到鬼魂的踪迹，开了天眼的白软却可以。方才张涛会看到男鬼跳楼，应该是因为男鬼在途经窗户的一瞬间凝聚了能量，将自己的存在强化到能够被肉眼捕捉的地步。张涛离窗户近，当时可能又碰巧朝外看了，这才不幸和男鬼打了个惊悚的照面。白软容色镇定，微微拧起眉头，怀疑是不是心魔溜进学校了。他虽然怂，却不怕鬼，一是因为开天眼后看习惯了，二是因为鬼不吃兔子，对白软来说狼比鬼恐怖多了。同学们静一静。白软用黑板擦重重敲了敲讲桌，轻描淡写的丢给张涛一个台阶下。这几天楼上经常有高3的学生从3楼往下面扔东西，教导主任已经逮过好几次了，刚才应该是你看错了。可是楼上的高3生们要往下面扔什么才能让张涛把那东西误看成一个跳楼的大活人，而且还能在这么短短几秒内被风吹跑？充气娃娃吗？这本是个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可奈何楼下确实没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合理且符合科学的解释。于是教室安静下来，除张涛外无人表示异议。不是，白老师。张涛脸涨得通红，不死心的继续往楼下看。请坐。白软摆摆手，有什么事下课再说，我们继续上课。白老师让你坐下。郎劲峰狗腿的附和道，把张涛的半个身子从窗外扯回来，按住张涛肩膀，强行把他压在椅子上。张涛一脸绝望。后半节课，张涛一直神色迷离，白软也一心二用，讲着课时目光不住在教室中逡巡，还走下讲台，在教室里转了几圈，想找出心魔分身可能的藏匿处，但心魔没有实体，随便找个书包桌堂就能躲一躲，班中除了白软又没人能看见他，搜索难度很大，因此直到下课，白软也没能把他揪出来。下课铃声响起，白软又不甘心地在班里的3条过道上转了一遍，到处看，却仍旧一无所获，只好在学生们开始变得奇怪的目光中，冲魂不守舍的张涛招招手，道：张涛，来一下。张涛呆愣愣的起立，郎劲峰也跟着站起来，抓起周5物理随堂小册的卷子，尾随张涛和白软走进班主任办公室。白软一出教室门，一直夹在张涛数学书里的心魔就扁扁的躺到桌上，随即如被充满气的气球般砰的胀圆了，又长出一条小触须，仗着没人能看见自己，他大大咧咧的飘在教室里，把学生挨个摸过去，窥探他们的内心。人类将怕这个概念定义的很宽泛，怕家长怕老师是怕，怕考砸怕作业多是怕，怕穷怕吃苦也是怕。然而对心魔而言，唯有令人毛骨悚然，肾上腺素分泌激增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怕。会令这些普通人类高中生感到恐惧的事物较为集中，要么是杀伤力小容易处理的蟑螂老鼠虫豸之流，要么是难以具现化的黑暗深海巨大天体之类，要么就是各种童年阴影系列的土味都市传说与校园怪谈。心魔挥舞着触须，从教室这头摸到教室那头，一个学生都没放过。坐。
办公室里，白软惯例拖到桌边一把椅子，张涛坐下，郎静峰站在他身后，一副要旁听的样子。白软的目光跳过张涛，落在郎静峰身上。你有什么事？郎静峰一笑，挥挥手里的物理卷子，我找何老师问题。说着一转身，面朝物理老师，背对着白软，可这个距离，白软说什么他也都能听见。白软不觉得这是有瞒着郎静峰的必要，便不再管，先用不痛不痒的公关辞令安慰张涛。聊了几句后，白软顺着前面的铺垫试探道：你是不是这段时间看了一些比较恐怖的影视剧啊、小说啊之类的东西，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了？张涛摇头，讷讷道：没看，我回家就是学习。白软孜孜不倦的诱导：那你听过什么有关学生跳楼的传闻吗？张涛抿了抿嘴唇道：那是听过。白软用知心哥哥闲聊的语气道：可以给我讲讲，我帮你疏导一下。他目前高度怀疑是心魔将张涛的某些恐惧具现化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要对付那个跳楼鬼，最好是先问过张涛，因为心魔会100%按照张涛的设定造鬼，鬼出没的时间地点、攻击性如何、弱点在哪里，都是按照张涛的想象进行还原的。虽说鬼被造出后拥有自我意识，未必会100%符合张涛最初的设定，但这仍然是最重要的情报。啊！张涛有些摸不着头脑，听过不少，就各种社会新闻。白软试探道：印象最深，或者说听完最让你感觉害怕的是哪个？顿了顿，白软补充道：新闻或者故事都可以。张涛沉默片刻，不好意思的干笑了一下，最害怕的是鬼故事。白软的笑容如春风般和煦，那你也讲讲。没事的，我们今天就是闲聊，老师帮你排解一下压力。张涛嗫嚅道：那个真讲啊？白软坚定道：讲，没关系。张涛推推眼镜，用自觉只有他和白软能听见的音量道：就是我小学时候听人讲的一个，就是说有个学生考试没考好，为了吓唬家里人，从3楼往下跳，本来以为摔不死，但因为是大头朝下掉下去的，所以就死了。张涛说到这，谨慎的观察了一下白软表情，见他还微笑着鼓励自己说下去，才继续道：他怨念特别重，死了之后每天晚上都在学校3楼走廊里走来走去，因为他是头着地死的，所以他成鬼之后不会用脚走路，是大头朝下一下下跳着走，如果人在高的地方站着他就看不着，但如果有人在地上走他就能看见那个人的脚，看见谁就抓着谁的脚，把人从3楼大头朝下扔下去。白软不自在的轻咳一声，问：晚上几点？张涛：啊？白软：他晚上出现的时间是几点？半夜12点。不知道，就是晚上。张涛说着，隐藏在厚重镜片后的小眼睛不安的四下转了一圈，脸色难看至极。这个复述鬼故事的行为，以及白软信以为真、询问细节的举动，仿佛摧毁了张涛的某道心理防线。他也顾不上这话合不合适，只惊惶的向白软强调道：白老师，今天我真看见了，我绝对不是眼花，我连他长什么样都看见了。张涛咬牙，咬肌一跳一跳的抽动，将狠狠折磨了他半节课的恐惧一股脑的倒了出来，低吼道：他长得和我小时候想象的长相一模一样。童年心理阴影，细节也都对得上，100%是心魔干的好事。白软攥紧拳头，手背血管微凸，一股火在胸腔里到处乱窜，比昨天家里刷狼的时候还生气。一直在旁听的郎静峰也反应过来了，扭头瞥了张涛一眼：对不起白老师，我就是乱说的。张涛深喘几口气，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不该和班主任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急忙耷拉着脑袋道歉。这有什么好道歉的？白软缓缓松开拳头，宽和的笑笑，两枚阳光可爱的小梨窝浅浅浮在脸上，本来就是想让你有个途径倾诉一下。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碍于教师身份，白软不得不昧着良心向张涛科普了一番社会主义唯物论，用心理学强行解释了一波。张涛并没有被说服，但无论如何，把折磨人的恐惧说出口，总比独自憋在心里舒服得多。
加上白软安慰人时的表情语气，都十分有治愈人心的效果，所以张涛的情绪渐渐缓和。在第2节课上课铃打响时，他的状态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向白软道谢后便回去上课。早晨这场跳楼闹剧结束后，班上一整天都没再发生其他的怪事，但白软完全没感觉庆幸。他怀疑心魔具现化出的鬼怪不止那一个，其他的说不定只是受到诸如晚上出现、雨天出现之类的鬼故事设定制约，暂时没出现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的麻烦事就多了。今天一整天，白软揣着满满一裤都清净服，得了空就去4班巡视一圈，心魔却狡猾的没有再露哪怕一面。白软没有云清的特制罗盘，粗略算算运势还可以，算心魔方位这种事打死也做不到，只好不甘心地作罢。晚自习结束，放学铃响起，高2和高1年组的学生涌出校门，可高3生还要继续在学校奋战到晚上10点半。见学生们走得差不多了，白软从粉笔槽里摸出2根白粉笔，塞进裤兜。白老师。郎静峰斜背着书包走到讲桌前，与站在讲台上的白软平视，含笑问：揣粉笔干什么？我们回家吗？我得上3楼看看。白软问：你跟我去吗？你要是不想去，就在我办公室等一下。郎静峰左右扫一圈，见同学都走没影了，才低声问：你去找张涛说的那个鬼吗？白软点头，这张软萌脸蛋上含有的凝重神色让他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的可爱。这个不管不行，3楼的高3学生每天晚上10点半放学，张涛还不知道鬼的具体出没时间。如果鬼10点半左右开始在3楼出没，放学走得慢的高3学生就容易出事。郎静峰轻轻咬了下嘴唇，问：你不怕吗？我不怕鬼。白软眼睛浅浅一弯，圆尾巴骄傲的翘了翘，鬼怕我。郎静峰心头一热，按捺住想在教室亲亲白软的冲动，道：我陪你去，我也不怕鬼，万一再刷狼我还能帮你打。这会儿3楼人多，阳气重，按常理来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白软一边说着，一边与郎静峰步上3楼。此时正是高3生的晚自习下课时间，走廊与教室灯光明亮，学生老师来来往往，看着就不像闹鬼的样子。2人在3楼巡视了一趟，白软没发现任何异常，带郎静峰下到2楼办公室，道：我们10点半再上去，你先把作业写了。郎静峰坐到白软办公桌边，认命的写起作业。白软坐在他对面，把手机调至静音，在桌下低头打游戏，舒缓紧张了一整天的神经。师生双双把鬼等。郎静峰用自己的笔写了一会儿，笔帽一合，从白软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写了10分钟，又把笔帽一合，从笔筒中再抽出一支写。这个举动重复了几次后，白软疑惑道：我笔筒里的笔都不好用吗？都好用。郎静峰说着，却是迅速的又换了一支。那你这换来换去的？白软眨眨眼。郎静峰唇角扬起，扯出一个英俊又孩子气的笑容，道：白老师，你闻不着。白软挑眉：什么？郎静峰像只占地盘的幼狼一般，含笑道：现在你的每支笔上都是我的味道，你的桌子、椅子、靠垫上也都是我的味道了，白老师。郎静峰细细观察白软神色，不紧不慢地说着。白软被戏弄时习惯瞪眼睛，嘴唇也会愠怒的微微抿起。郎静峰不知别人对这表情作何看法，总之他每次看见都心痒不已，忍不住总想逗着白软玩。白软伸长手臂，按下桌边做事小风扇的开关，他似乎看穿了郎静峰的意图，刻意做出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淡漠道：吹吹就散了。郎静峰默然片刻，压低嗓门，用讲述秘密的口吻道：你家里也是，床上、书房里、沙发上全是一股狼味儿，连你身上都是，要是有别的鼻子灵的妖，肯定能闻出来你和我偷偷住在一起了。白软眉梢跳了跳，心想不能搭理郎静峰，自己越别扭越炸毛他越来劲儿，遂忍着不发作，只沉声纠正对方的暧昧用词：不是偷偷住在一起，是你帮我对付狼，我辅导你的学习，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吗？郎静峰笑了，在桌下轻踢白软的小腿，微微发哑的腔调中满是充满禁忌意味的暗示：
白老师，今天早晨洗漱的时候，我连你的牙刷、毛巾和晾在洗手间里的东西都没放过。白软晾衣服一般都用卧室窗边的升降衣架，晾在洗手间的只有一些贴身小件。你……白软慌忙缩回被郎静风轻踢的小腿，骚的屁股都快烧起来了。冰山脸瞬间破功，怒瞪郎静风：“你干什么了？”“就是摸了几下，沾点我的味儿。”郎静风最近这些天戴在脸上的驯顺奶狗面具，仿佛被和白老师同居这件事加热到融化了似的。那张英俊的脸上透出一抹野兽般讲不通道理的嚣张蛮横，道：“我们犬科就喜欢用味道占地盘。”说起用味道占地盘，白软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只幼狼钻进兔子洞里撒欢打滚满地呲尿的糟糕景象。写你作业，少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白软低斥道。郎静风心痒稍解，听话的埋头做题。时间安静流逝，10点半，高3年组放学铃响起，楼上传来闹哄哄的桌椅挪动声与脚步声。白软一扬下巴，示意郎静风上3楼。今天是6月2号，7号高考之前，学校会放2天半的假，也就是明天高3生们还是会上晚自习。在这最终之战开战前的节骨眼上，就算是不认识的学生白软，也不允许他们因为这种事情出意外。神鬼之事，遇不上的话怎么都好说，但普通人一旦遇上，就是束手无策，任人鱼肉。所以，即便算上今天只剩2天，也不能心存侥幸。3楼的学生还没走完，稀稀落落的几个学生在2人上楼时与他们擦肩而过。白软一手抄进裤兜，摩挲着里面的2根粉笔，一只脚刚迈上最后一阶楼梯，便听得3楼走廊尽头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听见了吗？白软问。没听见。郎静风耳朵动了动。他出来了，还真挑学生刚放学的时候，估计是想抓落单的。白软面色一肃，几步绕过楼梯前的转角，在走廊这一头站定。在因纵深过长而显得有些幽暗的走廊另一头，有一个倒立的人。他的倒立方式比较别致，全身挺直的像在站军姿，双手僵硬的贴合在双腿裤线处，只靠一个血淋淋的脑袋顶着地面维持平衡。这条走廊上的几间教室有大半已经熄灯锁门，一个背着书包的女生从亮灯的一间教室走出来，浑然不知危险的朝倒立轨的方向走去。白软疾步跟上，和女生保持2米左右的距离，郎静风则紧紧跟着白软。女生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扭头望过去。高3学生按理说不会认识高2的老师，可白软这张脸实在太惹眼，女生一下就认出这是本校出名的帅哥语文老师，于是腼腆的问了声好。老师好。白软冲他微微一笑，随口关心了一句，回去路上注意安全，有人接吗？女生清秀的脸上泛起一丝年轻女孩子与男神近距离接触时单纯的小兴奋，连连点头，礼貌道：“我爸爸来接我，谢谢老师。”郎静风眉梢动了动，紧走一步追上前面的白软，把下巴搭在白软肩膀上蹭了蹭，像只争宠的奶狗般撒娇道：“嗷呜。”女生，老师再见。在3人即将走到倒立轨身后的楼梯口时，倒立轨不安分地动了一下，一张死白的脸缓缓转向女生穿着小皮鞋的脚。就在倒立轨预备向看起来最好欺负的女生发难时，跟在女生身后的白软忽然毫无预兆地向她拍去一张清净符。清净符贴在鬼身上，就如同硫酸泼在人身上，倒立鬼疼得咚咚狂跳，嘶声尖笑。啊！那血葫芦似的脑袋在地上很撞，糟烂的更厉害了，地面与附近的墙壁上猩红血污飞溅，触目惊心，郎静风与女生都看不见。白软虽不怕鬼，可食草类动物对血腥场景天生抗性不佳，只好迅速别过视线，在心中默默强调鬼不吃兔子当作精神安慰，不动声色的将女生护送到楼梯口。这时之前另外2间亮灯的教室也没了学生，看来是都从另一边安全的楼梯下去了。一时间3楼只剩下郎静风和白软2个活人。粘在倒立鬼身上的清净符吸足了阴气，焦黑脱落，倒立鬼从剧痛中缓过来，面目狰狞的朝白软咚咚跳去，充血的双眼死死盯住白软的一双小腿。郎静风看不见鬼，
只能看见一张原本漂浮在半空中的符纸变黑并飘落在地。白软见郎静风一副不在状况内的样子，一把拉住他往来时的楼梯口跑去。你下楼回教室。白软把班级钥匙往郎静风手里一塞，帮我搬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上来。你自己在这没事儿。郎静风不放心。没事儿。想着刚才那个无辜的女生，如果不是碰到自己，八成已经变成了楼下的一具尸体。白软唰的抽出一摞清净符，眉眼间透出平时难得一见的狠厉，冷声道：我贴不死他。这股为保护学生迸发出的狠劲儿，为素来温软随和的白软平添了几分帅气。郎静风很少见白软这副模样，心脏猛跳几下，生出些不合时宜的念头来。快去啊！白软不明所以，急急的推了郎静风一把。郎静风目光灼热的盯了他一眼，转身飞跑下楼。倒立鬼大头朝下一路飞跳，白软气定神闲的往他身上撒了几张符，在拿头当脚这种智障设定的天然限制下，倒立鬼的动作不怎么敏捷，躲闪不及，被贴得滋哇乱叫。该！白软愤愤道。倒立鬼鬼喊鬼叫，狂跳不已。白软唏嘘道：都是跳着走的，就不能和我学学，非得惦记害人，真是给跳字辈抹黑。清净符威力较小，只能通过让鬼痛苦达到驱鬼的目的，以及吸收阴气来削弱鬼的战力，但要是想将这种强度的厉鬼超度，怎么也得烧掉3斤清净符，所以白软得用别的办法。郎静风下楼也就1分钟不到，就见扛课桌手提椅子风一般刮回3楼。白软一边被鬼追着跑，一边远远的指挥道：把桌子放那边，椅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把走廊灯关了。郎静风一一照做。白软跑到走廊尽头，又摸黑朝郎静风的方向折返。他速度比鬼快出不少，与其说是被鬼追，倒不如说是在遛鬼。跑到摆好的桌子前，白软灵巧的跳上桌，又踩上椅子，随即招呼郎静风上桌，上来他就看不见你。郎静风站到桌上，追来的倒立鬼看不见人腿，霎时失了目标，茫然又愤怒的绕着课桌蹦了几圈，便奸笑着跳走了。我画个阵。白软小声说着，摸出裤兜里的白粉笔，把手高高举起，像在黑板上写板书一样，在天花板上画起法阵来。怎么不在地上画？郎静风问。地上的法阵他能看见，肯定不会傻乎乎的往里跳，而且白粉笔在天花板上画东西也看不出来，这阵就可以重复使用，以后再有鬼我省得画新的了。白软解释着，手上动作不停，粉笔与平面接触，发出哒哒的轻响，柔软的白灰飘飘洒洒的落下，饶是白软眯着眼有睫毛保护，也还是被落了一丁点进去。白软低头用袖口抹抹眼睛，又用力眨了眨。这个动作莫名的透出一种纯挚的可爱。郎静风眸光闪烁，忽然抛来一句：为什么要关走廊灯？晚上学校有保安巡逻，看见3楼走廊亮着，肯定得上来关灯。白软眼睛舒服了，继续仰着头画阵。郎静风沉默片刻，忽然用一种透着淡淡无赖感的腔调道：这么黑，周围还有鬼，我害怕了。白软一窘：你认真的吗？真的，白老师，借我抱一下。郎静风说着，一把抱住白软。白软踩着桌上的椅子，而他只踩着桌，这个高度正巧可以环着白软的腰，还能把脸埋在白软胸口下方。白软悠悠道：你就是想抱我吧？郎静风嗤笑：真害怕了。说着，拉过白软闲着的左手，引着他摸向自己胸口坚硬的肌肉，轻声道：白老师，你摸摸我心跳，这么快，真吓着了。白软一个没留神，手中便已是一片硬邦邦的炙热，规律而激烈的搏动如火苗般舔舐着他的掌心。那确实是很快很快的心跳。别闹！白软匆匆抽回手，阵马上就画完了。他站得这么高，也不敢用力争，只能硬着头皮任由郎静风用2条钢筋似的手臂紧紧箍着自己。片刻后，把脸埋在白软胸口附近的郎静风轻轻笑了一声，问：白老师，你也害怕了？心跳都变快了。白软没好气儿道：让你传染的。
这也能传染？郎静峰用脸蹭了蹭白软雪白的衬衫，低声问：那我喜欢你能传染吗？说什么呢？你作业写多少了？白软一阵心悸，却又不敢深想，很歉意的提议道：不然你下楼去我办公室写作业。郎静峰无奈又纵容的答道：写差不多了，2节晚自习我可一点没闲着。话题成功岔开，白软不吭声了。除了倒立鬼以头对地的咚咚声之外，静悄悄的走廊中只有2人重叠的激烈心跳，扑通扑通，强力的震动着耳膜。狼和兔子的听觉都极敏锐，2人能清楚听见对方心跳加速的声音，也知道对方能听见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而这不至于一种暧昧的折磨。一个往生阵画完，2人面颊都有些红热的迹象，好在周围太黑，什么也看不出来。白软拍拍手上的粉笔灰，将8张清净符贴在阵法的8个方位作为媒介，随即拨开郎静峰一直环在腰间的狼爪子，从椅子上一跃而下，道：我把他引到阵中间，你把桌子往后拖。倒立鬼受张涛的设定限制，只能出没在3楼，故而一直在东西2侧楼梯之间跳来跳去。白软一下地，立即便成为了倒立鬼的第一仇恨目标，咚咚的磕头声迅速向他逼来。白软站在阵眼正中央，眼神坚毅，临危不惧，雄兔风范满满。5秒钟后，倒立鬼跳至面前，白软飞快后撤一步。眼见地面毫无异状，倒立鬼不疑有诈，直挺挺的跳到1秒钟前白软站的位置，一双朝天的脚底正对准阵眼。阵中的8张清净符捕捉到阴气，一瞬间往生阵自动激活。组成往生阵的粉笔线条道道亮起，色调柔和洁净的如同阴云边沿漏下的天光，道道细而笔直的银芒在这厉鬼周身围起一圈柔光的牢笼。倒立鬼惊觉不妙，可无论如何翻腾挣扎都无法离开那光牢半步。起阵！白软低喝一声，顷刻间周身妖气暴涨，绵密柔和的妖气水流般凶狂的涌入阵中。他的额发被妖气鼓动的风尽数向后掠起，露出光洁的额头，那平日温软随和的气质仿佛也随之被吹拂开来，露出了内里阴气可靠的一面。虽说还背负着大笔妖力贷款，但白软的妖气天生就适合用来净化与治疗，在超度阴魂时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往生阵中的倒立鬼毫无还手之力，在进行过一番短暂且无谓的挣扎后，便奸笑着被阵中银光吞没殆尽。阴魂已轮回往生，阵法也立刻沉寂下来，8张报废的清净符飘在地上，被白软摸黑捡起来揣好。行了，白软把被风吹得向后背起的额发向前压了压，扭头轻声道：我们把桌椅送回。话没说完，白软声音一滞，楼下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听起来是2个人，正分别从教学楼东西侧的2个楼梯从1楼往2楼上。保安？郎静峰用口型确认道。白软在黑暗中大力点头，将刚刚搬起的椅子轻轻放在地上。这个距离白软和郎静峰能听见2个保安的脚步声，但2个保安应该听不到白软刚才的说话声。白软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11点整。这个时间，一个高2班主任和一个高2学生搬了一套桌椅放在高3年组的走廊，无声的待在一片黑暗中，这简直怎么看怎么可疑。白软犹豫片刻，完全编不出需要这么做的正当理由。虽说保安认识他，就算编不出理由，也不至于把他们扭送到公安局，但白软也还是想尽量避免这种被人盘问却又无从解释的尴尬情况。进去！郎静峰摆口型，指距2人几步之遥的杂物间。白软对杂物间有点阴影，眉毛一拧，心想不然干脆捂着脸直接冲下楼，反正保安根本追不上他们。便听郎静峰用极轻的气声道了句：我要喊了，某老师3更半夜和学生约会。白软眼睛瞪得溜圆，气声回复道：你敢？郎静峰把分贝调高了一点点：敢。白软一惊，郎静峰又调回气声，假意威胁道：我还敢在他们面前亲你。白软脸上红热更甚，气声道：我变原形。郎静峰原形毕露，敢变原形我就摸你后背100下，让你假孕。白软被噎得半个字都挤不出来。这时
两个保安的脚步声已在2楼走廊中间汇合，并双双折返朝3楼过来了。郎静峰吸足一口气，似乎准备要喊，白软急忙按住他嘴。郎静峰捉住白软手腕，在他手背上亲了一下。随即郎静峰不再给白软拒绝的机会，直接一记公主抱把人抱进杂物间。进了杂物间，郎静峰无声的用背抵住向内开的门，把白软轻轻放在地上，箍着腰扣进自己怀里。你今天怎么回事？白软小声质问。郎静峰平时虽然也比较强势，但从来没这么蛮不讲理的威胁强迫过白软。除了那3次强吻之外，平时郎静峰在身体接触方面都还算克制，还有蔬菜蛋糕又蒲公英又第一次牵手的，给人感觉就是个略带痞气的纯情少年。这会儿也不知道是突然犯哪门子狂犬病。白老师，郎静峰嗓音阴哑，你今天晚上特别招人欺负，你不知道吗？我怎么了？白软冤的想跳海，今晚他除了驱鬼，明明什么都没干，一定要说的话。他倒是觉得今天晚上自己展示出了和平时不一样的强硬一面，按说是能震一震郎静峰的。和平时不一样，更帅了，还挺霸气的。郎静峰舔舔发干的嘴唇。那白软茫然，因为显得霸气了，所以反而更招人欺负。白软简直搞不明白这逻辑。郎静峰双眼熠熠发亮，亮得让人心慌，仗着有一道门板隔着声音，把嘴唇贴在白软耳边轻声道，我知道你会法术，但你这副小模样总是让我觉得你特别软特别弱，真被气急了也拿我没办法，说不定还要哭，弄得我都不敢使劲欺负你。郎静峰说着，把乖巧奶狗面具扯下来，一点点揉碎了，低声道，这回敢了，白老师，其实我特别坏，我装不下去了。白软急忙自黑道，不，我这人确实软还弱，我这就哭。快继续装着。郎静峰低低笑了一声，捏捏白软的腰，粗声道，我快疯了，白老师，其实我天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把你按在讲桌上，扒光你的衬衫西裤，只留一条领带绑着你的手。你不是最怕师生恋，最怕有违师德吗？我就一边让你看着你黑板上的板书，一边嘘。脚步声从3楼东西两侧楼梯传来，白软心脏狂跳，面红耳赤的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想堵我的嘴？郎静峰掰过白软偏向一侧的脸，粗暴的吻了下去。白软发出一声闷哼，走廊上的脚步声一致，似乎是保安在确认是否有声音。郎静峰稍稍退开，用食指按住白软被吮吻的湿润的唇瓣，同时微微撅起嘴唇，做了个嘘的口型，两人的嘴唇之间只隔着一根手指。白软被撩拨亲吻的昏头转向，脑海中唯一一个明晰的认知就是现在不能出声，被发现解释不清，遂睁着一双水蒙蒙的眼睛呆呆点了点头。郎静峰暗骂一句，扣着白软后脑再次吻下去，这次攻势更猛，可两人都默契的不发出一点声音。激烈的亲吻持续片刻，郎静峰的手缓缓下滑，抚过白软的后颈，又掠过衬衫领口向下，摸上了白软的后背。白软只是条件反射的一抖，郎静峰却以为他是要挣扎，惩罚性的在白软舌尖咬了一口，并顺着那清瘦的脊背来回抚摸起来。炙热的手掌结结实实的按在最为敏感的背部，对方还是确实有一些好感，只是自己不敢承认的郎静峰，电流感漫经全身，白软一阵手软脚软。他觉得自己的背部仿佛被郎静峰的手点起了一团火，这团火循着血管滚烫的流动着，流到心口，心脏便是跳得胸腔发痛，流到脖子，喉咙就是一阵冒烟的干渴，流到耳朵，耳膜中轰隆鸣响不绝，流到小腹。郎静峰狠狠亲了一下白软的嘴唇，白老师，你还真有感觉了。听见白老师这个称呼，陷入迷离状态的白软一惊，徒劳的试图挣脱，可郎静峰按在他后背上的手却一秒都没停，不断重复从后颈抚到尾椎骨的动作。抚摸后背这个动作本身其实不含多少情欲的意味，倒是温馨成分居多。可对兔子来说，这个举动的意义完全不同。郎静峰摸后背的动作重复了大约6、7次，时间上只有1分钟不到，白软便忽然一阵战栗，软软的吭叽了一声，趴伏在郎静峰怀里不动了。郎静峰愣住了，
白软目光空茫，大口喘着粗气，额头沁出细汗。郎静峰嘴唇动了动，却又抿紧了，沉默了小半分钟后，他左忍右忍没忍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问：宝贝儿，这么快？听见这个快字，白软瞬间清醒，拼命从郎静峰怀里挣出来，一时间竟不知是在学生怀里放飞自我更羞耻，还是发挥失常1分钟不到更羞耻，但无论哪一件都足以让白软不敢见人。要纸巾吗？郎静峰自觉失言，从裤兜里摸出一包面巾纸，岔开这个与雄性尊严有关的话题，道：擦擦。白软这才感觉到身上传来的那一丝湿润的凉意。轰隆一声，白软脑中有什么爆炸了。见白软不接，只泥塑般僵在原地发呆，郎静峰一笑，变本加厉的逗弄他道：白老师，你可别怀上我的小狼崽子。白软这会儿岂止是脸红，他简直有种掉进锅里被开水焯了一遍又捞出来的感觉，四肢百骸无一不滚烫发热，连脚趾都在熊熊燃烧。更令他无法正视的是，从此刻开始往前的几十秒内，他对郎静峰的强制接触丝毫反感也无，甚至还有种模糊难明的渴求。如果没有针尖般的道德感孜孜不倦地刺激着他的心脏，他几乎白软咬住舌尖，让疼痛震慑住以你的想法。而这以你被惊退后，剩下的就全是羞耻和淡淡的恼火了。白老师，两个保安早已走远。郎静峰见白软仍是囧的半个字都挤不出来，嘴巴不停，继续逗弄他道：我将来要真来二中当体育老师了，那还不得天天趁自习课的时候把你抓进杂物间里亲你摸你后背啊？到时候你连检讨都不能罚我写了怎么办？是不是就得……郎静峰咬了咬嘴唇，压低声音道：任我为所欲为了。白软一阵气急，被逼出一句：你现在还不算为所欲为。郎静峰的眸光亮得灼人，好笑道：这才哪到哪？顿了顿，又把白软一直没接的面巾纸往他手边递去，又说了一遍：拿着，擦擦。白软不接，身子一矮，衣物肃然飘落在地。变回原形，一是因为方便逃避现实，不用人形面对郎静峰会少些尴尬；二是因为白软用往生阵超度厉鬼已消耗了太多妖气，加之情绪波动剧烈，会造成妖气紊乱，就算现在不变原形，过一会儿也得变。小白团子钻出领口，跳开几步，扑通一声跃进墙角的水桶。白老师，郎静峰跨过堆在地上的衣物，在水桶边蹲下，探进一只手，想把白软抓出来。你变原形是妖力用没了，还是不想理我？鸡呀！白软在桶里怒吼着，奋力扑腾，用健壮有力的后腿狂蹬郎静峰刚才摸自己后背的手。老师别生我气，不怀小狼崽子行了吧？郎静峰抽回手，捻了捻手指，没敢告诉白软他被那双毛茸茸的兔子脚蹬得有点爽。我们还回不回家了？白软默不作声地趴在桶底，假装自己是只什么都听不懂的普通小白兔，兔头里早已混乱成一锅浆糊。自然界中的公兔子不会假孕，可兔妖和兔子在这方面却不大一样。白软曾经听云清当笑话一样和自己提过这件事，兔妖不论公母，在与人发生亲密行为后都可能有假孕的现象发生，亲密行为过程中被抚摸后背则概率更大，且母兔妖比公兔妖更容易中招。最令兔头疼的是，假孕是一种不受主观意愿控制的生理现象，不是理智上知道没怀孕就能消除的。一旦大脑无理取闹的认定这个身体怀孕了，除了肚子变大之外的各项体征都会朝怀孕的方向变化。假孕的兔妖必须得怀满兔子的一个孕期，直到怀满孕期，大脑亲自确认该身体的肚子里确实没有兔崽子，这事儿才能算完。唯一令白软稍感安慰的是，据说兔子的身体在这方面会长记性，一旦假孕过一次，往后再假孕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不可能这么倒霉，一次就中招。白软默默插下一个巨大的 flag， 屁股后的小圆尾巴焦虑的簌簌发颤。郎静峰忍住摸摸圆尾巴的冲动，不敢再多刺激白软，只转身捡起白软散落在地的衣物，把左右裤兜里的手机、钥匙、钱包掏出来，拆下腰带，抽出藏在袜子里的增高垫。显然白老师垫增高垫已经实锤了，然后才把衣裤袜子细细叠好，和这些杂物一起装进书包，
地上只剩一双皮鞋和一条内裤，还要吗？郎静峰带着一点天真无辜的语气征询意见，太暗了看不清，我摸着是脏了，不然我帮你扔了吧。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平和，宛如覆盖在熔岩池上方的火山岩，看似厚重黑沉，可被压在下方名为变态般灼热的岩浆却滚沸的快从地缝里喷出来了。这死狼崽子摸到什么啦？白软一口气没上来，险些昏厥。说话，白老师。郎静峰催促。我听不懂人话，我是兔子，在通过常规手段已经无法消除的巨大羞耻面前，白软干脆自我催眠着沉默不语，冷酷的就像一盘冷吃兔。桶外传来意料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是郎静峰把什么东西揣进裤兜了。过了一会儿，那只大手又探进桶，轻轻拨弄了一下白软的兔耳朵，笑道：回家吗，白老师？挺晚的了，明天我们都得起早呢。白软不看人，不动，不吭声，脊背微微弓起，低头闭着眼，把毛茸茸的脸埋进两只前爪中，团成一块白年糕，一心当兔，不问世事。郎静峰用两根修长的手指夹住白软细长的耳朵，一下下轻轻捋着，感受着指尖的细腻温软，用略带蛊惑意味的声调道：白老师，你其实已经不直了，还有点喜欢我，就是不敢承认，对不对？白软把兔脸蛋埋得更深，几乎快要埋进肚子里了。叽，极细极微弱的一声从水桶中传出，如果不是郎静峰听力好，八成听不见。说什么呢？郎静峰搔搔白软的后颈，承认了。不好意思用人话承认。我要不是你学生，这会儿你是不是都得管我叫老公了？说话。这次白软可是怎么追问也不吱声了，是将装兔子进行到底。郎静峰心里有数，不再逼问，笑着用双手把白软从桶底捧出来，用一条手臂将白软托稳，另一只手拎起白软的一双皮鞋，然后打开杂物间的门，一路悄然无声的前行到教学楼后门。出了后门，郎静峰使出一个极快的助跑，借着冲势噔噔噔三步，生生走上后操场的矮墙，又鬼魅般安静的跃下，跑到马路边招手打车。这天晚上，白软全程维持小白兔状，与郎静峰零交流，不管郎静峰怎么逗他，他都一脸听不懂人话的傻兔子样。回了家，白软趁郎静峰洗漱时，偷偷钻进兔笼，与众兔宝宝打成一片。他的原型天生体态娇小，虽是成年兔，但模样却不比这些兔宝宝大出多少，除非郎静峰把20几只兔宝宝挨个抓起来闻一遍，否则根本认不出哪只是白软。白老师，你挺有办法呀。郎静峰腰间围着条浴巾，站在墙边的一排兔笼前，好气又好笑的看着20多枚活泼蹦跳玩闹的白色棉花糖，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把白软原型的模样记得一清二楚，眼睛什么形，耳朵什么形，三瓣嘴什么形，嘴边左右个几根白须子，都得记得清清楚楚的。一夜安稳度过。第二天下午，白软上完课赶到落霞观时，几乎没认出来这个自己住过7年的地方。外墙破损还不算明显，可里面几乎全毁了，残垣断壁，满目疮痍，随处可见激烈战斗过的痕迹，青砖铺就的地面垮塌碎裂，泥浆外翻，隐约可见几枚足有大半个人高的巨大足印。师叔难道怕哥斯拉？白软蹲下，捡起片瓦抚了抚，心里酸溜溜的。这次心魔脱逃祖师爷没出面，起初只有常驻观中的2位师叔和一众小徒弟负隅顽抗，奈何小徒弟们平日不好好清修净看些有的没的，脑袋里花样繁多，2位师叔吃了亏，把打架不行怕东怕西的小徒弟们都撵走，才勉强支撑到另外3位师兄弟赶到救场。5人合力将心魔控制住，却无余力另行封印，只等到今天上午云清云真回来，才勉强将心魔重新封印。观内安全了，一众小弟子纷纷被自家师傅召回来帮忙收拾残局，白软也在其中。师傅，白软扯扯云清的袖子，满目茫然的望着在一片废墟中打坐的小师叔，心魔封在哪了？小师叔干什么呢？这不是塔倒了吗？云清摆弄着一个从威尼斯带回来的面具，洋洋得意道：
新塔建起来之前，他们6个轮流当塔，心魔在你小师叔屁股下面镇着呢。他真人还原镇魔塔里面灵气运转的规律，克制下面的魔气，简单点说，就是从自动镇魔切换成手动镇魔了，明白没？白软望着一会儿变换一个结印姿势的小师叔，用胳膊肘碰碰云清，道：“师傅不用当塔。”云清啧了一声，道：“这手动镇魔的主意就是为师想的，为师都贡献智力了，还得贡献体力。”小师叔，师哥，我腿酸。云清和蔼道：“忍一忍，妈了就不酸了。”小师叔，哦。云清围着白软转了2圈，你这2天没被心魔找上？白软捏捏道：“找上了，他还去学校找我学生，前天打狼，昨天打鬼，不知道学校里还有没有别的鬼了，我这段时间留意着。”云清嘿嘿一笑，满脸八卦道：“鬼是难不住你，狼谁帮你打的？”白软闭眼嘴巴。云清掐指一算，算出来了，你那小相好。那你还问？云清掐指继续算，算着算着，忽然一拍大腿：“好你个白跳跳，看不出来我怎么了？”白软心里直打鼓。太阴星入子女宫，北斗星多，又有天府，天同吉星手执宫照。云清念叨不停，出手如风，眨眼的功夫，右手手掌已附在白软小腹上，一脸爷爷似的慈祥望着白软的肚子，道：“是个女孩。”师傅。白软脸一沉，抬眼对上云真护短的目光，复又把脸一提，小声嘟囔道：“你别乱说，为师还没说完呢。”云清收回附在白软小腹上的手，面露惋惜道：“子女宫虽有吉星拱照，但3方4正却有行煞冲破，别说你是公兔，就真是个母兔，这胎也保准的流产。”白软愠怒道：“不算也知道生不下来，我又没那功能。”这话题尺度太大，不待云清回答，白软话锋匆匆一转，道：“对了，师傅，上次你说有办法让我那学生把蚜虫长出来，那是什么法术？连能假孕的事儿都干出来了，还一口一个学生的，也不说给人家个名分。”云清皱着鼻子撇着嘴，下巴直往后缩，用鄙视渣男的眼神打量着白软，嫌弃道：“渣跳跳。”白软奋起反击：“你不是也管我师伯叫师哥吗？”云真冷冷道：“说得好。”云清慢吞吞的眨眨眼：“拿我和你师伯说事儿，你这不就是承认了？”白软如遭雷劈。片刻沉默后，白软结巴道：“不是，那个师傅，你说的长牙法术是怎么长的？”云清闹够了，敛起轻浮神色：“这个法术是我们祖师爷发明的，本来是奔着返老还童去的，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成，是个不好用的残术，所以为师没教过你。”白软乖乖等着师傅继续说。云清继续道：“这残术失败就失败在，他虽然能把人的状态恢复到几十年前，但恢复之后老回去的也快。打比方说，一个50岁的人费了好大劲儿用这法术恢复到18岁，结果可能1个月就老回50岁了，根本划不来。这个期间本来要生的大病也躲不过，不仅躲不过，反倒还进展得快，所以正常情况下这个残术屁用都没有。”白软一点就透，眸光微亮道：“但是18岁的人如果返老还童到几岁，在快速长大的这段时间里会换一次乳牙，这聪明劲儿像我。”云清用胳膊肘捣捣云真，满脸写着炫耀：“你徒弟一个比一个傻。”云真温声道：“确实。”白软思绪跑偏，忍不住幻想平时嚣张跋扈、目无尊长的狼劲风变回小奶狼的场景。狼妖原型与普通狼的生长速度不同，倒是与人形态同步。3岁的狼是成年狼，可3岁狼妖的原型可还是不折不扣的幼狼呢。肯定这一小团，估计也没多大劲儿，乳牙咬人也不疼。白软想着，眼珠贼溜溜的转了2圈，唇角不怀好意的翘着，一脸坏样。云清斜眼瞄他：“跳跳，你这个表情。”白软：“云清和你那小相好特别有夫妻相，一看就特别缺德。”“哪有，没有。”白软忙摆出一副不缺德的表情。向云清了解了残术的细节后，白软意识到2个问题。
一是返老还童术施术后，被施术者一天的长速约等于正常1年，换算下来，郎敬峰要从幼儿长回成年人需要半个月，所以他如果不想暴露这件事，就得有连续半个月在家静养不见熟人的时间。二是施术用的许多稀罕材料原本都存放在观中的一间小仓房里，而小仓房已在战斗中被毁损成一堆废墟，也不知里面的库存能抢救出多少。如果损失严重，采买材料也要耗些时间，毕竟天材地宝不比萝卜白菜随买随有，要看机缘。综合来看，高二结束后的暑假最适合用来施法。按照往年经验，白软估计高二升高3的暑假能放20来天，时间上高度契合，这一波不抓紧，那估计就得等高考后了。白软本打算今天忙完回去再和郎敬峰商量，可这事儿已经在他心上压了太久了，每次想起都是内疚，于是他就没憋住，连昨天晚上的尴尬和郎敬峰这会儿在上自习课都顾不上了，编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把事情讲清楚就给他发了过去，询问他的意见。2分钟后，郎敬峰回复：好啊，暑假可以。语气倒是没有白软想象的那么兴高采烈，或许是真的没太放在心上。白软，太好了，我和我师傅说。郎敬峰，但是我还边有个困难，白老师能不能给解决一下？白软，什么？你说。郎敬峰知道牙能长回来，也不怕白软内疚了，轻轻卖惨道：我爸妈不知道我磨牙这事儿，他们要是知道，把我揍进医院都算轻的，我妈估计都能把我钱包手机没收，衣服扒光，把我原形扔深山老林，让我打猎去。白软一想也是，老一辈的狼肯定很看重狼牙，知道小狼崽子这么胡闹，还不知道要怎么罚。郎敬峰，那半个月我住你家行吗？我爸妈那边我想个借口。白软本来也存了趁机打击报复小奶狼的歪念头，加上心疼郎敬峰受罚，也觉得能在不惊动他家人的情况下把事情解决是最好的，便一口答应下来。行。郎敬峰没想到白软会答应的这么痛快，蹬鼻子上脸道：我今天也在你家住行吗？昨天一晚上你都不理我，我真知道错了，我再住1天，你理理我行吗？老婆。白软手一抖，险些把手机砸了。郎敬峰飞快发来下一句：对不起，打错了，老师。白软惜字如金：不行。郎敬峰心魔镇住了吗？白软：郎敬峰，万一分身还在外面呢？白软：不可能，不完整的话封印不会起效。郎敬峰话锋一转：你是不是在道观那边？白软：我这边挺多活儿，不说了。自习课不许玩手机，再让我看到你的回复，我回去就没收你的手机。微笑，郎敬峰听话的没回复。接下来白软就和与自己同辈的小徒弟们一起清理观中残局，另外几个师叔师伯也都没闲着，各自用法术挪动人力搬不动的大块建筑残骸。唯独云清不知是从乾坤袋还是哪里弄了张躺椅，戴个墨镜躺在上面嗑瓜子喝可乐，可乐瓶壁上还贴着玄冰符，舒坦的近乎欠揍。不过看在大师兄云真一人干2人活的份上，这几个云字辈的师兄弟也没人说什么。夏天太阳落山晚，6点10天还亮得很，小仓库的废墟已经清出来了。白软蹲在一堆沙石瓦砾中翻捡着各种药材、法器、丹石，把还能用的挑出来放在附近的空地上。忽然道观门外传来看门小徒弟说话的声音，白软竖起耳朵，听见郎敬峰的声音懒懒的隔着院墙传来：我找一下白软。你在这等着，我问一声。小徒弟急急往里跑：不许进来啊！落霞观近几年已不向香客们开放，平时除了观中弟子几乎没人来，这次出事之后一直有人在观门外轮值，防止闲杂人等乱入看见不该看的，因此这个当口弟子们看见有生面孔上门难免会紧张。放进来放进来，自己人。云清头都没回，遥遥的冲跑过来的小徒弟一摆手，又招呼白软：跳跳啊，孩儿他爸来了。师傅！白软气结，抹了把汗朝门口跑过去。他还穿着一身学校发的衬衫西裤，领带卷起塞进胸前口袋，袖子挽到手肘上方，
露出线条清瘦的小臂和秀气的腕骨，白衬衫和脸蛋上都是一道道的泥灰印子，却仍然好看的不行。孩儿他爸。郎劲峰斜挎着书包迈进坏了一半的大门，英俊的脸上原本挂着笑，在见到白软的一瞬立马沉了下去。白老师。白软自动忽略了第一句问话，面色严峻，你怎么回事？晚自习逃了？郎劲峰抬了抬下巴，扫视了一圈破败的道观，明白过来，把站在1米开外的白软一把扯进怀里，拿手指和手背在那张脏兮兮的脸蛋上抹了2下。老大不乐意道，这活儿是你干的吗？所有人都干啊。白软不自在的转过脸，这有什么的，你晚自习别动。郎劲峰摸出一小包湿巾，细细开去白软脸上的脏污。行了，别擦了，一会儿还得弄脏。两人离得这么近，白软一阵不好意思，昨晚他没理郎劲峰，今早他趁郎劲峰没起床，偷偷摸摸先溜了，这还是尴尬之后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郎劲峰用湿巾擦完，又掏出面巾纸，像摆弄个昂贵的娃娃一样拭去白软脸上的水和细汗，命令道，我逃晚自习就是来帮你干活的，你歇着去。你。白软瞪着他，逃晚自习说的这么自然，你今天作业还能写完吗？我可布置作文了。行了呀，白老师，语文作业我哪天不是第一个写？午自习就写完了。郎劲峰用食指指节刮了下白软的鼻尖，我打车来，这一路上还做完一张物理卷子呢。说完，从书包里拿出一瓶白桃红茶，递到白软手上，我记得你爱喝这个。这时云清的声音好死不死的传来，跳跳啊，他乐意干让他干吧。白软循声望去，云清正贱兮兮的站在躺椅边上冲他招手，你过来歇会儿，我徒孙女命苦，是个生不下来的命，在爹肚子里就让他舒坦点吧。师傅。你乱说什么？白软一脸惊恐，恨不得冲过去把云清那张破嘴捏上。郎劲峰眉毛高高挑起，徒孙女，我师傅开玩笑的，你来，我告诉你搬什么东西。白软忙招呼郎劲峰干活，紧张慌乱溢于言表。郎劲峰却不动，唇畔浮起笑意，那是一个狩猎者成功勘破了猎物行踪时才会露出的微笑。白老师。郎劲峰故意把这称呼的3个字咬得很清晰，仿佛能从这字里行间嚼出什么快感来。你假孕了。白软被浓度奇高的羞耻感刺激到演技爆发，瞬间连起一切表情，淡漠道，怎么可能？真没有你就该瞪我了。郎劲峰嗤笑，表情这么板，一看就撒谎呢。这时云清又唯恐天下不乱的溜达过来，对郎劲峰道，是闺女，闺女好贴心，可惜师傅。别说了。白软崩溃打断，回手按掉羞耻的发抖的圆尾巴，他拿云清毫无办法，只好一把攥住郎劲峰手腕，把这位正拉开架势准备和云清聊育儿经的新任郎爸爸拽走。我妈也说小女孩比小男孩懂事，郎劲峰被拽走时还扭着头拼命和云清说话。两人走远了，云清也疲够了，眼见皮皮青没再追上来，白软松了口气，甩开手里的狼爪子，神色冷峻的下达着命令，你把这些还有这些都搬那边去。见白软一副徘徊在崩溃边缘的模样，郎劲峰没再逗他，只温柔的嗯了一声，丢了书包，挽起袖子就开始搬砖。反正看今天这意思，往后的30天里，郎劲峰有的是逗白软的机会。他昨天晚上闲着无聊时查了，兔子的怀孕周期是1个月。忌惮着心魔可能遗留在学校的祸患，白软这几天空闲时就在学校到处转来转去。这几天转下来，还真被他随手超度了几只弱小的鬼怪，也不知是心魔具现化的，还是过路的无辜鬼。但无论如何，被超度对鬼而言是好事，所以白软也懒得细究，逮一个就二话不说超度一个。但这样还不够保险，因为根据张涛身上发生的事件，白软有理由怀疑心魔具现化了一些校园怪谈，而被具现化的校园怪谈与普通的鬼还不大一样，区别在于校园怪谈中的鬼是以故事为载体，因此大多数都存在条件限制，比如周五的12点会发生某种怪事，穿红皮鞋的学生会成为鬼的目标，在下雨的夜晚
雕像会活过来，在未满足条件时，白软就算把学校翻个底朝天，可能也于事无补。这种时候就得想办法采集学生之间的小道消息了。周五下午的课间，白软把来打小报告的郎静峰带到走廊尽头无人的角落，道：“说吧，今天午自习我听他们讲鬼故事。”小道消息采集器低声道：“还是自己亲身经历那种？”“什么鬼故事？”白软早有心理准备，毫不惊讶。一开始是那个赵子荣，说他昨天晚上放学走西侧楼梯下到1楼的时候，最后一阶台阶怎么也走不下去，走完一阶下面就马上又长一阶。郎静峰觉得挺有意思，嗤笑道：“他说他多走了5阶都没走下去，差点下瘫痪了。结果那会儿正好刘老师路过，问他站楼梯口发呆干什么，他才走下去。”白软点头解释道：“刘老师一身正气，鬼也怕这种人。赵子荣之前没遇过这件事吗？他平时放学是从西侧下楼吗？”“一直走西侧，没遇到，但是那天他走得慢，是8点40左右才下楼的。”郎静峰含笑道：“我一直偷听着呢。他说他今天要走东侧楼梯。”白软在手机备忘录记下周4晚8点40西侧楼梯1楼最后一阶走不下去的字样，道：“还有吗？”郎静峰继续：“有，沈家涵说他周2晚上大课间，就我逃课那天去音乐教室取落在那的眼镜，听见里面有人弹琴，他没当回事儿，以为有同学在里面练琴，一推门发现钢琴盖确实是掀开的，但琴凳上没人，而且琴声马上就停了，然后他就吓跑了。周3上午和2个女生一起去把眼镜取回来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白软在备忘录记下时间地点，确认道：“他今天才说。”“对。”郎静峰道：“赵子荣要没带头聊这个，他可能就得憋着了。”白软想想沈家涵的性格，也确实是遇事不敢吭声的类型，问：“还有吗？”“没了。”郎静峰一笑：“我继续留意着。”这时上课铃打响，白软冲他挥挥手：“你回去上课吧。”郎静峰扭头望了眼走廊，学生们正匆匆涌入教室，短短10秒不到的功夫，走廊已空无一人。郎静峰心念一动，轻声道：“白老师，我想你了。”白软对上那双满是少年气的亮亮的眼睛，心间酥了一下，气势就没绷住，含糊道：“这不是天天见吗？那不是越见越想吗？”郎静峰痞笑着回了一句，迈开一步，用身体将白软挡住。他这么一挡，走廊上就算有人朝这边看，也只能看见他的后背。随即他稍稍一躬身，轻轻捏住白软的指尖，牵着那只手按在自己心脏搏动的那一点，问：“摸着没？”白软茫然：“摸着什么？”“心空了。”郎静峰用煞有介事的口吻道：“学不动了，老师是不是有义务给加点燃料？”白软被这年轻男孩子的一套套套路的昏头转向，正犹豫着该作何回应，下颌便忽然被郎静峰以一个极温柔的力道挑起，紧接着是一个落在面颊上的前吻。“你疯！”白软万万没想到郎静峰敢光天化日的在学校走廊亲自己，一句话还没说完，嘴唇又被轻轻亲了一下。郎又一下。“我听着呢。”郎静峰道：“后面没人。”白软正欲说话，胃里猝然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哦。”郎静峰那张英俊的脸僵了片刻，“恶心我亲你？”“不是不是。”白软生怕伤人自尊，本能的否认。“是。”郎静峰很快回过味儿，低低笑了一声，接上白软猛地咽回去的2个字：“孕吐了，宝贝儿。”“吃坏东西了。”白软脸蛋一板，正想把郎静峰撵回教室上自习，这狼崽子却把一只手附在他小腹上，轻轻摸了摸，满脸涌动着父爱，道：“郎小白，爸爸对不起你，不能让你生下来。”“瞎起什么名字？”白软啪的抽开郎静峰的欠手，在错误激素的作用下，本能的换用自己的手捂着肚子。“你这动作！”郎静峰垂眼瞄着白软的手，“怎么还捂上肚子了？”白软倒抽一口冷气，双手啪的往裤线上一按，竟是原地站了个军姿。郎静峰忍笑忍到肩膀发抖。白软恼羞成怒，
一双眼睛瞪得又圆又亮，扬手朝教室方向一指，执教3年来首次向学生爆粗：“给我滚进教室上课！”马上！好好好！郎静峰便宜占尽，舒爽无比，小奶狗似的鼓鼓面颊，好声好气的哄道：“我错了，白老师没怀上我的小狼崽，别生气了。”这欠到的还不如不到。白软险些气背过去，然而郎静峰已经跑回班级了。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正是沈家涵撞鬼的大课间。白软准备好清净符和画往生阵用的粉笔，来到音乐教室。华丽音域的钢琴声透门而出，门外一个修长身影倚窗而立，是郎静峰。就知道你得来看。郎静峰朝白软走去，手一扬，丢过去一个黑黑的小东西。白软条件反射的接住，摊开手一看，是颗话梅糖。郎静峰，吃吧，课间翻墙出去买的，买了一大袋。白软不爱吃糖，可这会儿一看见话梅糖，想到那酸酸的滋味，就是一阵馋意翻涌。白软咽了口唾沫，吞咽声之响亮，以郎静峰的耳力在100米外都能听见。我不爱吃。郎静峰笑笑，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听见钢琴声了吗？白软正色道，没。郎静峰掏掏耳朵，你听见了？白软一点头，大大方方的推开音乐教室门，探头进去看了一眼，扭头宽慰郎静峰道：“不用怕，不是厉鬼，就是普通的鬼。”郎静峰被他逗乐了，宝贝儿，你知道你这话听着有多欠揍吗？白软也有点想笑，走进音乐教室，十分目中无鬼的用粉笔在地上画往生阵。郎静峰也跟进去，回手关上大门，用背抵住，防止有学生误入。坐在琴凳上的钢琴鬼满面愁容的看着白软，心知白软要超度自己，缩着脖子起身想溜，蹲在地上画阵的白软却忽然起身往他面前一站，掏出一张清净符比划了一下，严厉又不失礼貌的喝令道：“请你回去坐好。”超级好欺负的钢琴鬼一呜呜一的飘回琴凳上坐好，全的像只皮皮虾。我知道你们鬼都天然排斥这个往生阵。白软职业病发，谆谆善诱道：“但往生对你来说是好事，往生意味着新的轮回，新的人生。难道你想一直过这种连个实体都没有的生活吗？往生去投个胎，真真正正活一次，不比你这样好多了。”郎静峰一阵脑仁疼。钢琴鬼点头如捣蒜，活像个不敢反驳老师的老实学生，因为点得太用力，头还滚到了钢琴凳下。来，自己到阵里站好。白软和蔼的向钢琴鬼招招手。钢琴鬼畏缩的瞄着白软，他不是厉鬼，设定上只是一个对钢琴执念未了，太阳落山后在音乐教室弹琴的高中生，没有多大危害，只是由于沈家涵从小学琴，对音乐教室怪谈的阴影最深，才被具现化出这么一只鬼。他打是打不过，逃也没得逃，只得蔫头耷脑的迈进阵里。钢琴鬼细声细气的问：“能不能轻一点？”“能，你别紧张，一点都不疼，也不难受。”白软放软声调，几秒钟就过去了。钢琴鬼在阵中搓着衣角，白软油然而生出一种在欺负老实人的感觉，可阴灵身带负面能量，即便心无恶念，常驻某处也会导致该地风水紊乱，对身处其间的活人有诸多不良影响，不除是对二中的学生不负责任。白软激活往生阵，银光漫过，妖气如温润的春水，将阵中鬼影吞没。几秒钟后，往生完毕，超度者和鬼魂全程没起冲突，简直是教科书般的和谐超度，文明执法。呼，白软吐了口气，俯身捡起8张用过的清净符。完事了？郎静峰问。超度完了。白软转身去教室墙角取拖布，你抓紧时间吃饭。郎静峰掏出湿巾，蹲下擦地上白粉笔画的往生阵，道：“歇着去，我擦。”白软还想撵他，胃里又是一阵酸水翻涌，下意识的护着肚子走到第一排坐好，抚着胸口顺气。白老师，你晚上吃什么？郎静峰问。我带草了。白软忍着恶心道：“
你吃你自己的，不用管我。郎静峰含笑道，我买了几包苜蓿草，地址填的2中，收件人写的是你。下午快递师傅告诉我已经送到收发室了，老师等会儿有空记得取一下。白软听见苜蓿草这仨字儿，瞬间就来了食欲。苜蓿草是给兔宝宝吃的，成年兔不吃，但孕兔是例外，苜蓿草是很好的孕期食物。可白软对假孕一事抗拒非常，不止在郎静峰面前嘴硬，自欺也是一把好手。这2天给兔宝宝们做苜蓿草饭时，他都忍着奔流直下的口水，一反常态的一口不肯偷吃，仿佛在这个节骨眼上吃了苜蓿草就会损伤雄兔尊严似的。这小狼崽子肯定是上网查了。白软吸溜着口水，神色冷漠道，买那个干什么？成年兔子不吃苜蓿草。郎静峰用看穿一切的目光盯着白软，也不戳破，只笑了笑，悠悠道，给你家那些小朋友买的，我这当哥哥的在你们家住了2天都没想起来给小朋友备点见面礼，也太不合适了。白软心知郎静峰只是用这个当借口逗弄自己，但郎静峰不把没成精的兔宝宝们当成预备兔子肉，言谈举止间似乎完全把兔宝宝们当成了和他平等的生物，这一点令白软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毕竟就连云清都会背着他吃红烧兔头，还会称呼他家的兔宝宝们为那些兔子，白软不会因为这个埋怨师傅，毕竟除了兔妖，谁也不会认为一只普通的小兔子与自己是平等的。白软完全理解这一点，但这不妨碍他被郎静峰无微不至的用心弄得眼眶微热。我吃饭去了，老师记得取快递。地面的往生阵擦掉了，郎静峰把湿巾与面纸团成一团，精准的置入几米开外的垃圾桶，起身走出音乐教室。郎静峰前脚迈出音乐教室的门，白软后脚就把裤兜里的话梅糖翻出来，撕掉包装塞进嘴里，用酸酸甜甜的味道镇压大肆作乱的胃，又做贼似的溜到收发室取了快递。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这几天馋苜蓿草馋出心病的小白老师捧着一箱新鲜出炉的苜蓿草，一路小跑到无人的天台，在错乱激素的作用下，咔嚓咔嚓一口气干掉了一整包。临近期末，学习任务紧张，时间的流速仿佛也不知不觉的加快了。6月下旬的期末考试结束后，学生们迎来为期22天的暑假，这也是高2学生在高考前的最后一次长假。郊外，云真依山傍水的大宅中，庭院侧面的人工池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深暗的冷色。今年天气湿热的反常，天地间的最后一缕清风仿佛也被稚闷如实体的热浪困住了，池面不起一丝波澜，如同某种凝冻的胶体或镜面，可一朵朵星雪般皎白的睡莲却被这样死气沉沉的湖反托得愈发美好，散发着植物独有的娴静而盎然的生机。宅院大门紧闭，内里上着铜栓，院中平整洁净的石砖地面上绘制着一个占据了4/5院落面积的大阵，一些画不下的线条甚至被挤到了人工池的另一边，尚未完全干涸的颜料在太阳暴晒下腾起草药香气，浓烈却并不难闻，闻久了还有种通体舒泰沁凉的感觉。师哥，东南边再补一笔。云清坐在房檐下的藤椅上，惬意的享受着从厅堂里吹出的空调凉风。云真左手拎着一桶特调颜料，右手提着一支半人高的巨大毛笔，补画阵法中不够完美的地方，力求一次成功。白软原本还顶着暴晒跟在云真后面想学点东西，可这是他假孕孕期的最后3天，沉浸在即将分娩的错觉中的大脑忠实的履行着发放错误指令的职责。白软跟着看了没多一会儿就头晕脑胀，双腿酸软发沉，被寸步不离守在旁边观察他状况的郎静峰不由分说的扛回房檐下的阴凉处。我没事儿。白软抹了把汗，还想溜过去看。得道高人在线画阵，这场面可不是随时都有的看的。老实歇着。郎静峰脸一沉，语气听起来活像个满腹怨气的丈夫，正因怀胎9月的老婆不顾身体带着肚子满世界疯跑而深感不满，自己身体不方便不知道吗？待会儿再晕过去。白软还欲反驳，郎静峰已搬来一张藤椅放在白软身后，强行把白软按倒在藤椅上，抄起一把蒲扇，将厅堂内吹出的空调凉风一个劲儿往白软这边扇，惊起云清抱怨无数。再忍3天。郎静峰一手打着扇子，
一手飞快附在白软平坦的小腹上，露出个英俊又痞气的笑，生完就好了，老婆。郎静风。白软抓起一旁小茶几上云清喝空的马克杯，往台面上重重一放，听觉效果约等于金堂木，你有完没完？他假运这1个月，郎静风可没轻聊他，连未来闺女郎小白大学读哪个专业都计划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一生。郎静风咬着嘴唇憋笑，专注给白软扇风，不吭声了。白软愤愤地磨着牙，暗自幻想郎静风变成奶狼后，自己该怎么把这笔债连本带利的欺负回来。想着想着，白软唇角抑制不住的上扬。想什么坏事呢？郎静风碰碰白软的嘴角，是不是想等我变小了好欺负我？白软瞬间敛起笑容，道貌岸然状，怎么可能？你别以为谁都像你那样的。今天是期末出成绩后的第2天，也是之前定好的云清给郎静风用返老还童残树长牙的日子。在期末考试前，郎静风就和郎远山与郎倩商量好了，如果郎静风期末的班级排名能较期中提高15名或以上，就可以得到一次自己出门旅游的机会，时间、地点、行程全部自由安排。郎静风本来就是贪玩的性子，因此父母2人对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毫不惊讶。况且郎倩根本不觉得郎静风能一口气提升15名。虽然自从转学到2中后，郎静风就一副改邪归正的样子，那位小白老师在郎静风随堂小测卷子上的评语也从不吝惜褒奖，可自己儿子一直以来是个什么样，郎倩心里还是相当有数的。失望久了，哪敢奢望太多，所以答应的很痛快。期末成绩下来，郎静风较期中时提升了16名，压线通过考验。本国大约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受到过其实你头脑很聪明，只是努力不够的鼓励，可郎静风是真的很聪明，而且完全没努力，所以在踏踏实实的努力了2个多月后，他的进步效果是十分显著的。郎倩看着儿子久违的不是倒数第1的成绩单，几乎感动落泪。他本来想请白软出来好好招待招待这位创造了奇迹的小白老师，可白软态度坚决，百般推辞。郎倩无奈，表面上只得作罢，心里却琢磨着找机会改天直接登门拜访，给白软送份大礼，好好表示表示。成绩下来后，郎静风一天都没耽误，打包好行李买了高铁票，然后翘了高铁偷偷来找白软。一想到自己即将和白软同居半个月，郎静风就躁动的想找个东西啃一口。师哥，行了。眼见大阵已成，藤椅上的云清招呼云真停手，随即冲郎静风勾勾手指头，郎崽儿，收拾收拾，准备返老还童了。等为师施完法，你比你闺女都大不了几岁。来了，师傅。郎静风应着声，转身进厅堂，掩上门。过了一会儿，门里踱出一只健壮的公狼，便是郎静风本体。那一身银灰皮毛缎子般闪亮，行走间步态清洁利落，透着一种优美的韵律感。他先是绕着藤椅上的白软走了一圈，随即驯顺的趴伏在地上，大型犬似的把头搭在白软脚面上，懒懒的摇了摇尾巴，那尾巴粗壮的似乎能一记抽飞一只欲行不轨的泰迪。平时他完全没机会用原形与白软亲近，这会儿便忍不住想和白软撒撒娇，让白软摸摸自己。心知这是郎静风，白软不仅毫无惧意，还对这身缎子似的毛皮目露新鲜。他俯身在郎静风背上摸了摸，5根白皙手指浅浅的陷入貌似尖锐实则柔软的银灰色狼毫中。郎静风小声呜呜哼着，扭头舔舐白软的手背与手腕。白软被舔得酥酥痒痒的，耳根微微一热，忙抽回手，虽然只是抚了2下背，他却满手都是狼毛。你脱毛这么严重？白软佯作惊讶，用3根手指在郎静风身上轻轻揪了一下，结果这一揪便揪下一撮毛。白软捻捻手指，狼毫随风而逝。云真打了个大喷嚏。那你脱发吗？白软瞪大眼睛望着蒲公英似的郎静风。郎静风的狼脸上隐隐泛起不满，用湿润的鼻头拱着白软的手，轻声叫唤：嗷呜嗷呜。不脱发，这是夏季换毛。听不懂。白软说着，伸手在狼脑袋上揪了一下，又轻松揪下一撮毛。明知狼毛掉得多与人形的头发多寡没有联系，
白软却仍然很坏的假装关切道：“头上的毛也掉这么厉害？换毛剂你人形会斑秃吗？”郎静风蹭的站起来，焦躁不安的在白软面前踱着步子，引颈长嚎试图解释，嗷嗷嗷嗷呜。然而白软已经在用帅气秃的眼神看他了，还不住啧啧摇头，秃就秃了，反正只是换毛剂才秃一秃，你这个年龄和身份本来也不该过分在意外表的丑与美。郎静风狼眼微微一眯，忽然回过味儿，兔子夏天也换毛，白软不可能不知道脱毛与脱发没关系，这是逗着他玩呢。嗷呜！郎静风心里一甜，霍地起身，躁动的飞扑向白软，在白软真慌乱的叫声中，一头埋进白软小腹，狠狠吸了几口气，又仗着自己是狼形，视觉效果不像耍流氓，伸着舌头在白软细嫩的面颊与颈部飞快舔了几记。成年狼妖力量惊人，白软被郎静风按在藤椅上狂吸烂舔，完全反抗不能，大声呼救：“师傅，师傅！”可以开始了。云真向一兔一狼投去一瞥，小两口正亲热着呢。原本正打算叫郎静风过来的云清笑盈盈的摆摆手，施完法那狼崽儿就得半个月才能长回这么大了，给他们1分钟，十分善解人意。于是1分钟后，被郎静风欺负的不成样子的白软从藤椅上弹跳起来，手忙脚乱的系衣扣，抹着脖子与锁骨上的口水。便宜站近的郎静风则欢快的摇着尾巴跑向阵中心。施术开始，郎静风坐在阵眼中央，云清口中念念有词，双手结印不停。云真则站在他身后，举着一把宛如小型凉亭的大伞，把云清从头到脚笼在阴凉中。随云清吟诵不断，贴在地上用以完善阵法的大批符篆从法阵最外沿开始渐次朝阵中心亮起，地面上赤红如血的线条也随之由外向内泛起光芒，越靠近阵中心，颜料与符篆亮起的速度越快，如同冥冥中无形的引线被点燃。忽然，阵中心的郎静风整个被灼目的光亮吞没了，紧接着它的形状开始发生变化，如同一尊被加热至熔点的狼的雕塑。几秒钟后，光芒消散，满地符篆灰飞烟灭，地上赤红的颜料也呈现出一种灰烬般死气沉沉的暗色。阵中心，一只还没有泰迪大的小奶狼正焦急的左右张望着。寻常小狼崽的外形往往没有专门被培育来取悦人类的宠物犬幼崽可爱，然而作为头狼的后代，郎静风基因极好，毕竟能被头狼选中的母狼和能被狼倩选中的公狼都是狼群中的佼佼者，故而郎静风的幼狼形态颜值远远超过普通的幼狼。一身丰密细软的狼毛让它看起来像个银灰色的小毛球，两枚三角形的耳朵精精神神的立着，一双隐隐泛着忧虑的黑眼睛又圆又亮，屁股后面还耷拉着一根短决绝的小尾巴，四只胖嘟嘟的狼爪按在被太阳烤制的发烫的石板上，因为幼狼爪垫娇嫩不经烫，四只小爪子还不断交替着抬起落下。小奶狼张开嘴，露出一排细细白白的乳牙，发出一声幼嫩的狼嚎，嗷呜！成了吗？成了！云清拍拍手，脸上满是得意，冲站在阵边观望的白软招手，跳跳来，把你家狼抱走。这个返老还童残术暂时改变的只是身体，不会影响被施术者的心智与记忆。见白软朝阵中心走来，郎静风也撒开4条短腿儿，朝白软飞奔而去，边跑边奶里奶气的嚎，嗷呜！嗷呜嗷呜！白软对小动物缺乏抵抗力，被奔向自己的小奶狼萌得干颤，加上郎静风这外形确实太迷惑人，所以白软一时间完全无法在这毫无威胁的小奶狼与片刻前把自己按在身下连闻带舔的健壮公狼之间建立等式，俯身一把捞起郎静风，把他搂进怀里。郎静风也乐得装小崽子，后腿蹬着白软的手臂，两只前脚搭着白软的锁骨，伸出粉嫩的小舌头，欢快的舔着白软的脸，趁机偷了不知多少个亲亲。哈哈，行了行了。白软被那小细舌头舔弄得又痒又想笑，安抚小狗似的抚摸着郎静风的背，却是没怎么躲，直到郎静风蹬鼻子上脸开始舔他的嘴唇，白软才双手抓住郎静风，把他高高举起，强迫自己对这团毛茸茸的小萌物摆出严肃脸，凶巴巴道：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是谁。嗷呜！郎静风细细的叫了一声，短决绝的尾巴
和耳朵尖儿一起蔫蔫的耷拉下来，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无辜的望着白软，仿佛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白软不禁向云清确认道：“师傅，他的心智和记忆都没变吧？”云清看着两个小辈，满脸一副笑：“没变，放心吧，不许舔我嘴和脖子。”白软对小奶狼约法三章，听见没？郎静风无辜的睁圆眼睛，一歪头，嗷呜，还装！白软把幼小的郎静风无情的揉搓了一气，作为惩罚。国家2级保护动物不好堂而皇之的晾在外面，白软把郎静风放进事先准备好的航空箱，又叫了车。他本来想在走之前帮云清把地上的法阵擦干净，可云清表示下场雨就冲干净了，不用擦。白软便从善如流，拎着航空箱上了车。白软坐在车后排，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大叔，不搭话也不往后张望。郎静风闲不住，用毛茸茸的脑门顶着航空箱门，哼哼唧唧的要出来。见白软不理，郎静风便用乳牙咯吱咯吱的磕起龙门上的金属条，那声音听得人牙酸。白软无奈，怕郎静风把牙磕疼了，打开小门放他出来。龙门一开，郎静风羞得跳上白软大腿，一脸软萌无害的蹲坐在白软大腿跟与小腹之间，貌似不经意的用小肉爪往身下一按。郎静风，你要不要脸？白软抓着郎静风后背，把他拎起来晃了晃。郎静风狂飙外语：呜汪汪汪汪。司机通过后视镜瞄了一眼，开枪道：“你家这狗名起的像个人似的。”白软打着哈哈敷衍了两句，随即威胁的瞪了郎静风一眼，把他抱在怀里。郎静风心满意足的磨蹭着白软单薄的胸肌，觉得这奶狼变得真是太直了。临下车，白软把郎静风塞回航空箱，拎着进公寓，回到家里。你现在能变回人形吗？白软开笼放狼，小奶狼吧嗒吧嗒的跑出来，人立而起，用两只前脚抱住白软小腿，似乎这一路上还没腻歪够。白软蹲下身，在郎静风幼小的身体上拨弄了一把，直接把他给掀翻了。郎静风四脚朝天仰躺在地板上，露出招人搓弄的小白肚皮。白软抚摸着郎静风的小肚皮，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有被郎静风萌到六神无主的一天。郎静风温顺的望着白软，两只前脚耷拉在胸前，白软一摸过来，他就用两只前脚碰碰白软的手，如果不是外形不太对劲的话，看起来和一只乖巧的宠物奶狗没什么区别。3分钟后，白软爽够了，放开郎静风，正色道：“你现在人形能变到什么程度？”郎静风拧起妖气化形，眨眼间瘫在地上亮肚皮的小奶狼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正太版郎静风的模样也就2、3岁，估计还不到1米高，巴掌大的小脸盘上一双眉眼色泽极深且极俊秀，画上去的一样，鼻尖嘴唇下巴的线条也生得细致精巧，与白软小时候的颜值不相上下。只是这缩小版郎静风仍然延续了成年时的气质，眼角眉梢皆透着一股拂不去的野劲儿，看着像个幼儿园扛把子，一言不合就拿着玩具飞机翅膀追砍小朋友2条街的那种。耳朵和尾巴变不回去。白软缓缓做了个深呼吸。郎静风摇摇屁股后的狼尾巴，一口清甜软糯的童音，变不回去，现在我妖力也是3岁水平。对萌物毫无抵抗力的白软几乎快被狼儿小正太萌裂了，胸中情不自禁的涌动起拳拳父爱，面露慈祥道：“知道了，你先变回狼，别着凉了，老师把裤子给你改一改。”搬离养父母家时，白软把自己童年的旧物也一并带到了新家，其中就包括他从小到大穿的各色衣物。郎静风这半个月一天一个体型，专门买童装，未免浪费。白软就事先收拾出自己的旧衣服，并头洗了一遍，准备给郎静风凑合半个月。而所谓的改裤子，其实就是在裤子后面开条缝，好让郎静风能把尾巴伸出去。白软改好一条儿童背带裤，挑了一件颜色合适的小衬衫，一起放在床上，又在床边摆上一双儿童拖鞋，温声招呼一直乖乖趴在自己脚面上的小奶狼：“来，变人形穿衣服了。”郎静风变成狼儿小正太，用胖的掌关节都变成小浅坑的小手，
拽住正要走出卧室的白软，奶声奶气道：“跳跳哥哥给穿。”白软好笑：“别闹，你也不是不会穿。”想让跳跳哥哥给穿，想让跳跳哥哥给穿。比起狼精，更像戏精的小狼劲风委屈巴巴的扁着嘴。白软被这精湛的演技弄得一阵恍惚。你18岁记忆真没丢？狼劲风没丢。狼劲风软糯糯的耍无赖，要跳跳哥哥给穿衣服，还要跳跳哥哥抱，这货是狼劲风。白软，你清醒一点，别被外表迷惑了。白软猛地一甩头，眼神坚毅。于是5秒钟后，抬左脚伸进来。白软满脸慈爱的撑开小背带裤的左裤腿，好了，再抬右脚。狼劲风忍笑忍到狼耳朵颤抖，跳跳哥哥，我乖不乖？临产前3天，白软体内的错误孕激素浓度即将抵达峰值，而这一激素变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白软这几天会变得父爱旺盛，照料欲爆棚，对小动物与小孩子原本就不高的抗性更是跌破警戒线。可以说，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只要狼劲风没实打实的耍流氓，白软就很难狠的下心拒绝他的一些小要求。而这个状况是出乎白软预料之外的，毕竟他此前从未假孕过，对激素变化会导致心理变化的细节考虑不周。真乖。白软眉眼弯弯，把狼劲风的小狼尾巴从背带裤后的缝里掏出来，又心痒难耐的一手握住一只狼耳朵揉了一通。白软小时候的衣物都是云清一手采买，出于师傅的恶趣味，白软的旧衣物都脱不开兔子这个元素。这条背带裤正前方的大口袋上就印着一只大大的卡通兔头，用来搭配的小衬衫上则印满了胡萝卜，儿童拖鞋上还一左一右竖着2双兔耳朵。颜值超高的小狼劲风穿上这么一套，走在大街上估计都会被人抢走。撸奶狼成瘾的白软随口问道：“你有弟弟妹妹吗？”狼劲风不悦至极，甚至忘记卖萌。干什么？没有。白软略失望。哦。狼劲风眯眼盯他，语气危险：“就算有你也别想碰，你只能碰我。”白软从幻觉中清醒了一瞬。狼劲风迅速敛起不悦神色，摇着狼尾巴，穿着一身兔兔装扑进白软怀里，拿着白软的手放在自己的狼耳朵上，奶里奶气的撒娇：“跳跳哥哥有我还不够吗？跳跳哥哥摸摸我耳朵。”白软又1秒堕落回幻觉中，放纵的揉了一通狼耳朵。白软总算想起自己人民教师的身份，放开腻在自己怀里蹭来蹭去狂吃豆腐的狼劲风，放下脸，沉声道：“你是不是该写作业了？”狼劲风用2条莲藕似的胖胳膊勾住白软脖子，把小脸蛋贴在白软颈窝，撒娇道：“要跳跳哥哥抱着看小猪佩奇。”白软强那下被狼劲风外形唤起的慈爱召唤出理智：“你都多大人了，看什么小猪佩奇？”狼劲风眉毛一挑，原形毕露：“那跳跳哥哥抱着看会儿 GV。” 面对着这么个小萌物，白软丝毫没有受到侵犯调戏的感觉，倒是有种担心自家小孩学人乱讲下流话的忧虑，遂威胁的一扬手，低喝道：“瞎说什么？打你屁股了呀！”狼劲风嗤的一笑，狼尾巴懒懒的一甩。白软拿出严父的风范道：“写作业去，你现在这个腰力，一天变人形的时间有限吧？”狼劲风估算道：“能维持到晚上6点吧？那还不趁着有手抓紧写？你还有额外任务呢。”白软把狼耳正太抱起来，大步走进书房，把它放在椅子上。额外任务指的就是狼劲风除去各科暑假作业之外计划要刷的题，现在他已经追上大部队了，想更进一步就要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多努力才行。我爱。狼劲风坐在椅子上，一抻脖，下巴直接搁在桌面上了。我有电。白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坐垫，一层接一层垫在狼劲风屁股下面，成功解决了狼劲风够不到桌子的问题。随即厚厚一大摞习题及参考书砰的落在桌面上，紧接着又是满满一袋黑色水性笔和20支笔芯，啪的一声甩在狼劲风面前。狼劲风稚嫩的小身体完全被书本淹没。开始吧，从现在写到晚上6点。白软把一个小相框摆到桌角，相框里裱着一张纸，
上书临风破浪击长空，晴天揽日月龙门14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郎敬风无奈，想想今天这一通便宜也占够本了，便用小胖手抓起笔，耳朵尖耷拉着，开始埋头苦学。白软扯了个懒人沙发坐在窗边，从书架抽出本书来看。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3米不到，郎敬风时不时偷瞄白软一眼，见白软的目光一直落在书页上，神色沉静安闲，他躁动的心绪也似乎受到感染，渐渐平和下来，不知不觉就学了进去。晚上6点20，郎敬风妖气浩劫，一支笔从握不住东西的狼爪中滚落在地，啪嗒一声。白软猛地从书中抬起头，见郎敬风乖乖蹲坐在那摞高高的软垫上，正歪着一颗小脑袋看自己。来！白软冲小奶狼招招手，小奶狼灵巧的跃下椅子，跳进白软怀里，两只前爪隔着薄薄一层布料踩着白软的胸口。白软点开外卖 app， 一家家的缓缓向下滑动，道：有想吃的店就叫一声。一家烤串店出现在屏幕上，郎敬风发出一声幼嫩的狼嚎，嗷呜！白软点进那家店，慢慢翻菜单，郎敬风有什么想吃的，就用小肉爪轻拍一下屏幕上的菜品图样，两人配合默契，菜很快就点完了。40分钟后，外卖送到，白软把串上的肉统统用筷子捋下来装盘，把盛满肉的盘子和小奶狼一起放到饭桌上，照顾好郎敬风。白软又开笼放兔宝宝，把几大盆苜蓿草分放在笼前。把这些小东西都料理完，白软才端着自己那盘牧草蔬菜拼盘去桌上吃。郎敬风吃饱喝足，对地上这群兔宝宝产生了聊闲的兴趣，他轻盈的跳下地，伸出爪子拨弄了一下正在吃草的某只兔宝宝的尾巴，随着鸡的一声怒吼，向来飞扬跋扈的校霸奶狼被小白兔的一记后腿蹬踢的叽里咕噜的滚出去，四脚朝天，肚皮翻白，一双乌溜溜的狼眼不可置信的瞪视着天花板。当了18年的狼，让个兔子给揍了，没事吧？白软急忙把瘫软在地的小奶狼抱起来，见没受伤，只是一副自尊心受挫的模样，便放下心，强调道：兔子后腿力气大，蹬人特别疼，你别招他们。嗷呜！郎敬风倒不在乎这点疼，只是见白软一脸心疼，便蹬鼻子上脸的用小脑袋使劲往白软怀里拱，带着嗲嗲的哭腔叫唤个不停，嗷呜嗷呜！白软萌到心化，捋着郎敬风的背温声安抚：好了好了，踢着哪了？给你揉揉。郎敬风立即一翻身，仰躺在白软大腿上，用两只前爪抓着白软的手按在自己胸口上，悲悲切切的轻声叫：嗷呜！白软便给他揉起胸口，指尖画着顺时针的圈，力道与神情皆温柔的不行。郎敬风时不时用粉嫩的舌头舔舔白软的手指，黑豆眼中满溢着奶里奶气的依赖和眷恋，尾巴在白软大腿上摸似的扫来扫去，白软也不说什么。这也太爽了吧！满脸写着乖巧和委屈的小奶狼在心里发狠的想，不想变回去了。晚上10点半是该收拾收拾准备睡觉的时候了，白软关掉电视，把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小奶狼放下地，起身往浴室去，边走边道：我给你放水洗个澡。洗澡！郎敬风眼中蹦出2簇忧虑的火苗，撒开短腿吧嗒吧嗒全速狂奔，紧接一个纵身起跳，牛皮糖似的整只呼在白软小腿上，4只胖腿儿爆发出与外形不相称的大力，死死箍住白软，引颈长嚎：嗷呜呜呜！怎么了？白软带着奶狼腿部挂件走进浴室，拧开热水，把莲蓬头丢进宠物浴盆放水。嗷呜嗷呜嗷呜！郎敬风见白软领会不到意思，急了，从小腿上剥离下来，跑到浴盆前人立而起，用前爪搭住浴盆边沿一使劲，那小号宠物浴盆便翻了车，热水淌了一地。你干什么？白软急忙关水，郎敬风则跳上浴凳，又用浴凳当踏板跃进浴缸，在浴缸里跑了2圈，兴致勃勃的嗷呜嗷呜。白软了然，用莲蓬头往浴缸里冲水，并俯身用手掌简单的抹去里面的浮灰，想用浴缸洗。可以，他自己偶尔也会想用人类的方式泡泡澡，所以装修时也安装了浴缸。可郎敬风却摇了摇头，仰头叼住白软袖口，
使劲把白软往浴缸里拽。嗷呜！白软眉梢微微一抽，脸色沉下少许。什么意思？你想和我一起写？郎静风点头，屁股后的短尾巴摇得堪比小型风扇。白软定了定神，可这你就别想了。郎静风湿漉漉的跳出浴缸，夹着尾巴跑出几步，背对白软面朝墙角坐下了。狼脑袋耷拉着，老大不高兴，身后一溜水灵灵的梅花脚印。和我撒娇也没用，都多大人了，又不是真的3岁，我能吃你这套吗？今天明明已经吃了很多套的白软这般说道。呜呜！郎静风假装哽咽，稚嫩且毛茸茸的身体一颤一颤。白软伸手戳戳他，郎静风，你能不能正常一点？别装了。郎静风像个赌气的小孩似的，一转身避开白软的手，见卖萌不起效果，状似悲愤的一路跑进卧室，呲溜一下钻进了床底下，准备耍赖。白软趴在地板上，往高度只容得下一个扫地机器人钻进去的床底下看，活像个试图把猫主子抓出来的铲屎官。一片狭窄的黑暗中，2枚玻璃球般透亮的眼睛熠熠的发着光。你这样没用。白软硬起心肠威胁道，有能耐你就一直在里面待着，待半个月，到时候你想出都出不来。郎静风听不懂人话似的，只在床底下一呜呜一呜嗷嗷呜，奶汪汪的音色加上2泉映月般哀婉悲戚的调子，直搅得人心都酥了。白软听了没一会儿就坐不住了，去浴室取了把拖布，把拖布杆探进床底，想把郎静风扒拉出来，可拖布杆还没近身，郎静风就抽冷子往前一窜，用一口细小的乳牙死死咬住拖布杆的头。白软自然不敢往里对，横扫也没用，只能往外拽，可刚往外拽了没多少，郎静风就松口退回床底深处，拖布杆重新伸进去，就又被他咬住。如此这般僵持了10分钟后，白软屈服了，一起洗行了吧？出来！郎静风发出一个怀疑的上扬音。嗷呜！真的？当然真的。这声狼叫白软猜也猜得出是什么意思，心力交瘁的把拖布一丢，说到做到，我是撒谎的人吗？郎静风小声逼逼着反驳，嗷呜嗷呜，明明都喜欢我了，还撒谎说不喜欢。见小奶狼出来了，白软去给浴缸放水，放到2/3满时，他把郎静风抓过来，用莲蓬头冲去郎静风在床底沾得一身浮灰，然后把湿漉漉的小狼往浴缸里一丢。郎静风入了水，焦躁的摇着尾巴，准备迎接大波福利，却见白软把那张好看的脸微微一侧，狡黠的冲他笑了一下，随即便化作圆形，白毛团子哗啦一声砸进水里。白软知道郎静风不会对兔子形的自己产生欲念，故而以兔子形态在郎静风面前裸露，不会令他产生羞耻感。郎静风舔了舔溅在鼻尖上的水珠，呆呆的叫了一声嗷呜，和想象中的共浴不太一样。白软惬意的眯缝起眼睛，一身丝绒般的白毛在水中铺散开，他滑动4条兔腿儿，安静而从容的在水面上游了起来，2枚柳叶似的小耳朵精神的立着。郎静风凑过去，用鼻尖碰碰白软，白软也用兔爪碰碰郎静风被水打湿的软毛，2个毛茸茸的小可爱你来我往，互吸互撸啊。然而这和谐的场景只持续了大约1分钟，被撩拨出了野劲儿的郎静风便忽的人立而起，用2条胖胖的后腿蹬着浴缸底，用2只前脚把小白毛团压在了浴缸壁上。鸡！什么情况？白软吓了一跳。泡澡水里没放浴盐，小奶狼心满意足的舔舐嗅闻着猎物小白兔，粉嫩的幼狼舌头舔过小白兔的长耳朵，还用毫无杀伤力的乳牙在小白兔叽叽直叫的3瓣嘴上轻轻咬了一口，又好奇的舔了舔小白兔的门牙。在险些被暴躁小白兔的大板牙反咬后，小奶狼不敢再打3瓣嘴的主意，转而用黑漆漆的小鼻头拱着小白兔的软肚皮，并在小白兔的不断挣扎间将它翻了个身，用舌头由下至上一下下的舔着小白兔毛茸茸的背，作死的用肉嘟嘟的前爪拨弄小白兔簌簌颤动的圆尾巴，并在小白兔条件反射的使出后腿蹬的一瞬间，机警的向侧边让去，哗的一声水花四溅，小白兔一双后腿踢了个空，倒是圆尾巴又被奶狼的前爪抓了好几下。一条优秀的奶狼不会被兔子的同一招命中2次。
鸡呀，叽叽叽呀！在一连串气势如雷的咆哮声过后，小白兔绷紧之后仍显得圆滚滚的身体忽的一软，像只残破的兔子公仔般瘫软在浴缸壁与小奶狼之间，三瓣嘴中溢出一丝机不可闻的微弱呻吟，鸡似是完全放弃了挣扎。全程仍然没超过1分钟，清澈的浴缸水泛起一丝丝的浑浊，或许是因为两只小动物掉毛了，又或许是因为别的。嗷呜！郎静风低低嚎了一声。舒服吗？鸡白软目光迷离，万万没想到郎静风居然会连一只化作原形的小白兔都不放过。罪恶的兴奋褪去，他下意识的用前爪摸了摸自己平坦的肚皮，这是因为大脑向身体下达了临产前3天这么胡闹会早产的，快看看宝宝状态怎么样的指令。呜呵！郎静风舔舔白软毛茸茸的后脑勺。嗷呜！怕郎小白不舒服。叽叽叽！滚滚滚！白软在水里一通扑腾，总算从郎静风的浴缸东中挣脱开，摆动4腿游到与郎静风成对角线的浴缸角落，默默养胎。养个屁的胎！白软一激灵，恨不得把自己被孕激素搞坏的脑子也揪下来洗一洗。郎静风今天一天差不多占够了未来半年份的便宜，不再胡闹，安心泡澡。两只小动物，一个在浴缸头，一个在浴缸尾，4舍5入约等于天各一方。泡完澡，白软余怒未消，耷拉着3瓣嘴跳出去，和郎静风各自在浴室门口事先备好的浴巾上滚了几滚。随即，白软按下摆在地上的大号吹风筒开关，一狼一兔肩并肩站在风嘴前，享受着热风的吹拂。吹了一会儿，又同步率及高低双双转过身，翻面吹后背。场面过于温馨，抵消了白软大半的愠怒。身子吹干了，白软抖了抖一身蓬松如云的毛。这种毛与毛之间根根分散不粘连，全身清爽暖和又顺滑的感觉有多舒爽，是没毛的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的。为了尽情体验这种舒爽，白软决定不变回人形。反正也到了睡觉时间，白软跳进摆在床边地板上的小草窝，小草窝里早已放好了手机和一小碟胡萝卜干。临睡前吃小零食玩玩手机，真是再惬意不过。嗷呜！郎静风把脑袋探进草窝里，发现里面很宽敞，再睡只奶狼问题不大。叽叽！白软扬扬下巴，示意郎静风上床，眼神坚毅。郎静风退出去，一跃跳上床，发现床上也摆着一小碟给他的牛肉干、他的手机以及一个英语单词本。白软威严命令：鸡，过一遍单词，再玩别的。毕竟临睡前背东西牢固。郎静风吃着爱心牛肉干，背着单词，白软则边吃胡萝卜干边用兔爪爪刷微博，时不时发出叽叽的笑声。11点半，见郎静风在床上睡下了，白软把空碟子和手机都拱到窝外，然后跳出小草窝，用遥控灯关了灯，回窝里倒头便睡。这一觉他睡得踏实，毕竟郎静风今天晚上没长手，不能再把他连窝带兔搬到床上抱着睡了。然而关灯10分钟后，郎静风无声的跳下床，蹑手蹑脚的钻进小草窝，用身体把沾了草窝就着的白软小心翼翼的圈了起来。两个毛茸茸毫无缝隙的紧贴着，呼吸交融，银灰的狼毫与雪白的兔毛也混在一起。静谧的一夜。施法后的这2天，郎静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猛长，每天早晨起来都比昨天大上1圈，而且为了供应机体快速生长所需的物质，它的食量也变得非常可观。白软连续给郎静风叫了3顿外卖，看着小奶狼狼吞虎咽的吃下那些重油重盐且不知卫生安全达标与否的外卖饭菜，父爱洋溢的白软于心不忍，趁郎静风下午在家学习出门，采购了全套常用调料，并补齐了之前用不上的一些烹饪用具，又去肉类批发市场买不少肉，亲自下厨给小奶狼做肉吃。把大包小包的食材搬回家后，白软把那些整块的肉切成几大块，分装冷冻。他切肉时，某个狼耳正太就待在一旁看，一双眼睛灼亮的吓人。白软只当是狼崽子馋肉了，没觉得这疯了吧唧的表情有什么不对，不容抗拒的回绝了郎静风要来帮忙的提议，并撵他回书房写作业。
分装完毕，白软严格按照食谱是做红烧肉。草食性动物体会不到肉类的美味，只觉那味道腥膻腻人。白软戴着口罩，同时开着抽油烟机和窗户，站在半年不开一次火的灶台前，搅动着锅中焦糖色的肉块。烧到大火收之时，白软身后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两截白胖的短胳膊吃力的从后面环住他细韧的腰。白软怕肉汁飞溅烫到郎静峰，忙把火关小，拍拍那双短胳膊，离锅远点。白老师，你给我做饭了。郎静峰呢喃道，他声音很轻，但腔调中却透着一股莫名的危险。听他这语气，好像白软给他做过一次饭之后，这辈子就不许再给别人做了似的。如果不是那稚嫩清甜的童音起到了一定反效果，这种偏执感还会更明显。白软没把这回事儿不以为然的笑笑道，做个饭有什么？你家保姆阿姨不是天天给你做吗？我这就是怕外面饭店用的油不好。果真直吐。那不一样。郎静峰踮起脚，仰着下巴，拼尽全力把脸埋进白软身后凹陷的腰线中蹭了蹭。毕竟如果不踮脚仰下巴的话，以他目前人形的身高，只能把脸埋进白软屁股里。屁股他倒是也很乐意埋一埋，但白软保不准会一脚把他蹬飞。白老师，你是第一次给人做饭吗？郎静峰问。白软犹豫了一下，如实道，算是吧，就帮我师傅泡过方便面。郎静峰轻轻嗯了一声，心里名为独占欲的小野兽被投喂了一小口糖，还算满意。白软的身上和家里已经到处都是奶狼的气味了，嗅觉极佳的郎静峰自觉已站稳了物质上的地盘，便开始着手在精神领域画地盘，颇有些蛮不讲理地道，泡面不算，那你这辈子只给我做饭，做的饭也只给我和你自己吃，行吗？说完，郎静峰怕被误解，补充说明道，不是想让你做饭，你可以10年做一次，但只能是做给我吃的，行吗？白软不太能理解这种孩子气的占有欲，思索片刻后，从现实的角度认真回答道，我能活几百年呢，这么长时间保证一件这么小的事不太现实。顿了顿，白软一窘，扒开环在腰上的2条短胳膊，耳朵有点热，我跟你保证这个干什么？郎静峰不悦，小事怎么就不现实了，我都能向你保证。白软不睬他，拉下口罩，专心吹着一块锅里夹出来的红烧肉，用嘴唇碰碰，觉得凉了，递到郎静峰嘴边道，啊！郎静峰啊呜一口吃进去，享受被白软喂饭的愉悦。怎么样？白软问，咸淡、火候都行吗？我尝不出好吃难吃，毕竟肉在白软吃来都是难吃的。红烧肉这东西要做的讲究，做到晶莹润泽块块，方正酥烂软嫩，入口即化的程度，是需要经验和手艺的。但照着菜谱循规蹈矩的话，要做的普通好吃倒也不难。郎静峰嚼了几下，诚实道，好吃。真的？白软确认道，没哄我。郎静峰笑了，奶声奶气道，真的，哄你干什么？你是我老婆。白软好气又好笑的在那张包子脸上掐了一下，你别用这个外形耍流氓行不行？太别扭了。郎静峰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一顿晚饭吃了一整锅红烧肉和3大碗米饭，连盘子底的汤汁都没放过，全拌进饭里吃光了。吃饱喝足，白软将锅碗瓢盆一股脑丢进水池，准备晚一些洗。郎静峰却搬着板凳站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拿起一个碗，挤上一大坨洗洁精，把碗里外抹了一通，又用指甲去抠碗壁上的食物残渣，一看就是个毫无洗碗经验的大少爷。你去学习，放那我洗。白软招呼道。宝贝儿歇着去。郎静峰唇角斜斜翘起，小胸脯挺得鼓鼓的，极力彰显霸道宠溺，这种活儿当然得我干。于是下一秒，外形年仅4岁的饿狼少爷就被白软拎小狗似的一路拎到书房，且途中因挣扎掉落兔儿拖鞋一只，雄性尊严全无。今天白软给制定的学习计划，郎静峰已经完成。趁着还有人手，郎静峰微信上戳李伯明，哥们儿，发几张照片。李伯明便是那个曾经沉迷游戏成绩一落千丈，与白软打赌比赛
却被排位连胜服虐惨的那位同学。这次期末考试，他考到了班级第2。虽然成绩不错，但李伯明本质上其实是个聪明的刺儿头，所以和属性类似的郎劲峰倒是挺合得来。这次暑假，他和班上2个男生结伴出去玩，答应郎劲峰给他传旅游照片，毕竟网上找照片糊弄爸妈风险太大。今天照的、爬山的、坐缆车的，还有吃小吃的。李伯明发来一溜照片，有带人的，也有不带人的。发完还给郎劲峰出馊主意，你可以网上花点钱找人给你 P， 把我的脸 P 成你的。郎劲峰欠揍道：那不一眼就露馅吗？我身材比你好多了。李伯明悲愤。郎劲峰笑笑：谢了呀。李伯明八卦道：你在你对象那住挺好的。郎劲峰舔舔嘴唇：特别好，今天晚上给我做饭了，好吃。李伯明学狼叫：呜嗷嗷嗷！除了吃饭还干什么了？讲讲呗，有照片没？待会儿打算干什么？真狼反而说人话，写作业，没照片，继续写作业。李伯明：呸！写屁作业，一起做生理作业啊！写了一整天作业的郎劲峰真是纯写作业，你他妈脑袋里除了黄色废料有点别的没？李伯明不干了，非要打探哥们儿和女朋友的私生活，可无论他问什么，都被郎劲峰滴水不漏的堵了回去。问到最后什么都没打探着，甚至连郎劲峰这个女朋友究竟是不是女的都不敢确定。转眼又是一天过去，白软假想中的预产期到了。一整天紧张的学习过后，郎劲峰妖力浩劫，变成小奶狼跑到卧室想亲近白软，却见白软侧身躺在床上，清瘦的身体弓得像只熟虾，因为太用力，透过单薄的睡衣布料都能看见脊骨的线条，显得更单薄，更招人疼。嗷呜！郎劲峰小狗似的扒着床站起来，用爪子轻挠白软的背。白软梗着脖子不回头，只开口问了句：什么事？那嗓音虚浮微哑，一听就是身体不舒服了。郎劲峰干脆跳上床，绕到白软正面，只见白软双手捂着肚子，脸色苍白，额头满是细碎的汗珠。分娩时都会有些疼的，大脑没找着子宫这东西，只好退而求其次，让肠子抽搐了。不用力也不疼，哪来的小兔子？大脑有他自己的想法。嗷呜！嗷呜！郎劲峰急得直叫唤，正想下地取手机打急救电话，却被白软叫住了。那个，我没事。郎劲峰一扭头，对上白软颇有些难堪的目光，两人视线相交，只有2秒不到，白软苍白的面颊却疼得红了起来。管他真的假的，郎劲峰也算是孩儿他爸了。郎劲峰瞬间反应过来，今天是白软假孕的预产期。知道白软假孕后，郎劲峰偷偷查过，假孕时不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只要等大脑发现肚子里没有小兔子，这一幕闹剧自然就会收场。可是网上没说白软会痛。嗷呜！郎劲峰用鼻子轻轻拱了拱白软的肚子，眼神似是有些后悔。如果早知道白软会痛，他肯定不会故意亲密接触让她假孕。郎劲峰懊恼的夹着尾巴在床上转了几圈，自责片刻后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他又不可能一辈子不和白软亲热，假孕这档事总归会至少有一次。白软看眼神就把郎劲峰的意思猜了个8、9不离10，咬着嘴唇不吭声，忍痛把小奶狼拎起来丢到地上。郎劲峰没再往床上窜，转身吧嗒吧嗒跑去客厅，用指甲勾住茶几下方的大抽屉，往后一拉，抽屉打开，里面是码放整齐的各类药品，有什么兔康宁消毒液、兔病专家口服液、治毛球症的化毛膏、人用药，只有最寻常的止痛退烧止泻药。郎劲峰叼起一板止痛药，跑回卧室，张嘴把药往床上一放，又飞跑去厨房，从地上摆着的一提小瓶矿泉水中叼出一瓶。白软平时喝煮好的白开水，郎劲峰却有点少爷习气，嫌白开水有味道，只喝瓶装的矿泉水，咬着瓶盖，让瓶身搭在地上拖着走，又费力的把瓶子甩上床。嗷呜！宝贝儿，吃止痛药。郎劲峰跳上床，温柔的舔掉白软额头上的细汗。
这波疼痛来得突然，别说郎静风，就连白软自己也没想到他居然还会真刀真枪的疼一次。从疼痛开始到现在，脑子还是懵的，压根儿没想起来吃止痛药这回事儿。见药来了，便乖乖支起上半身吃药。疼就疼吧，以后假孕的概率就低了，又不可能当一辈子处男。白软安慰着自己，捂着肚子躺下。嗷呜！郎静风凑过去，拱开白软捂肚子的手，用鼻尖挑起她睡衣下摆，整个钻进衣服里，在小腹的部位团成一团。郎静风现在体型小，新陈代谢快，体温也较成年时高，整个就是一枚奶狼造型的暖手炉。他在白软肚子上贴了一会儿，白软便觉得一阵阵抽痛发寒的小腹舒服多了，加上止痛药渐渐开始发挥效力，那磨人的疼削弱了不少，又随着时间推移变得似有似无了。从疼痛中解脱出来，白软神经很是放松，不知不觉便睡了过去。白软醒来时，卧室的大灯被人关了，只有床尾亮着一盏光线柔和的小夜灯，腹部的疼痛已彻底消失不见。白软睡眼朦胧，微微动了动身子，忽然觉得哪里不对，他胸前的睡衣湿透了。一瞬间，白软还以为是狼崽子尿床了，可这错觉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白软发现睡衣的下方隆起了一个圆滚滚的形状，而且这圆球还在微微的颤动着，有一阵酥酥痒痒的触感传来。白软对这触感很熟悉，那是小奶狼的舌头舔过自己面颊时的感觉，微热、湿润，带着小动物似的娇可与急切。白软脑子嗡的一声，伸手把那睡衣一掀，发现下面果然团着一只小奶狼。那小奶狼像是800年没吃过东西，一双透着饥饿的狼眼在黑夜里亮得像2盏小彩灯。它似乎也知道这偷食贼做不了多久，软嫩的小舌头频率极快的舔食着它的食物，颇有些不管不顾的意味，反正多吃一口就赚一口。遮蔽在身上的睡衣被撩起时，小奶狼意识到自己被白软发现了，匆匆把身后短粗的狼尾巴摇起来，用鼻腔挤出呜呜的撒娇声，像只狗崽似的拼命讨好白软，同时嘴上偷吃食物的动作不停，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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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几秒钟，白软以为自己正身处某个荒诞不经的梦，可从身体各处传来的踏踏实实的触感却提醒着他这里是现实世界。你！白软猛地弹坐起来，一把抓住小奶狼的后颈皮，把他拎起来，结巴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吃什么了？嗷呜！小奶狼激动的摇着尾巴，舌头往上一翻，舔去粘在小黑鼻头上的一点东西。白软羞耻的屁股都快烧红了，他下地，他拉上拖鞋，猛走几步，却也不知自己要干什么，手里拎着的小狼哀哀叫唤着，拼命扑腾。白软心一软，手一松，那灰毛球便扑到他腿上，用4肢抱住式粘住，嗷呜个没完，仿佛肚里有千言万语，却苦于说不出人话。别碰我！白软面红耳赤的低吼，俯身再次拎起小奶狼，呆愣片刻后，大步走到兔笼前，打开一只笼子，放空里面的兔宝宝，把小奶狼丢进去，关门落锁。嗷呜！嗷呜！小奶狼委屈不已，引颈长嚎，因为头扬得太高，重心失衡，还原的摔了一跤。这一幕如果放在平时，肯定能把白软逗笑，可这会儿白软没什么欣赏萌物的心情，只红着脸冲进浴室，对镜检查自己的身体。不知是所有的假孕结束后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是戏精大脑误以为团在白软小腹处的郎静风是需要喂食的小兔子。总之，残存的孕激素在白软放松戒备后，扭头杀了一记回马枪。白软把睡衣脱掉，团成一团，愤恨的砸进水池里，拧开水龙头，撩着水清洗附在皮肤上的那层粘稠的东西，用冷水清洁干净后，失去了外界刺激的神经平静下来，身体不再试图捕喂小兔子，至少外表看起来恢复了常态。白软向后捋了把头发，长出一口气。刚才发生的这件事，他都不好意思细想，太破下限。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郎静风目前是幼狼的状态，这让画面显得比较易于接受。如果换成那个成年后的人形，185的大个子，英俊且狼性十足的脸，想什么呢？白软被脑内下流且毫无廉耻的幻想刺激的心跳不已，面颊红的能煎蛋，砰的一拳砸在盥洗台上。他毕竟也是个动不动那个虫上脑的公兔子，
加上对方还是颇令他动心的郎静风，故而羞怒与秘而不宣的兴奋，如同两条并行的平行线般在白软脑内延伸。两者确实都存在，但谁也没影响到谁，连指节传来的疼痛都没能阻止妄想的扩散。白软怒着怒着，突然很不争气的想要放飞自我一下。郎静风还在兔笼里嗷呜嗷呜，白软回卧室取了一趟手机，来回全程都冷着脸不看他。取完手机，白软回浴室关好门，冷静的打开动物世界。春天，万物复苏，又到了兔子交配的季节。过了一会儿，看着漂亮小母兔时，内心已毫无波动的白软关掉动物世界，硬着头皮翻了翻相册，找到镇魔塔岛那天他不慎拍到的郎静风。当时他是想拍天边的黑气，拍到郎静风纯属意外，可他没舍得删。那天郎静风打扮得很帅，模样显得格外英俊，耳朵上还戴着一枚骚气的耳钉。成像的一瞬，他正巧看着镜头，就像在照片中与白软对视一样，那眼神对自己学生这样算怎么回事？白软，你可做个人吧。白软被道德感折磨着，讪讪的放下手机。我是兔子，做什么人？3秒钟后，白软决定还是不做人了，目光坚毅的拿起手机。短暂的愉悦后，白软放下手机，把手指丢进纸篓，睡衣睡裤丢进洗衣机，自己则站在莲蓬头下冲澡。今晚这件事的后遗症在于，郎静风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对白软一马平川的胸部表现出了诡异的兴趣，逮着机会就要扑上去胡作非为一番。白软对萌到爆血管的小奶狼没什么抵抗力，按理说是不会太过拒绝的，可尴尬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郎静风进入了尴尬期，也就是养猫养狗人士所熟知的一个时期，指宠物在介于幼态与成年态的某个区间内会谜一般的变丑，度过之后就会变回可爱的宠物。尴尬期的狼崽子看起来既不奶萌也不威风，倒颇像一头缩小版的秃驴，每天妖力浩劫变回原形，就会惨遭白软嫌弃。嗷呜嗷呜！我是奶狼，我要喝奶！小秃驴摇头摆尾的逆到白软胸前，试图占便宜。你不是奶狼！白软面无表情的拎起小秃驴，掰开嘴，语气干巴巴道：张嘴，看看牙。郎静风张开嘴，那一口乳牙已换得差不多了，目前只差几枚长在前面的小尖牙掉了还没长新的，这导致他不仅原形尴尬，连人形都是一张嘴一口豁牙子的窘状，卖萌力直线下降。长得挺好的。白软放心了，牙根痒不痒？难不难受？嗷呜嗷呜，痒。白老师轻轻就不痒了。小秃驴点着头，摇着尾巴拼命往白软怀里钻，在白软胸口蹭来蹭去。白软把它拎起来放在地上，并往他嘴里塞了一枚狗咬胶，那就咬这个。尴尬期没人犬吗？早晨，街上行人稀少，毒辣的日照与稚闷的空气从一大清早就拖慢了人类社会运转的进度，却丝毫没影响到雄蝉撩妹的热情。白软被聒噪的蝉鸣吵醒，再也睡不下，跳出草窝抖抖毛，一路蹦跶进浴室。这些天他晚上都用原形睡小草窝，临睡前他会把第二天早晨准备穿的衣服放在浴室的盥洗台上，起床了就去浴室变回原形关门穿衣服，避免了在郎静风面前以人形赤身裸体的尴尬。白软穿好一身宽松的家居服，打算去厨房煮一锅肉粥，门刚打开一条缝，郎静风就挤了进来。近半个月来，郎静风小树抽条般长得飞快，一口乳牙也全换成尖锐漂亮的恒牙了。截止目前，他的身体年龄已有16岁左右，清瘦修长的身体透着满满的少年感。白软神色郁郁的抬手比了比，感觉郎静风好像比昨晚睡觉时又高了2-3公分。明明昨天身高差还不明显，今天白软就得稍微仰点头看他了。16岁就这么高了，白软羡慕不已。早啊，白老师。郎静风用身体挡着浴室门，扯着嘴角露出一个不太友善的笑容。早，我洗完了，你用吧。白软有种不妙的预感，伸手扒拉郎静风想出去，郎静风却回手把门锁上了。白软，干什么？白老师。郎静风把老师2个字咬得很重，上前一步贴近白软，含笑道：我有生活上的困难了。白软脑子转得飞快，下意识的一垂眼。
郎静峰上身没穿，下面穿着一条宽松的大裤衩。果然，白软扫了他一眼，假装没明白，只板着脸一本正经道：“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让，我给你煮粥去。”怎么解决啊？郎静峰少年气十足的脸上写满了纯善无辜，他牵住白软手腕，用额头抵住白软肩膀，嘴唇与耳畔若即若离，轻声问：“是得擦药吗？”好像肿了，还有点疼，你说是不是蚊子咬的？白软差点让他气乐了，装傻有意思吗？郎静峰装小少年装得入戏，目露茫然，嗓音清朗：“我不知道涂什么药啊，哥哥教教我。”说着，牵着白软手腕的手力度变大了，引着白软的那只手往自己身上贴，边这么干还边小口咬着白软的耳垂，撒娇道：“我刚16岁，什么都不懂，白软哥哥，怎么你也肿了？你也被蚊子咬了？”“我没有。”白软急急的拨开他的手，想出门，却被郎静峰推着一路抵到浴缸旁的墙上，百般挣扎无效后，被迫给这位号称刚满16岁的懵懂少年上了半个小时的生理卫生课，下课时腿都是软的。小学应用题：已知某人3分钟放飞自我1次，期间休息2分钟，求问30分钟放飞自我几次？别再弄了！白软挣扎着想从浴缸里爬出来，浴缸壁滑不溜手，加上2条手臂又都被郎静峰箍着，白软试图起身的动作看起来只是在郎静峰怀里扭了几下。好了，不弄了。郎静峰用下巴抵住白软肩膀，不大尽兴的蹭了蹭，心想下次得给白软系个绳，这块的简直不像话了。然后不叫老公绳就不给解。郎静峰舔舔嘴唇，越想越来劲，得寸进尺的把一只不怎么干净的狼爪子在白软身上抹了抹，进一步用野兽的方式留下气味，强调占有权。还有2天，他在白软家就住满半个月了。等过2天出了白软家的门，这种亲热的机会就难找了，所以趁着眼下天时地利人和沾尽，必须抓紧吃几口小白兔。往我身上抹神，白软话问到一半就闻出来了，嘴巴一闭，瞬间哑火，全身肌肉绷紧如弓弦，一对透红的耳朵微微动了动，像只受惊的兔子。还问郎静峰低低的笑了一声：“你刚从我身上弄出来什么了？你不知道？”白软羞耻至极，皮肤上被涂湿的地方明明是微凉的，却像抹了酸液般烧灼的他发痛。你……白软咬牙，挣扎着想出去把身上的脏污洗掉，却在争弄中把那些湿润的东西抹得更匀了。你变态吗？郎静峰发自肺腑道：“用人类的标准看，我确实挺变态的。”他承认的如此坦荡，且全然不以为耻，白软竟也不知再骂点什么好，因羞耻和兴奋，整片染上浅粉色的胸口大幅度起伏着，皱巴巴的睡衣顽强的驻守在臂弯处，说什么也不肯再往下退。今天不许把我给你抹的要洗掉，白软哥哥。郎静峰语调温温柔柔的说着，随即又如示威的恶犬般在白软耳畔扣了扣新换的牙齿，那铮铮的音色听得白软一阵牙酸，条件反射的一缩脖子。语毕，郎静峰帮白软把睡衣穿回去，双手绕到前面一枚枚系扣子，眸色暗沉的嗅闻着白软此时此刻散发出的味道，哑声道：“白老师，你身上都是我的味了，什么时候里面也能闭嘴？”白软扭头斥他，却被郎静峰顺势一口叼住嘴唇，把剩下的训斥堵了回去。白老师一吻终了，郎静峰保持着单手扣在白软后颈的姿势，问：“你那么多法术，就没一个能治得住我的？”这虽是个问句，语气却笃定，似乎并不真的需要白软的回答。白软垂着眼不看他，硬邦邦道：“没有。”郎静峰笑：“你这表情就是扯淡呢。”说着，他扣着白软后颈的手轻轻晃了晃，带着点发狠的意思道：“等我高考完的，我非得让你……不是，真没有能对付你的法术。”白软怕他再说出什么让自己脸红心跳的话，急忙打断。其实如果仔细翻翻云清留下的古籍，倒也未必找不到合用的法术，打不过还跑不了吗？但白软口风很紧，纵使已经半推半就着干了再多不该干的事，嘴上也寸步不让。我要是有办法，我早收拾你了，还能让你这么猖狂？是，你是被迫的。
郎静峰纵容的应着声，在白软鼻尖上亲昵的刮了一下，又在白软家里胡作非为了2天后，身心皆吃饱喝足，且变回18岁模样的郎静峰被白软扫地出门。临走前，白软又检查了一遍郎静峰圆形的4枚尖牙，见都好端端的长着，一颗颗雪亮尖锐，这才放心。自从换上恒牙后，白软没事就要掰开郎静峰的嘴看看牙，也是落下心病了。白软把郎静峰装着满满练习册和卷子的旅行箱推到门口，叮嘱道：“以后你别再那样了。”“放心，不能。”郎静峰舔舔牙尖：“你又不怕我了？”白软摆摆手：“不是单说这个事，我的意思是，以后你再想做什么重要决定之前，先和我商量商量，别脑袋一热就定了。”郎静峰深深的望他一眼，没大没小的在那张板的挺可爱的脸上掐了一把，道：“记住了，以后什么事儿都和你商量。”说着又把话题往沟里带：“我爸在家就听我妈的，我以后也听你的，算是遵循我们家传统了。”白软没吭声，并不反驳，显然是这2天已经被收拾的明明白白了。走了，白老师，开学见。郎静峰接过旅行箱的拎手，抬脚往外走。等下。外面挺晒，郎静峰又不好意思打伞，白软就抓起门边墙上挂的棒球帽给他扣上了，这一扣的力道没掌握好，帽檐压得很低。郎静峰嗤笑着把帽子一摘，俯身偷了个又轻又浅的吻，复又将帽子戴好，转身大步走出门。5分钟后，白软收到一条微信：“郎静峰，看下书房桌子左边上数第1个抽屉。”白软去书房拉开抽屉一看，里面躺着厚厚一沓钱。白软，怎么回事？郎静峰，这半个月的菜钱啊。白软忙放下手机数了数，给郎静峰转回同等数目，道：“不用你给钱。”磨牙这个事本来是因他而起，所以白软把帮郎静峰换牙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压根儿没纠结这点伙食费。他原本是这个意思，郎静峰那边却自作多情起来了，反正是一家的，所以吃饭就不用给钱了，是这意思吗？白软，不是。郎静峰，不是不收。白软一阵头疼，那也不用给我这么多，1/10就够了。郎静峰，那你就多帮我炖几次鸡汤补给我爱喝，好不好？总之好说歹说，就是不愿意让白软在他身上吃着亏。白软见这钱直接还不回去，只好把这事先记在心上，准备留意着给郎静峰买些等价的东西还给他。高3前最后的假期时光一晃就过去了，高2 4班正式变成高3 4班，新学期开始，新高3年组的教室也统一搬到了3楼。刚开学的2天照例是摸底考，郎静峰半个暑假都处于班主任亲力亲为的监督下，学习计划完成度极高，摸底考成绩比起期末又前进了好几名，在班级前30有了一席之地。其实高2期末考之后，郎倩一是想履行诺言，二是考虑到自己这毛躁的儿子高3前不好好玩一玩，可能这1年会没后劲儿，所以才让郎静峰放飞了。他本来都做好了儿子开学摸底考被打回原形的心理准备，万万没想到这小子浪了一暑假，居然成绩不退反进，乐得恨不得提前摆场酒宴庆祝庆祝。趁着郎倩这股高兴劲儿没过，郎静峰把蓄谋已久的计划提了出来，表示每天上放学都要在路上花1个小时，太浪费时间，想在学校对面租房。郎倩其实也有这个想法，不仅痛快的把租房一事包揽下来，还想安排张婆住过去照料郎静峰的衣食起居。不用了妈。郎静峰冲在一旁待命的张婆打了个眼色，道：“我也没什么要照顾的，吃饭我吃食堂，洗衣服用洗衣机。”郎倩2道凌厉的眉一拧，不放心。你能吃得了食堂？郎静峰违心道：“我们学校食堂好吃着呢，还卫生，还方便，都不用出校门。”张婆也笑眯眯的附和道：“那我就1周去个2、3次，打扫打扫卫生。”说着转向郎静峰，很上道地表示：“我挑你们学校上课的时候去。”那就这么定了吧，妈。郎静峰暗地向张婆竖起大拇指。郎倩执行力极强，第2天当晚，郎静峰就住进了新租的房子，
是二中对面小区的第一栋楼，正对学校大门，距离近的站在窗前就能看见校门口执勤的老师和学生。房子是2室1厅，一卧室1书房，装修风格简单干净，书房比卧室还要宽敞明亮些，看着像是专门租给学生的。郎静峰拿到3份钥匙，给隔2天来收拾一趟的张婆1份，自己留1份，另1份则给了白软，表示白软中午可以去午睡。白软十分感动，然而并不敢去，害怕午睡会导致屁股疼。入秋后，气温急速滑坡，阴雨连绵，寒凉水汽被风卷着打在脸上，冷得像刮来了一捧冰屑。白软一头扎进单元门洞，收起伞抖了抖，一地水珠淋漓。郎静峰在学校对面租的房子就在这个单元的3楼，白软被硬塞了一把钥匙，却一直没来看过，这眼见都11月了，他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小区。这是因为今天早晨郎静峰电话向他请病假，声音听起来似乎挺严重，而且郎妖体质强悍，轻易不会被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打倒，所以上完2节语文课，白软就提前离校赶过来，想看看情况。白软2阶楼梯跑上3楼，在门口站定，正要用钥匙开门，门却自己开了。郎静峰面露疲惫，倚着门框站着，那一张线条清俊的脸被烧得通红，连带着眼白都泛起一抹淡淡血色，该红润的嘴唇反倒发白，简直是肉眼可见的高烧。听见你上楼了，郎静峰一句话没说完，撕心裂肺的咳了一通，随即侧开身子让白软进门，用能把人剥层皮的锐利视线把白软打量一番，悠悠道：终于舍得来我家了。烧多长时间了？今天早晨开始的吗？白软没理那聊骚的后半句，抬手摸郎静峰额头，滚烫。郎静峰声音沙哑：昨天晚上就烧起来了。换身衣服，我带你去医院。白软抓住郎静峰胳膊，把他往卧室拖。郎静峰懒懒的抬脚踹上门，像个人形披风似的往白软身上一扑，用鼻尖贴着白软颈窝，狠狠做了个深呼吸补充能量，嗓音因发炎显得格外低沉，道：白老师，你进狼窝了。白软好气又好笑，还有心情闹？我现在叫车，给你3分钟换衣服。郎静峰轻轻白软耳垂：不用去，昨晚上我去我朋友他哥的宠物诊所看了。白软披着人形披风往卧室走，医生怎么说？郎静峰蹭蹭白软，撒娇道：我得犬瘟了，难受。犬瘟？白软惊得一蹦，险些害郎静峰咬到舌头。你家长知道吗？犬瘟是一种极度凶险的犬科动物传染病，白软没养过狗，不了解细节，只知道犬瘟一个搞不好就能要狗命。郎静峰吃得笑了，知道一家3口全中招了。那你还不紧不慢的，快快快！白软急得撒开他，冲进卧室翻衣服，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堆着几件昨天穿过的衣服。郎静峰摇摇晃晃的跟过去，用一种类似于贪婪的眼神注视着白软急3火4的模样，沉默了几秒，才道：我们不怕犬瘟。白软拿着一件反着脱下来的毛衣，翻袖子的动作一顿：不怕，普通犬科动物得上才能死。郎静峰朝白软走近几步，笑了：狼妖不怕，和人得个重感冒一样。上周日我姥爷160岁大寿，他是头狼，我们全家100来号狼都去拜寿了，也不知道哪个传的。然后6天潜伏期过去，就发病了。白软的气场立刻像融化的冰激凌一样塌了下来，松了口气道：那你不早说。郎静峰走到白软边上，往他身上一趴，那185的个头加上一身精悍紧实的肌肉，一下就把白软压得重心失衡。白软踉跄着退了几步，腿磕到床沿，膝盖一软，仰面倒在床上，2人份的重量将床垫压得颤了颤。难得看你这么紧张，我就想多看2眼。郎静峰胳膊肘拄着床，卸掉大半体重，怕把白软压疼。白软别过脸：早晨吃东西了吗？郎静峰碰碰他嘴唇：没，但是吃药了。吃完药就好好躺着休息。唇瓣柔软滚烫的触感让白软心脏漏跳了一拍：家里有米吗？我给你煮粥吧。郎静峰不答，拽过堆在旁边的被子，
手臂一扬，四下里光线骤暗，两人都被被子罩住了。这床被大约前2天才晒过，阳光的气息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闻起来格外令人惬意。想吃小兔子？郎静峰扭头咳了2声，嗓音粗粝的撒着娇，吃了你病就好了。开学这几个月以来，郎静峰很少和白软这么亲近，学习任务加重，导致想东想西的心思少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白软不给机会。高3这么重要，白软怕郎静峰分心，把被狼爪子践踏的一塌糊涂的师生界限修复了一些，只是每晚放学后和郎静峰微信聊几句打打气，其他诸如约会、同居、上门做客之类的要求，任由郎静峰再怎么撒娇卖萌死缠烂打，他也没答应。小狼崽子憋得不行，在学校好几次趁走廊上没人强行把白软逮进杂物间亲近，害得白软对走廊尽头的杂物间产生了条件反射。看见杂物间就支帐篷，听起来真的相当有病。我先把粥煮上，你喝完好睡一觉。白软伸手把附在两人身上的被子掀开一条缝，可那只手很快被郎静峰拽了回来。郎静峰不接话，只低头在白软掌心亲了一下，道：犬瘟不传染你，所以我亲你也没事。紧接着是一个被高烧烧至灼热的吻。白软微微张着嘴，皮肤和黏膜都有种被郎静峰烫得发痛的错觉，他有些茫然的睁着眼，心想体温高成这样肯定浑身难受，就不自觉的予以回应，反复舔过郎静峰滚热的舌尖，仿佛想用自己相对较凉的舌头给他降降温。郎静峰动作一致，两人嘴唇贴在一起，白软感觉他好像笑了。白老师，郎静峰轻轻他的面颊，又细细的一路往下，你也太可爱了，真要高考完再给我？给你？什么？白软心跳的脑子都有点不转了。郎静峰低笑，换了个直白的说法，想和你做，非得等高考吗？我保证不影响学习，行不行？我们2个成年人在这矜持什么呢？白软在狭小的空间里把头摇到最大幅度，这个你想都别想。你这个脑袋里怎么全都是这些？你要是再把这股劲儿用在学习上，这次期中考你进步肯定更大。郎静峰啧了一声，道：10几岁的男的这样不挺正常吗？你18的时候清心寡欲了？白软小声嘟囔：我这人是清心寡欲啊。屁！郎静峰很不给面子的笑出声，半个小时6次还清心寡欲呢？小淫娃还差不多。白软面红耳赤，嗫嚅着说不出话。算了，郎静峰捏着白软下巴轻轻晃了晃，听你的，攒着，攒到我高考完，你明年6月就别想下床了。白软四肢都软得像被狼盯上的兔子，神经却兴奋不已，妖气紊乱导致屁股后的圆尾巴重出江湖，被郎静峰按住，不由分说的揉了一气。床上将两人罩住的被子拱来拱去的变着形状，那里时不时传出白软的轻哼和压抑的低叫，还有郎静峰粗哑的声音：握着，白老师乖，快点儿。白老师，我的意思是你手动快点儿，没让你快点儿。行吧，下次给你塞个东西堵上，我在小说里看的。不许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关键时刻白软仍不忘搞教育训学生，十分敬业。半个小时后，白软总算衣衫不整的从被子里爬了出来，下地一溜烟的跑去厨房给郎静峰煮粥了。张婆哥2天来一趟，每次来收拾完屋子都给郎静峰做一顿大餐，所以厨房里食材和用具都不缺。虽说病人该吃的清淡，可郎静峰一顿不吃肉就约等于没吃饭，所以白软从冰箱里翻出些鸡肉，微波炉解冻后拆成细细的好消化的鸡丝，又挖空几个咸鸭蛋，给郎静峰煮了一锅咸蛋黄鸡丝粥。粥煮好了，白软拉开柜门找碗，碗没看见，倒是看见几大包牧草，有果树草，有提摩西草，还有各式白软常吃的兔零食。草叶与兔零食惹人馋涎的植物清香扑面来，白软一下就饿了。他关上柜门，打开另一个柜子找到碗，盛出一大碗，让余下的粥在锅里温着，随即端着喷香的鸡丝粥去卧室投喂他的小狼。郎静峰方才一通折腾也耗体力，在床上蔫蔫的躺着，
白软第二次走进卧室，才发现那双人床上原本应该放第二个枕头的地方，其实放着一个和他家里那个一模一样的小草窝。起来喝粥。白软招呼郎静风。郎静风甩甩头，顽强的爬了起来。白软小心翼翼的把粥碗递给他，指指那草窝，道：你买这个干什么？还有厨房里那些草，万一你来住呢？你吃的那些不好买，得提前备着。郎静风舀起一勺鸡丝粥，吸溜着喝了。这窝我抱着睡觉用的，假装你在窝里，真香。白软想象了一下郎静风抱着个空荡荡的小草窝睡觉的模样，心尖像被人拧了一把，一阵揪着的难受。可有些事就是没办法，高三时间这么宝贵，白软可不想让郎静风浪费在恋爱上，要谈情说爱，以后有的是时间。郎静风早被拒绝习惯了，并不在意，只端起碗咕咚咕咚喝粥，倒是白软目不转睛的望着小草窝，一脸的为难。微烫的粥安抚了空虚的胃袋，郎静风一口气把粥喝光，撂下空碗，锐利的目光扫过白软，琢磨片刻，似是看破了白软心底内疚，忽地露出个坏笑。白软被他笑得一阵发毛。怎么？郎静风舔舔嘴唇，粥还有吗？还剩大半锅呢，我给你盛。白软心里有愧，忙不迭的接过碗，手腕却被郎静风顺势握住了。突然想起来个事儿。郎静风牢牢盯着他，还5个多月我就过生日了，4月6号，记得给我准备礼物。白软一窘，还小半年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提前小半年就提醒别人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的。郎静风慢悠悠道：这不是给你时间慢慢准备吗？我先说好，要浪漫的。白软面露难色，浪漫的？不用你费心思，你随便送我点什么玫瑰花巧克力就能乐死我了。嗨嗨。郎静风扭头半真半假的咳了一通，气若游丝道：但必须得是这一类能让人觉得浪漫的，行吗？白软。郎静风疯狂输出：嗨嗨，可嗨嗨，可行了，知道了。白软无奈的掐灭，给郎静风整理出一份针对薄弱点量身定做的习题大礼包当生日礼物的念头。反正习题大礼包又不用非得等生日才能送，什么时候整理好了都可以送。那说好了。目的达成，郎静风心满意足的松开手，到时候别反悔。雄兔一言，驷马难追，反悔是不可能的。白软应着，端起空碗往厨房走，边走边思索有什么礼物是既让人觉得浪漫，又有一定教育意义，能让学生学到知识的。一整锅热乎乎的肉粥灌进肚，郎静风额头沁出一层薄汗，对一个高烧的病人来说，这时显然应该闷头睡一大觉。白软把竖在床头的枕头放平，道：你躺下睡会儿，我先回学校，下午自习课再来看你。你回去有事？郎静风小孩似的一把抓住白软的手，贴在自己红热的脸上，耍赖不让走。在这陪我行吗？倒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白软正犹豫着，郎静风便小奶狗似的把脸在白软掌心里转来转去的蹭，用低沉的嗓音强行撒娇：跳跳哥哥，白软哥哥，陪陪我吧，我难受，头太疼了，你不在我睡不着。那歌字被他刻意拉着长音，听起来格外性感撩人。白软耳根一软，从了，那我在书房待着。你坐这。郎静风猛地一拉，把站在床边的白软拉得踉跄着坐下，右手抓起枕头往白软背后一塞，让他靠着，烧得滚烫却机智不减的狼脑袋同时往白软大腿上一滚，1秒不到的功夫已是把两人的姿势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心思要是全放在学习上，清华北大也考得了。一套连招完成，郎静风在白软大腿上轻轻啄吻了一口，迅速合上眼道：睡了，宝贝儿。几秒钟后，认了命的白软默默帮郎静风掖好被角，掏出手机玩起来。玩了一会儿，见郎静风一直闭着眼，白软忍不住调出相机，对准那堪称完美的侧颜偷偷照了一张。小白老师也是个容易喜新厌旧的雄性生物，不能总对着一张照片撸不是。画面定格，新照片中的郎静风正睁眼看着镜头，唇角微微翘着。
白软一脸见鬼的挪开手机，两人视线正正对上。你是不是拍我呢？郎静峰哑声问。我直觉可准了。听不懂你说什么。白软拿出班主任的威严，脸蛋一沉，屏幕一锁，睡你的觉，不睡我走了。郎静峰在白软腿上蹭蹭，含笑睡了过去。郎妖体质强悍，郎静峰在白软监督下按时吃饭吃药，蒙头睡了2天，大觉烧便退了下去，回到学校上课了。这天早自习，几科代表纷纷下地收作业。郎静峰狼似的盯着张涛，见他往门外走了，起身追上，从张涛手里抢走一半作业，一脸团结友爱道：作业太沉了，哥帮你搬搬。哦。张涛木着脸，看看手里轻飘飘的一摞语文卷子变成半摞，由于早已习惯，所以并没有提出异议。你看这沉的。郎静峰拿着20来张卷子，沉的双手一坠，以强调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我同桌是个傻的。白软定下的课代表轮换规则是，月考以及期中期末考试单科成绩排名第一的同学担任该科代表，直到下一次考试。所以常年稳居语文单科第一的张涛站上这职位就几乎没下来过。郎静峰看着小眼镜天天跑办公室，和他的小白老师多了那么多接触机会，有时还会被白软称呼为我的科代表，心里非常不爽，就干脆厚着脸皮蹭张涛的科代表。白软当了这么多年学生，又当了3年老师，只见过蹭课的，还从没见过蹭课代表的。不过他心知郎静峰只是独占欲作怪，便也懒得管。两人送完作业，白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淡模样，道了句：张涛回去，郎静峰你等等。看着张涛走出办公室，白软拉开抽屉，摸出一个小东西，飞快塞进郎静峰手里。郎静峰摊开手一看，是一只毛粘出来的小兔子。你拿回去放那草窝里吧。白软深呼吸，努力进行表情管理，却止不住来势汹汹的脸红，要不挺空的。郎静峰轻轻在那小兔子上捏了一把，笑了。行。白软见离自己最近的2张办公桌都没人，大起胆子小声道：我让师伯帮我粘的，和我原型一模一样。郎静峰把小兔子放在鼻尖，狠狠闻了一口，往口袋里一揣，随手翻开本语文练习册，装成在问题的样子，俯身贴近白软，低声问：拿你的毛毡的？白软脸红的烫手，明知会被戳穿，却仍嘴硬道：没呀。没呀个屁！郎静峰咬着嘴唇忍笑：我都闻出来了。白软手足无措，扶了扶面前的练习册，好像上面沾了脏东西。他是觉得郎静峰天天抱着个空窝也太凄楚了，像个独守空房的小媳妇儿似的，自己不能去住，好歹弄个替身过去慰藉一下。郎静峰手抄进兜里，捏捏里面的小毛兔，轻声道：白白软软的，你这名就这么来的吧？小白软。叫白老师。白软红着耳朵侧过身，抬高声调道：行了，没别的事了，你回去上自习吧。知道了。郎静峰趁没人往这边看，在白软脸蛋上掐了一把，然后扭头就走。高3学业压力极大，郎静峰在完成各科作业的基础上，还要挤出专门的时间，针对自己薄弱的部分进行专项训练。他的成绩已稳定在班级中上游水准，想再进步难度就大了，毕竟高1高2荒废了1年多，薄弱环节还是有不少的。在这样高强度学习做题的状态下，时间过得极快，常常是几套题刷完，发现1天都快过去了。郎静峰浮躁的心性也被磨得1天比1天沉静，成绩进步的速度虽慢了下来，但却一直在稳步上升。3月份一模来临，郎静峰的一模分数比教育局公布的一本线高出10几分，只要保持住这个稳步上升的势头，加上高考正常发挥，他想考进本市那所重点师范大学肯定不成问题。一模结束后，学生们又紧锣密鼓的为2模做起准备。随着天气回暖，郎静峰的生日也到了。4月6号正巧赶上周日，高3生有一个下午的假期。放了学，等到老师和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郎静峰按事先说好的去白软办公室帮忙搬东西。办公桌下方的地上放着1大1小2个纸盒箱，都是拆过封之后又被粘好的样子。你的生日礼物。白软解释道，
都是容易坏的东西，我就打开看了一下。郎敬峰绕着那2个纸盒箱转了一圈，一双狼眼熠熠发光，为防失望不放心的确认道：“不是2箱卷子吧？也不是参考书？不是。”白软搬起那个小的，神色不太自在，仿佛在不好意思：“你不是说要那个浪漫的吗？”一听白软真按自己的要求准备礼物了，郎敬峰顿时浑身上下都是劲儿，一把抱起大号箱子，心想里面就算是什么土掉渣的男友生日惊喜，收到这个礼物的男孩都感动哭了系列，他也高兴。然而令郎敬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此刻郎敬峰住所的地板上正散放着一堆纸盒泡沫与零件，铮亮的物镜，崭新的载物台与推拉杆，散落的解剖工具、吸金管、片装标本与染色剂，加上专用的铝合金手提箱，皆令这台尚未组装成型的显微镜散发出迷人的科技感。而这些显微镜零件旁那根又粗又长的巨大镜筒与光洁纤细的金属脚架，则属于一台即将组装完毕的天文望远镜。2样东西都不便宜，这么一起买下来，正好把上次郎敬峰强行留在白软书房抽屉里的钱花光了。白软把说明书随手一丢，抱起镜筒往脚架上安，因搬东西累得泛红的脸上满是喜色，一边安装还一边试图用欢乐轻快的语气调动起郎敬峰对宇宙与微观世界的求知欲。这个望远镜特别好，据说能拍到土星光环，还能拍到 M42 星云，显微镜可以看细胞，还有各种微生物，怎么样，好玩吧？郎敬峰抿着嘴唇，死死盯着白软，面色阴晴不定，在发飙黑化和忍到6月之间徘徊。小白老师冷静的活跃课堂气氛：“你没看过螨虫吧？待会儿从你床上刮点标本，我们一起看。”郎敬峰恶狠狠道：“我想把你扔床上。”白软不喜欢这些。郎敬峰无声的走到白软身后，一把将他抱了个满怀，语气危险：“不是喜不喜欢的事儿，说好要浪漫的呢。答应得好好的事没做到，是不是得补偿补偿我？”说着，郎敬峰在白软没什么肉的腰上暧昧的捏了一下，略带疑惑道：“你是不是故意找日呢，宝贝儿？乱说什么？”白软耳根一热，指指地上散落的零件，不服气道：“我带你看这个世界上最远和最近的东西，这还不浪漫吗？”郎敬峰一怔，噎住了，看着显微镜和望远镜，他一丁点儿都没觉得浪漫，但被白软这么一说，那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不愧是教语文的，郎敬峰不悦神色稍缓，心里甚至还有点甜，忍不住伸手在白软软软的唇瓣上拨弄了一下：“挺会说啊，本来就是这样，不是我会说。”白软一击得手，来劲儿了，乘胜追击道：“而且这个望远镜还能看见 NGC 2237星云，那个是世界有名的玫瑰星云，星云的形态像朵玫瑰花。”白软说着，觉得自己未免也太有创意，太会哄人开心了，圆尾巴一翘，颇有些得意忘形。玫瑰花算什么？玫瑰星云才是男人的浪漫。郎敬峰眸光一暗，把还在滔滔不绝的白软拦腰抱起，大步走向卧室。显微镜还没装完呢。白软扭来扭去，被郎敬峰灌到床上的一瞬，还不甘心地试图激起他的求知欲。卖家送那一盒标本片，你不想看看吗？什么都有。可惜这野性难驯的小狼崽子被激起的只有性欲，一双眼睛只往白软下3路瞄，笑了笑道：“想啊，想看小蝌蚪，白老师配合我采点样本。”为科学而互撸，听起来十分崇高。郎敬峰这个生日过完，距离高考也正好只剩60天，他最后的放纵结束了。班级中每个学生的弦都绷到了最紧，连下课时教室里都无人喧哗笑闹，只有被刻意压低防止搅扰他人的讲题声与讨论声。学生们絮絮的语声，笔尖在纸面上演算的哒哒声，书页与卷子被翻动的清脆震指声，光芒被云层筛下的沙沙声，熏风忽而灌满窗帘的鼓动声，鸟雀划过天幕的破空声，种种细腻琐碎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如蚕吃桑叶般擦擦的咀嚼着高考前的时间。薄薄的时间不经吃，一晃眼就是好几天过去，50天、40天、30天、20天。随着下课铃声响起，郎敬峰高中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光荣落幕。铃打完了，全班却没一个人起身。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真的结束了啊？
这样的情绪迅速席卷了全班。监督完最后一堂自习课的白软起身，脊背笔挺，四下环视一圈，随即向讲台下的学生们鞠了一躬。起身时，他露出一个温和的招牌微笑，两枚梨窝盛满了阳光，向学生们打趣道：“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好的一届。”底下有人吐槽：“不是，老白你一共就带过一届啊！”白软和学生们一起笑了起来，离别愁绪稍减。祝你们每一个人都能考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白软眸光水亮，在被煽情的情绪感染前拍了拍手，道：“好了，大家下楼集合，准备照毕业照，陈然组织一下。”学生们动了起来，正要往教室外走，坐在第一排的周浩辰忽然迈上讲台，豆芽菜似的小身板微微发颤，鼓起了天大的勇气般哆哆嗦嗦的说了句：“白老师，能抱一下吗？”来。白软莞尔，大大方方的张开手臂。周浩辰机械的走过去，蜻蜓点水般在白软上身环了一下，便匆匆松开，带着哭腔道：“谢谢你，白老师。”白软一笑，明白周浩辰谢的是什么事。那次严重的欺凌事件结束后，这个看似敏感脆弱的孩子却很快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学习成绩不退反进，在白软一周一次的谈心鼓励下，性格也变得开朗了一些，不再那么羞怯内向了。白软伸手在周浩辰那头软乎乎的小卷毛上重重揉了一把，道：“应该的，你很勇敢，加油。”周浩辰用力一点头，甩飞几瓣眼泪。他一开了这个头，班上和白软关系好的那些学生全涌上讲台问小白老师要毕业报，连带说两句话，连木讷古板的张涛和皮猴子李伯明都没错过这一报。白老师，你课讲的特别好，我爱听。拥抱完，张涛推推眼镜，严肃点评道。白软也报之以严肃，谢谢你的肯定。说带我上分都说100回了，毕业证到手。李伯明大起胆子抱怨道：“分的呀，老白。高考完能不能带我飞一把？”白软一想起排位连胜符的副作用就头大，虚情假意的敷衍道：“飞，考完带你飞。”白软在学生中人气极高，临时开始的告别仪式进行了许久。白血病奇迹般痊愈的沈佳涵也上讲台要了一个拥抱。白软双手虚握成拳，在沈佳涵背部隔着2公分的距离做了一个环抱的姿势，绅士的没碰到人。沈佳涵红着眼圈，趁教室里闹哄哄的，在白软耳边小声道：“白老师，我那天半夜好像在病房里看见你了，你还摸我额头了。”白软退开一步，脸上浮起一个探寻的微笑，眼睛无辜的睁大了，温声道：“我探病那天不是走得很早吗？你应该是做梦了。”沈佳涵露出个不幸的微笑，抹了把泪道：“我想也是做梦。”那天抚在自己额头上的是一只柔软的毛茸茸的小爪子，像是有只小白兔蹲在枕头边。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佳涵总觉得那不是梦，那就是他们班的小白老师。我也要抱。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郎静峰走上讲台，一把将白软搂进怀里，那一勾腰的动作行云流水般纯熟，就差顺势低头亲一口了。别的同学和白软都是有爱的拥抱，郎静峰却是仗着自己个儿高肩又宽，把白软清瘦的上半身整个箍着拢在怀中，而且他这一抱就不撒手了，还冷着张俊脸不说话。这尊煞神不说话，别的同学也不敢吭声，尴尬的安静在教室中蔓延了片刻。郎静峰用一种挑衅的腔调粗声问：“还有谁要抱白老师？”于是突如其来的告别仪式也突如其来的结束了，同学们下楼集合拍毕业照。白软趁没人留意，在郎静峰手臂上愤怒的掐了一把，结果这狼崽子也反过来捏捏他的腰，弄得两人像在调情似的。教学楼门前各班正在依次拍毕业照，校领导们如布景道具般扎根在第一排的椅子上，学生照完一批就换下一批。很快就轮到4班照相，陈然组织同学们站位，大部分女生站第2排，少数个子高的女生和全体男生分别站第3、第4排，白软则在第1排众校领导间坐下。等等，郎静峰叫了一声，从最后一排下来，硬是挤到第2排白软身后的位置。郎静峰，你上最后一排，你站这挡人，
陈然一句话没说完，郎静峰立刻半蹲下来，让自己个头与左右两个小姑娘持平，冲陈然一扬眉毛，道：“这不就不挡了吗？”他周围的几个女生嬉笑起来，都没什么异议。白软也没听见身后的骚动似的，不回头也不吭声，只是耳朵有点很不明显的红。陈然只好站到最后一排郎静峰制造的空缺处。3、2、1，茄子。摄影师重复着万年不变的老套路，在快门按下前的一瞬，郎静峰抬手在白软头上比了个兔耳朵，唇角扯出一个嚣张的弧度，笑得又坏又帅。他前面对此魂不知情的白软也灿烂地望着镜头笑着。咔嚓一声，郎静峰的高中生活正式结束。此时距离高考只有2天半。高考这2天，郎倩与郎远山都像最普通的人类父母一样守在考场外，还在考场附近的酒店开了2天房间供儿子午休用。郎远山有工作在身，这2天没全程跟随，郎倩却是结结实实的当了2天跟班，且一改往日霸道强势的作风，生怕有什么细枝末节惹得儿子心情不舒畅，和蔼的像换了个人，连拧个矿泉水都不让郎静峰动手。在这样的状况下，白软没什么露面的空间，只好用微信与自己这位准男友联系着，每科考完都和郎静峰聊一会儿，帮他放松心情，避免多想，再为下一科加油打打气。郎静峰抗压能力很强，情绪稳定，心态平和，一点也没怯场。一看见郎倩和白软明明紧张兮兮，却又为了不向自己传播紧张情绪而故作轻松的谨慎模样，郎静峰就想乐，每科考完还反过来安抚安抚他们，说2句玩笑话逗逗他们。铃声打响，最后一科英语考完，考生纷纷涌出考场。砰的一声，车门关上，郎静峰坐进后排座，身子往前一倾，一左一右揽住坐在驾驶位与副驾的郎倩和郎远山，露出个略带嚣张的笑容，道：“考得不错，我重本稳了。”郎远山大笑，回手在那颗小狼脑袋上重重揉了一把，道：“不愧是我儿子。”郎倩生怕这父子俩把话说太满出了差池会失望，忙动手把 flag 给拆了，只要把你该有的水平发挥出来就是胜利。晚上想吃点什么？想不想去哪玩玩？你那些同学朋友没组织活动？郎静峰眼珠一转，扯了个谎，组织了，我和几个哥们儿约好了，晚上出去打打台球，唱唱歌什么的，想玩通宵，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好好放松放松。郎倩一口答应下来。之前他管郎静峰管得严又卡门禁，是因为郎静峰成日吊儿郎当不学无术，他怕儿子在外面学坏。而现在这层顾虑已在这1年多被郎静峰用行动打消了，他也不会再对儿子管头管脚。高考都结束了，自然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为表支持，郎倩当场给郎静峰赚了笔零花钱过去，道：“去玩吧，在什么地方汇合？用不用我送你过去？”不用。郎静峰惦记着白软，躁动的眼睛冒光，我得先回趟学校领报考信息，还得把书什么的带走。你送我去学校，在校门口等一下，我把书搬上车，然后我就跟他们玩去了。郎倩应着，一脚油门轰下，郎静峰坐回后座，见白软发来一条微信：“白软，出考场了吗？”郎静峰：“出来了，我发挥的不错。”白软松了口气，道：“好。待会儿记得回学校收拾东西，领报考指南和毕业证。”郎静峰心里痒的不行，待会儿回学校亲你。白软那边没有秒回，郎静峰追问道：“让不让亲？”说话。郎静峰打字飞快：“我现在可考完了，也毕业了，从现在开始我不算是你学生，你再说不让我可真生气了。”白软秒发来一个字：“让。”郎静峰心间一颤。虽然只有1个字，但天知道这么一个直白的回应他等得有多焦心。白软嘴上门把的严，死活不肯正式确立恋爱关系，除了郎静峰19岁生日那天破戒说了些暧昧的话之外，言语上总是不肯让他痛快。郎静峰就是理智上再明白白软对自己有感觉，也难免会因长久得不到肯定而忐忑悬心，偶尔情绪低落时也会忍不住怀疑白软与自己半推半就的亲近时，心里其实真的不怎么愿意。所以现在白软每一个正面的回应对他而言都很重要，都是这1年多所有不安的补偿。郎静峰逗着他：“我10分钟到，你去3楼杂物间里等我。”
行吗？郎静峰是一开始就存着欺师灭祖的心，白软却不是，他还没来得及把两人目前的关系从师生关系中完全剥离出来，所以迟疑着没好意思吭声。郎静峰心里明白，趁着形势大好，抓紧时机巩固，熟练卖惨装不高兴道：其实我眼光挺高的，活到这么大，好不容易碰见个喜欢的人，认识没几天就认准你了，跟你那么掏心掏肺的，但你说你这1年多怎么对我的？我想跟你干点什么，你有一件事顺着我的没？郎静峰输出一波惨，紧接着又跟上一波，这还是我初恋呢，你看谁初恋练得这么惨，好不容易解放了，你都不好好补偿补偿我，你说你像话吗，宝贝儿？白软被他说的这个内疚，再也顾不上别的，急忙道：我以后什么都顺着你，别难受了。郎静峰笑：杂物间了解一下。白软四下扫视，见走廊无人，拉开某扇小门，深吸一口气，逼仄空间中略显潮湿的空气浸透了肺部。我已经在了。郎静峰舔舔嘴唇，想象着白软此时此刻的模样，问：你脸红没红？白软皮肤又白又水灵，不好意思时那面颊薄红清浅，不像是他自己在脸红，倒像是被周围千树万树蓦然开满的桃花映红的，比不红时还好看。郎静峰最喜欢看，只可惜这1年多白软被他满口不正经的撩拨的不行，本来一逗就不好意思的薄脸皮，被环境因素刺激的大有增厚趋势，流氓耍的不厉害，都快撩不动了。白软关上杂物间的门，如实答道：还行，没怎么红。郎静峰加大剂量：待会儿还想亲你脖子，使劲亲，给你吸的红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有同学问你，你就说是让虫子咬的，行不行？话虽然这么说，但郎静峰只是过过嘴瘾逗着玩，想看白软为难发窘而已。实际上就算白软让他这么干他都不能干，他反正是毕业了，不怕人闲言碎语，但白软还要在2中继续当老师，哪能受得了这个？果然白软听了这个秒怂，那肯定不行，你别想了。郎静峰咬着嘴唇忍笑，琢磨着再怎么逗逗他的小白老师。没人发消息的这段时间，郎静峰微信对话界面上方的对方正在输入，一直反反复复的闪烁着。白软在那边删了打了删，纠结了好一会儿，才发来一句：锁骨可以，系上扣子能挡住。郎静峰一怔，激动的坐立不安，口干舌燥的把上衣往下扯了扯，问：你现在脸红没？白软抚过自己发烫的面颊，诚实道：红了。小白老师正红着脸偷偷躲在杂物间里等自己进去亲他，这个念头让郎静峰恨不得抻脖子嚎一气儿。3楼杂物间里，白软正竖着耳朵听走廊上的动静，忽然有熟悉的脚步声两阶迈着楼梯从2楼一路飞跑上来，白软心脏剧跳，想着郎静峰等下要亲他锁骨，偷偷解开2颗衬衫领扣。扣子解完，一道人影迅速挤进杂物间，又飞快掩上门。白软被扯着跌进一个怀抱，随着那人转了一圈，被抵在门与墙壁的夹角中，被人压得分毫动弹不能。说，郎静峰含笑的声音传来：我是不是你男朋友？白软勉强抽出手臂，环住郎静峰的背，轻声道：是。语毕，他动作略显生涩的主动抚上郎静峰的后颈，往下压了压。这动作轻柔的一压，仿佛在郎静峰脖子上造成了上百万吨的推动力。郎静峰猛地一低头，狠狠吻住白软。轻点儿。郎静峰唇吻是咬的动作有些粗野，白软气喘着舔了舔自己被玩弄的嫣红的唇瓣，小声提醒道：我待会儿还得给同学发毕业证，别让他们看出来，那我亲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郎静峰从善如流，一路向下，被洁白衬衫领口扮演的清俊锁骨诱人的不可思议。郎静峰拨了拨白软刻意解开的2枚领扣，道：你刚解的？白软别过脸，垂眼望着地。郎静峰觉得自己快疯了，方便我亲你？白软深吸一口气，想想他的小狼受过的委屈，一点都不敢不顺着郎静峰，遂忍着羞耻承认了。杂物间中的一切仿佛都在发热，连空气都在燃烧，细腻的、隐秘的、黏膜与皮肤相处摩擦又分离的暧昧声音响个没完。郎静峰一朝有了名分，带着白软腻歪的没够，
似乎恨不得把这1年来白软欠自己的情话都听一遍，边亲边问着：“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白软修长五指陷入郎静风的黑发中，目光被熏染的有些迷离，乖乖道：“是，早就喜欢了。”郎静风心里甜的不行，缠着问：“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说说。”白软不假思索道：“你给我过生日那天开始有一点，后来就越来越喜欢了。”为什么是过生日那天？郎静风追问。因为我礼物准备的用心，一半原因。白软说着，忽然抬手捏了捏郎静风左耳的耳洞，道：“你那天特别帅。”郎静风握住白软摸自己耳洞的那只手，笑了：“喜欢我戴耳钉？”白软想着郎静风戴耳钉的模样，心跳不已，道：“喜欢，特别好看。”郎静风狼血沸腾，话锋一转，粗声道：“那想让我戴着耳钉干你吗？”这流氓耍的未免太直白，白软段数不够，顿时噎住。说话，宝贝儿。郎静风腰一动，顶了白软一下：“以后什么事都顺着我，是不是你说的？”白软羞耻难当，低头把额头抵在郎静风肩上，闭着眼，头皮一硬心一横，道：“想。”郎静风心绪激荡，腰气紊乱，话形没稳住，一对狼耳朵啵的弹了出来，耳朵尖儿因兴奋立得笔直。“那我今天晚上去你家住行吗？”郎静风竖着狼耳朵问。白软不放心：“你父母能同意吗？”“我告诉他们，我和同学出去庆祝，玩通宵。”郎静风说着，怕白软误以为自己不打算和父母说他们两个的事，补充说明道：“等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再和他们摊牌。其实现在直接挑明也不怕，不过有个好成绩摆在，那不是底气更足吗？你放心吧，他们对我们这事儿肯定没意见，我爸我妈都特喜欢你。”这1年来，每次郎倩说到郎静风的进步和改变时，郎静风都第一时间把白软提出来，话里话外把功劳全推到白软身上，说白老师如何会教课，如何会鼓励人，如何引导自己走上正路，恨不得把白软吹到天上去。郎倩感激的不行，想在物质上表示一下感谢，可每次试图邀白软出来，白软都坚定拒绝，绞尽脑汁送出去的礼品与红包也都被白软原封不动的退了回去。这样一来，郎倩对白软的敬重感谢更甚，却苦于无法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把他这个生意人憋得够呛。白软眉眼郁郁的耷了下来：“等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就不会喜欢我了。”“不会的。”郎静风斩钉截铁道：“我老早就出柜了，交男朋友是迟早的事。你长得好，人品好，性格好，工作稳定，还对着我这么好，这么乖，还会法术，又是和我寿命一样长的腰，这么完美，他们都不同意，还想让我找个什么样的？”但是白软仍是蔫蔫的，迟疑道：“这么快就摊牌，你的父母会不会以为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只是毕业了才告诉他们？”师生恋毕竟不大见得光，郎倩和郎远山就算再开明，也不会赞成自己儿子在校期间和班主任谈恋爱或存在暧昧关系。虽说实际上两人关系变化的全程都是郎静风占据主导地位，白软纯粹是逃避和被主导，甚至被强迫的一方，但他比郎静风大7岁，又是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权力的老师，这件事就很容易说不清楚。年长的很可能富有感情经验的有权力的一方，与年幼的白纸一张的被权力管束的一方，在不知情的人眼里，这样的恋爱关系无论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上位者恶意诱导胁迫下位者的味道，这也是师生恋在道德层面遭受诟病的原因。白软能够理解，也知道很难自证清白，他不想抱怨什么，他只是担心。白软把这些想法简单和郎静风说了说，郎静风沉吟片刻，眼珠一转，立刻冒出个主意来：“那不然这样，我假装追你，然后故意让我爸妈看出来，我就说我都暗恋你1年了，但害怕被拒绝，一直提心吊胆的不敢和你说，直到毕业了才鼓起勇气开始追你，怎么样？我假装追几个月，你再同意，这不就行了？就算有道德问题，那也是我单方面暗恋老师，算我的不对，我爸妈不会觉得你不好。”这办法听着还不错，可白软却默然不语，目光游移，望东望西的。“怎么样？说话。”
郎静风在他腰上捏了一把，催促道。白软睫毛一颤，飞快瞥他一眼，又垂下视线，怕被揍似的，小声嘟囔道：“这套说法，你父母能信吗？就你这脸皮，什么害怕、提心吊胆、鼓起勇气，这些词和你有关系吗？”好啊，白老师。郎静风乐了，又咬着嘴唇止住笑意，佯怒道：“我在你心里就这形象。”白软点点头，十分百依百顺：“就这形象。没事儿，他们能信。”郎静风说着，自己都觉得挺逗。其实我妈觉得我还行，谁不看着自己家孩子好啊？她认为我就是青春期叛逆点，不爱学习点，脾气臭点，别的毛病都没有，笑什么呢？好笑吗？不是，我给你讲笑话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笑呢？白软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事实上，郎倩确实不知道儿子背着他的时候有那么臭不要脸，所以郎静风这个纯情少年的人设还是立得起来的。别笑了，摸摸我耳朵，好摸吗？郎静风抓起白软的手按在自己的狼耳朵上，那狼耳手感极佳，白软止住笑意，抓摸了一会儿，道：“真好摸，也让我摸摸你的呗。”郎静风一只手挪到白软后腰，指尖探进布料边缘，试探着勾了勾，想摸你尾巴。白老师，你以后别叫我老师了，听着别扭。白软催动腰器变出圆尾巴，裤子下面立刻鼓起一个软软的小包，紧接着西裤柔软的布料绷紧了，浮凸出一只手的形状。兔子尾巴和兔子后背一样，都很怕人碰。郎静风手一附上去，白软身子就立刻一颤，随即抖得筛糠也似，双腿虚软的站不住，只好把两只手搭在郎静风肩上借力。不叫老师叫什么？你比我大8岁呢，我得体现点尊敬啊。郎静风慢条斯理的说着，一只大手抓着那胖滚滚软绵绵的圆尾巴，不住松开又握紧，还不时张开五指，用手掌揉两下，揉得那毛团子簌簌站立，抖得像一片风中的秋叶。以后叫你哥哥好不好？好，叫名字也可以。白软乖乖咬着嘴唇忍着，把透红的脸埋在郎静风颈窝中，任凭对方对自己的圆尾巴这样那样。我要不行了。这才1分钟都不到，为了晚上的欢乐时光能持续的久一些，郎静风忙松开尾巴，意犹未尽的用力抱了白软一下，又帮白软把2枚解开的领扣系好。同学应该都到的差不多了，我得出去了。白软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趁走廊无人走动的当口，一闪伸出了杂物间，郎静风也趁机跟出去。白软去水房用凉水冲脸，消减脸上的红热。水房门外传来返校高3生笑闹的声音，有人在天台呐喊，有人在窗边撕书扔书，更有甚者还打起了戏弄老师的主意。白软听见刘震的咆哮和学生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远远传来，也不知道这个平日里树敌甚多的暴脾气老头被怎么了。学生毕业稍微闹闹，老师也不是稀罕事。白软心里有点打鼓，正想着4班学生应该都有分寸，就听见郎静风慢悠悠的抛来一句：“放心，谁敢闹你，我就把谁扔喷泉里，让他清醒清醒。”2中教学楼门前有个常年干涸的喷泉，只在高考结束当天喷水，1年只干1天活，轻松程度堪比圣诞老人。接下来这1个多小时，白软向学生们发放毕业证和报考指南，叮嘱他们清理书桌里的东西。郎静风下楼往郎倩车里送了2趟书，随即便寸步不离的守在白软身边，像只被小白兔驯服的狼保镖。处理完学校的事务时，已是日暮时分，2人去吃火锅，在2边都是清汤的鸳鸯锅里各自涮东西吃，然后一起回家。由于知道今晚郎静风一定不会放过自己，路上白软一直不太好意思抬眼看他，走路时步态略显僵硬，开口说话时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2人走进公寓电梯，门一关上，郎静风忽然轻轻握住白软的手腕。电梯有监控。白软小声抗议。这心略，郎静风轻笑，松开把脉的手，我还没干什么呢，你心跳成这样，待会儿在床上你别再晕过去。我就是有点紧张。白软说着，窘迫的抿起嘴唇，自己也觉得心跳成这样未免太不淡定，有失雄兔风范。叮的一声，楼层到了，2人走出电梯间，白软掏钥匙开门。
他刚把门推开一条缝，身后便传来一阵难以招架的推力，白软踉跄着跌进黑漆漆的屋子里，被郎敬峰从后面抱了个满怀。防盗门砰的合上，郎敬峰抱着白软一转，把他抵在门上，恣意亲吻。没人开灯，唯有薄雾般的月光弥漫在客厅，有鼓点般爆裂的心跳从郎敬峰胸腔中传出，一下下打落在白软心坎。其实我心脏跳得都快炸了。郎敬峰粗声说着，揽紧白软，让两人的胸口毫无缝隙的贴合在一起，感受一下，是不是比你还快呢？跳得比我快。白软认真感觉，认真评估，这副认真的样子让郎敬峰又是一阵招架不住，直亲的白软妖气紊乱，兔耳朵兔尾巴接二连三啵啵啵的冒出来。白软挣扎，能不能先洗个澡？洗。郎敬峰把白软拦腰抱起，走到浴室门口，用肩膀撞开开关，把穿着西裤衬衫打着领带的白软往浴缸里一放，压在身下狠狠亲了几下，起身飞快拿起莲蓬头丢到浴缸外的地砖上，拧开开关让他自己放水，随即又把挣扎着想起身的白软按回浴缸里亲来亲去。等等，洗澡脱一下衣服啊！白软左右转着脸躲避郎敬峰的嘴唇，为自己争取开口说话的机会。放完水慢慢脱。郎敬峰喉结滚动，毫不压抑体内的黄色废料之力，想看你穿湿衬衫。说着，一只狼爪子攥住白软腰间的布料，猛地往上一拽，把掖进裤子的衬衫下摆扯出来又撩上去，一双狼眼盯在白软腰间，里面没穿别的吧？没穿。白软一秒想通湿衬衫的妙处，羞耻的头晕脑胀，不明白一个比自己小7岁的高中生怎么能老司机成这样。是这1年憋坏了吗？白软满心内疚的想。热水晕晕的流遍全身，将薄薄的白色布料粘着在皮肤上，衬衫下便透出若隐若现的肉色，身体线条也被完全勾勒出来。白软肌肉不强壮，但身体线条却因清瘦而呈现出一种洁净的锐利，虽单薄了些，却不失雄性的英气，与肌肉精悍漂亮的郎敬峰同样惹眼。郎敬峰的眼神炽热浓烈的，仿佛有形之物落在人身上，似乎都有压感。他用这眼神把淋湿的白软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白软就被刺激的缴械投降了。对不起。白软羞愤欲死，红着脸道了个歉，两只长长的兔耳朵丧气的耷拉下来。水面浮起少许浊雾，不那么清亮了。郎敬峰心头火热更甚，拎起一只耷下来的兔耳朵，凑到那耳朵边哑声道：“小浪货，看一眼就这样了。”他嗓音又低又瓷，说起低俗下流的话来也不显粗鲁，反倒惹得白软愈发兴奋，愈发想这样。被水浸透的衣物被一件件丢出浴缸，最后白软身上只挂着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郎敬峰动手解下白软打湿的领带，当成一根绳子用。于是白小软惨遭五花大绑，绑住了。郎敬峰舔舔嘴唇，把仰躺的白软翻了个面，愉悦的观赏那枚长在尾椎骨处的圆尾巴。今天先这么试试，没用的话，回头我给你买个塞子，白老师。白软讨饶的扭头望他，兔耳朵羞怯的垂在肩膀上，不是说好不叫老师了吗？这个时候叫不觉得刺激吗？郎敬峰恶趣味十足，一叠声的逗着白软叫道：“白老师，老师在吗？白老师，白老师，你怎么不穿裤子？老师学什么不好学禅？”白软跪坐着，伸手把两只兔耳朵拉下来，反扣在脑袋上，达到闭耳的效果。趁白软背对着自己跪着，又分心他顾，郎敬峰默默伸出欺师灭祖之手。水波摇荡，浴缸上方的灯倒映在水面上，如海浪中的浮标一般，不住地动来动去，被搅动污染至浑浊的泡澡水啪啪的拍在浴缸壁上，碎裂成大大小小的水花，有些落回浴缸中，有些飞溅到外面。莲蓬头歪斜的搭在一旁，之前的莲蓬头坏了，这个是白软前段时间新换的，那银色的金属被打磨的铮亮，倒映着周围的景象，交缠着动作的人影被光洁的曲面弄得有些变形。浴室中虽没点熏香，空气中却充溢着类似麝香的味道，浓烈异常。客厅中
兔笼里的兔宝宝们躁动不安，开了零食的那些兔宝宝尤为惊慌失措，有些甚至试图用三瓣嘴咬断兔笼的门档。他们听见浴室里有打架的声音和扑腾的水声，哥哥又叫又求饶的，半个小时过后还哭了，带着哭腔求人把领带解开，肯定是被坏人用领带绑着双手按进浴缸里了，可能下一秒就会被溺死。形势万分危急，哥哥随时有生命危险。叽叽叽叽，兔宝宝们急得鸡声大叫，声震屋瓦。1个小时后，针对他们白软哥哥的暴行终于结束，有那么10几秒钟，浴室里几乎没有声音，兔宝宝们神经紧绷的竖着耳朵望着浴室的方向，还以为他们白软哥哥死了。过了一会儿，白软虚弱的声音传来，不仅虚弱，而且连嗓子都哑了，真的不行了，求你了，我要死了。兔宝宝们集体松了口气，鸡呀，要死了，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死，尚有口气在。今天先这样。坏人的声音传出来，白老师喜欢吗？兔宝宝们惊呆了，差点把人弄死，还问人家喜欢吗？这坏人还要不要个脸了？喜欢。白软轻声道。白软哥哥被欺负疯了。浴室中再次响起哗啦啦的水声。由于体力透支太多，而且领带成功将时间延长到平均6分钟之巨，如果不是白软求饶叫的太好听，害得郎静峰心软，理论上应该还可以延长更多。白软活活累成小白兔，一句喜欢说完，就在郎静峰宽大的手掌中化作圆形，趴成了扁扁的一片兔饼。郎静峰用温水把白软圆形洗了一遍，用浴巾包起来，动作轻柔的把白软擦到半干，然后打开吹风筒，把白软放到另一块干浴巾上，用功率最小的热风给白软吹毛，还体贴的把那2枚毛茸茸的小耳朵反扣在白软头上，怕吹风机的声音吵得他心烦。白软舒服的哼哼唧唧，背面吹干了，主动翻身露出潮湿的小肚皮，任郎静峰把鼻尖抵在上面狂吸吐气，由于放松的过分了，2条后腿还不时微微抽搐一下。白软家里有不少郎静峰之前为宣誓领地特意放在这里的东西，衣物日用品一应俱全。郎静峰换上睡衣坐在床边，把兔子形态的白软放在自己大腿上，用一把小号宠物刷给它梳毛。6月份1年2度的大型换毛活动开始，郎静峰梳了10来下，细密的梳齿中便蓄了不少洁净的白毛。郎静峰仔细的把毛从梳齿上捋下来，用触摸一片云的力道把白软从头到脚轻轻按摩一番，再梳第2轮。白软多少年没享受过这种待遇，身体极度放松，越趴越扁，最后几乎变成一小块薄薄的兔毯了。感觉到狼爪子正一刻不停的搔弄着自己的软毛，白软无比安心。他搭着耳朵扭头看看郎静峰，那双原本无论何时都锋芒外露、锐利的如同蕴着针尖的眼睛，在望着白软时却透出几分罕见的驯顺平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白软面前，他将另一个层面上的尖牙利爪也卸了下去，桀骜不驯的公狼在喜欢的人身旁甘愿做一只忠实的大型犬。鸡，白软心里涌起一阵难以形容的滋味，用兔爪拍拍郎静峰的手背。郎静峰用2根修长稳健的手指捻起拍在自己手背上的兔爪，挺憋屈的使劲弓着背，把脸凑近大腿，在那只兔爪上不的亲了一口，道：“给你按疼了，我再轻点儿。”那声调之小心温柔，就宛如沿途摧枯拉朽的飓风，在兔子洞前骤然刹住脚步，分出弱弱的一缕流风钻进洞口，尽职尽责的吹塌了兔头上的一绺软毛。鸡呀，没疼。白软摇摇头，一咕噜爬起来，用2只后脚蹬着郎静峰的大腿人立而起，趁郎静峰还弯着腰，用前爪一左一右把住郎静峰的面颊，昂着小脑袋，霸气的把3瓣嘴贴在郎静峰的嘴唇上蹭了蹭，屁股后的圆尾巴以堪称微小的幅度摇来摇去，用肢体语言热烈又笨拙的表达着喜欢。可惜白软这尾巴尾势太短，摇尾巴不像摇尾巴，倒像是屁股后面贴着一块发抖的小圆面包。郎静峰瞳仁一颤，眼睛微微睁大了。如果他没记错，这是白软第一次主动亲他。白软从3瓣嘴里探出一条粉嫩的兔舌头，
激情狂舔郎静峰的嘴唇和面颊，兔爪拼命把郎静峰的脸向后压，似欲彰显霸道雄兔的雄风。郎静峰会意，双手托住白软的屁股，把他举在脸前，随即直起身往床上一倒，又把白软放在自己脖子上，笑道：“劲儿还不小，我都被你推倒了。”鸡！白软发出雄壮的声音，一只兔爪啪的按住郎静峰的脸，三瓣嘴凑下去，亲亲啃啃舔舔，竟是一次与壁咚相差无几的脸咚。一人一兔亲昵了一会儿，白软估计着这1个小时攒的腰力，只要不剧烈运动就差不多够了，于是压在郎静峰身上变出人形。他人形身上没衣服，那白缎似的皮肤上遍布深深浅浅的痕迹，小块且色深的集中在颈部与胸口，是被吮出来的；色泽浅淡的则分布在腿、臀与腰间，是被掐弄出来的。郎静峰本就没怎么尽兴，被眼前这风光猝不及防的一勾，眼睛都绿了。奈何白软体力透支，无法继续，只好郁闷的磨着牙道：“想憋死我，你就直说。”不是。白软俯身搂紧他，克服住羞耻，把嘴唇贴到郎静峰耳畔，结巴着小声道：“我不是还有手吗？那个，我帮你啊。我能碰你吗？”别过一会儿，又变回兔子了。郎静峰气息涌动，被击得原形毕露，身后一条粗壮黑亮的狼尾啪的一甩，一翻身把白软压在身下。白软乖乖把手伸到下方，同时拿出给学生讲题时的认真，强忍羞耻，一板一眼的说明道：“可以碰我，可以摸，也可以亲，就是别摸我后背和尾巴，我要是被你弄的，那个就是释放了，消耗就大。”这番话说完，白软骚的连天灵盖都在喷火。白老师这堂生理课讲的真好。郎静峰眸光渐暗。哎，你别说了。白软抬起闲着的那只手，附在郎静峰后颈上，面红耳赤的把盯着自己看的郎静峰按下来，又急急的用嘴堵住他的嘴，生怕他会说出什么更令人难堪的话。郎静峰会意，专心致志的享受小白兔。一直以来，白软都过着被危险与规则撵着跑的盲目生活，因为不想成为猛兽的腹中餐，所以努力修炼；因为人类的小孩都要学习工作，所以学习工作；因为害怕遭天谴，所以选择容易积攒功德的工作；因为畏惧道德与人言，所以不敢袒露内心的感情，一桩桩一件件，看似是自己的选择，其实背地里都被无形的猛兽胁迫着，不得不选罢了。因此，即便修炼得道，走出了危机四伏的森林，白软也时常觉得自己只是更大的森林中的一只小兔子，修炼成人并努力融入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重演以往在兔子洞与采石场间往来复去、循规蹈矩的生活而已。直到那只冲动妄为的小狼忽然出现，单单凭着缥缈的"我喜欢你"4字恣意胡来，将一切规则界限都撕碎嚼烂，践踏成碎末，又带着一身凛冽的双峰一头扎进白软的兔子洞，白软的整个世界才蓦地变得鲜活雪亮起来。线下两人之间再也不存在阻碍，白软心里被层层块垒围拢的一小簇火，在今天这短短几个小时内张狂的烧出边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他的小狼这么勇敢，又这么温柔，这么一往无前，又这么小心翼翼。从此刻开始，他也必须用同等量级的热情去回应，让郎静峰明白自己也是这么的喜欢他，才算是没有辜负那一番天真至纯的赤诚。怀着想让郎静峰舒服和尽兴的念头，白软乖顺的不可思议，比1个多小时前在浴缸里那会儿还听话。习惯了被拒绝的郎静峰兴奋过度，把白软摆弄来摆弄去，直到白软抗议再这样下去他又要变原形，郎静峰才找回一点理智，并把买塞子提上日程第1位。两人缠绵到后半夜，双双累出原形，床单被糟蹋得一塌糊涂，不能睡人。郎静峰叼着白软跳下地，把白软放到小草窝前，用鼻尖把它拱进草窝里，然后趴在草窝前的地板上，准备在地上凑合一宿。反正夏天睡地板也是挺舒服的。白软像个炸元宵似的被郎静峰拱着滚进窝里，仰面躺下，又一扑棱爬起来跳出草窝，硬生生挤到郎静峰的嘴巴与前爪之间，用3瓣嘴亲亲狼脸，道：“鸡，一起睡。”郎静峰扭头舔舔白软的3瓣嘴和耳朵，白软一缩，痒得叽叽直笑，并起身扒着郎静峰的耳朵舔了2口作为回击。郎静峰痒得直抽气，
忙用前爪把白软按趴，从头到脚怒舔2口，随即用脸压住白软，让他睡觉。高考成绩往年都是20几号出，中间有半个月完全自由的时间。这半个月，郎静峰天天腻着白软，白天2人逛街、看电影、打球、玩游戏，晚上则动辄做到精疲力竭。郎静峰买的硅胶塞到货了，效果不错，一次10几分钟，白软几乎全程都在极致快乐的边缘徘徊，对这件事越来越喜欢。发泄完旺盛的欲望，2人会先后变出原形，一个给另一个梳毛加按摩，小日子恬淡幸福的，好像可以就这么一口气过上几百年。这半个来月，郎静峰不好直接住在白软家，都是白天过来，晚上10点11点回家，每天来时都提着一小袋张婆当天新摘的蔬菜。这些自家种的菜不上农药化肥，卖相看着不如市场里的那些，但菜味却浓。白软被好菜养得挑嘴，市场买来的菜都不爱吃了。除了蔬菜，郎静峰每天过来时，要么带花束，要么带些男士香水、钢笔、领带夹之类的小礼物。一方面是讨白软开心，一方面是故意做样子给郎倩看，让郎倩知道自己开始追人了。妈！这天晚上，郎静峰屁颠屁颠的跑到正在做面膜的郎倩身边，滑动手机里的几张对比图，装模作样征询意见。你看这几个钱夹哪个好看？郎倩扫他一眼，你自己用。郎静峰笑笑，不是，想送人。郎倩也笑了，多大年纪？郎静峰轻咳一声，26。郎倩眉眼弯弯，做什么工作的？妈，你别问了。郎静峰故作不好意思，试图在厚于城墙的脸皮上弄出点红色来。未果，起身往2楼去，我自己选吧。你回来。郎倩懒懒的拉长声调。郎静峰耷拉着脑袋坐回郎倩旁边的沙发上，纯情少年人设草到飞起，小声嘟囔道，我就是随便送送。郎倩嗤的一笑，说吧，看上哪家小伙子了，妈给你把关，出主意。这一天到晚不着家的人，还没追着魂儿就先飞了。郎静峰假装焦躁的别过头，含糊道，没看上谁？不说是吧？郎倩张开食指，欣赏指尖光泽流利的扣单，哼笑道，不说我就把你零花钱停了。郎静峰真认怂，说，先说说是人还是妖。郎倩抛出最关心的问题，怕郎静峰抗拒回答，晓之以理道，人和我们寿命差几百岁，过几十年他先走了，难受的还不是你？你们这些小孩不愿意想这种实际的问题，那就得我们帮忙想着，所以妈妈问你什么你就答。郎静峰似是被说动了，开始老实交代，是妖。郎倩松了口气，抛出第2个重要问题，他是本地人吗？你大学在哪念？会不会有异地恋的情况？这个问题想过吗？想好了。郎静峰一点头，斩钉截铁道，我就报本地的大学，我能考上。郎倩把儿子坚定的表情琢磨了一番，无声叹气。他也是狼，很清楚狼的秉性，自然界中的普通狼尚且是一夫一妻忠贞不二，被人类的道德取向影响过的狼妖，在这方面只会执拗的更厉害，一旦动了心，想放下就难了。看这意思，还非得帮着傻小子追到手不可了。郎倩暗想，什么颜值、品行、性格之类的小问题，郎倩倒不急着了解。郎静峰眼光有多挑剔他清楚，这些条件不行，他儿子肯定也喜欢不起来，经济实力如何更不必列入考量。郎倩斟酌片刻，挑要紧的问，他喜欢男的女的？郎静峰，应该是男的。郎倩点头，又问，那就好办了，他是什么妖？郎静峰嘴唇抿成1线，沉默片刻，道，是个小兔子。兔妖？兔子修炼太难，郎倩活到这么大都没见过兔妖，惊到面膜脱落，噌的坐直了。那人家不怕你？郎静峰一抹脸，怕我，所以我这不还没追上吗？大约1年前的这个时候，郎静峰得知白软害怕自己身上的狼妖妖气，当时他废寝忘食的练习，熬了好几个通宵，7天就把妖气收得明明白白了。可他怕被父母察觉出问题，只在学校收得干净，
回了家就装成不会的样子，所以直到现在，郎倩都不知道郎静峰会收敛妖气。郎倩扑的笑出声，我就说你这几天怎么出门还拎袋菜，真是白长这么帅了。你这叫追人？你怎么不给人家扛50斤大米，再拎2桶油呢？妈，郎静峰苦着一张帅脸，幽怨的看着他妈。郎倩摆摆手，算了算了，你们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没什么程度。郎静峰蔫头耷脑的，一副得了犬瘟的样子。我送他礼物他不收，想约他出去玩他也不答应。郎倩本以为这两人至少进展到出去约过几次会的程度了，闻言一愣，连约都约不出去。郎静峰满脸写着委屈，郎倩瞪他片刻，好气又好笑的在他身上搡了一把，数落道：你闻闻你自己，看我干什么？你闻不着啊？这一身妖气就不知道收收，人家兔妖一闻就知道你是狼，躲你都躲不过来，你还想和人家约会？想得倒挺美，我正练着收呢。郎静峰不太服气的小声嘟囔着，他妖气收得好，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兔妖。这话倒是真的。这傻儿子，郎倩摇头叹气，那你没和人约会，这天天早出晚归的干嘛去了？哎，妈你别问了。郎静峰吞吞吐吐，一脸心虚。这些天他去白软家时，都是进门就换上一身衣服，把穿过来的衣服晾在阳台上，每晚临走时再去洗个澡。沐浴液用的都是他在家里常用的那种，洗完澡穿上来时穿的衣服，再回自己家，以确认身上没沾染白软的味道。有一对鼻子灵的吓人的父母，一个谎言就要费尽周章才能圆得上。郎倩一拍桌子说。郎静峰低头搓弄着手指，小声道：我每天把送他的东西放他家门口，然后在他家对面的咖啡店里待着，等他下楼。郎倩目光如炬，下楼完事呢？郎静峰目光闪烁，跟着。郎倩白眼一翻，险些被他气死。你疯了呀？怎么追人家不好，当跟踪狂算怎么回事？妈，郎静峰忍笑，小心的拨弄拨弄郎倩胳膊，我不是跟踪狂，人家就该报警把你抓起来。郎倩柳眉倒竖，啪的拍飞那只狼爪子，有那个过去惹人嫌的功夫，不如好好练着收收妖气，说不定他还愿意和你出来。你这可倒好。郎静峰匆忙解释，我不是，我就跟过一次，他生气了我就没再跟，就是在他家楼下等他，想看他一眼，而且他不答应，我不是因为怕我。郎倩还没从儿子是个跟踪狂的认知中脱离出来，凶巴巴的瞪着他，那是因为什么？不是单身？不是，因为别的。郎静峰挠挠头，垂着眼帘，黑密的睫毛令他的侧颜看起来颇显忧郁。我喜欢他挺长时间了，一直都不敢让他知道，这次高考完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和他说了，结果他把我训了，说我和他不可能。郎静峰缓缓吐出一口气，轻轻演出，这段时间其实一直挺难受的。郎倩听到这，语调中透出一丝笃定，我是不是认识他？是，我说了，你别骂我。郎静峰深吸一口气，随即用与这一大口气不相称的细弱声音道：喜欢上白老师了。郎倩眼皮一撩，神色平静的确认道：白软。平静是因为这个答案处于郎倩预设的范围内，这一年多他与白软接触不少，觉得这位小白老师的相貌人品性格都没得挑，加上郎静峰格外听白软的话，所以他也隐隐有过这方面的猜测，只是没深入探究过。方才郎静峰和他说到26岁和本地工作，他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猜测对象就是白软。对。郎静峰坐在沙发上，上身前倾，用胳膊肘拄着双腿膝盖，痛苦的将额发向脑后捋了一把，道：表白那天我没忍住，我亲他了，就亲了一下。郎倩一时失语，简直不知道拿自家这个纯情的令人着急的傻儿子怎么办。郎静峰屏住呼吸，同时回味着昨晚白软在床上乖顺又热情的表现，这才终于在脸上弄出一丝罕见的红晕来，低声道：他挺生气的，觉得我是他学生，那样不道德。我告诉他我是因为喜欢他才愿意听他话好好学习的，我还以为他能感动呢，结果他更生气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连见都不想见我。郎静峰扶着额头，
额发垂坠下来，遮住一点眉眼，显得愈发忧郁。妈，你别看我表面上好好的，其实我心里都快疯了。他演这么一出戏，不是为了好玩，只是他认为在高中刚毕业的这个节点上，让白软不留情面的拒绝自己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必须得让郎倩看在眼里。因为这样一来，郎倩就丝毫不会怀疑白软在两人师生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对郎劲峰有过引诱或暧昧表示，在道德方面，白软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哎呀，你真是笨，笨死了！郎倩霍地起身，疾步踱了2个来回，恨铁不成钢道：白老师是你班主任，他对你的定位就是学生，你上来就那么猴急，人家能不让你吓跑吗？郎劲峰装模作样的委顿在沙发上，不吭声。真是长能耐了，还上去就敢亲人家。郎倩斜他一眼，没抽你一巴掌不错了。郎劲峰心说，我还赶上他呢，嘴上却讷辩解道，就是冲动了。顿了顿，郎劲峰快快的瞥了郎倩一眼，轻声问：妈，我喜欢白老师算是不道德吗？那副表情让郎倩瞬间想起郎劲峰还是只不能吃肉的小奶狼时，眼巴巴的望着肉骨头流口水的模样。天底下没有几个做母亲的人能面对孩子这副渴求的模样还无动于衷。郎倩原本是想念叨郎劲峰几句，见他这样子，干脆把到嘴边的话尽数咽了，手一摆，语带偏袒道：也没什么，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俩人都高兴不就成了，哪那么多规矩？再说你现在已经毕业了，不算是他的学生，他就是没转过来这个弯儿。那我现在怎么办？郎劲峰听了这话，眸光一亮。这样，郎倩沉吟片刻，道：后天就出成绩了，等成绩下来，妈妈才好开口。到时候我想办法制造机会，让你们多见见面。你自己也争点气，撩个汉子都不会撩，上网学去啊！知道了，妈。郎劲峰诺诺的应了，忍笑忍到腹肌酸痛。转眼就到了出成绩的日子。郎劲峰的目标地师大是一所著名综合性师范大学，该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录取方式是在体育分过线的基础上，依据文化课成绩从高至低录取。郎劲峰的高考成绩是571，在遍地学霸的二中算不得出类拔萃，毕竟他高一高二落下太多，尤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语文英语，难以一蹴而就，逆袭学霸并不现实。不过依照他所报考专业的录取方式，这个分数是稳进地师大的。出成绩当晚，郎倩喜出望外，贴着电脑屏幕看了又看。由于郎劲峰素来表现不良，郎倩对儿子也不敢有太高期望，只希望他能考个像模像样的大学，找份正经工作，别学着那群飞扬跋扈的幺二代到处惹是生非。而这个成绩已远远超出了他此前的期待。571，郎倩在郎远山背上狂拍，以发泄过量的喜悦。你儿子考571。欢天喜地的夫妻俩兵分两路，拿起手机忙着向亲戚朋友报喜。和他们比起来，郎劲峰淡定的出奇，一是姑过分心里有数，二是因为他自始至终也没太把考试升学一事看得多么重大，这一年来勤勉用功，其实只是为了白软。郎倩看着儿子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就来气，在他身上搡了一把，催促道：快给白老师打个电话啊！知道了。郎劲峰轻咳一声，起身下楼进了院子，穿过菜圃与满架帘幕般飘飞的紫藤花，站在院子的铁门前，掏出手机给白软打电话。他父母耳朵太灵，不走远些，他和白软说的话都要被听去了。可此举落在郎倩和郎远山眼中，就是他们的小狼崽，不好意思了。郎远山对儿子的情感问题不似郎倩那么关心，抱持着喜欢就追，开心就好的态度。对方是白软，也只不过让他惊讶了几秒钟，心道不愧是自己儿子，连班主任的主意都敢打。我查到了，571。电话接通，还没等郎劲峰吭声，白软激动的微微发抖的声音便从另一边传来：你太棒了！郎劲峰背对着3楼书房的窗子，把手拢在听筒上，低声道：这回我真能去二中当体育老师了，高不高兴？高兴。白软先是狠狠地表示了一下喜悦，随即放软声调，小心提议道：你这个分数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学校和专业，目标不是不能改。你当时想来二中当老师不是因为我吗？现在白软说到这一顿，
郎静峰被这半截话聊得心痒，故意勾着白软说好听的，现在怎么了？现在我也一样想天天见你，天天和你在一起，腻着，不去当老师我怎么办？现在白软故作从容，其实语速已不自知的加快了。你不来二中当老师，去别的地方工作，天天下班回家不也能见我，腻着我吗？到时候我们肯定就住一起了。郎静峰轻轻笑了一声，想着往后就能天天正大光明的搂着他家小兔子睡觉，心间都快软化了。他又低声逗弄了白软几句，随即正色道：我考虑过了，当体育老师其实真挺适合我，稳定，有寒暑假，工作不忙，还不用天天在办公室傻坐着。他说着自嘲的笑笑道：我妈之前征询过我意见，问我想不想学金融或者管理，将来去他公司工作，我觉得还是算了。高三这一年，我把我这辈子的耐心都用没了，再让我天天坐办公室对着电脑看报表，我得憋屈死。白软了解郎静峰性格，不再劝，乖乖道了个好字，声线很温柔。郎静峰听得一阵心猿意马，又缠着白软说了好一会儿的话，怕聊得太久被父母看出端倪，才意犹未尽的挂了电话。成绩下来后，郎倩操办了一桌谢师宴，并亲自出马邀请白软赴宴，给儿子制造见面机会。白软按照郎静峰的剧本推辞一番后，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郎倩颇有些得意，自觉是靠生意场上操练出来的3寸不烂之舌说动白软的，却不知自己一早就进了儿子设的套。其实凭郎倩和郎远山在生意场上与对抗犯罪一线上历练出来的洞察力，就算郎静峰演技再好，也未必能唬住他们。奈何郎静峰是他们亲儿子，还是改过自新浪子回头的亲儿子，隔着3米后的父母滤镜，两人都有些昏头了。郎倩怕吓到白软，没敢多叫人。谢师宴满打满算只有10几个人，除了和郎静峰血缘最近的郎亲郎妻，还有郎家除头郎外最管事的几匹老郎。发出赴宴邀请时，郎倩特别提醒他们将妖气收拢干净，免得吓到白老师。谢师宴当日，白软早早穿戴打扮齐整，等郎倩派人来接，下了楼才发现郎倩口中的司机居然是郎远山。白老师，您快上车。副驾被郎倩刻意放了东西，于是郎远山无比自然地打开了后车门。按照郎倩剧本，坐在后排座的郎静峰扬眉冲白软一笑，露出2枚森白的小尖牙，道了句白老师好，并在郎远山视线扫来的一瞬秒窃表情，眉眼间透出一股手足无措的慌乱味道，活脱脱一个纯情少年。白软顿时感觉这小狼崽子当体育老师真是屈才，就这天赋这颜值，去混娱乐圈完全可以捞个影帝当当。白软知道自己在狼爸狼妈面前要装成拒绝和郎静峰谈恋爱的样子，可他演技不佳，所以不敢吭声，只是低着头默默坐进车后座，和郎静峰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他这副僵硬的模样落在郎远山眼中，倒是正好与被学生告白后感觉尴尬的设定吻合。郎远山不疑有他，与白软客套几句，便往设宴的酒店开去。去往酒店的路上有一条很长的隧道，车开进去，周遭的光线蓦地暗了下来，墙壁上的灯在视觉残留的作用下被拖拽成一道道明亮的流线。白软正望着窗外出神，搭在膝盖上的手忽然被人握住了。白软扭头看郎静峰，郎静峰却无事发生般目视前方，脸上拿捏着那种少年时的纯情的忐忑，手却色气的摩挲着白软光洁的手背。白软心脏猛地一跳，竟有种不亚于偷情的刺激，带着胆子轻轻回握了一下，结果那得寸进尺的手便得到鼓励似的，游蛇般探入白软腿间。白软不敢吭声，咬着嘴唇在郎静峰手背上掐了一把，可那手非但没退却，还仗着白软下半身是后视镜的视线盲区，报复似的在白软大腿内侧的嫩肉上重重一捏。白软脸蛋疼得烧得红热，郎静峰倒映在后视镜的脸上却写满了无辜。白软被他这几下弄得快起反应，抓着郎静峰的手腕和他较劲，急得圆尾巴都弹了出来。两人正相持不下时，前方泄入淡白光线，是车开到了隧道尽头。郎静峰不动声色的收回手，一把极佳的触感还残留在掌心。见白软面红耳赤的回手按尾椎骨收尾巴，郎静峰终于没绷住，扭头冲着窗外翘起唇角，任由白软锋利的扎人的恼怒目光刺在自己后脑勺上。3人到达酒店包房时，其他来宾早已到齐，10来只狼妖围坐在一张圆桌旁，
听见门响，20几股锐利的目光齐刷刷的投向白软。白软活到这么大，还从来没一口气见过这么多狼，恍惚间不禁产生了一种自己不该在桌边吃菜，而应该在桌上当菜的错觉。白老师来了，您快请坐。郎倩热情的招呼白软，他身边3个空位，郎远山占了一个，剩下2个挨着的就是留给郎劲风和白软的。为了能让儿子和心上人多一点亲近的机会，郎倩也是操碎了心。白软挨着郎劲风坐下，由于怕被看出破绽，他神色略显僵硬，不怎么主动开口说话，也不敢搭理郎劲风。郎倩看在眼里，对郎劲风被白软拒绝一事愈发笃定，只给儿子使眼色，叫他献殷勤。郎劲风暗笑，用公筷左一口右一口的给白软夹菜，在座10几匹半点素菜不沾的狼，桌上的菜式却有一小半是素的。不仅如此，这些素菜还道道都是清炒、清蒸、上汤之类的清淡做法，看似是请客的抠门，实则是为了照顾白软的口味。这一顿饭吃下来，白软被郎劲风采取全场盯人式照顾，餐盘中的蔬菜一直没断过，杯中的温开水也总是满的。在座10几只狼妖似是怕吓到这只小兔子，讲起话来个个轻声细语，连向来严肃的头狼脸上都挂满了慈和友善的笑容。白软本能的绷紧的神经缓缓放松了下来。众狼酒足饭饱，话题也渐渐从郎劲风升学仪式上移开，三两两各聊各的。郎倩优雅的抹了抹嘴，扭头对白软道：“白老师，有点事想和您聊聊。”包间窗边的角落布置有沙发与矮桌，郎倩起身离席，引着白软朝那边走去。众狼你一言我一语各聊各的，有着喧闹的声浪做背景音，那窗边的一隅便显得很适合单独谈话。白老师，郎倩偏偏落座，单刀直入道：“前几天劲风和我闲聊的时候提到您，他说您也是妖族，是真的吗？”白软只知道郎倩想劝自己接受郎劲风的追求，却不知他要如何开口，于是秉承着少说少错的原则，呐呐的应了句：“我是兔妖。”他本以为郎倩接下来就要和自己聊郎劲风的感情问题了，没想到郎倩却不提这茬儿，像压根不知道郎劲风表白遭拒这件事一样，只与白软东拉西扯，聊各种与妖相关的话题，聊如何修炼，聊本地有头有脸的几个妖怪家族，聊与妖有关的种种趣闻轶事。他这番言谈举止，表面像是拉着白软无目的地闲侃，可若仔细琢磨，便能发现其实他字里行间都在不断弱化白软高中老师这个只在人类社会才有意义的身份，并极力强调白软是妖这个事实，不动声色的将两人的关系从老师与学生家长往妖族同类上拧，时不时还拉着白软跟自己统一阵线，贬一贬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我们是得依托于人类的社会生存，郎谦慢条斯理道，但人类的那些条条框框也未必就适合我们，我们在这生活久了，一些思维方式也潜移默化的被他们影响了，这个你没办法避免。不过有时候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再仔细想想，就感觉很多规则对妖族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哎，这光顾着说话了，你喝茶。郎倩笑容亲切的帮白软满上一杯茶，称呼已不知不觉的从您变成你了。他说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并不重要，关键是开口时那股气势凌人，性格软弱些的人只有被他牵着鼻子走的份。白软全程本色出演，不知所措的恩纳答应附和着，眉眼间透出几分言论完全被人主导挟持的可怜与茫然。第一阶段谈话结束，郎倩观察白软神色，对效果颇为满意，遂开启第二阶段，不着痕迹的炫耀郎氏家族在本地的人脉与财富，装逼于无形之中，暗示白软将来或可得到郎氏家族的庇应，只要他们家族肯照顾，白软就可以顺风顺水升职加薪，走上妖生巅峰。郎倩对白软的人品评价很高，所以并不吝于向白软展现实力与暗示好处。若是换个贪恋财物见钱眼开的小人，郎倩藏着掖着还来不及，归根结底他不认为白软会仅仅因为这些与郎劲风交往，这最多只能为两人关系的升温提供一股助力罢了。第二层意思也传达完毕，郎倩话锋一转，又把话题扯到郎劲风身上，说郎劲风最近好像有心事，高考成绩这么理想，还总是闷闷不乐的，自己问他，他又不肯说，要让白软帮忙问问看。这个白软支吾着，不知道是答应比较自然，还是不答应比较自然。他正犹豫着，
郎倩已挥手招呼上郎静风了。静风，过来过来。郎静风大步走来，模样欣喜又略带羞怯，眼睛凝聚成一条无形的狗尾巴，在屁股后面摇啊摇。白软一脸福气的看着他，你们好好聊聊。自觉为儿子打好了基础的郎倩起身让出位置，斜了一眼吞云吐雾的郎远山，用手扇着风抱怨道：“这股烟味儿。”说着，扬手往窗外一指：“你们下楼转转，那边有湖，这个时间正好去湖边看落日。”竟是连日落时间都掐算在内，心机不可谓不深沉。下楼吗，白老师？郎静风轻声问。郎倩怕白软抹不开面子，急步走回郎远山身边坐好，同时搅了他的烟。他一走，郎静风脸上神情立时变了，坏笑了一下，冲白软摆口型道：“下楼。”白软点点头，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包间。楼门外是一条婉折来去的青砖小路，玉带般嵌落在繁茂的花丛与矮树间，沿着岔道口木牌的方向指引，可以一直走到湖心亭。这距离两人轻声说话，楼上的老狼们是听不见了，但这花园加湖心亭，他们站在窗边却能看得见，四下没有其他行人。郎静风规规矩矩的与白软保持着1米远的距离，嘴上却逗着白软玩：“我妈和你说什么了？是不是给你1000万让你跟我谈恋爱？”白软乐了：“那我马上同意。”郎静风也笑，侧过脸瞟着他道：“想你了，好几天没去你家了。”这几天郎倩看郎静风看得严，怕这傻儿子去白软家楼下当跟踪狂招人恨，不许他自由外出。白软乖顺的回应道：“我也想你了。”顿了顿，声调温柔的唤了声：“静风。”郎静风习惯被白软连姓带名的叫，即便在床上也只是哄着白软叫老公，还没怎么被去姓叫名过，冷不丁听见，竟是被聊得心颤。宝贝儿怎么想起来这么叫我了？刚才听你妈妈这么叫，白软道，感觉挺好听的。郎静风忍不住贴得离他近了些，再叫一遍。白软柔声道：“静风。”郎静风躁动不已，粗声道：“想摸你。”白软闻言，略略抬头往4楼包房窗边望去，只一眼便耸了一缩，垂眸警告道：“都看着呢，你别闹。”那10来只老狼此时正汇聚在窗边，兴致盎然的围观他们家族的小狼崽撩兔子，两人之间再细微的亲昵举动都逃不过这群老狼的眼睛。那我用眼睛摸。郎静风悠悠道，火辣辣的视线如有形之物般从白软身上寸寸抚过。你随便。白软起初还强忍羞耻，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可脸皮厚度终归不够，没一会儿便败下阵来，黑发眼影下的2枚耳朵几乎红出火苗，咬牙道：“别看了。”郎静风吃得笑了，收回视线，转而用嘴输出：“这几天自己弄了吗？”白软：“弄什么？”郎静风舔舔嘴唇，威胁道：“再装傻我就在这亲你，回头就告诉我妈，我忍不住对你耍流氓了。”别！白软急道：“我弄了。”郎静风低声问：“前面后面？”这半个月他们真刀真枪都不知来过多少次了，可这么隔着1米远打嘴炮的刺激程度竟丝毫不逊于真刀真枪。白软心脏砰砰狂跳，蹦出的血发狂似的往脸上冲，害得双腿空泛虚浮，他不自觉的放慢步子，结巴道：“都有。”郎静风咬了下嘴唇，一边用疼痛克制沸腾的冲动，一边又忍不住追问：“是想着我弄的吗？”白软嗓音干涩：“都想我什么了？”郎静风不依不饶：“想我怎么你了？什么姿势？说说。”白软脚步发飘，如临云端，羞于开口，奈何这狼崽子几天不见犯浑的厉害，白软无法，被迫着描述自己幻想中的细节。郎静风问一句，他就老老实实的答一句，挤牙膏似的。待走进湖心亭时，白软觉得自己和一管被挤空的牙膏也差不多了，手软脚软的坐在亭中石凳上，小声道：“你别问了。”郎静风自己也快被聊疯了，大发慈悲放过白软，在白软对面的石凳坐下，两人手肘拄着面前的石桌，默契的同时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交缠片刻，又难耐的双双望向被朱红亭栏挡在外面的湖光流翠。落在不知情的人眼中，这一幕纯情的宛如文艺电影，
然而头顶纯情人设的两人已经在心里演了一整个系列的小黄片。我妈这段时间可能会想各种办法帮我约你。郎静峰含笑道，你就假装说不过他，拒绝几下意思意思就行了。白软缓缓吐了口气道，其实我本来也说不过他，全是本色出演。郎静峰，你未来婆婆厉害着呢。白软望他一眼，发自肺腑的赞叹道，你也挺厉害的，这演技不去学表演都可惜了。你不在我可演不动。郎静峰懒懒的扯起嘴角，我以前也不知道我这么能撒谎，一想着是为了能正大光明的和你在一起，我就跟开挂了似的。白软心头火热，把一只脚从石桌下方矮墩墩的桌腿侧边伸过去，仗着有桌腿挡着楼上看不见，用脚腕轻轻勾挑郎静峰的小腿。他这辈子都没干过这样的事，斗了没2下，郎静峰还没怎么，他自己先后悔了，觉得这表现未免太浪荡，被火烫了似的，羞得收回脚，耸道：坐的腿麻，伸伸腿。你给我等着。郎静峰喉结滚动，恨不得原地把白软剥光了吞进去。白软垂着眼帘，睫毛如被风吹动的蝶一般微微颤抖，顺从道：好。这话你都答应。郎静峰恨恨的磨着牙，在心里把白软搓揉了1000遍。谢师宴过后，郎倩与白软渐渐熟络起来了。白软不愿意接受学生家长的款待，但对妖族前辈殷切的关照却没有拒绝的立场和理由。郎倩抓住这种心理，果断摆出大妖关照同类小辈的姿态，隔3差5就邀白软出来，介绍自己的各路妖怪朋友给白软认识，一副想帮白软在本地上流妖族社会中拓展人脉的架势。白软果然不拒绝这样的关照，还对郎倩颇为感谢。郎倩每次约白软出来交际玩乐，都带着郎静峰，还时常不着痕迹的给两人创造独处机会。他这么设计了几次，白软对郎静峰的态度软化的飞快，郎倩看在眼里，颇为得意，觉得多亏自己手腕高明，不然还不知道自家的傻小子要栽多少跟头。殊不知白软在郎静峰面前早就软化成糖浆了，在郎倩面前全靠一口正气死撑。前段时间郎倩送给白软一套度假山庄的贵宾免费体验券，说是朋友开的，正处于试营业阶段，老板也是妖族，想请他们没事去给聚人气提些意见。白软心里明镜也似，没多推辞，收下券按流程预约。他前脚电话刚撂下，接到吩咐的客服小妹后脚就向上反映说有姓白的贵宾预约。收到消息的郎倩立马把儿子塞到白软预约的房间隔壁，强行让他们偶遇，心机不可谓不深沉。山庄客房中，白软打开房间的落地窗，沾染了林间青碧雾气的山风蓦地灌满客房，凉爽的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全国平均气温30度的8月。白软深深呼吸，几轮下来感觉肺液都被清洁了一遍。他正想着要不要去小院的露天池里泡着等郎静峰来，外面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白软跑着去开门，门刚拉开一条缝，郎静峰便迫不及待的挤进来，一手揽过白软，一手反锁了门，二话不说先在白软嘴唇上狠狠亲了几下，才道：我想你都想疯了，先去洗个澡。白软主动提议，院子里有露天池，这一排客房的落地窗外都有封闭的独立小院，可以让客人泡着澡吹着风欣赏夜色，在小院里干什么都没人看得见。这说话的短短几秒内，郎静峰的神色却阴沉下来了，他把鼻尖贴在白软颈窝与胸前嗅了几下，臭着脸问：刚才谁碰你了？白软正欲说明，郎静峰却已一把扯了他浴袍的系带，鼻尖轻轻抵着胸口，一路飞快的嗅下去。老大不乐意的爆了句粗口：操，还碰你腰了？我刚才做按摩去了。白软窘迫道：你别胡思乱想，你还不知道吗？我可能有别的事儿吗？岂料郎静峰根本没怀疑，我知道。白软皱眉：那我也不爽，你身上全是别人的味儿。郎静峰语气执拗，3两下把自己衣服脱了，又扒了白软身上的浴袍，挺嫌弃的丢在地上踩了一脚。随即他把白软清瘦的身板整个往自己怀里一拢，好一通揉搓蹭弄，用他的狼味儿在白软身上画地盘。白软被他揉弄得面红耳赤，踉跄着退开几步，
光溜溜的被按倒在沙发上。其实味道这东西很容易沾染，都不一定要实打实碰上。有时白软和别人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待久了，身上就会有别人的味道，像地铁、出租车、电梯、办公室，白软自己闻不出来，可他在这些地方待过的话，郎静峰一报他就能知道。有时候郎静峰甚至能闻出来白软刚才和谁近距离说过话。白软有多洁身自好，郎静峰很清楚，所以他占有欲虽强的有些不正常，但也从不拿这种事和白软赌气歪缠，顶多是不动声色的多抱抱多摸摸白软，把别人的味儿盖过去。他之所以这么反常，主要是这段时间总被郎倩管着，虽说郎倩纯然是出于好心，不能随心所欲的和白软腻着，结果这一憋就给憋变态了。今天好不容易能尽情放肆一回，非得使劲搓弄欺负白软一通，他才能舒服得了，故而拼命找茬跟白软撒娇犯浑。郎静峰压着白软一通胡来完就低头在白软身上闻闻，感觉还残存着一丝陌生人的味道，恼得又是一通胡来，闹完一通再用鼻子检查检查，小气唧唧的问：给你按摩那人男的女的？白软大脑超负荷运转，纠结片刻，却不知郎静峰更讨厌男的还是女的。男的，白软现在是同性恋；女的，白软以前是异性恋，这话简直怎么说都有问题。情急之下，白软结巴道：不知道是男的女的。郎静峰被他逗乐了，给你按摩的人是男是女，你都不知道？白软怕郎静峰生气，扯谎道：没注意，长得不明显。郎静峰微微眯起眼睛，在白软腰间威胁的捏了一把，佯作不悦道：说实话，不说我真生气了。白软绝地求生道：好像是个瘦。这答案实在过于安全，郎静峰一时竟不知剩下的半缸醋该怎么是好。他都按摩你哪了？郎静峰更换切入点，强行小心眼，我也得摸一遍。白软咽了口口水，清亮的嗓音微微发哑：你进门之后不是已经全摸过一遍了吗？语毕，自动自觉地勾住郎静峰脖子，把他往自己身上轻轻压了压，硬着头皮用双腿环住郎静峰的腰，与郎静峰额头相抵，一双乌亮的眼睛有点可怜地看着他，声音很温柔，带着一点兄长似的纵容娇惯道：那你先别去洗澡了，先这么做一次。感觉到郎静峰的目光如烧红的钢针般戳在自己身上，白软垂眼望别处，轻声解释道：然后我身上不就全是你的味道了吗？我都快疯了，你还撩我？郎静峰像值几天没吃过饱饭的小饿狼般把白软按在沙发上，两人俱是出了一身透汗，气味混合交融，陌生人的气息早已彻底消失不见。郎静峰一招得了解放，疯得厉害，抱着白软从沙发辗转到地毯、盥洗台、落地窗前，最后一路到了露天池旁，又进去洗了个鸳鸯浴。白软累得一塌糊涂，生生被郎静峰逼出原形。郎静峰还没完没了的把人按在池壁上欺负时，一个圆圆白白的毛团子咕噜咕噜的吐着小气泡，从水中浮起，撒开四只小白脚，嗖嗖的往远离郎静峰的方向游。可这毛团子刚游出1米不到，就被郎静峰一把捞起。白软惊慌失措，四脚凌空扑腾，急呀急呀！不行了，真不行了！郎静峰吃了笑出声，出了露天池，大步走回客房，把湿漉漉的白团子用浴巾裹起来擦了擦，细细的用风筒吹干，又用酒店的梳子帮白软把毛梳顺，这才放回床上。还以为自己会被郎静峰不依不饶抓着摩擦的白软松了口气。想兜风吗？郎静峰搔搔白软的软毛。你开车了？提到兜风，自然会想到坐车兜风。白软一歪兔头，用肢体语言表示困惑。郎静峰大约能猜出白软在问什么，揣测着答道：没车，我用腿能跑到时速60公里，我背你跑不就是兜风了吗？这附近山顶看星星特别好。白软叽叽大笑，点点耳朵表示同意。郎静峰拖起白软走出客房，熟门熟路的走到山庄内的一处山脚下。此时天已黑透，唯有星点灯火珠玉般连缀在黑丝绒似的夜色中。站在山脚仰头看，天际银河便已是隐隐若现，
想来登上毫无人造光源污染的山顶后，星空会更美丽。四下无人，郎静峰把白软放在地上，衣服脱光叠好，搭在附近一尊石雕的头上，随即化身为狼，扁扁的趴伏在白软面前。白软一跃而起，跳到郎静峰背上，用4只小白脚勉力稳住身体。郎静峰飞身窜上山道，他速度极快，身形却稳，狼爪落地时无声无息，宛如一缕掠经山间小径的灰色疾风。白软坐在他背上，不颠也不怎么晃，只见一道道细而凌乱的树影急速向后退去，时而有草叶与花萼浅浅的擦过身体。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小动物都被郎静峰吓得滋儿哇乱叫，不要命的往巢穴的方向猛窜。白软稳稳的端坐在郎静峰背上，竟是猝不及防的体验了一把捕食者视角。以往他在山林里可只有被狼吓到滋儿哇乱叫的份儿，何曾有过这种待遇。鸡白软昂首挺胸，浓密绵软的胸毛迎风飘扬，雄性尊严大满足。没过一会儿，一狼一兔来到了山顶。山顶尚未被开发，是最原始的状态。夏季正是山花烂漫的时候，一丛丛不起眼的白色小花在星流月映之下亮得晃眼，宛如洒满了整个山巅的细雪。无人造光源干扰的山顶，星辰如蒙蒙的白雾弥散在透着淡紫色的天幕中，星光辽远空茫。白软跳下来，与郎静峰相互依偎着，在一块平石上看星星。夜风从苍穹降下，拂乱他们身上的毛。郎静峰时不时低头，用舌尖和鼻子帮白软抚平翘起的兔毛，像温柔的帮恋人收拢起耳畔碎发的男孩子。白软围着郎静峰蹦蹦跳跳，东碰碰西蹭蹭，一想到这是他的小狼，心里就柔软的不行。后半夜蚊子见多，郎静峰把白软衔起，放在自己2条前腿与胸腹之间护着，甩着尾巴赶蚊子，直甩到尾巴隐隐发酸，才驮着白软原路返回。下山时他跑得比上山快些，白软的兔耳朵双双向后背去，被风压压的贴在头上，唯有郎静峰放缓速度时，那2枚耳朵才会咻的立起来。山间月下的疾跑令人畅快非常，郎静峰兴奋不已，对月呼啸，呜嗷嗷嗷。白软闻声也昂首挺胸，引颈长嚎，叽叽叽叽。郎静峰脚步猛地一顿，弓着被将头埋进前腿间，喉咙呼噜呼噜直响，似是在笑。鸡呀，不许笑！白软一阵不好意思，用兔脚拍打狼背。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嚣张的小白兔了。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在山庄悠闲度假，吃吃喝喝，溜溜达达。从山庄回来，郎静峰向郎倩表示两人关系有所进展，开始大大方方的约白软出来。郎倩不再多插手，只时不时提点自家傻儿子，教他怎么制造惊喜浪漫，怎么疼人，怎么说好听的哄人开心，却不知这狡猾的狼崽子比他还高出好几个段数。距离地大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郎倩怕儿子住不惯寝室，算下来4年租房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干脆在学校附近买下一套装修好的房子。虽说新房条件比起郎静峰家里多少还是差了些，但总比住寝室舒服得多。更关键的是房屋地段好，不仅交通便利，离二中也不远，白软将来完全可以搬过去住，不耽误上班。大一新生寝室，郎静峰抚平褶皱，掖好床单脚，仗着腿长2步，胯下从上铺通往地面的爬梯，抢过白软手里的湿抹布，低声道：“我来，你歇着去。”白软口中应着，却没歇，蹲下打开郎静峰的行李箱，想帮他把东西往柜子里转移。郎静峰一扭头，瞥见了，拉起白软，把他往桌边的椅子上一按，塞给他一瓶超市买的胡萝卜番茄汁，含笑道：“让你歇着，怎么不听话呢？这么点活还用你上手？”寝室里另外3个男生和帮他们收拾的东西的父母用探究的眼神朝他们这边望过来。郎静峰刚进寝室时和他们打过招呼，所以他们3个知道郎静峰是新生，可看见眼前这一幕，他们有些迷糊了。一般来说都是送学生来报道的亲属帮学生干活收拾寝室，郎静峰这边完全反过来了，好像白软才是大一新生似的。一个男生向郎静峰确认道：“你是跟我们一届的吧？”郎静峰一点头，
男生目光飘向白软，再次确认，然后这位是你哥？这是郎静峰和白软刚进寝室时，白软抢着说的，郎静峰没承认也没否认。郎静峰笑得暧昧，他非得那么说，我也没办法。白软用眼睛用力盯他，男生不解，什么意思啊？不是你哥？郎静峰神色坦荡，语气从容，仿佛在说很寻常的事，其实是我男朋友。他不好意思说。哎，你……白软冲三个目瞪口呆的男生干笑了一下，仰头咕咚咕咚灌下几大口胡萝卜汁，缓解尴尬。那三个男生只表示了一下惊讶，倒是没说什么其他的，还有一个弱弱的表达了一下称同志反歧视的立场，气氛较为和谐。郎静峰也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继续收拾东西。他虽然学校附近有房子了，但寝室多少也得收拾一下，至少得让他能在寝室睡个午觉，换个衣服什么的。过了一会儿，郎静峰的地盘收拾好了，白软慌里慌张的扯着他出去。走开一段距离后，白软在寝室憋了一肚子的话瀑布般倾泻而出。你怎么就这么出柜了？我和你使眼色你没看见？他们知道你是同性恋该对你。郎静峰抬手捂住白软的嘴，眼睛一转，见走廊无人留意他们，便把头一探，又轻又快的亲了一下捂着白软嘴巴的手，眉眼含笑，出就出了，不是也没怎么吗？白软考虑的比较多，不安道，我怕他们对你有偏见，再因为这个和你起矛盾。谁敢？郎静峰把上衣下摆一撩，露出砖块般齐整分明的腹肌，又放下衣服，在白软头上揉了一把道，我想和你光明正大的。再说了，就我这样的大学里，少不了被人追，我让周围人都知道我有主了，直接就能挡下来一波，你心里不是也踏实吗？他们知不知道，我也相信你。白软轻声道，不过无论再说什么，郎静峰这柜已经出完了。白软心里既暖又忐忑，补充道，不是怪你，就是怕你麻烦。这时两人已走到寝室楼门口，郎静峰等会儿要去礼堂集合，接受校领导轮番讲话的洗礼，不知道要持续到几点。之前说好让白软先回学校附近的房子等郎静峰这边完事了就去找他，晚上一起吃饭。真没事儿，听话。二中同学我先不告诉，跟别人以后就不藏着掖着的了。郎静峰想拨拨白软耳朵，手伸到一半顿住，转而去捏了把脸蛋，问，家钥匙带了吗？白软一摸兜，带了。郎静峰点点头，故意逗弄白软，想小小的报复一下刚才白软假装是他哥哥的仇，柔声道，我等下去礼堂集合，哥哥回家等我。白软招架不住这个称呼，耳朵发热，一抿唇，哥哥耳朵怎么红了呢？郎静峰凑近了看，明知故问，不是发炎了吧？没发炎。白软心脏砰砰直跳，老实答，让你叫的。郎静峰仔细观察白软耳垂，道，这2天好好消毒了吗？耳部微弱的疼痛传来，白软点头，消了。他前些天去打耳洞了，打之前没告诉郎静峰，先斩后奏。他打完了告诉郎静峰的时候，郎静峰挺惊讶，看着他那只红彤彤的耳朵，一阵心疼。你打这干什么？平时学校能让你戴耳钉吗？白软抬手摸摸郎静峰的耳钉，声音温软，一字字认真道，你就一个耳洞，我也就打一个，这样你以后买耳钉我们就能一人戴一个了，能戴一样的，还不浪费。可郎静峰没听完最后3个字，就直接把白软扑倒，不由分说的亲了一通。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只是一个和戴耳钉的小提议，郎静峰却觉得自己被白软无理取闹的狠狠撩拨了。那我先回家等你了。白软说到这个家字时，语调格外温柔，他冲郎静峰挥挥手，转身往出学校的方向走去。郎静峰原本打算去领军训服装，然后去礼堂，见白软那清瘦的背影穿行在提着大号包裹行李来来往往的学生家长间，紧跑几步追上去，道，我陪你走到校门口。白软失笑，不用，忙你的去。郎静峰不和他争，只是在他身边走着，拉过他的手按在自己胸口，拿出今天上午刚想出来的土味情话，哄着白软玩。感觉到我心跳了吗？白软感觉到了。郎静峰套路他，那你知道我心为什么跳吗？白软知道有套，
却还是一板一眼的答：因为人活着，心脏就要跳。不对。郎静风攥紧白软的手，悠悠道：是因为我心里有只小兔子。白软被土味情话逗得笑出声。他们走在成列的行道树与草坪间的石砖小路上，天高云淡，初秋的暖阳将修长树影拉伸并投映在草坪上，草坪铺满了细长浅淡的树影。被影翼遮挡的地方草坪是正统的绿，而被阳光晃照的部分则是柳芽般的嫩黄，一道一道明暗黄绿间隙错落，如同光的琴键。两个人肩并肩穿行其中时，连风摇树冠都变成了沙沙的乐声。郎静风没有松开与白软交握的手，就是那么握着。清晰有力的脉搏透过薄薄的皮肤，为对方的感知所捕捉。不知不觉间，已是一起走过了1年多，胸腔中的心脏第一次为对方怦然而动，已经是1年之前的事情了。而此时此刻，他们仍在热烈的搏动着。那么，就让他们一直的这样跳下去吧。